欢迎来到小唐漫文屋，爆款影视剧原著小说全文放送，宝子们先订阅后看，暴富暴瘦暴美丽。且不说岑夫人与牡丹商量妥当，暗暗布置下去，只等机会便一把抓住六郎，一次解决干净不提。第二日一早，撵玉带了2盒糕点来拜会牡丹，一见着牡丹便要行大礼，牡丹赶紧拦住了，叫树儿给他搬了个屋子，因见他眉目含笑，便知潘荣与白夫人的事儿大约是有了点进展。夫人回府了吗？撵玉笑道，没呢，这回只怕是要在别院里一直住到元宵节前后，待胎稳了才会回去。世子爷陪着他住，不许府里的杂事来打扰他。说到这里，他起身对着牡丹又扶了一扶，开心地道，还多亏了您。牡丹按住他，别总行礼了，累不累呀？我能做的有限的很。我去之前也没想到潘世子会听我的，这2日也害怕夫人怪我没和他商量过就自作主张，生我的气。他2人如今算是和好了。说开了吗？夫人的脾气太硬了些，有些话奴婢早就劝过他的，奈何身份在这里，说了也没人听。您关心他爱护他，他感谢都来不及，怎会怪您呢？撵玉的神色有些黯然，只是他2人看着是好些了，可冰冻3尺非一日之寒，哪能说好就好，更何况此番不同以往，他那时候做的实在是太过了一些。不过好歹2人这回算是说话了，但愿以后会慢慢的越来越好吧。牡丹想起当时白夫人的情形，压低声音道，有了身孕本是喜事，可我瞧着你们夫人似是非常不喜，她到底做了什么？撵玉心中信任牡丹，倒也不瞒牡丹，他们之前就很不在一起，自从蒋公子的庄子里回去后，就更是话都不说，直到那日世子又喝醉了酒，和夫人大吵一架，把我们都赶了出去。撵玉的脸红了红，他倒是第2日起床就走人了，和没事一样，该玩就玩，走得无影无踪，夫人却是躺了2天。牡丹不由皱起眉头来，这孩子竟然是这样来的，也难怪白夫人会忍受不住。撵玉见他脸色不好瞧，忙红着脸道，也不是那么那个，我替夫人沐浴时看过，倒也没伤到什么地方，只是夫人心里不舒坦，心中郁结。接着又为了一个姬妾的事儿，被老夫人说了几句，更不高兴，所以干脆避了出来。本是去散心的，只是越住越不开心。昨日世子天黑了才赶到，拍门的时候吓了我们一跳，还道是什么歹人，后来听见喊声才知道是世子。潘荣进了门，也不管其他人，问了白夫人在哪里，直就朝房里去了。白夫人正在教导潘景自己吃东西，见他进去也不管也不问，就当他不存在。若是往日勉强还好的时候，潘荣定然是嬉皮笑脸，挨着他说上几句，见他不理也就径自走人。若是不好，进去看着白夫人不说话，定然是只坐片刻起身便走。偏这日有些奇特，进去以后也不聒噪，也不做脸色，就寻了个角落坐下来，静静地看着白夫人母子2人。白夫人不理睬他，潘景和他可没仇，勉强熬了一会儿，便伸手要他抱潘荣。往日里定然是要趁这个机会和白夫人黏糊的，这日他一反常态地抱了潘景在怀，由着潘景自己吃东西，糊得他一身都是，低声和潘景说话，并不主动去招惹白夫人。夫妻2人相对无言，一直坐到潘景困了，奶娘将潘景抱了出去。白夫人自顾自地命撵玉替通房散了头发梳洗，准备睡觉。潘荣方试探地喊道，阿欣。白夫人根本不理睬他，潘荣便一直喊，阿欣，阿欣，阿欣，一连喊了几10声。白夫人听得受不住了，忍不住回头道，你要做什么？潘荣挤出一个笑来，阿欣，知道你讨厌我，这会最不想看到的人也是我。不过你好歹看在和牡丹替你奔走操劳的份上，平心静气地听我说句话好吗？白夫人想了想，叫撵玉出去。后来他们2人在房里说了什么，奴婢却是不知道。没多长时间，世子爷也就从夫人的房里出来了，安排人第2日一早就去请大夫，回府里取东西和侯爷。夫人说分明，又特意让奴婢过来向您道谢。撵玉笑了起来。清早的时候，夫人就比往日多睡了些时辰，胃口也好了许多。奴婢瞧着她精神了，心里欢喜得很。下午的时候，奴婢跟着世子爷一起回了府，世子爷回了老夫人，老夫人也欢喜得很，商量着要送走几个不安分的姬妾，这会儿正在处理，只怕奴婢从您这里回去后，就该处理的差不多了。牡丹笑道，这也不是我的功劳，倘若你们世子果真无情，也不会理睬我。但愿以后他们会越来越好吧，虽然只是2、3个，而不是全部，可潘荣到底也算是表了态，走出第1步了。至于以后这2人会走到什么地步，便要看他们自己了。撵玉心情很好，便开始找潘荣的优点说给牡丹听。其实我们世子爷虽然有点不着调，
可是他有一点还是很好的，府里虽然养了那么多姬妾，可除了夫人就没人有过身孕。牡丹一时哑然，寿地里选大包谷，好歹也算是优点，比起那些姬妾庶子庶女一大群的人来，至少白夫人不用操心有谁来和潘景争什么抢什么。她只愿以后潘荣会越来越收敛，与白夫人把日子好好过下去。撵玉欢欢喜喜絮絮叨叨地说了好一些话，惊觉天色不早，方晶晶慌慌地告辞离去。牡丹与岑夫人、薛氏等人坐着做了会针线活，忽听方圆来了人，来的却是满子。满子规规矩矩地给牡丹行了礼，道：娘子，这些日子小的们按着您的吩咐，闲来无事就四处走走看看，巡视一下园子里，一切安好。就是这2日总见着有几个陌生面孔总在外头瞎转，又背着人拿钱给胡大叔，花言巧语想混进园子里来，被阿桃给拦住了。然后便对着围墙比高度，正要追的时候，腿脚却利索，跑得飞快。接着周八娘说，总有人在村子里打听方圆的结构是怎样的，郑师傅和喜郎都说大概是和牡丹花会有关系，雨和姐姐很是担忧，让小的来请您试下该怎么办才好。牡丹的脑子里立时浮现出吕方的那张笑脸来，便道：你且等会子，待我收拾收拾，与你一道回去。牡丹禀过岑夫人，除了柜子以外，另点了几个强壮有力的家丁，却又不让家丁们与他一道，让他们先零零散散地往前头去了，分头进入方圆。他自己换了身黑色的男装，尽量打扮得不起眼，抢在天黑关城门前才出了门，悄悄回了方圆。夜里的乡村漆黑一片，寂静得很。2个黑影抬着一台梯子，跌跌撞撞地走在方圆附近田埂上。走不多远，其中便有人要歪一下，个子矮的那个不住嘴的低声抱怨：公子爷，不是小的多嘴，这事儿不妥，要是被人拿住了，是要吃大亏的。哎呦我的娘哎，这路可真难走，田埂咋那么窄？个子高的那个虽然也跌跌撞撞的，可是语气温和得很，还带着一丝兴奋。康儿你小点声，仔细给旁人知晓了。我只是看看，又不动他的东西。看看就回来，用不了多长时候，正是吕方。康儿不赞同地道：难道您还不知道咱们家里的情形？这样的宝贝必然有专人守着的，您一个不小心被抓住了，被打可是活该。吕方笑道：你放心，我会很小心的，这种事情我也不是做第一次了，从来就没失过手。康儿叹道：您从前都是白日里乔装打扮混进去的，此番夜里翻墙做贼倒是第一次，可没什么经验。他家这院墙子可高，小的实在是担心您上了墙就下不去。吕方挪了挪肩上的梯子，伸手从衣领里捡出一根稻草棍儿来，道：我那不是混不进去吗？防得死紧。我早就想好了，这梯子是竹的，没那么重。你在外头等着我，替我扶着梯子，等我先上去，然后把梯子递给我，我再把它放到里面去，保证悄无声息的就下去了。康儿撇嘴道：小的要问公子一句话，这园子大着呢，您可知晓他那宝贝在哪个方位？虽然史前问了些情况，可到底也拿不准是不是真的，要是被讹了，您进去逛一大圈找不着怎么办？吕方沉默片刻，道：按我推算，我先前看的那个方位绝对不会错，只看院墙最高之处，下面必然有宝。康儿见他是乌龟吃秤砣，铁了心了，暗想反正这种事情公子从来也没少做过，这次为了看这时样紧，不惜在农户的谷草堆里藏了一整天，看不到是绝对不会回去的，便不再劝。2人沉默着走到方圆高高的围墙外，站定了。吕方看好了方位，指挥康儿将竹梯子靠上了墙，低声叮嘱道：你听着点啊，到时候得接应我，要是我出了事儿，你就赶紧跑回去找老爷来赔礼，别让我真被打死了。康儿借着夜色的掩护翻了个白眼，您怕挨打就别进去了，否则到时候挨打的人又是小的。再说了，黑灯瞎火的能看清楚什么？吕方一笑，将袍角别在腰带上，又摸了摸腰后挂着的装备，按了2下梯子，确定放稳当了，抬步往上。边爬边暗自抱怨，这院墙原本可以修得更美，弄几个花窗什么的，让人在外头就可以瞧见里面的风光，不是更好？偏生弄这么高，难爬死了。不过越是难得看到他就越期待，想到家人就在前方，他的手脚越发快速起来。不多时，面前院墙那种冰冷的气息突然消失了，吕方惊喜地发现他已然到了墙头，他兴高采烈地正要往院墙一按，突然顿住了，小心翼翼地用手慢慢摸了一摸，果然摸到林立的一片碎瓷片。他得意的一笑，多亏他早有防备，不然可要好看了。他越不让他看，他越要看。他将腰后的装备拿出来，开开心心地放在墙头上垫好了，按了一按，又厚又宽的棉垫刚好够他骑上的。
他放心大胆地骑在墙头，先往下扔了一包放了蒙汗药的香酥鸡，等了许久不见动静，方才抽了抽梯子，示意康儿将梯子举起来。康儿赶紧擎起梯子，吕方从小就忙活在田间地头，力气并不小，轻轻松松就将梯子转了个方向，往方圆里头一搁，太实在了，翻身下梯，临行前不忘将装备继续挂在后头。脚踩了实地，他并不急着往前走，而是竖起耳朵左右听了一回，见悄无声息，方从腰间取出火折子打量。他惊喜地发现自己果然没有走错路，这里的确就是方圆的苗圃。他弄灭火折子，兴奋地转了个圈，然后冷静下来，默默地想，假如他是方圆的主人，他会把宝贝放在哪里？他抬眼看向那排黑压压的房子，直觉宝贝一定在那排房子前，可是他也知道那排房子里定然有人，会很危险。他站了片刻，义无反顾地迅速往前走去。他的脚步轻灵如猫，果然是半点声息都没有。离得近了，他得意地笑起来，前面是一排棚子，不是那宝贝又是什么？他小心翼翼地摸索到一颗牡丹面前，打量火折子，激动地上上下下照了一遍，还未看清楚，就听见身后一声轻响，哈的一声，后头就挨了一下。隔着厚厚的棉垫，他没什么感觉，但冷汗一下子就冒了出来。吕方太清楚这是什么东西了，咬人的狗不叫，这叫缩头狗，这东西一击不中，必然还会有第二下。趁着那狗使劲撕扯他的装备，吕方娴熟地从腰间摸出备用的第二个油纸包来，打开了，往前头一扔，香酥鸡的香味儿随风飘散出来，那狗却只是停顿了一下，也不叫唤，换了个方位，朝着他的手臂一口咬了过去。手臂上的疼痛远远不及内心的恐怖，吕方苦笑了一声，今日算是踢到铁板了，遇到一条不收贿赂的狗，再不反击，只怕要被这狗给咬死。他从腰间取下另一样装备来，却是一把小巧玲珑的铜锤。忽见一只手横空里伸来，劈手将他手里的铜锤给抢了，接着他的脸上就重重挨了一巴掌，打得他眼前冒出一串金色的小星星，一头栽倒在泥土里，大腿才一露出来，就又挨了那狗一口。吕方暗叫不妙，顾不得其他地方，赶紧伸手捂住要紧处，紧接着四处灯光四起，好几个壮汉从那排房子里奔出来，口里大呼拿贼，不由分说就上前去踢打起来。那条狗此时方显露出真容，却是条吃得油光水滑的大黑狗，见众人上来便不再扑咬，而是立在一旁汪汪的大叫，顿时整个方圆响起一片此起彼伏的狗叫声，好不热闹。吕方才知自己这些天的行径早就落了人家的眼，这是早就设好圈套，等着自己入垢，今日算是彻底栽了。挨打挨骂是少不了的，先保住命才是真的，便抱了头大叫：住手，我有皇命在身，谁打死我是要负责要抵命的。那些人果然停了，吕方大喜，京城的人果然对这个皇字敏感得很，真是好用。正自窃喜间，忽听一条清脆的女声道：按律，诸夜无故入人家者，吃40；主人登时杀者，勿论；若知非侵犯而杀伤者，减斗杀伤2等。可你就是来侵犯的，所以你就算是被咬死了，打死了也都是活该，是这样的吧？吕方抬头，但见牡丹穿着件青色圆领窄袖衫子，未曾戴幞头，就将一把青丝挽了个转，清清爽爽的用根羊脂白玉簪子簪了，提着一盏灯笼立在不远处，淡淡的看着自己。可我是奉了皇命的，就算是我行为不妥，我也挨了惩罚了。吕方见牡丹一出现，众人就住了手，心知他不会要自己的命，忙挣扎着起身，准备拍去身上的尘土，打算望着牡丹笑，却被人一脚踢在膝盖弯里，踉跄着又倒了下去，被狗咬到的手臂和大腿更是钻心的疼。他咧了咧嘴，挣扎着将血肉模糊的手臂和大腿递给牡丹瞧：你瞧，你瞧，肉都去了一大块，快看到骨头了。他眼看着牡丹身边的丫鬟皱起眉头，将目光错开，牡丹却是眼睛也不眨地道：吕氏公子，原来你奉的皇命是夜入人家行盗窃苟且之事，请恕我孤陋寡闻，不曾听说过这样的事儿。今日我打死你算是活该，但我不想平白就要了一条人命。你说你奉了皇命，可有凭证？你若是拿不出来，我只好把你送交官府了，到时候数罪并罚，你也不会松活。一个硬心肠的恶女人，吕方给牡丹下了个定义。送官府他倒是更不怕，只是更加没机会看到这花了，不如趁此机会赖在这里，总有机会看看的。吕方忙陪笑道：是我不对，我也只是太过爱花的缘故，所以才动了这等心思，还请和娘子大人大度，不要与我计较，饶了我这遭吧。你与我同是爱花种花之人，应当能理解我的这种心情。我真没什么坏心思，就是想看看，我若是有半句假话，天打五雷轰，叫我全家都不得好死。这个事发的够毒。
这人看着斯斯文文的，忍痛的功夫却是一流的，这样的情况下竟然仍然能笑得出来。牡丹望着吕方，兀自沉吟不说话。吕方心知他大概已经相信自己的话了，他问心无愧，果然只是来看看便罢了的，便挺起胸膛道：您要实在不信，先把我关起来，去问问，我这些年虽然看多了旁人的花，却从没做过伤天害理之事。忽听旁边一个黑瘦的老头啊呀的吼了几声，拿着他那个铜锤，对着那条大黑狗的头比了几下。牡丹的眼神顿时变了，冷冷地看过来，吕方暗叫不好，忙道：这个我还是第一次用，也只是想把他敲昏而已，总不能叫我被他活生生的咬死吧。说完又见牡丹的脸色变了一变，赶紧又道：是我的错，我强词夺理，我夜闯你家，怎么都是活该，要不敲我一下解解气，替这大黑狗报仇。说着将头伸到那黑瘦老头面前。牡丹本该觉得他可恶至极的，可看到他这样却忍不住有些想笑，便不言语，只看着李花匠。李花匠沉默片刻，竟然将那锤子高高举起来。吕方吓得一抖，赶紧叫道：慢着，冤有头债有主，让那大黑狗来敲我。李花匠的一呆，眼里闪过一丝笑意，随即将那锤子丢给了旁边一个少年，望着牡丹比了2个手势。牡丹扫了吕方一眼，道：给他处理一下伤口，把他关进柴房里去，明日送交官府。吕方大叫：别呀，我做贼已然挨了一顿打了，我对着你家的狗比划了一下，也要挨回来，可你们就没想过他咬了我该怎么办？关柴房也就算了，关多少天都行，别送官府行不？牡丹回头道：冤有头债有主，不然你给他咬回去。说着喊了一声大黑。那又肥又呆又傻的大黑狗立时小跑着过去，将耳朵放来贴着顶花皮，摇着尾巴去蹭牡丹。牡丹摸摸他的头，指指吕方，大黑狗立即竖起2只耳朵来，虎视眈眈地看着吕方，嘴里淌出的口水又清亮又绵长。与狗互咬。吕方打了个寒战，忙道：不了，我不报仇了，我活该。牡丹笑起来：你活该啊，你要不送官府也行。吕方忙道：要怎样？牡丹扫了他被狗咬过的伤处一眼，缓缓道：你写个生死文书给我，出了我这道门后，要是出了什么事儿，别赖我。本来你也赖不上，但就怕有人来生事儿。吕方鸡啄米似的点头：那是自然。牡丹这才吩咐人将他抬出去，又叫人给他用清水冲洗伤处，洗了一遍又一遍，洗完又用酒来冲洗，还不让人包扎。吕方疼得死去活来，想叫又觉得跌份，便一直死死忍着。牡丹仔细将手里的文书看了一遍，满意的收起。好了，这文书写得好，将来吕方若是不小心死了，便可证明与他没关系，他是咎由自取，或是他想在牡丹花会上捣鬼，更可证明他曾经做过这不光彩的事儿，说出来的话自要大打折扣。吕方苦笑道：姑奶奶，你让我做甚我就做甚，如今也算是落了天大一个把柄在你手里，你可安心了？好歹替我包扎一下伤口呗，这样不小心擦着实在是疼，血淋淋的也怪吓人的。再不然，您看着也不雅观，他却不知道，这被狗咬伤的地方，不单要清洗干净，还要将伤口裸露在外头才好。牡丹根本不理睬他，吕方无奈，只得叹了口气：罢了，随你爱怎么就怎么吧。我如今也算是落了把柄在你手里，又吃了这一顿好打，你好歹让我瞧瞧你那花呗。我只看一眼。牡丹道：你不是摸都摸过了吗？还不满足？没看清楚呀。吕方急了：我有把柄在你手里，将来有啥你都可以拿出来给人瞧，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你怎么这么小气啊？牡丹道：我就这么小气怎么了？你是贼，任何人用这种方法进来我都不欢迎。这次给你瞧了，以后再来一个我又给他瞧。吕方气得发疯，暗道真是亏大了。这样一想，立时便觉得伤口火烧火燎的疼起来，恨不得起身将牡丹手里那张文书夺回来才好。牡丹见他虎视眈眈地看着自己手里的文书，马上小心地收起来，笑道：后悔了。迟了我知道你不怕送官府，你是想赖在我家里看花，故意顺着我的。我说什么时候看不是看，你等着到时候一起看不是更好。吕方暗自磨牙，只道失策，仍不死心地道：难道你不知道我此刻的心情？这好比明知前方有个绝世大美人近在咫尺，偏偏半遮半掩，不能看到其真面目，那真是眨眼的功夫都等不得。又好比快要渴死的人见着了水却不得饮用，会急死人。牡丹只是抿嘴微笑，又听外面一阵喧哗，几个半大小子扭着康儿进来，满子道：娘子，他还有同伙。康儿先前还犟着脖子不服气，一眼看到草堆上躺着的鼻青脸肿的吕方，又瞧见他那2个血淋淋的伤口，不由嘴巴一瘪，犟着往前冲，大哭道：
可怜的公子，你怎么啦？又瞧着牡丹吼。你这个毒妇，你要吃官司的，你可知我家公子是什么人？做贼还有理了。牡丹淡淡的看了康儿一眼，要么马上闭嘴留在这里伺候他，要么就关到狗舍里去。等到天亮了，把你送交官府去，看谁吃官司。康儿道，我没做贼事，你们把我强拉进来的。贵子冷笑道，你家公子在这里面做贼，你在外头接应，合伙偷我家娘子价值万金的花，只是我们防备的紧才未得逞，还敢说不是同伙？康儿狡辩，谁说我在外头就是同伙？谁说主人做了贼，下人便也是贼？你们还有没有王法了？牡丹笑了一笑，好，那你走呀，放开他。蛮子等人刚一松手，康儿立即甩开他们，揉着自己的手腕，哼哼唧唧地看着吕方，眼圈一红，豆大的泪珠滚落出来。公子，吕方皱眉道，别哭了，我还没死呢，就这样吧，反正也是我理亏。边说边看了牡丹一眼，只愿他小姨赔不是，让他别那么讨厌他，防备他，成全了他的心愿。牡丹也不看吕方，只吩咐康儿，您去寻你家老爷来，把你家公子领回家去。吕方虽早就不指望他会如同其他人一般来吹捧自己，甚至适才还以为他弄了那张文书在手，便会故意留他在这里刁难，让人来看笑话，把他搞臭了，从此再也没了评审的资格。谁成想他这么爽快的就答应放他走。当下他便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就这样？牡丹奇怪地道，不这样还怎样？难道你还要赖在我这里养伤不成？我家柴房可不宽敞。吕方提醒他道，你今日算是彻底得罪了我，就不怕我在牡丹花会上给你难堪？你须知道，虽然到时候评审也不止我一人，但最经此道的人只有我一个，他们多少都会听我一点意见，你真不怕？牡丹笑道，你被狗咬傻了吧？除非你刚才没写那东西给我才好，你大可以试试看，看谁更吃亏。吕方认真道，我自然记得我有把柄在你手里，我是提醒你，我落到你手里，认栽了，你想要什么趁早说。若是打牡丹花会的主意，我先与你说清楚了，若是你的牡丹花不好，不管你怎么威胁我，我都是不会替你说好话的，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包括我父亲的花也都是如此，你到时候就算是威胁我，我拼死也要维护公正的。就凭你一人就代表了天下人。牡丹沈笑，适才还千方百计想着要看我的花，此刻却又来维护公平了。告诉你，我根本不需要威胁你，倘若你真的有你说的那么公正，我更要你口服心服的说好言罢，转身离去。蛮子等人也跟了出去，一把大铁锁咔嗒一声就将吕方主仆俩锁在了柴房里。康儿见只剩了自己主仆二人，先打量了一番四面透风的柴房，使劲踢了门几脚，然后呸了一声，不屑地道，这个毒妇说的清高，实际上定然也是不安好心的公子，说不定他早就打听到了您的脾性，那日是故意引你上当的，为的就是今日好来算计您。这个法子倒是真的比那些请您吃酒耍子吹捧老爷的来的毒。您等着瞧，明日他让咱们回家，定然还会有后手。吕方皱起眉头看着帐顶，全然没有听见康儿的话，只暗想，这样的自信骄傲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花？越想越难耐，心中不定，伤口又疼，躺在草堆里又冷又硬，辗转反侧，简直难以入睡。雨荷伺候牡丹盥洗完毕，不解地道，娘子，您既然已经让人打了他反正已经记恨了您，便该扣着他多留几日，为难他，就这样轻轻放了有什么意思？牡丹笑道，先前是怀疑他不是好人来着，自然要狠打，可后来我相信了他的话，他只是来看看，约莫是没有歹心的，便不想再多折腾他。但只是此风不可长，曹万荣等人本就因为我是个女人，便存了轻视之心，总爱弄些小动作。按你们说来，这几日在外头闲逛的人，可不只是这吕氏公子主仆二人，其中必然有曹万荣的人在里面。我正愁没有机会让人知道我的决心和狠心，恰好的他自己送上门来，我要借这个机会告诉这些人，就算是花会的评审之一，我也照样不留情，该打就打，该关就关。其他人还有歹心的，大可来试试，咬死打死，概不负责。放了他，一来是因为留不住，他家里人很快就会来找，曹万荣定然不会放过这个捣乱的机会，左右我的目的已经达到，不必节外生枝。二来是因为他根本不想走，想赖在这里，另寻机会去瞧那花，纵然知晓他不会有其他动作，但我偏就不让他瞧见，他才会有所期待，外面的人才会更期待。雨荷点点头，替牡丹将屏风扣上。牡丹忙乱了大半夜，本早就累了，才闭上眼睛，又想起一件事来，笑道，雨荷，明日可不是白白放他悄无声息的走，你得和贵子一道护送他回去，若是有人问起，可要好好说道。
雨禾应了，小心地吹灭灯烛退了出去。鸡才叫第一遍，吕方就将好的那只脚将扎在稻草堆里头睡得扯呼的康儿踢醒。康儿撅着嘴顶着满头的稻草坐起。公子您疼吗？小的恨不得替您疼，可没法子呀。您再忍忍，等到天亮，毒妇放了小的，小的立马去请老爷来抬您回去。吕方摇头道，我不走，我是告诉你，他稍后若是来让你回去报信，你不能去，我就要留在此处。才说完，就响亮地打了个喷嚏。康儿睁大眼睛，公子真的被狗咬傻了吧？这破地方四面透风，又冷又饿，有什么好留的？但他可不敢这么说，便劝道，公子，小的明白您想瞧那花，可是您看看您这身子骨，再留几日怕是伤处都会烂了。吕方瞪了他一眼，胡说八道什么？话音未落，又打了个喷嚏。康儿道，瞧吧，旧伤未愈，又添新病。吕方道，反正不许你去，你要不听我的，回去我就不要你。到了天明时分，果见柴房被开了，阿桃提了个食盒进来，往他们面前一放，吃吧，吃了赶紧去城里头报信。康儿打开食盒，但见里面装着热腾腾的2大碗汤饼，看着做得倒还精细，便毫不客气地先取出一碗伺候吕方用了。待吕方用完，方端起碗来，将自己那份吃了个干干净净。阿桃默不作声地收拾碗筷，才刚收拾干净，提着盒子要走。康儿看了吕方一眼，突然捂住肚子往地下一躺，大叫道，疼死人了，疼死人了，说着遍地打滚。阿桃被唬了一跳，随即镇定下来，叉着腰道，莫要唬人，谁信你来想讹诈，也不看看是什么地方做了贼，又想做骗子，不要脸。康儿却是叫得更大声，滚得更厉害了，救命了，有老鼠药呀！阿桃呸了一声道，就是老鼠药，专门给你们这种尖嘴老鼠吃的，好心不得好报，就该给你们活活饿死。吕方微微有些脸红，但却装作没听见，低声道，小大姐，请你和你家主人说，请个大夫来看看。阿桃只是认定康儿是装的，就是不肯去，气哼哼地出去把门锁了，骂道，叫你装叫你装，你若是能叫唤着滚上2个时辰，就给你请大夫。忽听得里头康儿凄惨无比的叫了一声，突然没了动静。阿桃到底有些担忧，扒在门缝上一瞧，但见康儿直挺挺地躺在地上，吕方拖着一条伤腿，使劲拍他的脸，掐他的人中，低声唤他。阿桃犹豫了一下，生怕果然出事，便提着食盒直奔正房去找牡丹。牡丹道，给他找大夫，他爱躺着就躺着。雨禾，你和桂子赶去城里头，直接去通知他家的人来接他，就按我昨夜说的办。这边康儿睁开一只眼，望着吕方低声道，公子爷，地上好冷，这都过了将近半个时辰了，还要装多久？吕方抬眼看着大门处，不确定地道，我也不知道。算了，你别装了，别弄病了，起来吧。康儿正要起身，忽听外面一阵脚步声响，立时赶紧闭上了眼睛。接着门被开了，几个壮汉进来，也不说话，分别将主仆2人架起就往外走。吕方疼得龇牙咧嘴，强忍着看他们要将自己主仆2人怎么办。那几个壮汉拖着他2人7拐8弯，穿过一片竹林，过了一条小溪，又绕过其实若干，方停在一处房舍前。那门口立着个粗壮的婆子，见他们来了便道，放到床上去。那几个壮汉粗鲁地拖着吕方往里走，吕方忍受不住，叫道，我自己来。那几个壮汉挤眉弄眼地笑了一笑，齐齐将手一松，吕方一个踉跄，赶紧扶住门墙。康儿本是装死，不敢站着，只好顺势往地上一摔，摔得咕咚一声响，听得吕方心惊肉跳，少不得闲着脸请那几人将康儿扶到床上。弄了半晌，才来了个撅着山羊胡的老头，摸着康儿的脉门沉吟了许久，方才弄了几大颗怪味无比的药丸让给康儿吃下去。吕方捏着鼻子道，等他醒过来再吃，这药丸太大，他吞不下。那粗壮的婆子笑道，良药苦口里，既然病了，便要早点吃了药，才能快些好起来，应付小孩子吃药。老奴最有法子了。边说边将那药丸放入碗中给碾碎了，加水弄成糊状，叫个壮汉将康儿扶起来，捏着鼻子就灌。吕方看得脸皱成一团，暗叫不好。果然康儿实在忍受不住，哇地一声吐了出来，眼泪汪汪地看着他，抱歉地直眨眼睛。那婆子拍手笑道，神医啊，果然药到病除。山羊胡子笑眯眯地捋着胡子，自得的道，还有一位病人未看呢，既然这位小哥好了，便给这位公子看罢。言必抬步朝吕方走过去。吕方下意识颤抖了一下，却被那山羊胡子一把拉住了手臂，仔细看了一回，道，还要再洗洗，再吃上7、8粒我配的这药就好了。穿了一身嫩黄袄裙的牡丹笑吟吟地提了坛子酒进来，米大夫还用酒洗是不？山羊胡子点头，不但要洗，还要洗得干净点。
吕方想起昨夜所受的折磨，颤抖得像风中的落叶，弹跳起来就想开逃。牡丹笑吟吟地看了他一眼，将酒坛子递给那婆子，两个壮汉上前按住他。那米大夫毫不客气地又挤又刮，将他狠狠折腾了一遍。待到弄完，他早已疼得冷汗浸湿衣衫。被风一吹，又是一个响亮的喷嚏。他看着牡丹娇美的容貌，甜糯的笑容，怎么看怎么都可恶。牡丹笑道：米大夫，这位石公子貌似感染风寒了，还请您给他开服药，也不怕苦，药效好就行。吕方本来害怕那米大夫又给自己弄适才灌醒康儿的那臭药丸，谁知米大夫却要了纸笔，坐下来认真开方子。开完方子，吕方要过去看，牡丹似笑非笑地递给他，他看了一回，但见药方果然不错，方厚着脸皮喊牡丹：有劳了。少请。阿桃抱着身短衣进来放在床上，牡丹道：石公子，我这里没有好衣服，你将就了吧。好歹是干净的说完，领着众人退了出去。吕方哪里还敢挑剔，由着灰头土脸的康儿伺候着换了衣服，才躺下不久，那婆子又拿着把大剪子进来，不由分说就将他伤口处的布料给剪了2个大洞。吕方欲哭无泪，颤巍巍地挣扎着将新熬来的药喝了，瘫在床上装死。中午时分，好饭好菜招待，只是主仆2人都有些没精打采的，吃的也不香甜，但好歹吃了东西下去，有点精神了。于是康儿瞅着吕方身上的那2个大洞，越看越想笑。公子，说不定是他想看您，才找了这个法子。吕方一筷子敲在康儿头上，胡说八道，这和牡丹此番作为，定然是故意要让他出丑。他这种猜测，一直到外面热热闹闹的来了一群以他爹吕纯为首的人接他回城去，无数双眼睛都盯着他身上那2个洞时，到达了顶峰。虽然做哑贼不是什么丢脸的事情，可是这般模样出场，却可以叫他被人笑话一辈子。何牡丹果然够小气。忽见牡丹过来笑道：吕石公子，您也别以为我是故意，您若是信我的话，回去后这伤口处最好也晾着，别包扎，待到伤口结痂又再说，对您只有好处。您若是实在不肯听，也由得您。吕方一呆，莫非这还是为了他好？这治疗方式可真是别开生面。忽听吕纯一声厉喝：孽障还不赶紧过来跟我回去，你要丢脸丢到什么时候？吕方硬着头皮迎着自家老爹要吃人的目光和众人想笑又不敢笑的目光，以及方圆仆人们的指指点点，挺着胸膛满脸微笑，温文尔雅地维持着风度上了马车。吕纯恨透了牡丹，又恨自家儿子不争气被拿住了，连招呼都不打一个，就叫马车夫开路。吕老、石公子，你们慢走。牡丹立在那里，对着吕纯行了个礼，又笑眯眯地对着那群跟着吕纯来的人行礼道：各位慢行，今日来不及，改日做东。吕纯哼了一声，礼也不回，挤上马车扬长而去。吕方趴在窗口看着牡丹的身影越来越小，一边问吕纯：爹，干嘛来了这么多人？吕纯恶声恶气地道：你难道不知我那里向来人多吗？这死女人派了个大嗓门的丫头和个大力气的小厮去了也不说清要干什么，就说要见我。我想着也是来求你的，便没有理睬。谁知这2人就硬往里闯，还嚷嚷出来，弄得所有人都知晓了，便都要陪我来，又戳了戳吕方的头。你什么时候才能省点事？得到钦点评审牡丹花卉，这是何等的荣耀，有多少人终其一生都无法企及，你却拿着不当回事。吕方不在乎的一笑：这算的什么？不能钦点牡丹花卉，我也照样能种出好花来。吕纯大声道：你不在乎我在乎，我不想最后赢了，人家还说是你去四处偷窥，又给我通风报信，还在会上打让守财赢的，这也就罢了，关键是你要自毁前程，气死我吗？吕方顿时沉默下来。父子2人都沉默不语，半晌，吕方才打破沉默：今日怎不见曹万荣？吕纯道：他与这女人本就是死对头，只是给我派了马车，没跟来。他的目光投向吕方的伤处，心疼的要死。曹万荣说的没错，这毒妇实在太过恶毒，连包扎都不肯给你包扎，到了城里先去医馆给你瞧瞧。吕方心不在焉地道：有人去我们家园子里盗花，不也是同样的下场吗？包不包的倒也没那么要紧。吕纯一时无话可说。父子2人回到住处，曹万荣早在外头候着了，看着吕方的惨样，目光复杂的寒暄问讯了一回，又请大夫来忙乱一回，道：怎样，我没说错吧？这女人恶毒胆大得很，分明知道你是什么人，偏生还下这样的毒手，实在不可原谅，却又狡猾，让人抓不着她的错处。罢了，我怨不上他。吕方心不在焉，不置可否地望着那2个伤口发呆。他想必是故意杀鸡儆猴，做给人看的吧。他一个女人，想来是不容易的。他苦笑了一下，他可真够倒霉的，
恰好撞到刀口上去了。经过此事之后，方圆内外都很是安生了一段时间，陌生面孔也没了。喜郎等人遇到牡丹，都情不自禁地带了些害怕和敬畏，做事利索多了。暮鼓响起，方门四壁，华灯初上。东市诸胡人酒肆众，尽都关了门。然而在那众人看不见的地方，却是灯火辉煌，热火朝天，香味汗味炭气味全都混杂成一片，凝成了一股说不出味道的气味。何六郎与10多个锦衣华服的子弟围在1丈见方的一个竹篱笆外头，红着眼，拼命跺着脚，握着拳头，声嘶力竭地对着竹篱笆里面正在扑打踩啄，虽然已经斗得头破血流，仍然斗个不休的2只鸡大声鼓劲吼叫。楼上刘畅安然饮着马眼奉上的葡萄酒，微眯了眼睛，惬意地听着楼下的吵嚷声，淡淡地问一旁的秋实：“时辰差不多了吧？”秋实应了一声，噔噔噔往下去了。不多时回来禀告：“公子都安置妥当了。”随即楼下一阵喧嚣，有人高声笑闹，有人高声叫骂，却是一局终了。刘畅放下手里的琉璃酒杯，振衣起身，慢吞吞地往外去了。马眼问秋实：“可是何六郎又赢了？”秋实笑道：“正是呢，他想不赢都难。”马眼摸了秋实的小胸膛一把，瞅着秋实骤然红透了的脸，不在意地笑道：“他又赢了多少啊？”秋实望着他碧波一般妩媚魅惑的眼睛和饱满的红唇，咽了一口口水，颤抖着伸出一根手指，接着又伸出一根手指。今夜因为是特别调教出来的鸡王，赌注特别大，他胆子小，可是布帛金银等物算下来也值2000万钱。马眼眯了眯眼，2000万啊，那可真不少了。秋实大胆地摸了摸他雪白细腻的手指一下，闲着脸笑道：“是不少，可他接下来会连本带利全还给公子的，输到他哭。”马眼竖起眉毛，趴地打了他不安分的手一下，翻脸道：“乱摸什么？好大胆的小厮，你倒是当着你家公子摸摸试试。”秋实委屈地道：“不是你先摸我的吗？”马眼妩媚一笑，捏着他的脸颊使劲晃了几晃，道：“我摸的你，你却摸不得我，知道吗？”随即裙子一旋，转身飘然离开，扔下傻兮兮的秋实立在那里发呆。马眼趴在栏杆上，饶有兴致地往下看，楼下新的一场斗鸡又开始继续上演，旁边却又开了一场出仆，赌的人中正有何六郎，还有几个京中有名的纨绔子弟。何六郎满面红光，说话的声音都比往日里来的响亮，一边致使，一边高声呼噜，好不春风得意。刘畅站在阴影里，抱着双臂，脸色阴沉地看着何六郎等人，也不知在想些什么。渐渐的，何六郎的笑容慢慢变淡，无以为继，细密的汗珠从他的额头鼻尖冒出来，他死死咬住唇，眼神须臾，不敢离开出仆棋盘，喉结随着吞咽动作一上一下，显然已经紧张到了极点。与他相反，他的对手却是笑得轻松灿烂，约莫是要输光了。马眼悲悯地摇了摇头，看来何家那丫头没有重视他好心给的提醒呢。他似是不忍再看到接下来的悲惨结局，将目光游离开去，四处张望。猛然间，他在刘畅斜对面的阴影里发现了几个面孔陌生的人。那几人站在门边，穿得花团锦簇的，都很年轻，面容普通，有学着刘畅一般抱着双臂看热闹的，也有东张西望低声说笑的。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色，他们的眼睛随时扫射着场地里每一个角落和每一个人。这几人往日也来过几次，可他没注意，今日看上去很是有些不同，他们都带了刀，目光炯炯。马眼总算是来了点精神，他再往更偏远处瞧去，更加振奋起来。有个人袖手靠在阴影里睡觉，畏畏缩缩地缩成一团，戴着个大耳胡帽，将脸遮了大半，看着似是谁家带来的小厮，不堪等候贪赌的主人，累得先睡了。可那身影看着实在熟悉，虽然他只见过几次，但他可以确定那人是何家小女儿身边的侍从。马眼将目光转回到那几个人身上，是不是一伙儿的呢？想做什么？其中一个留了小胡子的似是察觉到了他的目光，抬起头看了过来，目光说不上锐利，只是很冰冷。马眼凭直觉就非常不喜欢他那种眼神，他立即对着那人嫣然一笑，抛了个媚眼，那人竟然回了他一个眼风，咧着嘴对着他笑了。可随即那边何六郎站起身来道：“我不赌了。”他的对手则冷笑：“我还没说停，你就停了？往日里可没这个规矩。你从我手里赢了多少钱？今日爷的手气正顺，那容你坏了。”何六郎怒道：“还敢抢破的吗？”对方嘿嘿一笑，弯腰从靴筒里拔出一把的锋利的匕首来，猛地插在他面前。“你刚才怎么说？”他适才已经输光了所有，还欠下了一笔不小的债，再赌就要连裤带都输光了。何六郎脸色煞白，看向往日交好的赌友们，希望有人能替他说说情，让他就此收手，
却看见所有人都在看着他无情的笑。忽然听得有人猛然大叫了一声，那位在此都不许动，众人一静，停下动作，一起把目光投向声音来源处，终于看清楚了那几个人。律令曰：诸伯系赌财物者，各杖100，举帛为例，余系皆是。赃重者各依几分，准道论；输者亦依几分为从作。但各处或明或暗的赌场实在不少，朝廷也没管那么宽。况且这场子向来都是以隐秘著称，又说是有后台，众人才会如此放心大胆。可今日那位却在这里出现了，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他们到底是在这里出现了。看清楚来人手里的腰牌，全场顿时哗然大乱，众人全都似那无头的苍蝇一般，或是拼命抓起面前的财物，不要命的往门前赶，或是糊里糊涂就往楼上跑。也有被吓傻了呆立不动的，比如说何六郎那小胡子苍啷一声横刀出鞘，双手紧握横刀，对着离他最近的一张棋子猛地一刀劈将下去，那棋子一下断成了2半。小胡子嘶哑着嗓子吼道：那位办案有不听号令者有如此，极有人不信邪，试图上前去和小胡子套交情，还未到的跟前就被一脚给踢翻，冰凉的刀背在脸上狠劲拍了几下，吓得尿流，再也不敢轻举妄动。那位办案冷面无情。马眼抬眸朝刘畅先前站立的地方看过去，刘畅早就不见了影踪。他淡淡一笑，跑得还挺快的。只可惜另外一道暗门没人知晓，也没人守着，不然可以看看光鲜亮丽的刘四成会怎么面对这些凶横的内卫。不过此番刘四成也算是阴沟里翻了船，损失巨大。小胡子大摇大摆地领着几个人从楼下扫荡到楼上，将除了女人以外的所有人全都赶在一个角落里，将斗鸡用的竹篱笆围起来，所有人一视同仁，蹲在地上举手抱头，谁稍微动一下就是一脚。又将场内的财物一扫而光，带着人将场子里的那个装着各色人等票据债条的大铁柜子砸了个稀烂，把里面的纸张半张不剩拿了个干干净净。办完这一切，小胡子一手提着刀，站在篱笆边上点人，每被他点到一个，那人就会被毫不容情地脱缰出去。都知道落入那位手中，没有不死也得脱层皮，一时之间哭爹叫娘之声此起彼落。何六郎心惊胆战地抱着头，一双眼睛灵活地四处乱瞟，但见被拖出去的有他认识的，也有他不认识的，多数都是些官家子弟，或是平日里赌得极大的，还有就是几个庄头。他暗自松了口气，看来大约是不会找上他了。才这样一想，就听有人道：你出来！刚才还往他身边拼命挤的人一下往两边闪开。何六郎不敢相信地望着小胡子，是指他吗？小胡子不耐烦，斜着眼睛，将手里的横刀对着他嘘嘘一劈，一道寒光闪过，何六郎顿时觉得腿脚一软，冷汗顷刻间湿透了衣衫。他浑浑噩噩地被人拖了出去，他睁大眼睛望着小胡子，喃喃地道：我赌的不多，我全输了，还有其他人。小胡子冷冷地扫了他一眼，将他的后半句话吓得咽了回去。被挑出来的人挤在一起，心惊胆战地看着小胡子等人。小胡子笑吟吟地对着楼上的马眼招手：美人儿，长夜漫漫，下来给爷们斟酒。马眼拍了拍手，好几个貌美的胡姬走出来，欢天喜地地下了楼，提了酒给众人斟上，开始劝酒。小胡子等人却不多喝，每人只捧了一杯，细细呷着，坐着休息。何六郎一直保持同样的一个姿势，战兢兢地蹲在角落里，他不知天亮后等待他的将是什么。他不明白为何场子中那么多的人都没被挑出来，厄运偏偏就落到了他的头上。明明他前半夜手气还很好的，怎会到了下半夜就输了个精光，还落到了这样的地步？他非常后悔，他就不应该去玩出仆的，他应该一直玩斗鸡，他的运气就不会被赚了。听到一旁同样被挑出来的几人的窃窃私语、担忧害怕之声，何六郎的思绪才从痛失的钱财突然变得不好的运气，以及对突然翻脸的赌友的失望和沮丧中回转过来。输无匹之物，唯图1年从作，合账100，他输的不少，同样要判刑，要挨打。何六郎不敢再去感叹不公平，而是开始考虑迫在眉睫的危机问题。为了安全起见，他连小厮都没带一个。这会子他被内卫拿进去，家里人都不知道他去了哪里，他要死在里面了。就算是想法子通知了家里，何志忠回来后也会打死他的。可相比较以后被何志忠打死，被弄去那不知名的地方，弄得生死不知，更让人害怕。何六郎目光热切地追逐着马眼儿，试图与他对上眼，暗示他上门去和家里人说一声，无论如何也要想法子把他捞出去。可是往日里嘴甜甜，得了他许多赏钱的马眼儿却一直低头奏着狐空喉，唱着欢快的歌，看也不看他一眼。终于小胡子饮尽最后一口酒，起身叫众人牵着一串人，
抬着几口装满了金银器物珠宝锦帛的大箱子，准备起身。这下子被拿住即将被带走的人顿时炸了锅，纷纷喊不公平，其他留下的人则暗道侥幸。小胡子冷笑，怎么还想罪加一等？谁再叫爷爷就先拿他开刀。叫苦声抱怨声都停了。小胡子得意地扫视着缩头缩脑的众人，将手一挥，走随即扬长而去。剩下众人大气也不敢出，动也不敢动，犹自抱着头蹲着。直到马眼笑道，人走了，诸位客官要不要起来喝点酒压压惊？众人方才踉跄起身，活动蹲麻了的腿脚，问胡金们要酒喝，骂骂咧咧的抱怨，怀疑是否出了内奸又是谁，然后开始清算自己损失了多少财物，要找主人家算账，但主人家肯定是早就不见了的。众人无奈，只得坐等天亮，低声咒骂。周围一片忙乱嘈杂，桂子拉紧了身上的棉袍，找了个角落蹲下来。眼看着就要天亮，忽听有人问道，你是谁？从前怎么没见过你？接着衣领就被人一把揪住，却是个喝得醉醺醺的醉汉，红着眼睛狐疑地看着他。随着这一声呼喝，许多双眼睛看了过来。众人刚经过那件事，又惊又怕又肉疼，急需出气筒，看到陌生人都觉得是奸细，眼神自然和善不到哪里去。桂子心里着慌，表面上仍然不慌不忙地拉了拉领子，正要开口讲话，忽然一股香风袭来。马眼笑道，这不是张公子家里的老府吗？你们家公子此番被拿去，你回去报信可要小心脱层皮了。见马眼认的人，醉汉便松了手，将桂子狠狠一推不管了。桂子看着马眼行礼，多谢您了。马眼媚眼如丝，告诉你家公子，他欠我人情。晨钟响起，方门四开，东市却还不曾开门，一直又到天大亮了，响亮的钟声响起，市门方才打开。桂子混在一群垂头拈脑的赌徒中走出去，小心翼翼地东转西拐，不时回头看看，确定无人跟梢，方才回了宣平坊何家。何家一如既往的平静安详，二郎与五郎早就如常去了铺子里，女人们则都在正房里欢欢喜喜地陪着岑夫人说话做事儿。相比精神抖擞的众人，牡丹与岑夫人都是一夜不曾睡好，有些样样的，随时竖起耳朵听外头的动静，还不得不强打起精神应付其他人。忽见帘子轻轻一掀，倏儿探进头来，牡丹与岑夫人交换了一下眼神，立即找了个借口起身往外。倏儿低声道，桂子回来了，就在外头候着呢。牡丹点点头，不紧不慢地走出岑夫人的院子，才出了二门，立即加快了脚步。桂子独自坐在厢房里，围着炭盆，捧着一大碗热汤饼，正吃得欢畅。见牡丹进来，立刻便要放了碗，起身行礼。牡丹忙制止他，累了一整夜，辛苦了。不急，先坐着填饱肚子再说。桂子憨厚的一笑，飞快地吃完汤饼，起身将事情经过说了一遍，低声道，郭都尉说他原本想替您狠狠出了这口气，但茶封那里实在不太可能，只能做到这个地步。他让小的来问娘子要留人多久，您说了算。我原也没想要茶封那里，这样已算是很如意了。牡丹沉吟片刻，沉静地道，且先留他1个月，一定让他好生吃吃苦头，好叫他永世难忘，不敢再犯。桂子点点头，小的知晓了。他踌躇片刻，低声道，昨夜里小的见着了那姓刘的，可后来那位才一出生，人就溜了，大约是另有暗门。牡丹抿紧了嘴，果然是天下何处不相逢。桂子见他脸色不好瞧，忙又道，不管是谁设的圈套，总之是破了，而且偷鸡不成蚀把米，此番损失也惨重得很，就算是不被查抄，也得很久之后才能恢复元气。现场的金银财帛有限，可是铁柜子里的票据债条都被拿光了，那得值多少钱啊？不管怎么说，总算是暂时去除了这块心病。牡丹轻轻出了一口气，你先去歇着，明日将我之前许给郭都尉的东西送过去，然后好生替我谢他一谢。还有马眼那里，你也跑一趟，送份礼过去。桂子应了，行礼退出。牡丹拿了铜柱，轻轻拨弄着炭灰。为了解决这事儿，他是绞尽了脑汁，与岑夫人、二郎、五郎商量过后方定了计策，然后四处请托人。却没想到桂子这样一个人，认识的人却不少，而且很快就搭上了郭都尉这条线。虽然花钱不少，却将事情办得干净利落。郭都尉是内卫的人，这次的事儿他也赚得不少，各取所需。他并不怕那赌场背后的人找到他头上来，只是这马眼儿几次相助，到底想图什么？却说昨夜里和六郎步履蹒跚，跌跌撞撞地走在寒风中，眼看着小胡子拿着腰牌威风八面的让人开了方门，将众人带入不可知的黑暗中。他突然有些想哭，有些想念家里的其他人，包括他看不惯的人。
他不知道走了多久，反正是天麻麻亮的时候才终于停了下来，进了一道黑森森的大门，七拐八弯又进了一道冷冰冰的门，没人审问他们，他们被扔到了一间潮湿阴冷，看不见任何光亮，散发着怪味的牢房里。不知道过了多久，牢房里有一个人被提出去了，然后就再也没回来，又过了些时候，又一个人被提出去了，也没回来。牢房里看不见天光，不知晨昏，也无人给他们送水送饭。何六郎无法计算时辰，只知道他已经饿得麻木，睡醒三觉，与他一同进去的人已全都被提走，只剩下了他一人孤零零地躺在里面，又冷又饿，无声无息，孤寂一片。他又饿醒了2觉，他绝望地想，他不会被人遗忘在这里面了吧？他会不会被活活饿死在这里面？他越想越害怕，越想越觉得完全有这个可能，一想到自己会死，本来已经饿瘫了的他突然来了力气，挣扎着摸索到门前，使劲晃着门，嘶哑着声音大声地喊：来人来人来人，放我出去！嘶哑的声音穿过栅栏，飘散到外面空旷的甬道里，弱弱的消失，然后一点声音都不剩。他并没有喊多长时间，就再也没有精神喊，软软的躺在冰冷的地上，半睁着睁与不睁都一样的眼睛，虚弱的喘气。他要死在这里了，他绝望地想，他虚弱的再次昏睡了过去。等他醒过来的时候，他惊喜地闻到一股食物的香味，他小心翼翼地摸索到了一只冰冷的碗，里面有半碗熬糊了的菜粥。这样的粗食，他从前是看也不会看一眼的，但此刻的他觉得这个比黄金宝石更加珍贵难得。他颤抖着端起来，一口气喝了个干干净净，从所未有的香甜，只可惜越吃越饿，牙缝都不够塞。他伸长舌头，将碗洗得干干净净。生活逐渐规律起来，隔上一段时辰就有一碗菜粥，并2个又冷又硬的粗粮窝头，还有半罐子凉水。何六郎先前还根据饭菜的供应次数来记日子的长久，到了后面他长期饥饿着，为了保持体力就常常睡觉，便也就没了那个兴致。只是想起从前的好日子来的时候，他便开始咒骂，骂开赌场的人没本事，坑了他，骂那位不是人，这样不公平地对待他，也骂家里人没良心，他失踪那么久都没人管他的死活，也骂他的赌友们没良心，都是些见利忘义的恶毒小人。他咒骂的声音非常小，食物不多，就是骂人也得保存体力的。骂完之后，他又开始低声抽泣，要是何志忠在就好了，家里断然没人敢这么对待他的。他恨孙氏没出息，又恨杨姨娘不顶事，接着又恨岑夫人狠毒，把所有的人都抱怨一回之后，他才算是舒服了一点，浑浑噩噩的又睡了过去。半梦半醒之间，忽听得门响，他赶紧睁开眼，但见2个狱卒高举着火把立在门口道：带你去行刑。何六郎惊慌失措，我罪不至死。2个狱卒闻言乐了，挤眉弄眼了好一些，方道：行杖行，你小子好运气，本来要打100杖，一次就可将你打得开花，但你家里人使了钱，每日就打你5杖，你且慢慢熬吧。何六郎顿时出了一身冷汗，这也就是说，他得熬上20日才能熬完这100杖。一连阴冷了好几日后，阳终于出来露了脸。傍晚时分，庭院里没有半丝风，只有余晖洒落窗棂，落下一片金黄，一派的静谧。刘畅面无表情地端着一杯热茶汤，静听清华郡主的长兄魏王氏抱怨并质问他：叔，是你说的，这是一本万利的生意，绝对没有任何问题，我才听你的话入的股，如今怎会惹上了那位？舍本了不说，关键是那位查到我头上来怎么办？要是再牵扯上我父王，那又怎么办？既然想赚钱，就要担的风险，扔几个钱给他便撒手不管，见到一点风吹草动就鬼吼鬼叫，哪有这个道理？刘畅皱着眉头，按捺住性道：你放心，你我从未亲自出面，也没几个人认的是我们的。那位要是想找麻烦早就上门了，这都过去好些天了，也没见人上门来，更不曾听见任何风声，可见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魏王氏冷笑一声：你是没有经过事，哪里懂得那位的脾气？这会儿看着倒是风平浪静的，但只怕是什么时候一不小心惹着了，立马就甩出来砸到脸上了。因见刘畅垂着眼坐着不动，便急道：你别光坐着，得赶紧的拿出个章程来才行。刘畅将手里的茶盏一丢：你要我拿出什么章程来？我自己不也牵扯在里面吗？我是使了几人去听，可都没问出什么来。要不你去问问，你好歹是亲王氏宗室弟，人情面我更熟更宽更广，你一出马，保证是马到成功。他顿了顿，带了些事道：说到怎会牵扯上那位，我也不明白，我这里思来想去，是没有过任何与那位有冲突有瓜葛的事情，就是不知道你们那边。魏王氏的脸色果然微微变了变，道：这是什么时候？我们可没做过什么不该做的事情。
要我说，定然是来赌的人中出了岔，谁想借机报复？要我去打听办这事儿不是不可以，但我手头最近有点紧。你先垫点出来，给我周转周转。果然魏王府也不干净。刘畅沉吟片刻，道：你要多少？魏王氏盘算半晌，道：那边的胃口大得很，怎么也得要5万民，你先垫给我用着，等到分红时我再折算给你，该给多少就给多少。刘畅沉默不语，他根本不信魏王氏的话，就连此番合作也不过是各取所需罢了。要叫他平白给魏王氏这么钱，他自然不肯。魏王氏见他的脸色阴晴不定，心里也有些没底，仍道：不是我故意为难你，你算算账，那许多的账簿调落到他们手里，那是多少麻烦。若是能拿得回来，一一去讨要回来，远远不止这个数。我真是手里不方便，不然我拿也是一样。我们马上就是一人，难道你还怕我赖账吗？说过会折算给你，就一定会折给你。刘畅淡淡地道：我也赔了许多进去，比你的还要多，这几日还有许多人来问那印钱的事儿，我还得把他们一一摆平，绝对拿不出这么多来。你若是实在要急着用，我勉强可以从其他地方挪出点给你，不过只有5000民，你要？魏王氏立时坐直了身，气反笑：我要5万民，你给我5000民，5000民够做什么？还不够请他们吃喝玩乐上几顿的，办得成什么事儿？叔你也精明的过分了些。要说我精明的过分了，我前些日分给你的红利可也不少，尽管你从来不曾管过半点，我可没少你一。刘畅坐着一动不动，现下我就只有这点，还是把其他铺里进货的本钱都挪出来了。你把我杀了也没法，不信你去翻账簿，不然你去和清华亮商量如何？他手头的钱不少，光是聘财我就给了他不少呢。魏王氏果然有些动心，却犹豫道：可那是他的嫁妆。刘畅哈哈一笑：嫁妆又怎么了？他就是一钱没有的嫁过来，我也没什么意见。这可是大事儿，再说只是周转一下而已，他定然是肯的。将来分红利时，我再折给他，不也是一样的？魏王氏想了想，便说了几句好话，起身告辞，径自往清华郡主府上去了。送走魏王氏，刘畅疲累地坐在窗下的软榻上，对着残阳慢慢转动水晶杯里的葡萄酒。葡萄酒在水晶杯里折射出美妙的光芒，他却觉得晃眼睛，看得人累，他幸一饮而尽，一杯又一杯，直到酒力上头，觉得有些昏沉了，他方将杯往玉儿手里一塞，往后一仰，倒头便睡。随着婚期的临近，他夜里非常难以入睡，睡眠浅，被惊醒后就轻易入不得眠，白日里却又总是觉得疲倦困怠，脾气越发的暴躁。加上最近不明不白亏的这一大笔，不但将他设的局给一举击破了，还带来无穷无尽的麻烦和烦恼。他也曾怀过是不是何家发现了端倪，通过蒋长阳出的手，可一问才知道蒋长阳这些日一直不在京中，与蒋长阳也没什么联系，可见蒋长阳与此事并无多大关联。而被弄进去的包括何六郎在内的几个人，到现在为止谁都没出来，而且谁家都有可能，短时间内也无法弄清楚到底是谁搞的鬼，更是让他成日里兜着一肚的火气，看谁都不顺眼。不过2天里，府里的姬妾就被他责罚了大半，一个个见了他都犹如老鼠见到了猫，能躲多远就躲多远，见他似有困意上头，玉儿甚至不敢给他脱靴，更不要说给他脱衣服，只敢小心翼翼地给他盖上锦被，然后再一旁动也不敢动地坐着静静守候。过得约有小半个时辰，忽听得外头轻轻一声响，女儿娇娘小小的脸蛋从帘下头伸进来，带着些不符合年龄的稳重与小心，胆怯地看了刘畅一样，转而渴望地看着自己，眼里含了泪，伸出2只小手来，却不敢开口喊人。刘畅从来不欢孩，其儿与娇娘从小到大就没被他抱过几回，见着了也是淡淡的哼一声，更不要说抱着玩乐逗笑，弄得这2个还见着他都是躲躲闪闪，埋着头话也不敢多说。玉儿看着娇娘的可怜样，心里一揪，瞅了刘畅一眼，小心起身去抱娇娘。玉儿的手刚摸到娇娘，娇娘一时忍不住低低抽泣了一声，想姨娘了。玉儿一时心酸不已，忙给女儿擦泪，忽听得身后的刘畅猛地翻了个身，母女俩同时被吓了一跳，一动不敢动地回头看过去，但见刘畅紧紧皱着眉头，大大睁着眼，生气地看着母女俩，沉声道：做什么？哭哭啼啼的。玉儿忙道：娇娘大约是不舒服。话音未落，娇娘却已经被吓得哭了。玉儿赶紧将她搂入怀中，轻抚头顶，无声安慰。刘畅烦不胜烦，正想发脾气，对上母女俩如出一辙的惊慌失措、含满眼泪的眼睛，突然觉得很没意思，喟然叹了口气，摆手道：出去。忽听有人道：公，郡主来了。
话音还未落，清华郡主就已经立在了门口，高高抬起下巴道：“刘叔，你是什么意思？”玉儿赶紧领着娇娘对清华郡主行礼问候。清华郡主扫了她母女一眼，只觉得说不出的扎眼睛，脸上却露出一个笑容，伸手摸了摸娇娘的头顶。娇娘乖。刘畅按捺下不耐，淡淡地道：“又怎么了？你们兄妹还要不要人安生？挨个来找我算账是不是？”清华郡主从娇娘头上收回手，一瘸一拐地走到她身边坐下，先叫玉儿：“给我端杯热茶汤来，要蒙顶石花，别的我不喝。”吩咐完毕，方才回头望着刘畅道：“你为何让我哥去问我借钱？”刘畅讶异地一挑眉：“他问我借钱，可我没钱啊，他可是你哥哥，我怎么都得替他想这个办法不是？”清华郡主噎了噎，生气地道：“他自己要借钱，从哪里不是借？干嘛提醒他去问我借？我会生钱吗？那么多的钱借给他我用什么？叫我倾家荡产啊？说什么将来从刘畅这里分，难道就不是他们自己的钱了？”他还只是稍微推脱了两句，就被说的还不如刘畅一个外人，对王府尽心。刘畅不动声色地道：“我又不知晓你家两兄妹的事儿，你要不肯不答应就是了。我也觉得奇怪呢，如果是前些日那件事儿，根本也用不了这么多，也用不着这么急。可他急得很，不听我劝，骂了我好一些，不依不饶的，我也是没法才想起推给你。怎么，你给他了？给他？笑话！他从前为着我与闵王府稍微近了一点，我还在病中就找上门去那样骂我，对我不理不睬的，这会儿见闵王又风光了，便又巴巴的吹捧。分什么红？来来去去不都是我们的钱？我才不给他，钱在我手里，要讨好谁我自己不会去。再说了，还不知我父王是个什么主意呢，省得过后又骂我。”清华郡主哼了一声：“你出的好主意，害得他又恨上了我。不给就不给，你也别担心，亲兄妹哪里会有隔夜的仇，过后自然就好了。”刘畅闭着眼不再言语，他早就猜到清华郡主记仇得很，无论如何都不会给施这么多钱，果然不出他所料。只是他没想到魏王氏竟然又被闵王拉了过去，也不知魏王是个什么主意，不过不要紧，不管魏王府最后是个什么下场，清华也休想站在他头上一倍。清华又默坐了半晌，道：“天要黑了，我去正房看看你娘，你一起去吗？”刘畅并没有任何声息。清华郡主恨恨地起身往正房去了。到的正房，戚夫人萎靡不振地靠在美人榻上，含笑看着琪儿活泼的玩耍，时不时地嘱咐一句小心。碧无含笑蹲在一旁，一边替戚夫人捶腿，一边爱怜地看着琪儿，看上去正是其乐融融。清华郡主进了门，笑眯眯地望着戚夫人道了好，戚夫人淡淡地点点头，并不招呼她坐。她也不需要戚夫人招呼，径自寻个最好的位坐了，又指挥碧无替她弄茶汤。碧无不情不愿地停下手，起身出去净手煎茶。戚夫人见她旁若无人的样就来气，扫了她一眼，淡淡地道：“天气冷，你们也快要成亲了，你腿脚不利，来回的跑累，就少跑2趟吧。”清华郡主的笑容一下就凝固在了脸上，猛然间觉得全身都疼起来，特别是旧伤处疼得厉害无比，钻心的疼，彻骨的疼。她阴沉地看着戚夫人，戚夫人视若无睹，亲自喂了琪儿一半核桃，搂着琪儿响亮地亲了一大口。“我的乖孙哎，怎么这样招人疼啊？”琪儿撅着嘴亲了一下戚夫人的脸，笑道：“好祖母。”戚夫人搂着琪儿笑：“哎呦，真是聪明又可爱。”清华郡主的表情渐渐恢复过来，淡淡一笑，不在意的道：“长得真好，真聪明，只可惜是个庶出的，真是可惜了。”戚夫人的脸也阴沉下来，有些样样的道：“怕什么？我把他养在我身边，一样的出息，要亲自教养啊，果然招人疼呢。”清华郡主暗自冷笑了一声，朝琪儿招手：“好孩，过来我瞧瞧。”琪儿看了他一眼，便往戚夫人身边紧靠过去，紧紧贴着戚夫人不动，只偷偷打量着她。清华郡主忙给阿杰使个眼色，阿杰便从身上摸出个玉蝉来，递给他，他便起身走到琪儿面前，笑道：“来，我给你这个玩。”琪儿看了看那玉蝉，接过去扔在地上，踩了2脚，随即跑回戚夫人身边去，紧紧靠着不动。戚夫人赶紧看了清华郡主一眼，却见清华郡主歪了歪唇角，可真是个倔强的孩。天色不早，我走了。随即起身走了。见他走远，碧无害怕地捏着琪儿的手，低声骂道：“琪儿，你不懂事了。”戚夫人哼了一声：“你怕什么？有我呢。”清华郡主出了刘府大门，回头恨恨地看着刘府门前挂着的大红灯笼，死老婆，小破孩，都去死！他进门前再也不要看到这小破孩在他面前晃。
且不说清华郡主为了他清除异己的目标怎样规划，怎样布置，如何下手，书有整理提供。却说牡丹眼看着最晚一个品种的花芽完全分化完成，方才放心心的从方圆回了城。才走到岑夫人的房前，就听见里面传来高一声低一声的哭声。因见封大娘立在廊下，便朝封大娘以目相询。封大娘伸出6根手指。牡丹会意，晓得是杨姨娘和孙氏又在里面守着岑夫人哭，于是悄悄进了屋。但见今日不同往日，二郎、五郎、几个嫂嫂、吴姨娘都在，岑夫人手边上还放着一张纸，所有人的脸色都很不好看。杨姨娘泪眼婆娑地跪在岑夫人的膝前，哭道：婢妾也不知道她到底在外头做些什么，只当她是老老实实的按着老爷的嘱咐做事儿的，哪成想她会在外头做下这种事情。她再不争气，也是老爷的骨肉，夫人看在婢妾这些年辛勤伺候您的份上，可怜可怜婢妾罢。孙氏则是跪在一旁垂着头流泪，伤心不已。牡丹微微觉得有些奇怪，从六郎出事到现在已经半个多月了，前头那几日从六郎不见了开始，杨姨娘和孙氏还是千方百计的隐瞒，只背地里偷偷请了孙氏的娘家人去找。待到后来岑夫人了脾气，接着又有好心人将六郎赌钱被那位带走的消息送了来，家里边算是炸开了锅。岑夫人脾气归脾气，仍然派了二郎和五郎去打听寻探，最后是得知了六郎的下落，又使了点钱，可那位的门槛高，他们始终无法见到人，也无法将人弄出来。杨姨娘和孙氏闹腾了一段时间，知道六郎在里面虽然吃了些苦头，但实际上安全无虞，便稍稍放了心，加上家里甄氏等人时不时会说几句风凉话，动辄就拿六郎的事情来说给孩子们听，让孩子们别跟着学坏了，他二人都觉得没有面子，不光彩，也就不再嚷嚷。这才安静了多久，便又闹上了。牡丹挨着五郎坐下来，低声道：又怎么了？五郎指了指岑夫人手边的那张纸，低声道：有人寻上门来，倒是你六哥借的钱。牡丹讶异地道：有多少？是赌债吗？真的假的？当日六郎将手里的钱全输光了，又欠了旁人的部分赌债，然而小胡子等人却是及时出现，根本就没有留下任何借据欠条什么的。这借据又是从何而来的？五郎叹道：不多，也就是1000万钱，条子是真的，利息不高，却也不低。我们估摸着，大约是他前面和人借了做赌资，后面却因赢了的钱可以放印子钱，利息远比他和人家借的这个高，他见有利可图，索性留着赚钱。忽听岑夫人将手里的茶盏重重一放，提高声音道：就是因为他是老爷的骨肉，所以我才肯管他，他若不是，我早就将他赶出去了。你和六郎媳妇果真一点都不知晓他到底在外头做了什么吗？我问你，你那些值钱的新衣饰果真都是老爷给的？还有六郎媳妇，你最近捐给寺庙里的钱财多得很，又是从哪里来的？也别想着和我说假话，是真是假总有水落石出的一日，到时候我再禀明了老爷，让他自己来处理，想来老爷定然比我更公平。何志忠临出门前关于对赌博的痛恨和警告还犹在耳，杨姨娘和孙氏一怔，齐齐住了声。岑夫人停了停，环顾众人道：当时才出事的时候，你二人隐瞒不报，私底下对着我做了多少小动作，我也不曾追究，还想着反正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他苦头也吃了，出来后好歹也会收敛收敛，你们也当知晓，什么事儿纵容的，什么事儿纵容不得，浪子回头金不换，我为了他花钱找关系托人情也就不提了。乃成想线下还有人拿了条子上门要债，我倒是想替他把事情全管了，可惜我管不了老爷的儿子，不只是他一人，这个家也不是他一个人的家，更何况原来老爷就说过，家产将来每个人都有份，我替他还了这钱，其他人就少了，怎能服众？还是赌债，这个口子一开，以后大家有样学样，怎么办？他拧起眉毛，指着杨姨娘和孙氏：你们若是小事，你们自己种下的恶果，就该自己偿。他赢钱时得享受的人是你们，如今要还钱了，就该你们来承担这1000万钱，还有利息，你们自己想法子去。还杨姨娘和孙氏对视了一眼，杨姨娘呜呜咽咽地道：夫人这是要我们的命里，我们2个妇道人家从哪里去筹这么一大笔钱？莫非要我们点衣服卖饰吗？就算是我们出去点衣服卖饰，丢的也是何家的脸面。岑夫人巍然不动，冷静地指着众人道：你们都给我听好了，何家的脸面不是靠赌棍和不务正业的人撑起来的，所以也不是赌棍和不务正业人就能丢得掉的。今日话我就说到这里，你们若是不肯还也行，我来替你们典当处理，不够的再从公借慢慢的扣了，还调你们自己动手，还是我替你们动手？杨姨娘啊了一声，泪眼模糊的看向岑夫人，但见岑夫人表情坚毅，
明显是没有任何转圜的余地，不由眼巴巴地看向吴姨娘。吴姨娘同情地看着她，表示爱莫能助。至于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什么表情都有，但就是没有人愿意替他们说情。她嘴巴一瘪，哀哀地哭起来：老爷呀，老爷呀，你在哪里呀？快回来吧，你再不回来，我们都要被人生生逼死了。吴姨娘见状，赶紧去捂她的嘴：别乱说，夫人哪里对不起你，你可不能说这种没良心的话，我竟没看出来你还有这种脾气。岑夫人冷笑：放开他，让他叫，我倒是要看看他能叫出个什么名堂来。你觉得是我不肯帮你是不是？好，我叫你心服口服。在座的谁家都有在场的，我问你们，你们可愿替六郎偿还赌债？愿意的，我不拦着你们。又有谁会愿意替他填赌债这种无底洞呢？薛氏等人全都低着头不说话。杨姨娘见状，往前一扑，抱住吴姨娘的腿：吴姐姐，你好歹替我说句话，我一辈子都记你的情。真是没这么多钱。吴姨娘为难地看着她，不知该怎么办才好。真是赶紧低咳了一声，扇着帕子阴阳怪气地道：哎呦，爹和大哥他们几个在外面餐风饮露的，吃尽了苦头，二哥和五郎日日早出晚归，累得回家来话都不想说，娘和大嫂、二嫂勤劳操持家务，这日子才会过得这样舒坦。你们倒好，一个个游手好闲，吃香的喝辣的，大手大脚的花钱，还听不得家里人的忠言相告，吃穿用尽，总给家里人添麻烦，竟然还想我们替你们还赌债。我说你们干嘛不来抢啊？反正我是没有办的，谁要替你们还谁还，别扯上我们。边说边起身往外头去了，还嘟嘟囔囔的丢下一句：我有那钱还不如给叫花子呢，还得点善行，这是肉包子打狗也。荣娘和英娘几个女孩子听她说的好笑，都捂着嘴偷偷笑起来。杨姨娘见没有法子了，又看向牡丹，才喊了一声丹娘，正要开口，牡丹直截了当地道：姨娘不必说了，若是生病或是正当的，砸锅卖铁都好说，这个就不要想了，我没有，也不会替你说这个话。杨姨娘无奈，哀哀地哭着准备退场。孙氏沉默片刻，不服气地道：我又管不住他，总不能叫我拿我的嫁妆替他还债吧？娘您平日里管家，两位哥哥是长兄，难道对六郎就不该管教了？怎地他出了事儿还尽是我们来承担？难道你们不该管？丹娘有事儿的时候，何家老小都上阵，这会儿六郎有事儿，就一个个都袖手旁观，无非就是嫌我们是庶出的罢了，实在叫人齿寒。杨姨娘听见他说出自己想说却不敢说的话，又痛快又害怕，假意拉着他的手，小心翼翼地打量岑夫人等人的脸色，还从未有人如此当面顶撞过，说出这样无理的话。岑夫人一时气得晕，睁大了眼睛指着孙氏道：你的嫁妆是你自己的，你愿不愿意拿出来替他还债是你的自由，没人逼你，你管不住你的男人，倒是我们大伙的错了。庶出的，他是庶出的，我们就该忍气吞声的由着他胡赖，由着他拖累这一大家子人，那才叫公平。你们始终没个孩儿，他要纳妾，是谁拦住他的？是谁特意将他留在家陪你的？他和你的吃穿用度，什么地方不如人？平日里是谁给你气受了，还是苛刻你了？你敢说我们没有管过他？现不对，我们问时是谁替他打的掩护？是谁替他鸣不平？我告诉你，若是我自己生的，不管是谁如此，我一样的对待，还一定将他打个半死才算了事。我再问你，你是不是他的妻子？你有没有得到他交回给你保管的财物？你有没有得到他赌钱得来的赃物？有没有？你只要敢说一句没有，你立时与这件事没有任何关系。杨姨娘生了他，是无论如何也脱不离这个关系，夫妻好说的很，我不强迫你，也不委屈你，你们爱干嘛就去干嘛。杨姨娘见岑夫人了大脾气，又有些害怕，赶紧拉了孙氏陪笑道：他也是急的，口不择言了，说到哪里都不知道，还不赶紧给夫人赔礼道歉。孙氏垂下眼皮，也不说话，就静静地行了个礼。岑夫人将脸瞥到一旁，淡淡地道：债主3日后上门，别想着就全部推给公，给你们2天的时间，明日傍晚我要见不到筹来的大多数钱，就亲自令人去替你们筹，到时候我可不知道什么是谁的嫁妆。然后命封大娘跟了他2人一道去，就不再过问。众人散尽，牡丹见岑夫人心情不好，便陪了她坐着一起说话。眼看着马上就是年底了，火候也差不多了，等这里的钱还完，就让他回来吧。岑夫人沉吟片刻，道：也行。言毕揉着额头道：等你爹回来，我实在就想让他们搬出去住了，该分的就分了吧，我和他们烦不住。牡丹笑道：娘要是嫌闷，等这事儿依了，便跟我去方圆住几日，散散心如何？把家里丢给嫂嫂们去管，您轻松几日。岑夫人叹了口气：
也好。他沉默片刻，我昨夜里做了个噩梦，心情很不好，过两陪我去法寿寺静香。牡丹应了，开解他道，也别放在心上。您做的这个梦，说不定就是应在六哥被人上门讨债这件事上了呢。岑夫人叹了口气，但愿是吧。牡丹靠在他的肩头上，轻声道，娘，今日六嫂的话特别难听，是不是我出的这个主意不妥，做得过分了些？岑夫人摇头，不，你是为了这个家好，也是为了他好。这人一旦有了毒瘾，是很难得戒掉的。吃屎不记臭，要叫他永世难忘才行。你不知道，你爹和我年轻时曾经见过多少赌徒，割过耳朵砍过手指，都说不赌了，可一旦见着就什么痛都忘了。钱他们自然筹不齐，可是非得给他们一个教训，不能叫他们心存侥幸，更要借此机会给家里其他人一个教训，不然这家就乱了。牡丹靠着他低声道，我就想我们一家子人什么都好，平平安安的，顺顺当当的。岑夫人笑道，那你到时候也好好静静香吧，顺便也要求佛祖保佑，让蒋大郎平平安安的回来，把你们的事儿顺顺当当地办了。牡丹一时脸微微热了，一头埋在他怀里，小声笑道，我才不管他，一去这多天连信儿也没一个。岑夫人爱怜地揉着他的头，调笑道，出门在外多有不便，哪能天天都给你带信，不然叫他赶紧让人来提亲，好生守着你一处都别去好了。杨氏和孙氏一旦现没有任何转圜的余地，手脚倒也快，很快就将值钱的衣物和饰以及房里头的值钱摆设拿出去换了钱。孙氏果然不肯拿出自己的嫁妆来，只肯将从六郎和何家得到的东西拿出来。杨姨娘虽然不满，却因岑夫人有话在前，便默默地忍了气，打算等到六郎回来后又再说。二人弄了许久，也还差了将近400万钱，岑夫人也没多说，直接就当众让他二人写了借条，从宫取了拿去，一并替六郎还了债，通知薛氏，从此后将杨姨娘、六郎夫妇的吃穿用度全都减了，直到还清宫的钱为止。杨姨娘脱下了华服，穿着家常的袄裙，带着寻常的钗环，一与家里其他比就生气，干脆连饭都不出来吃。孙氏的嫁妆还在，却因刚生了这样的事情，也不好意思盛装，便找了个借口，倒是娘家老母病了，让娘家哥哥来接，要回去小住一段时日。岑夫人也不刁难他，给他备齐了礼物，盛情款待他家里的人。孙氏有些惭愧，走的时候便悄悄去给岑夫人磕了个头。牡丹陪着岑夫人在大雄宝殿敬了香火，岑夫人又抽了签，却是知下签，当下脸色就变了。牡丹赶紧笑道，算不得什么呀，还是听听师傅们怎么解，而且一定有解的。正说着，慧生和尚过来了，接过岑夫人手里的签一瞧，笑道，这签不差，而且是好签，有惊无险，绝处逢生，游人一定会平安归来，没得事，女坛越不必担忧。这一说就全部说到了岑夫人的心上，岑夫人嘴里虽然不说，脸色明显好转起来。牡丹忙道，娘，您不是说有几处看不明白吗？今日慧生师傅正好有空，您不妨请他替您解说一二呀。岑夫人果然有些心动，慧生和尚忙叫小沙迷引了他往后殿去。牡丹抢前2步赶上慧生和尚，双手合十行了个礼，恳求到家母最近心烦气躁，多有忧思，夜不能寐，还请师傅借佛理开导于他。小女子不胜感激。慧生和尚还了他的礼，笑道，女坛越放心，这是分内之事。忽听不远处有人低咳一声，倏儿侧目一瞧，却是如满小和尚提着个食盒站在那里，探头探脑地往这边看，见他瞧过来，嘴巴一咧，露出2颗大白兔门牙来。倏儿看得好笑，忙和牡丹说了一声，跑过去找如满说话。牡丹自陪了岑夫人去听慧生说佛论经。慧生和尚一旦说起佛理，便是眉飞色舞，银古铂金，说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岑夫人听得入迷，牡丹勉强按捺着性子听了好一些，到底有些耐不住，便心不在焉的东张西望。忽见倏儿立在门口，悄悄朝他招手，便知是与如满小和尚有关。左右他许久不曾见过福源和尚，此番也带有礼来，便与风大娘、林妈妈说了一声，领着宽儿提了东西往外头去。如满小和尚早跑得不见了影踪，倏儿见牡丹二人移过来，就扯着二人往僻静处走，神色严肃地道，娘子，奴婢和您说件事儿，您听了可别生气啊。牡丹笑道，什么事儿？这么认真？倏儿低声道，是才如满小和尚与奴婢说，这些日子总有2位萧公子来寻他家师傅说话手谈，一坐就是老半天，每次都问蒋公子来不来。那年长的那位公子下棋可好，年轻那位却是像个女人似的娘娘腔。他问我们晓不晓得蒋公子怎会有这样的古怪朋友，奴婢便悄悄与他跑去看了一回，
您猜是谁？”萧雪溪不期然的，牡丹的脑子里就冒出这么个人来，她缓缓摇了摇头，没听蒋公子说过，我猜不着。舒儿有些气急败坏，就是上次行猎时遇到的那个萧雪溪，穿着男装还挺俏的。福元师傅根本不认得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就这么厚的脸皮就天天蹭上了。宽儿笑着喝了他的胳肢窝一把，哎呀，人家正主儿都没急，你倒急上了。佛门四开，谁不能进？舒儿推了他一把，道：“娘子，您要不要过去瞅瞅？”牡丹道：“我本来就要去探访福元师傅的。”说完当先往前头去了。舒儿和宽儿赶紧提着东西跟上。主仆三人七拐八弯到的福元和尚住的草堂，还未靠近，便听得琴声悠悠。如满小和尚坐在草堂门前，怀里抱了个金黄的大橘子，正将一张嘴塞得满当当的。看见他们过来，笑嘻嘻的跳将起来，翻个白眼才将口里的东西咽下去了，急吼吼的对着屋子里大喊了一声：“师傅，和娘子来了！”琴声顿时断了。福元和尚走出门来，行礼笑道：“女施主许久不见。”牡丹还了礼，命宽儿将东西递给如满，笑道：“里面是些茶叶、香料、纸笔、墨锭、糕点等物，不成敬意。”福元一笑：“女施主客气，里面请。”牡丹抬步进了屋里，但见正靠墙一张阴席上盘膝坐着身着雪白圆领窄袖衫、做男装打扮的萧雪溪，她的膝盖上放着的琴还未曾收起，靠窗的棋盘前坐着一个年约24、25，眉眼酷似萧雪溪，却又深刻粗犷了一些的棕袍年轻男子，手里还捏着一粒棋子。见牡丹进来，那年轻男子淡淡的扫了他一眼，漠然的垂下了眼眸。萧雪溪则望着牡丹，饶有兴致的挑了挑眉：“真是人生何不相逢，和娘子你好呀。”牡丹微微一笑，行了个礼：“萧娘子你好，打扰您的雅兴了。”萧雪溪将琴抱开，往阴席一边挪了挪，请牡丹坐下：“您请这里坐。”如满却已经另外抱了床阴席过来，就在萧雪溪身边放了，笑嘻嘻的请牡丹坐：“和娘子您坐这里。”然后笑起来低声道：“您送来的糕真是太好吃了。”说着情不自禁的咂巴咂巴嘴，又偏心的将萧雪溪面前的炭盆往牡丹面前挪。牡丹笑起来：“贪嘴的小和尚。”萧雪溪在一旁笑吟吟地道：“和娘子和福元师傅、如满师傅很熟啊。”微微一笑：“说不上很熟，但一定不陌生。毕竟我那园还是仰仗了福元师傅才能有今天的样。”窗边那个年轻男闻言，抬眸看着牡丹道：“原来你就是方圆的主人。”牡丹一笑：“是我。听公这话，莫非方圆很有名吗？”“嗯。”那年轻男上上下下量了牡丹一回，却又什么都没说，转过头继续研究棋盘去了。萧雪溪带了几分骄傲的给牡丹介绍：“这是我大哥萧月溪，他不见着棋的时候还好说，一旦见着了棋，心里眼里便只有棋，说话时可就有些糊涂了，天马行空的，说到哪里做到哪里都不知道。”牡丹随口道：“天才妖，总有些怪癖的。”萧雪溪闻言，饶有兴致地道：“你认得我大哥？”或者说，他想问的是牡丹知不知道他大哥这个名人，只是他所受的教育让他没好意思这么直截了当的问。牡丹摇头，老老实实地道：“不认识，第一次见到，第一次听说。”萧雪溪有些不爽：“你说他是天才？”牡丹笑道：“难道不是吗？他下棋定然很厉害，何以见得？”萧雪溪不服气，坚决相信牡丹要么就是认得萧月溪的名头，要么就是才听如满小和尚说过什么，却跑到这里来装神弄鬼。牡丹指着四处张罗的福元和尚，笑道：“只看福元师傅就知道了。福元师傅是个棋痴，一下棋就什么都不知道，可是今日他竟然能在琴声中听到如满的喊声，还亲自起身出来迎我，那就是说明他的心思早就不在下棋上了。这样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对手弱，赢得轻松，实在没意思；另一种是对手厉害，几乎没有赢的可能，也没意思。若是前者，福元师傅一定会下午除二将令兄击杀干净，结束棋局；若是后者，他便会故意拖延时间，找些事儿来做，迟迟不肯接上。福元和尚闻言，回头笑道：“你说对了，和尚也怕输。输怕了，一连下了10多天，可是天天输，次次输，神仙也会觉得没意思，更何况我这个吃五谷杂粮的和尚。你还观察得挺细致入微的。”萧雪溪一声笑起来，扫了萧月溪一眼，背对着他骄傲地对牡丹小声地道：“和娘，你是猜对了。我大哥可是有名的棋圣，自小时候起就颇有贤名，你喜不喜欢下棋？若是喜欢，正好请我大哥指点指点你，回去以后呀，也不敢说多的，你在你闺阁密友中是一定能占上风的。”
牡丹对萧雪溪的洋洋自得颇有些不顺眼，便摇头道：说来惭愧，真是浪费好机会了，我不会下棋。萧雪溪惊讶地道：你不会？随即又是一副惊觉自己失礼的样，转而温婉地笑道：下棋不是什么要紧的事情，不会也没什么大不了的。牡丹随意嗯了一声，她非常不喜欢萧雪溪这种故意做作出来的谦虚、大方和体贴，看着是温婉体贴，实际上全是赤裸裸的炫耀。舒儿恨铁不成钢地看了牡丹一眼，牡丹是会下的，小时候病弱，没什么游戏，除了爱花之外，还爱经常跟着何志忠一起下棋。何志忠下棋的水平不差，他自然也差不到哪里去。去了刘之后，没人陪他下，他开始时也还会独自坐着打棋谱，后来病过那一场之后，却是不再碰了。不想再下棋与不会可是两回事儿，他怎能在萧雪溪面前弱了一样才艺呢？舒儿此刻已经完全将萧雪溪看作是了牡丹的情敌，既然是情敌，那就必须从气势上、言谈举止上，从外在到内在，一样一样的彻底压倒才行。想到此，舒儿便故意道：娘，您又不好意思了。您虽然下得不好，可是萧公是什么人，就算是您输了，也不会笑您的。萧雪溪听了这话，微微一笑，只当是女监为了保住面，故意说的场面话而已，并不当真。倒是萧月溪抬眼认真的看了牡丹一眼，却见牡丹淡淡的笑着，只是摇头。这边萧雪溪又将琴抱了放在膝上，轻轻拨了两下，讨教似的对着牡丹道：我日常弹琴，总到一个指法问题不能解，今日正好与你讨一下。牡丹又笑了：实在不好意思，我不会弹琴。原装和牡丹这些功课一样都没落下，只是都不精通拔尖，而且他还不喜欢弹琴，就更别说了。他这个山寨的也不喜欢，一心就想着自由、种花、发财、挑男人、过好日，因而更是全都丢到了一旁去。先前说下棋的事情是带了赌气，这会儿说到弹琴，倒是真的忘光了，也不会了。这下说数儿，就是宽儿都生气的垮下了脸，不明白牡丹到底想做什么。萧月溪也带了几分讶异的看向牡丹，这可真是怪了，听说她家庭富足，又是独女，这般好容貌，寻常人家定然是要教养严格教导的，这些功课一样都不会落下。寻常女被人问到不会或是稍差的才艺，都会觉得羞窘，她倒好，不会，还承认的挺顺溜，挺理所当然的，半点羞愧都没有，仿佛会的人还不如她一般，真古怪啊。福源和尚笑嘻嘻的看了淡定自若，半点羞愧的意思都没有的牡丹一眼，走到萧月溪面前坐下，道：我们还是继续吧。贫僧虽然总是输，但全当是在苦修了。萧月溪汗，拈起一枚棋，想收敛心神专心下棋，却忍不住侧耳去听一旁萧雪溪与牡丹的对话。萧雪溪又讶异的挑了挑眉，随即又害羞抱歉地道：实在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给你难堪。何娘想必一定有自己最拿手的绝活，请你教教我吧。牡丹一笑：萧娘过客气认真了，不过偶尔遇上，趁机闲谈，问两句话，实在算不上故意难堪。你问我的拿手绝活呀，我啥都不会，就只会种花。你已然精通才艺了，用不着和我这个。萧雪溪如愿以偿地得到了他想要的结果，就是牡丹什么都不会，或者说就是会也不如他，会的也是大家闺秀们并不需要掌握的技巧。从才艺出身这一方面来说，他算是压倒性的胜利。他本该觉得牡丹没有什么威胁性的，可是萧雪溪的心里觉得不是那么回事，因为牡丹的样过淡漠，不在意了。他的脸色反而慎重起来，端起一个标准的社交性的假笑道：何娘你实在是我见过的最谦虚的人。牡丹笑看着他：萧娘你也实在是我见过的最体贴的人。体贴？萧雪溪心里最明白，他刚才的所有举动全都和体贴沾不上任何光，真正体贴的是如满小和尚，最不体贴的就是他了。何牡丹可半点都不傻呢。萧雪溪脸上堆起笑来：哪里，谬赞。牡丹一笑：萧娘你当之无愧。然后起身告辞：家母还在前头，请恕我这就要回去了。萧雪溪虚虚一礼：请。因着萧月溪也不专心的缘故，福源和尚更是不专心，见状忙与萧月溪告了罪，起身道：贫僧送何施主出去。眼瞅着牡丹与福源和尚一起出了门，萧雪溪的脸沉下来。福源和尚对他倒挺客气的，我们来了这么多天，可没见他送过谁。看来他打听来的消息果然不假，和牡丹的确与蒋长阳等人关系匪浅。萧月溪兴将棋盘打，随意摆了个棋谱：你不服气？我们本就是厚着脸皮赖在这里的，他早就烦了，没把我们赶出去就算客气了，你还想他对你再客气一点？你只看小和尚的举止，就该知道他们关系远比我们亲近。再说了，你不是早就打听到他们来往过密，那么客气一点又有什么稀奇？
萧雪溪道：不说这和尚。大哥，你觉得他怎样？他真的什么都不懂吗？我怎么觉得不是那么回事？萧月溪沉默片刻，道：你要听实话还是假话？萧雪溪急了，跑到他面前坐下道：你才说的怪了，你是我大哥，我让你跟我来这里守这许多天，为的是什么？你难道不明白？竟然问我要听真话还是假话？萧月溪抬头看着他，认真地道：我不知他到底会不会，但我看他的样和丫鬟的表情，还有他的家庭出身，想来他应该是会的。就算是不能和你比，也不会是什么都不懂，但他很懂得藏拙，也不愿意轻易与你争比。还有，他远远比你更美丽。听自家大哥说牡丹比自己远远更美丽，萧雪溪明知道是真的，可还是有些不舒服，气恼地道：他是彻底不把我放在眼里，所以才这样应付我，是不是？他也目中无人了些，随即又沾沾自喜。也罢，红颜易老，韶华易逝，什么都不懂的直美人算得什么？蒋大郎可不是那浅薄的人，他不敢和我比，算他识相，否则一定要输得很难看。他的才名不是浪得虚名，这些才艺他可是从小就练起的，冬来夏往，寒暑交替，从来不敢落下一点，为的就是将来可以找个很好的夫君，得到他的尊重和怜爱，以及众人的敬仰。萧月溪不客气地道：假如说他与蒋大郎果然有情，蒋大郎喜欢他，眼瞅着萧雪溪的脸色变了，他仍然眼睛便也不眨地继续往下说，那么你再比他精通这许多才艺又如何？而且他会种花，还种得很好。他顿了一顿，知己知彼战胜，你也知道蒋大郎的母亲最爱牡丹，再说了，我听吕方说过他那样的脾气，估计王夫人会更喜欢他的。指人心这一条，你便已经输给他了。他着实不再需要其他的了，其他的对他来说有也只是锦上添花。他自然不屑于与你比这些没用的花架，这是小姑娘玩的把戏。萧雪溪往前探身，生气地看着他喊道：大哥，你怎么能这样？精通才艺是每个大家闺秀所必备的才能，只有这样才能配得上。萧月溪打断他的话，认真地看着他：我是男人，我比你清楚，只要喜欢他什么都不会也是憨得可爱，只要不喜欢他就算是什么都会也还是不喜欢。感情与是不是才女无关。萧雪溪的脸一下白了，哀愁而沮丧地看着萧月溪：哥哥，那我是一直在做无用功了，可是我还什么都没做，有些事情也是道听途说，也没见着他，怎么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想的？我不甘心。萧月溪一笑，怜惜地替他整了整幞头：我只是分析给你听，并没有叫你就此收手，一切都还在假设上，并没有证实。除去这些以外，你其他方面的确比他更合适蒋大郎，你既然喜欢他，觉得只有他才能配得上你，那你就试试看，不战而逃最可耻。萧雪溪突然又有了力量，他坚定而自信地道：大哥，你说的对，不战而逃最可耻。我还什么都没做，怎么能就此认输呢？我一定要赢，一定会赢。就算是蒋长阳果然对和牡丹有情，他也能让他观点，他总会明白谁更适合他，是他，而不是那个合过的只会种花的商人之女。福源和尚将牡丹一直送到前面，方才住了脚。何施主您慢行。牡丹与他道过别，转身要走，忽听福源和尚突然说了一句：听说乘风约莫要过了元宵节才会回来。牡丹一直不知福源和尚到底知道他和蒋长阳多少事，此刻听了他这话才算明白，他大约是知晓的，便也不刻意隐藏情绪，有些难过的道：只要他平安顺利就好。他还想着元宵节时与他一同观灯游玩呢，看来是泡汤了。福源和尚双手合十：佛祖一定会保佑他的。牡丹到了前面，岑夫人已经准备起身回去了，见他来了便立刻起身。牡丹见他心情似已平静许多，因蒋长阳总也不回来而生出的惆怅也淡了许多，高高兴兴地找话与他说。母女二人一起出了法寿寺，岑夫人见天色还早，便道：我们绕去东市的香料铺看看。那铺自六郎出事后，便由二郎一人将西市那边管将起来，五郎则来管理这个铺，试图在年关香料大卖之时将生意弄得兴隆些，多赚一点，将前段日六郎放走的客人拉回一个算一个。这些日忙得昏天黑地的，一回到家里连话都不想说，岑夫人心疼得很。到的东市，从马眼的酒肆前经过时，牡丹特意仔细看了一回，但见虽然门还开着，但门可罗雀，早已不复当日车水马龙、胡姬当炉卖酒的热闹样。再一抬头，更是不见马眼的身影。牡丹微微沉吟，叫过柜：你去打听一下，马眼还在吗？里面的生意还在做吗？柜领命而去，不多时回来道：
里面那道暗门被钉死了，马眼儿也不在里面了。不单是他，另外好几个貌美的胡姬都不在了。听说是街道尽头处又新开了一家酒肆，叫米记的，远比这边更豪华，客人也更多，他是往那里去了。娘往前头走，便要从米记的门口过的，还未行到街尾处，就见镌刻着米记2个字的黑底金字招牌高高挂着，醒目得很。走得近了，只见热闹非凡，人来人往，玉勒雕鞍的骏马在外头就拴了不少。2楼正中窗口最醒目处，又见一身胭脂红袄裙的马眼儿含笑坐在那里，笑眯眯地与楼下的客人打招呼，见着了牡丹主仆，微微一笑便过了。牡丹回头问贵：可知道是什么人开的？贵道：听说是一位米姓胡商开的，此前名不见经传，只知道先前是在西市开酒肆的，不知怎地就突然开了这么大一间，还将好几间酒肆的貌美胡姬都弄了来充门面。牡丹歪着头想了想，道：什么时候你有空了，也来坐坐，看看是不是也别有洞天里面比外头更热闹，更赚钱。贵笑着应了。到的香料铺，五郎与老掌柜的并不在前堂，来往几个客人都是小伙计出面应付。另有一个面生的客人，穿着件小团花锦袍，捧着茶盅坐在堂里气定神闲的喝茶，倒似是无人招呼一般。岑夫人忙叫了一个伙计来问那2人哪里去了，听得五郎正与老掌柜的在后头仓库里对账清货，忙得很。岑夫人不由其道：怎地这个时候对账清货，却留着客人在一旁无人照管，是何道理？边说边上前去招呼客人，敢问客官要点什么？那客人笑了笑，道：我不是来买东西的，是在等五郎。岑夫人有些不好意思，忙道了声抱歉，让牡丹去把五郎叫出来。牡丹寻去仓库里，见五郎与掌柜的一人抱本厚厚的账簿，顺着货架往下兑货。牡丹忙喊了一声：五哥。五郎回头一笑：丹娘你怎么来了？你今日不是陪着娘去法寿寺进香的吗？牡丹道：出来了，娘挂心着你，想过来瞧瞧你呢。前头有人等你，他让你往前头去，这里交给我来做。是简老吧，他早就来了的。不过我往前头见娘去。五郎笑着将手里的账簿递给他，指给他瞧。已经对到这里了，你和老掌柜的继续顺着货架往下对就是，我前头去瞧瞧。牡丹捧着账簿与老掌柜的顺着货架往下对，老掌柜的惊诧于他的记忆力与灵敏，叹道：若丹娘是个男，家里头就没这么累了，人手就不紧了。几位小工只顾着读书，也不来店里跟着，将来可怎么办哦？牡丹笑道：人各有志，他们能读出书去是最好，若是不能，总有人会折回来经商的。我爹年纪还不算大，哥哥们也正当壮年，还可以教导他们好多年。老掌柜的怎地挑了今日对账清货？可是出了什么事？老掌柜的道：不是，是好事。您看见外头那位客人了吗？他家里有个叔叔在宫中当值，说是今年除夕，宫中4处都要大燃燎火，需要大量的香料。宫里库存的不够，会在外头各大香料铺里采购一些。往年我们家也曾供过的，还供的不少。若是货好，价格绝对不亏，故而我与你五哥一起清点清点，看看能拿出多少来。若是能做成，便可将前些日的亏空全都补上，大家都可以过个好节。牡丹笑道：那是好事儿呀。那我们铺里的香料够吗？此时除夕夜有2件事必然要做，第一件是逐除异鬼的驱挪，第二件则是必然在庭院里燃起燎火，在居室内4处点上灯烛，歌跳舞，饮酒守岁。寻常幸会在居室中焚些香，庭院里的燎火却必然只是寻常柴木，可是宫中和达官贵人的府里燃的燎火却是一定要放入许多香的。他曾听说过有那奢华到了点的，更是燃的整个燎火全用的都是沉香，再加甲尖，焰起数丈，香闻10里。老掌柜的叹了口气，旁的都好说，就是沉香不够，偏偏这沉香又是要得最多的，而前头一段日里还恰恰的被六郎把大半全都卖给一位客人了。怎么又是六郎？牡丹皱眉不已，转而一想，六郎那时候也不知道后面会有这事儿，有生意不做是傻，也怪不得他。便道：那没有其他法吗？要不4处找些备上，那些规模小的铺大概是有的，他们是没机会卖给宫中的，我们可以去买了来再转手，少赚一点无所谓，可是可以借这个机会打打名头。老掌柜的道：适才我与你五哥也是如此商量的，只是还要再与简爷商量一下。不过想来问题不大，从前就与他打过好多次交道的。果见五郎与岑夫人快步进来，五郎带了些喜色道：他倒是答应给我们40车的份额，还有将近1个月，现下咱们得赶紧分头去寻沉香。西市附近住的胡商
各个小铺里，周围的州县说不定还能凑齐。赶紧的，别让旁人抢在我们前头去。岑夫人道：一定要小心了，别弄些不好的来滥竽充数，那可是大祸。五郎认真道：我晓得。大计初定，五郎、老掌柜便分头行动，势必要将这40车沉香木凑齐。岑夫人也不闲着，倒是要去寻几亲戚好友，多少凑出一点来也是好的，大家还可一起赚点钱，正是皆大欢喜的事情，少不得陪着他一起去。一家忙碌了好几日，稍微有了点眉目，只是还差着10多车，怎么也凑不齐。或多的人家自有出，或少的则都被他们挖了个空，眼瞅着是有些麻烦了。五郎不由叹了一句，若是六郎当时没有将自家库存的卖给人就好了。杨姨娘听见，不服气得很，却不敢多话。五郎叹息归叹息，少不得和家里了招呼，收拾行李往附近州县去了。二郎要管着家里其他生意，便由牡丹去守着香料铺。牡丹谦虚和气，倒也与铺里诸人处得很好，生意平平稳稳的着走。偶尔雪娘领着几个小姐妹来买点香料，一会儿范丽儿又来缠缠她，张五郎也会不时带2个人过来坐坐，每日里还忙得很。总觉得一眨眼的功夫，一整天就过去了。头夜下了一场薄雪，牡丹赶了风寒，略略起得迟了些，早上才到店铺里，忽见秋实立在门口东张西望，一时看见了他，便一簇一簇的簇将过来，欢喜地笑道：何娘，小人秋实有礼了。牡丹皱起眉头来：你来干什么？舒儿上前去推他，骂道：小兔崽，好大的胆，还敢到我家娘面前来晃，上次怎么没泡死你？秋实灵巧地躲开，因见香料铺里好几个伙计面色不善地抱着手出来，晓得不妙，赶紧道：动手。小的也不过是下人，又能做的什么主？今日也不过是来传句话而已，说完就走。舒儿骂道：满肚的坏水，听你说一句，至少会少活10天。谁耐烦听你说什么？赶紧滚！边说边示意2个伙计上前将他给插住，省得拦住了牡丹的。秋实见牡丹绕开自己，抬步往里去了，匆忙喊道：何娘，您真的不肯听这句话吗？这可关系到您家六公和您的事情，您要不听，过后可别后悔。牡丹心里一动，随即看了桂一眼，然后头也不回地走掉。秋实见状，急道：何娘，您可真狠心呐！明明有机会可以救得您家六公出来，您竟然听都不肯听。果见铺里的伙计都看过来，秋实心里正高兴，正想再接再厉，吼出2句威胁牡丹就范，忽见一个年轻面生的小厮咪笑地朝自己走过来，抬手拍了拍他的肩头，道了一声：小兄弟，你可真不懂规矩。紧接着秋实就觉得肩膀一沉，膝弯里一软，控制不住地跪了下去。秋实哎呦地叫了一声，侧头看着桂嚷嚷道：你干什么？光天化日之下竟然敢行凶吗？桂一手提着他的衣领，一脚踩在他的小腿上，沉着脸就是一耳光，骂道：呸！不要脸的狗东西！我们何家的事情关刘家什么事？狗嘴里吐不出象牙，这是上门来找打的。再在这里胡嚷嚷，把你舌头割了！秋实被他扇得眼冒金星，正又正不脱，吐出一口带血丝的口水来，仍大声喊道：你敢！桂一手提着他的衣领，将他往店铺后面拖。你看我敢不敢？秋实害怕，杀猪一般的尖叫起来，死命往地下坠。放开我，放开我！我不进去！桂黑着脸抓着他的衣领，使劲扇了2个耳光道：你刚才不是想进来吗？这边让你进来了，你却又不肯，是何道理？秋实被打得捂着脸，只是哎的乱叫。桂吼道：还敢乱说吗？说着又是不停歇的几巴掌。秋实吃痛，哀告饶：不敢了。桂道：懂得规矩了吗？秋实道：懂了。桂又道：下次见着我家娘还敢这般无礼吗？秋实哭丧着脸道：不敢了。几个伙计看得捂着嘴只是笑，舒儿出来笑道：桂娘说把他扔出去，别打疼了你的手。桂果然叫了几个伙计来，抬手的抬手，抬脚的抬脚，前后当了几下，猛地将秋实给扔了出去。秋实被砸在大街上，好一些才一声哭了出来。众人站在香料铺门口抱着手哈哈大笑，秋实坐在街中间哭了一回，方丢下一句狠话：你们等着瞧。然后抹着泪一瘸一拐的去给刘畅报信去了。牡丹坐在后堂里，将炭盆里的炭灰拨了拨，眼瞅着那炭燃得红彤彤的，便有些失神。桂轻手轻脚的进来禀道：人走了。因他能干，牡丹向来高看他一眼，仍叫舒儿端了物给他在炭盆边坐了，又加了一碗热茶汤。桂原本是等着他主动问自己的，因他不问，幸道：娘怎么看刚才这件事？看似是漏了风声，要不要小的去问问郭都尉？
按小的对郭都尉的了解，他绝对不会是那样的人，只是怕什么地方出了岔，不用去问。牡丹道：我在想，姓刘的要么是知道了些风声，要么就是凭空猜测，故意试探来的。我若是怕那小厮嚷嚷了，他说不定越发怀我们。郭都尉那里，他若是果然泄了我们这里，你去找他也无用，若是没有，又叫他寒心。下次再有什么事儿，可就不好开口了。就算是要找他，也要把事情弄清楚，看看到底错漏出在哪里，才好去请他帮忙善后。桂沉吟片刻，道：那现在怎么办？就算是姓刘的没有任何把柄，胡乱猜测，他这样来乱吼一气也不好。传到家里去，只怕杨姨娘等人会说您见死不救，外面知晓了，闹起来也是麻烦。牡丹低低咳嗽了一声，道：先等着。如果姓刘的果然知道了点什么，他片刻后就会找上门来，若是不知，只是试探，便不会来了。他顿了顿，道：再说了，我毒死他不敢到外面去乱说，除非他想与我两败俱伤。正说着，就听见外头有人来报：娘，有位客官说是要买沉香木呢。老掌柜的问他要多少，他说要1车。老掌柜的说没有，他便坐着不走，说咱们家这么大的铺怎会连沉香木都没有？这明显是故意刁难了，还故意挑着沉香木要，似是个晓得些内情的。牡丹皱眉道：是谁？那伙计有些作难，道：是刘畅。牡丹的眼皮不由跳了跳，道：告诉他何家不和他做生意。那伙计依言去了，桂、淑儿都沉默下来，这正应了牡丹适才那句话呢。刘畅手里有把柄，过儿片刻后就杀上门来了。淑儿忧虑地道：娘，怎么办才好呢？这人不比秋实，可轻易打发不掉。牡丹道：我早就想清楚了，我并不怕，先晾晾他，看他到底想怎样。他早在做那件事之前就已经想清楚，万一有朝一日事情泄露，六郎、杨姨娘等人要怨恨他，他也承受了，总得有人来做这个恶人，反正他是不能眼睁睁看着六郎拖累了这个家的。接着老掌柜亲自进来了：丹娘，你先家去罢。此时外头客人正多，他说要么你见他一面，要么他让人在街上喊何家的香料铺是空架，没有货，你回家去他就没话说了。牡丹笑道：他是来买东西的，是客人，他居心找我麻烦，我就算是回去，他也还是有本事继续闹腾，若是这样闹上一天，这生意也没法做了。老掌柜的你莫担心，让他进来。老掌柜的同情的看了牡丹一眼，出去亲自引着刘畅往后堂去。刘畅还是第一次来何家这个香料铺，以往从门口经过无数次，那时结合家人在，热情的招呼他进去，他从来也没进过一次。现如今要进来，却还得想了法才能进。一个铺的门槛就那么高，他带着些酒意，恨恨地想着，吴氏庭院里正开得灿烂的腊梅和扑鼻的芬芳，大步穿过庭院，一把撩开了门口挂着的淡青色夹帘，一股暖香味扑鼻而来，但他没看见牡丹。他先看见的是一脸厌烦的淑儿，然后是一个年轻壮实的面生小厮，那小厮胆奇大，抬着眼肆无忌惮地上下打量他，半点退让的意思都没有。他二人将门给堵住了，他看不见牡丹，这定然就是将秋实给打得鼻青脸肿扔在大街上的那个人了。刘畅眯着眼盯着柜看，本来冷静的情绪一下被挑起来，含着气冷笑了一声：何牡丹，你藏头露尾的做什么？做了亏心事不敢见人吗？让他进来。牡丹的声音平静得很，听不出任何情绪。桂和淑儿往两边一让，让出了。刘畅抬眼看过去，但见牡丹穿着深茜色镶了白狐皮边的袄裙，坐在软榻上，手里握着根亮铮铮的铜柱，脸被炭火烤得红彤彤的，突然间又捂着嘴打了个喷嚏，眼睛水汪汪的，看上去格外娇俏可人。刘畅一时有些失神，他记起那一年他刚嫁过去的冬天，头天夜里下了雪，他从外头回来，才进书房，就看见他在他的书房里亲手为他弄炭盆。那时候他还小，没这个时候这么美丽，可是一样的可爱惹眼。但是眼神不一样了，那时候他是害羞欢喜期待的看着他，此刻他却是淡漠的看着他，不耐烦地道：你又想怎么样？你自己心里难道没有数？非得我给你说出来你才晓得害怕？刘畅一阵烦躁，将目光从牡丹身上收回去，大步走到牡丹面前，想找个合适的地方坐下来，不在牡丹面前失了气势。可是他找来找去，竟然就找不到一个可以坐的地方，或者说是适合他坐的地方。别家铺的后堂是招待贵客大客户的地方，总会摆几把椅，大家平起平坐才好谈生意。可是牡丹这里怪得很，就是他自己做了个软榻，然后对面有个小屋可以坐，他若是坐下去就平白要比他矮了半截，可是站着说话
他情不自禁地瞅了瞅贵和舒儿二人一眼，站着回话的人是下人。刘畅生气地瞪着牡丹，这个坏东西总是和他没完没了地作对，就是这样的小事儿也要他心里不舒坦。牡丹哪里晓得刘畅在想些什么，也不叫人给他侦查，闲闲地道：刘四成可真闲，不去办差，成日里到处乱管闲事，一会儿要买香，一会儿派条狗来乱吠，就是不做正事，拿着俸禄也不害羞。刘畅斜睨着牡丹，往窗边一站，冷笑道：你别和我扯这些，我是听说了一件事，是关你六哥还有你，我都不敢相信你竟然如此胆大妄为，特意来求证的。牡丹不语，轻轻啜了一口茶，眼皮都不抬，也没有叫身边人出去的意思。刘畅无奈，只得压低声音道：你怎么敢做出这样黑心的事情来？你六哥贪赌，你让你母亲长兄好生教训他一顿就是了，为何要做下这种狠毒的事情？勾结内卫，端了人家的场，把人给关进去，弄得生死不明，你倒好意思在这里烤火喝茶赚钱，过得悠哉乐哉，天底下没有不透风的墙，你就不怕你六哥知道了，晓得你的黑心烂干，就不怕外头那些吃了亏的人知道了，把你给弄得粉身碎骨。你这是跟着蒋大郎在一起的时间长了，也跟着变得黑心肠了。说到这里，他突然发现自己的语气有些不对劲，他明明是来威胁他的，他不露痕迹地摆了一下头，死女人，这些天没事儿天天从他的酒楼下晃过来晃过去的，看得人厌烦。牡丹好笑地看着他，真是奇怪了，刘四成是我什么人？这话又是从哪里听来的？我家里的事情又关你什么事？你可真是闲，倒是你这样巴巴的来管闲事，倒让我越发相信有个传言呢。刘畅气得冒烟，使劲一拂袖道：何牡丹，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你以为我怎会找上门来？我手里有证据。他猛然逼近一步，将头低下去，靠近牡丹，咬着牙低声道：你家里的破事我不管，你是不知道那场背后还有些什么人吧？我只要轻轻透出一点去，你就等着粉身碎骨吧。话未说完，就闻到牡丹身上传来的暖气和香气，不由心头一阵乱跳，本来想要说的话也没说完，控制不住的往后退了一大步，站定了，做了个深呼吸，才算是慢慢平静下来。证据。牡丹闻到他身上传来的淡淡的酒气，厌恶地横了他一眼，冷笑：你别乱给我安罪名，吓不着我，这世上可不是你一个人长着头脑长着嘴，你想怎样便怎样，说什么就是什么的。我也有证据，说你身为朝廷命官，却不务正业，诱拐良家弟赌博，放印钱，逼得人家破人亡呢。你这事儿要是传到御史台，只怕是讨不得好呢，也不知道会落到什么下场。刘畅先前只是打听到了一点，加上他自己也很是怀疑，几经推论，觉得就是和家人搞的鬼。蒋长阳是内卫的人，牡丹与内卫搭上线最方便。此时听牡丹这样说，几乎完全认定了就是他干的好事，不由一股怒气从心头升起，快速游遍四肢孩，全身都充满了暴怒，张嘴就来。何牡丹，你好大的胆，果然是你。牡丹嗤笑一声，别乱说话，民不与官斗，我可没那么大的胆去招惹你家，也没那么厉害，可以使得动内卫。我只是想借机和你说一声，人在做，天在看，你小心点儿，当心有朝一日死无葬身之地，死了都没人替你掉一滴泪，也没人给你送终。刘畅的脸一阵清白，你再说一遍，好像咒他死儿女是恶毒了点。牡丹哼了一声，侧过头不再说话。刘畅这才把他要说的话说出来，你去和你家里人说，这次宫中要用的香料不许你们参与，不但如此，还要把你们手里的香料全都卖给我。牡丹将手里的铜柱猛地往铜火盆里一砸，溅起火星无数。你凭什么？刘畅见牡丹终于发了脾气，瞪着自己，气得胸脯一起一伏的，心里稍微好过了点，一边做出傲慢的样来，却又忍不住瞟着他的胸脯，冷笑道：不凭什么？你若是不答应，就等着瞧吧。你信不信？我只需要放出点口风去，没得几日就叫你何家的铺官张大吉。牡丹见他偷盯着自己的胸脯瞧，气得一脚踢翻了火盆，火炭落到刘畅的靴上和袍上，瞬间散发出一股焦臭味。刘畅吓得往后连退几步，先夺了牡丹的茶瓯，将茶水灭火，不够又一把抓了窗台上养着水仙的瓷盘，将水仙提着一把丢开，将水淋下去，又手忙脚乱地拍了几下才算了事。舒儿看得哈哈大笑，被他狰狞地瞪了一眼，吓得住了嘴。牡丹待他弄完，方冷笑道：我可不是任人拿捏的软柿，明和你说了，你尽管试试看，你要做只管去做，掂量着来。我何家的铺官张大吉，你刘四成的仕途也一定完完。我娘前些日让人去打听我六哥的事情，听说内卫的牢房很不错，里面关过的大人物可不少，你正好去沾沾仙气。
说不定正好就在里面飞升了，连棺材都免了。话才说完，就见刘畅的眼睛血红一片，双手紧握成拳，死死地瞪着他，似是随时要发作，去他的搏一般。牡丹赶紧往后退了一步，跪沉着脸上前来。刘畅举起手来，正要伸手去拉跪，忽见秋实鼻青脸肿地跑到门边，带着哭声道：“公爷不好了，不好了，公爷！”刘畅一呆，随即大怒，抬脚要踢秋实。你爹才不好了！秋实哭得鼻涕连着口。公爷，真是不好了，齐公没了。刘畅呆若木鸡。他纵然不喜欢孩，不重视两个庶出的孩，可是他每天从戚夫人那里总能看到两个小东西。琪儿年纪虽然小，心里怕他，却总会巴巴的去巴结他，讨好他。今早他出来的时候，琪儿分明还在戚夫人怀里撒娇，又讨好的递了一半橘给他，他自然是不吃的，他嫌脏，都是随手就赏给了身边的下人。可是这会儿秋实却和他说那个小东西没了。只听得秋实絮絮叨叨地道：家里刚派人来说的，不过是片刻的功夫，说是要吃糯米团，不知怎的，吃了就没咽下去，怎么弄都弄不出来，不多一会儿脸就紫了，夫人和碧无姨娘都哭得昏厥过去了，老爷也回了家，就等着您了。刘畅浑浑噩噩地往外头走，他说不出心里的感受，他这一生仿佛都在追寻得不到的东西，总也抓不住他想要的。从前拥有的时候，他不在乎，不觉得重要，可总是在他们消失在了他生命里的时候，却又觉得他们其实早就是他生活里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只是来去如风，他还没准备好接受，就已经失去。他走到庭院里，突然回过头来望着牡丹，脸上带了种非常奇异的微笑。你如愿了，我唯一的儿死了。牡丹低头不语，他诅咒刘畅没人送终，也从来没喜欢过他那两个庶庶女，可是也没想过琪儿会小年就突然死掉。刘畅见他不语，又道：你想要他死，一定很久了吧？今日总算是如愿了，高兴吧？牡丹听到他这话，刚才的不忍瞬间变成了烦躁讨厌。你这人简直莫名其妙，你儿死不死关我什么事？有这功夫，不如去瞧瞧你儿到底怎么死的。说着又是一连串的喷嚏，眼泪汪汪的扬着手叫顺儿，赶紧把帘放下来，冷风刮得我不舒服。刘畅定定地看着牡丹，直到帘被放下来，再也瞧不见他，方快不开。顺儿趴在窗口，见他主仆二人走远了，回头看着牡丹道：去了。牡丹低声吩咐贵，趁着他无暇管这边的事情，你赶紧跑一趟郭都尉那里，准备就是这几日把人接出来。刘畅阴沉着脸出了河铺，横了秋实一眼，冷冷地道：闭嘴，马上跟我回酒楼去。秋实吃惊地张大嘴：不先回家吗？刘畅淡淡地道：不急在这一时，大事要紧。人若是没死，他赶去还有点作用，人已经死了，赶去也没用，迟早都一样。主如此，秋实委实也没必要再想尽法地想些伤心往事，好让自己心酸流泪，假装为一个小毛孩伤心，便抹了眼泪陪着刘畅去了米记不提。刘畅进了酒楼，先往楼上去，行至一间雅间前，也不敲门，直接推门而入，望着里头的人道：何家一定会想尽一切法成这笔买卖，你可以着手准备下一步了。里面的人笑道：你怎知道一定会？他家可是老生意人了，稳重的很的。刘畅笃定地道：我自然知道，你只管按着我说的去做就是了，别的不用多问，事成之后少不了你的。人都有脾气，之前他不跑这一趟，兴许何家还不一定非要做成这笔生意，如今他跑了这一趟，表示他也要争这笔生意，何家人定然不会轻易放弃。从的反应上来看，基本上可以断定这事儿是一定要成的。何家此刻正是人手空虚之时，此时不下手，更待何时？刘畅先将这边的事情布置妥当了，方才马回去。他才一进门，碧无就丢下怀里的棋儿，嚎啕大哭着扑将过来，一把抱住了他的腰，披头散发，泪流满面的仰着头道：爷，您一定要为棋儿做主啊！一定是他，一定是他，我可怜的棋儿，你死得好冤。刘畅安抚地拍了拍他的肩头，看了一眼棋儿的小身体，忍不住心里一酸，沉着脸道：是谁煮的糯米团，又是谁喂的？拖出去给我狠狠地打。戚夫人红肿着一双眼睛，阴冷着脸道：不用问了，都是他的奶娘干的，人已经死了。刘畅一呆：怎么死的？戚夫人心里难过的要死，又恨清华，又恨手下人没用，还恨刘家父不听他言，招惹的这许多是非。当下有些心灰意冷，懒得回答他，只垂眸转动手里的珠，低声念佛。月儿紧紧抱着娇娘立在一旁，小声道：小公才一咽气就碰墙死了，这就是说无迹可寻了。好一个干脆利落的意外。刘畅咬紧了牙，此仇不报非君。碧无疯魔似的扑过来，一把扯着刘畅的衣袖，大声道：
我的琪儿一直活得好好的，原来和牡丹在的时候都一直没事儿，为何长得这么大了，他要进门才突然出事？一定是他，那天琪儿得罪了他，他先是要了雨桐那一胎的命，然后又要了琪儿的，他是个毒妇啊！不能让他进门，你一定不能让他进门。他指着娇娘，语气森寒且肯定万分地道，不然你等着瞧，下一个就是娇娘。玉儿越发搂紧了娇娘，打了个寒战。住口！刘成才有些担心地看了刘畅一眼，生怕他又突然犯了宁，不肯与清华成亲了，便皱眉斥道：琪儿就是被噎死的，无凭无据的嚼什么？这是圣上亲赐的婚姻，岂是你一个无知妇人捕风捉影就乱说得的？毕无心想着自己容貌已毁，儿也死了，反正已然没了指望，还顾忌这么多做什么？便一改往日对刘成才的畏惧之情，大声道：老爷夫人，琪儿虽是庶出，却也是你们的亲孙亲骨肉。他死的不明白，世人都知道，天界又如何？你们若还是男人，便该为自家骨肉讨回公平。刘成才断喝一声住口！我念你遭冯丧之痛，难免神志不清，不与你计较，但断然不许你含血喷人。来人，把他给我带回房里去，没有我的话不许放出来。毕无嚎啕大哭，看向刘畅：公爷，婢妾跟了您多年，自来便是小燕儿的应承，从不曾拂逆了您半点心意，其儿更是自懂得说话时，那一日不喊你几十次爹爹。您就是不念婢妾这多年的心意，也要想着他是你的至亲骨肉，小小年纪就枉自送了性命。刘畅看他哭得可怜，想起往昔欢爱之情，一时也觉心酸，却仍硬着心肠道：把姨娘扶下去，请大夫来瞧。言罢再不看毕无一眼，只埋头吩咐人准备丧事。刘成才几次与他说话，他也故意装作没听见，刘成才无奈，便也往后头去了。毕无哭得死去活来，伏在房里样样不乐。玉儿与倩素、雨桐一道去瞧他，他只看着众人嘿嘿冷笑：你们总会与我一般下场的。一边说，一边瞅着玉儿看，玉儿被他看得胆寒，起身找个理由走了。其余二人在他从前当红之时，更是没与他少有局语，见状便也走了。毕无又埋头在枕头上哭得一塌糊涂，把清华郡主来来回回的咒骂了无数次，骂完清华郡主又怪刘畅绝情寡义。哭得累了，忽听的脚步声响，却是刘畅在他面前坐了下来，也不劝他，只道：你跟了我一场，我总不会让你白白吃亏。我且问你，你要想走，便拿了银钱布帛自去，不去，要留下，便要忍得气，自家小心。总有一日能替你我的儿出了这口恶气。毕无没成想他近来是说这样一席话，便也不哭了，愣愣地看了刘畅半晌，一大声哭僵起来，扯着刘畅的衣袖道：我的爷，婢妾不要钱，出了这道门又能往哪里去？只要您最后一句话，便什么都成了。刘畅见他哭得眼睛似核桃一般，发乱脸黄，便取了金帕替他擦脸，一擦一擦，毕无便生出些其他心思来，往他怀里靠了，低声道：公爷，婢妾自此之后只有您了，无依无靠，您再给婢妾一个孩儿傍身。而刚死，他却想着要另外一个孩来傍身，还有心思做这种事。刘畅一僵，随即厌恶之，却又找不到话来说，仿佛他失去一个，再给他一个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而且他也的确需要一个不是清华生的儿，可是他此刻的确是不想和毕无做这事儿。正在想如何委婉拒绝之时，忽听得外头门响，倒是清华郡主听说琪儿没了，特意上门来瞧，请他出去。刘畅忙将毕无攀缠在他腰上的手给推开，起身道：我去看看，你养着，现在不是时候，你把身养好了，来日方长，我定然再给你一个。又叫丫鬟进来伺候毕无用药。毕无也就不再歪缠他，抽泣着靠在床上渐渐睡去了。刘畅到得外头，但见清华郡主穿了身素服，素素静静地坐在那里陪刘成才说话。刘成才客气得很，戚夫人却是不见影。清华郡主听见动静，抬起头来望着他，脸上一派的怜惜。毕无呢？怎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这般乖巧的孩，真是可惜了。刘畅冷眼看着他，硬是从他的眉眼里看出了几分掩饰不住的猖狂得意之色。他心里恨不得将清华撕成碎片，仍不露声色地走至他身边，淡淡地道：这是他的命，没有福气，也怨不得旁人。边说边往椅上一靠，玩弄着手里的羊脂玉扳指，顺带扫了阿杰一眼。阿杰瞧了他一眼，垂下头拨弄着衣带。清华郡主见刘畅不甚在意，半点追究的意思都没有的样，心里越发轻松，决定提前行使他刘家未来主母的权利，便道：我去瞧瞧毕无。这不是上赶去找打找骂吗？刘畅一审：你去，我在这里等你。刘成才想劝，被刘畅凶狠地横了一眼，幸福袖往后头去了。不管他的这些阿扎事体，
清华一走，刘畅也起身后头去了。不多时，阿杰遮遮掩掩的过来，刘畅一把抓住他的手腕，低声道：你好，这么大的事儿都不和我打声招呼，你的心肠也与他一般的狠毒，也想帮着他把我压得死死的，断绝孙是不是？不是奴婢不想说。阿杰叫屈，他谁也没告诉，背地里安排下去的，等到今早才知道呢。奴婢还正担忧他已经有所怀了，防着呢。刘畅一致，当机立断，短时间内不许你再使人过来递信，都断了。有事儿我自会让人去寻你，赶紧回去。阿杰忙忙的走了。刘畅立了片刻，听说潘荣来了，忙忙的往前头去见潘荣，一边竖起耳朵听后头的动静。但见潘荣唇红齿白的，看似过得滋润的很，不由心里发酸，酸溜溜地道：最近一直不见你，派人去寻你也不见，只听说你处置了几房貌美的姬妾，突然间就清心寡欲了，到底做什么去了？潘荣道：阿欣有了身孕，闲在家闷，便去了别院里住着。难得他肯给我好脸色，我自是要好生陪伴着他。边说眉眼里便露出快活幸福的神色来。他二人的事情刘畅一直知晓，原本是难兄难弟，如今潘荣过得舒坦，他后院里却是一团糟，扯也扯不清。刘畅不由一阵黯然，抢笑道：恭喜你终于得偿所愿，琴瑟和鸣了。先前不是还不消停吗？是如何好了的？多亏的何牡丹在中间相劝，我原也没想着他还有这般好心，有这般性情，到底是沾了他的光。潘荣见刘畅的脸色古怪之，忙停住了话头，低声道：这是怎么回事？好好的怎地突然成了这个样？我瞧着郡主的车驾也在外头，怎不见人？什么都和何牡丹有关。先是必无说若还是何牡丹，其儿必然不会死。此时潘荣又说多亏了何牡丹居中相劝。刘畅沉默片刻，冷笑了一声。青竹蛇儿口，黄蜂尾上针，他此刻正忙着安抚必无，装扮好人呢。二人相交已久，潘荣无需他多说，便已然明白了个大概，不由睁大眼睛道：这还没进门呢，这是破家灭门的恶妇，你就这样忍着？刘畅心里越发不爽，不然你叫我怎么办？我无凭无据，就算是有证据，这种事情还少见吗？有谁受了惩罚？潘荣一时无言，只同情地看着他。那你以后怎么办？刘畅阴阴地道：且看谁熬得过谁。他要叫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身败名裂。潘荣默了片刻，低声道：早知如此，你……刘畅不耐烦地道：早知如此，我要早知了还会如此吗？二人相对无言，只是吃茶。不多时，又有好几个刘畅的狐朋狗友听说了此事，都上门来瞧，一群人便都围坐吃茶。忽见念奴儿在帘外头闪了一闪，秋实忙跟了出去，片刻后回来附在刘畅耳边轻声道：必无姨娘拿了剪刀去刺郡主，被郡主身边的人拿下了，绑在后头问夫人怎么处置呢？因着郡主的手果然被刺破点油皮，夫人作难得很，请您后头去一趟。刘畅一阵气短，他本想着让清华郡主去必无那里吃点亏，谁知清华打的竟然是这个主意，斩草除根。他一时不察，就着了他的道，绝对不能让他如愿。当下略一沉吟，低声吩咐秋实几句，秋实领命而去，他自己坐着没事似的不动。不多时，外头闹哄哄的闹僵起来，却是将事情扯出来了。必无疯疯癫癫的披散着头发跑将出来，跪在他面前痛哭求饶，又去抱着琪儿嚎啕大哭。清华郡主没露面，他身边几个嬷嬷倒是穷凶恶的奔将出来，要拿必无治罪，要刘畅表态。众人一时面面相觑，是走是留都不妥。刘畅趁机替必无求情，说是他出逢丧之痛，先前本就有些疯魔了，还请清华郡主体谅于他，莫要与他计较。那几个嬷嬷早得了清华郡主的意思，坚决不松口。必无跪在地上哀哀的哭，哭得肝肠寸断，好不可怜。以潘荣为，众人纷纷开口替他说好话，都让请郡主出来说话。那几位嬷嬷也只是推清华郡主受了惊吓，不敢出来。众人看得一时叹息不已，都道宗室贵女果然碰不得。清华郡主在里面听人报了信，装不住，只好装作惊吓过的样，歪偏偏的走出来，当着众人的面亲口饶了必无，却要必无搬出去住，省得他疯魔了再刺伤其他人。必无抱着琪儿哭得死去活来，说的话也有些古怪，众人听见都暗自叹息，心生怀疑。刘畅一脸的憋屈，忍着任由清华郡主作威作福，颐指气使，弄得每个客人走时都同情地看着他。他心里憋屈得要死，却只能如此忍着。好容易挨到晚间，清华郡主走了，戚夫人又是一台火朝他发作起来，又哭又骂，说他不是个男人，护不住自己的老母儿和女人，任由他们被毒妇清华欺侮至此。刘畅一口气上不来，摔脸走了。
途中到刘成彩，一句话也不与刘成彩说，只瞪了一眼，便与刘成彩侧身而过到的育儿房中，又是喝得酩酊大醉。半夜时分醒过来，但见一盏冷灯如豆，映照着窗边独坐的玉儿，看着好不凄凉，便软了声气道：玉儿你怎么不睡？玉儿回过头来望着他，红着眼眶，低低地道：公爷，婢妾求您件事儿。刘畅见他神色有异，不由拔高声音道：有话快说。玉儿起身跪倒，低声抽泣道：公爷，今日郡主身边有位嬷嬷来问婢妾，这些日您是不是总歇在婢妾房里？话未说完，就听得平当一声巨响，却是刘畅砸了玉枕，血红了双眼，咬着牙不说话。玉儿待他气息平了，又道：婢妾自己是不怕的，可是娇娘她还那么小，说着眼泪流了下来，插竹似的磕头，求您保全她。刘畅目光狰狞地瞪着玉儿：那你要我怎样保全她？玉儿小声道：婢武姐姐在外头一个人住着，孤零零的也可怜，让婢妾去陪伴她吧。刘畅冷笑道：你跟她去了外头，就不怕有人断了你们的脚用，再捏个罪名将你们给弄得不得翻身？玉儿小心翼翼地道：只要您看在往日的情分上，看顾着婢妾们，想来也不会到那个地步。再说就是清贫一点，只要能保全女儿，婢妾心甘情愿。各奔前程去避祸，这个家很快就要被清华之手遮天了，想宠谁他竟然不能做得主。想当年牡丹在时，这些姬妾谁不是望穿秋水的盼望他往房里去，更不要说各出手段，花样出地捧他爱他，惹他怜惜，只盼他多留一夜。他道德哪里不是众星拱月？如今可好，他来了反而成了人家的负担，成了人家最害怕的事情。刘畅又屈辱又痛恨，心中的怒火熊熊燃烧，怒视着玉儿道：不光是为了保全女儿，也为了保全你自己的性命吧。这主意是他身边的嬷嬷与你出的，你既然投靠了他，什么都听了他的，又何必来求我？玉儿流泪道：公爷，婢妾跟了您多年，是什么心您不知晓。当初何娘在时，万众人欺负她一人，婢妾也从不曾欺负过她，恪守本分。她去了，大家都有心思，婢妾也还是恪守本分。如今这个情形，婢妾又能怎样呢？婢妾领着娇娘避开一些，御史公爷也少做难。您可怜可怜娇娘，婢妾10月怀胎生了她，又养她到现在，1000个日夜不容易。他顿了顿，认真道：您是婢妾的夫主，婢妾怎会去投靠他呢？您要是不肯让婢妾走，婢妾陪您到最后就是了。刘畅突然觉得没有任何意思，摆了摆手，无力地道：都去吧。玉儿赶紧给他磕了几个头，也不敢收拾东西，就在一旁陪他坐着。二人对着一盏冷灯，一直看到天边微亮，方各奔东西，各了个是埋了情儿。刘畅亲自去了一趟魏王府，与魏王府谈和清华大婚之事，只字不提府里的事情，只说会一心一意地对清华好，人前人后将功夫可以做足。魏王很是欢喜，留他吃晚饭，二人又谈了许多事。刘畅曲意讨好奉承，魏王惊喜之至，言道怎地从前不知刘叔还是个人才，与他竟然心味相投。清华郡主听说，得意一笑，只当刘畅服软低头了，便与身边人笑道：这男人天生就是与他一个笑，他便吼跳，竟不知天高地厚了。我若是似和氏那般待他，他必然不把我当回事。如今叫他晓得了我的厉害，方好仔仔细细的慢慢的收拾他。不说要叫他似他爹刘尚书似的喝尿，也要叫他不敢轻易胡来。这话又传到刘畅耳朵里，气得失神暴跳，风也似的在屋里走了无数个来回，方将这口恶气硬生生咽了下去。便不常在家中住，每日里出了官署，便总拉了几个同僚，或是权贵宗室弟往米寄去，杯盏交换，听歌听曲儿，不动声色的盘桓关系不提。这一日傍晚，众人刚进了酒肆，才分宾主坐下，忽见秋实进来使了个眼色，刘畅赶紧起身告了声罪，出门往另一边去了。二人往临街的窗边站定，秋实低声道：何家六郎是才被接回家去了。刘畅眼睛一亮，挑了挑眉：明日你不必随我去，只在这里看着，且看来香料铺里守着的人是谁。正说着，但见牡丹裹着件大红色的织锦香貂皮兜帽披风，气定神闲地骑着马从酒楼前经过，看来是赶回家去见六郎，何家吃晚饭。刘畅目送着牡丹的身影，道：明日就让人去和何六郎说到这笔生意，他欠着这么多钱，又丢了这么大的丑，定然想抢在他兄长妹的前头，把钱和面衣并赚回来吧。何家的爪牙是钱，没有了钱，何家还能怎么样？却说牡丹回到家中，但见家里人大多数都已经回来，都在正堂里团团围坐。岑夫人高踞堂，六郎瘦骨嶙峋的匍匐在岑夫人脚下，痛哭流涕，不停地认错，赌咒发誓，
只说他以后再也不敢犯了，求岑夫人还让他回去守着铺做生意，将功折过。岑夫人淡淡地道：你才出来，身不好，暂且养好了又再说。杨姨娘一听急了，道：让他去看着，总比单娘一个女疯里去学里来的好，就要多跑跑身才壮得起来。六郎闻言立即看向牡丹，原来牡丹已经接了香料铺的生意。见六郎朝自己看过来，只做不知，淡淡笑道：可曾请了大夫来替六哥号过脉？现下天气寒凉，怕是要先看看，早做预防，省得将来落下病根就不好了。杨姨娘听见，立刻又被他的话吸引了注意力，先喊了一声。单娘说的是，赶紧去请大夫，随即又想起自己母氏戴罪之身，便拿眼去瞧岑夫人。岑夫人并不在意，便吩咐薛氏。单娘想得周到，让人赶紧去请大夫过来。六郎却只当是全舍不得让他重新长了生意，借故推脱，心里就有些不高兴，只是理亏，不敢多言，只能闷闷不乐而已。晚饭时因不见五郎，便问五郎哪里去了。杨姨娘心想着，若是六郎没有犯事，这事儿此刻便该是他在忙，立下功劳也是他的，现下可好，立下大功，赚了大钱，统统都是旁人的，自家只有错处，赎不完的罪，便带了几分义气道：你还说除夕夜宫里头要许多香料，问我们家要40车沉香木，价钱好得很，却被你将库存的卖掉大半，害得五郎不得不四处奔波去凑齐这香，一家都被你害惨了。六郎生气道：我先前怎知后头宫里头会要这香？人家来买香，我难道不卖？我要早知道，还不早就发了，还在这里窝着受气。口里是对着杨姨娘嚷嚷，那态却是对着全家人发作一般。杨姨娘使劲拧了他的大腿一把，喝道：伊幼喂，你还敢嚷嚷？你害得我为你操碎了心，成了穷光蛋，又和宫中借了若干钱，还不知何日才能还得清呢。说你一句你就不高兴了，哪里的道理？我看你赶紧回牢里蹲着去才好，大家眼不见心不烦。六郎听他这话里话外的意思不少，当下皱眉道：怎么回事？你怎地就成了穷光蛋？杨姨娘瞅着刚回家来的孙氏道：你问你媳妇，我是穷光蛋，她倒是还有点钱傍身的。岑夫人皱眉道：行了，都少说两句，有什么吃完饭又再说。众人不敢再多言，埋头吃饭。六郎看着什么都想吃，只胃口坏了，并不敢多吃，又看得杨姨娘心疼不已，拿着那位杀千刀的长，杀千刀的短骂了一场，真是讥讽道：自家人不争气，骂人家作甚？许多人还没的机会进去亦有理。杨姨娘方样样的住了口。饭后岑夫人不耐烦与他母二人啰嗦，叫二郎留下与六郎分说，自带了薛氏、牡丹等人往后头去了，说说话，洗洗涮涮，该睡的便睡了。一夜无话。第二日，牡丹仍旧往香料铺里去，六郎讪讪的看他出门，心里颇不是滋味。他关了1个月的时间，早就发了霉，正想促着骑马出门去放松放松，便被岑夫人使人来唤他进去说话。他有心不想去，奈何不敢招惹，只得窝着气进去。果然岑夫人言道，叫他好好将养，不要轻易出去。六郎越发生气，一眼瞅着孙氏往岑夫人面前去意讨好，越发不顺眼。杨姨娘为了孙氏不肯拿出嫁妆来给他还债一事，本就挑唆了他几句，此时见着孙氏这样，他更是恨得牙痒，便心想着要好好教训孙氏一顿，出了这口恶气。于是夜里便往死命里折腾孙氏。过了2日，孙氏受不住了，又不好意思与妯娌婆婆说，便叫身边的丫鬟回娘家去说，假托娘家母亲病了，想他来接她去住2日。岑夫人不做多想，照就应了。六郎一听高兴得很，便说要送孙氏回家，要去岳家磕头行礼。这理由合情合理，岑夫人拒绝不得，先嘱咐他一回，又叫跟班的小厮盯紧了他，不叫他与些不似的人多说话，放了小两口出门。六郎将孙氏送回娘家，了个蘸水，便寻了借口往东市里去，才刚进了方门没多久，就被人盯上了。却不是他从前的独友，而是惯常还说得上话的一个开绸缎庄的朋友，叫方二的。方二先言到稀客，又说要替他打酒洗晦气，小厮见是正正经经的生意人，便防得没那么紧，由着他去了。方二却是刘畅故意请托了去颠他的，专捡些他运气不好的话来说，又总夸五郎、牡丹运气如何的好，牡丹一个女儿家，这般作为，怕是要跟着继承家业了之类的话。六郎一个男儿家，偶尔错了是算的什么？赶紧翻身做番大事给他们瞧瞧。听得六郎气冲冲，想起自家赌债都是从自家房里出，杨姨娘成日里在他耳边叨说自己没有金银饰物好衣裳，都是为了他。孙氏也瞧他不起，舍不得拿嫁妆钱给他用，家里人更是不用说，个个见了他都似瘟神。
真是说话更是难听的要死，便只埋头喝酒。我倒是想翻身，可也要有机会。方二见火候差不多了，方才缓缓说出宫中要这沉香木的事情来，挑唆六郎道：六郎想要翻身也不难，现下就有一个好机会。你家兄长要凑齐这香料，只怕是凑不齐的。你来将这香料给凑齐了，便是一份大功劳，分红利之时，你也能多分一份，看谁还能小看于你。六郎虽则心动不已，却也知晓不易，皱眉道：能够说人情的人家，我母亲、兄长已然全都去寻过了，正是因为这京中没有其他人了，方才往附近的州县里去的。我哪还能寻得着？方二笑道：说起来真是巧，我这里便有个现成的人情儿。先前不与你家五郎说，是因为他之前看不起我，从来不懂得敬我，我便故意不与他说。现下这个人情便留给你好了。六郎怀帝道：有这般好事，你不去寻旁人，偏生来便宜我。方二奸笑道：你难道不明白吗？旁人哪里有你这般急着要的？谁会舍得给我那许多的好处？六郎心下明了，道：我要先看过东西，东西若是不好，我不要。方二拍着胸脯打包票：晓得你家做生意向来最重信义，哪里敢拿不好的给你？还怕大郎、四郎回来打杀了我呢？二人说说笑笑的吃了约有1-2个时辰，醉醺醺的约着去看那沉香木。六郎一见之下，酒都醒了大半，道：这分明就是我家卖出去的东西，这是谁买的？将我家的东西反转过来赚我家的钱，亏他想得出，让他出来见我。方二冷笑道：是你家卖出去的东西不假，可如今他比从前更值钱了，你早知道为何不留着？你管他是谁买的？说着对着六郎比了个指头，就算是你按着这价格拿回去，送进宫中也还是可以多赚得1分。还不说你家其他那几十车，难道就不赚钱了？没有这个，你家连那几十车都卖不出去。若是今年卖不成也就算了，日后呢？最要紧的是何家丢了这笔生意，日后再上这样的事情，只怕也没人来找你家了。这些道理六郎也是懂的，因此没话讲。方二见他没话讲了，便又凑在他耳边轻声道：你回家去就说要按宫中的价格来买，多的那1分直接就付给你，大家伙儿都图个方便，你看如何？六郎沉吟不语，方二微笑着道：不强迫你，你自己考虑，反正东西是从你家里出来的，好坏你自知，天之内你不要，我便出手了。此刻有的是人要，能将你家挤下去，别家还更欢喜呢。六郎心事重重的回了家，但见出门多时的五郎已经回来了，便赶紧上前去打听，问怎么样。五郎叹了口气，倒是跑了这许久，只凑齐了4车，其余的都是下等货色，拿不出手，还整整差着11车。六郎眨眨眼，道：难道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吗？五郎只是叹气，能想的法都想了。往年这沉香木不是什么稀罕的，偏生今年却是少见的很一般，也不知是怎么了，就有些想打退堂鼓，与岑夫人道：娘，实在不行就不做了，这实在是没法的事情。岑夫人道：不行，这事儿至关重要，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能放弃。今年错过这个机会，只怕以后就再也没了我家的位置。不单是刘畅刚刚跑去威胁的事情，而是综合考虑，怎么也不能轻易放过这个机会。六郎不动声色的在一旁听完看完，静悄悄的回了房。等着和家人上上下下跳了好几日，急得不可开交之时，他方出面说自己有法。他按着与方二亮的说出来，不敢说是自己先卖出去的，只说遇到了往西一位跟着何志忠认识的生意人，人家里有货，但是价钱上要高许多，基本与宫中给的价格持平。他又怕事情不成，便主动将价格往下压了半分，让二郎、五郎等人觉得还有半分利可以赚，尽力促成此事。二郎与五郎商量过后，去看了货，认定是好的，兄弟人检查一回，钱货两讫，将东西拉回库房里去。六郎则如愿以偿地得到了他那笔钱财，小心翼翼地躲着藏着，不敢有任何不妥之处，只怕被家里发现不提。众人见他平白谨慎了许多，还当他突然转了性。方二先将钱给刘畅送过去，恭喜他道：恭喜您报了仇，当初何家父将他们手里的宝贝假装旁人的，与您竞价平白骗了您的钱，如今就将他家的东西赚他家的钱，您总算是报了这仇了，这就叫报了仇。他可不是贪图这蝇头小利的人，好戏还在后头。刘畅淡淡的嗯了一声，叫秋实拿好处给方二，又置酒请方二吃。待到方二吃得烂醉，他自己清清爽爽的骑马出了门，先去皇城最远的永阳坊看过要买的大院，高高兴兴的付了钱，叫人收拾干净，照着最贵最好的重新打家具，幻想着不久的将来，家人在怀，温柔风流。然后又去寻人，
准备进行下一步。秋实见他唇角微微上扬着，正是许久不见的好心情，便刻意吹捧他一些，言道他必然心想事成，马到成功。刘畅听得咪笑，随手将荷包解了扔给他，道：好生把我吩咐你的事情做好，有你的好日过。过不得几日，在刘畅与清华成亲之时，何家与其他几家大香料铺一道，各个将自家的各种香料分批次打上各家的标记，顺利交割给了简老，只等节后再一并算钱。因着香料的事情告一段落，何家便放心大胆地准备过节的事情。又因五郎归来，六郎的心性也似乎在好转，牡丹便不在香料铺里待着了，便也拿出钱来，命人买了酒、猪羊鸡鸭鹅鱼、干果等东西，又取了钱财布帛，亲自押着车将东西送到方圆去。叫雨禾将正堂的门开了，四处烧起炭盆来，弄得暖烘烘的，叫众人进去领赏钱，分酒肉，也要过个好节。分完酒肉，又叫厨房里准备宴席，晚上要请众人大吃一顿。一时之间，方圆里热闹得要不得，人人都兴高采烈的争着做事情，只希望早点开席，将好吃的弄到口里。牡丹特意让周八娘制了一桌上等席面，将几个得用的花匠请了，也叫雨禾跟着一起坐下，敬酒敬菜，言道大家辛苦了，又专门发了封赏，大伙儿都高兴。第二日一早，桂领了各面生的男人进来递了封信，却是蒋长阳使了回京送信，特为绕过来给他送的。倒是昨日就到了的，去了何家，牡丹不在，只好又耽个一日，等到今日方才送了过来。牡丹问了几句，得知蒋长阳一切顺利，快要回京，便放心下来，忙着要看信，打赏了钱，让桂将人领下去好生招待，他自己迫不及待地拆开了信，看着眉眼弯弯，唇角忍不住地带了笑容。雨禾、树儿在一旁瞧见他看得欢乐，都捂了嘴偷笑，故意上前去假装要偷看。牡丹边笑边小心让过了，偷偷藏起，就是不给他们瞧。雨禾、树儿纷纷笑起来，问牡丹可是有什么好事。牡丹抿嘴微笑不语，半晌才道：元宵节去关灯，你们去不去？这意思是蒋长阳约他在元宵节关灯，听得两个丫鬟拍手大笑。去，自然去的。二人正是爱玩爱闹的年纪，往年里牡丹被拘在刘家不得出入，那是没有办法的苦楚，今年有了机会，自然是不能平白放过牡丹，便叫二人：我们要进城去了，你们赶紧的把园里没安置妥当的事情都安置妥当，中午还要宴请萧里正和几个乡老，不许出任何差错，不然你们都留在这里看园得了。二人笑闹着去了，牡丹芳又将蒋长阳的信拿出来捧在手心里，反复看了2遍，磨砂了许久，方小心的折叠了，收入随身的荷包里。在熏笼边坐了片刻，起身净了手，从桌底下拿出个白藤筐来，将里头的针线取了，对着光细细的做。他做得慢，全凭着残存的记忆和最近从林妈妈那里来的手艺做，可是一针一线下去，却全都用尽了心思。雨禾做完了事情，从外头进来，一眼瞧见牡丹埋着头，聚精会神的做针线，便轻手轻脚的靠过去，笑道：丹娘您这个荷包还要绣多久？这眼瞅着就要到元宵节了。牡丹头也不抬，眼睛都不敢错开。快了，快了，就是这天把的事情。雨禾凑过去瞧，但见鱼戏连纹的花样绣得中规中矩，说不出错，却也说不出好，不过就是普普通通，只色彩搭配的醒目大胆，看着另有一种感觉罢了。便调笑道：娘这花样实在绣得不咋地。牡丹的脸色果然一变，随即被转身去对着雨禾悻悻地道：就是绣得不咋地，照样有人要。一边说，手上的动作就慢了下来。雨禾痴痴地笑起来：知晓了，不是看花样绣得如何，关键是看绣花的人是谁。要绣得好，花大价钱买一个不是更好？可那一样吗？不一样。我若是得了这样一个荷包，必然是要贴身收藏的，千金不换。牡丹害了羞，又想笑，几番想忍下去也不曾忍的，担心再继续做下去就把针线做坏了，幸扔了起身去挠雨禾：迟早把你嫁出去，看你还来笑话我。雨禾一边招架一边笑：您把奴婢嫁谁啊？奴婢可没人送荷包。他自将方圆的事情管起来之后，越发泼辣胆大力得多，从前说到嫁人，他便害羞，如今却是麻溜地说起了玩笑话。牡丹发现这一变化，立时停住了手，笑道：我给你说一个正是送荷包的好对象，你看咱们家谁最能干，我最爱使谁就是谁了。雨禾一愣，随即满脸绯红，跺了跺脚，转身往外走。奴婢本是想与您说，节下这里无人看管不妥，还是让奴婢留下来守着的好。可您这样笑话奴婢，奴婢却是一定要去看灯了。牡丹只是在屋里哈哈大笑，雨禾红着脸快步往外走，一颗心跳的咚咚响，转过一个弯，
差点没撞上人。那人见他直直走将过来，忙退后一步，站定了，眼观鼻，鼻观心，行了个礼道：雨荷姑娘。雨荷一瞧，正是目前这方圆里最得用的人，立即绯红了脸，一句话不说，垂着脸飞快地往外头去了。刘下贵站在原地莫名其妙地发了一回呆，方去寻牡丹禀事。午饭时分，算着萧里正并几个乡老该到了，牡丹收拾妥当，前往大门口去接人，却见萧里正牵着自家的小儿，身边又紧紧跟着一人，缩着头看着他只是笑，不是那吕方又是谁？牡丹不由微微皱了皱眉头，吕方才一见他皱眉头，立即往萧里正身边靠，可怜兮兮，忐忑不安地道：萧伯伯，我还是回去算了。萧里正也不知得了他多少好处，闻言立时拉住他，对着牡丹认真道：何娘，老夫晓得你是个宽宏大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吕氏他也是过爱花的缘故，才会做下糊涂事。冤家宜解不宜结，他早就想来与你分解分解，道歉认错，奈何不得其门而入，不得不几次上门去求老夫做这个中间人。老夫见他心诚，便斗胆将他领了来赴这个宴席。这大劫下的，你便看在老夫的面上饶了他这遭。边说边行了个礼。有道是强龙难压地头蛇，方圆与周围的农户把关系搞得越好越安全，更何况是这萧里正也不是什么坏人，周八娘平日里在厨房里当差，也是利诱干净。牡丹还真不能不给萧里正这个面，当下干笑一声，还了礼，道：看您说的，不就是多个人多双快的事情吗？不要说是他，就是您随便领个人来，我也要好生招待的。吕方听得暗里翻了个白眼，多个人多双快，仿佛他就是那来混吃混喝的，还是没说与他和解的事情，纯粹就是吃饭。却见牡丹笑吟吟的对着自己比了个请的动作：吕十公，您请。先吃了再说，左右是光明正大的进了这园。吕方抬步往里走，四处张望，不浪费一点时间。忽听得牡丹假惺惺地道：吕十公，不知您的伤口可复原了？我几次想去看您来着，但实在是琐事缠身，又怕到了地方被令尊赶出来，不敢去。吕方立时觉得伤处有些一跳一跳的疼，干笑了两声道：托您的福，不过是开了2朵牡丹花而已。牡丹眨了眨眼，道：怎么，伤口竟然如此之大？吕方只是笑，萧里郑家的小儿道：我瞧着了，是在伤疤周围刺了一大朵牡丹花，好看得紧。手臂上的是皂粉，腿上的是味子，含苞待放，娇艳可人，对不对？吕哥哥，我没说错吧？这分明是吕方给他解说时用的口气。牡丹一愣，扑哧一声笑出来。吕十公果然爱花成痴。吕方面红耳赤，对着牡丹只是行礼作揖：我真不是故意来捣的，也没有坏心。此番为了与您赔礼道歉，下足了功夫，何娘您莫与我计较了吧？牡丹摆了摆手，笑道：罢了，萧里正不也说了，冤家宜解不宜结，只要你不记恨，从前的事情便不再提了。吕方顿时一喜：那可不可以？牡丹正色道：不可以，不过你可以看看其他花。且不说与吕方说起牡丹花来，都是相见恨晚，性味相投。牡丹从方圆回来没有几日就是除夕，这一日家贴春书，桃符，供烧纸钱，在庭院里燃起燎火，居室内堤岸上灯烛，歌跳舞，饮酒守岁。虽然何志忠等人不在家，但何家人早已习惯这种别吃过晚饭，饮了驱寒驱湿的花椒酒之后，但听得外头一阵喧嚣，却是1年1的驱挪活动开始了。孩们一阵嚷嚷，全都往外头去看热闹，牡丹也随了众人一起往外。但见无数人戴着狰狞的假面具，扮作各种鬼神的形状，居中2位分别戴着老人面具，一为挪翁，一位挪母，率着众人歌舞喧腾，跳笑欢叫，一片沸腾，好不热闹。过去一群人之后，忽见又来了一群，却是衣着同色同款的红衣黑裤，都拿着牦牛尾服，明显比试才那群人更加整齐。其中一人停在门口，掀起面具，望着何家诸人一笑，孩们顿时哈哈大笑起来，纷纷喊道：是张五叔！张五叔这是要去哪里？何烈、何纯更是上前拉住了他的衣袖。二郎忙对着张五郎抱了拳，笑道：五郎这是要去哪里？张五郎看了身后欢腾一片的诸人一眼，笑道：这些都是要往宫里的护撞阵，稍后要随乐力入宫驱挪。他挤了挤眼睛，道：听说圣上与贵人们照例都要出来观看，正是难得的机会，其实也就是偷窥宫中生活的最佳时机。二郎笑道：许久不见你有此种雅兴了。张五郎不好意思地笑了笑，道：这次进宫的人约有1000人之多，有许多人是趁此机会想混进去看看，因着我与乐力面熟，便央了我帮忙。众人心领神会。
每年里这个时候，总有许多人四处寻觅镇之一，想方设法地混入驱挪队伍之中，偷看宫中后妃、公主、贵人、美人，其中不乏富贵帝以及读书人。张五郎定然是与乐利勾结了，利用这些人的猎奇心理，好收取钱财。何如、何红等人见状，都想跟了去看热闹，不敢自己去求父母，便去歪缠牡丹。牡丹想着也不是什么大事，便去同岑夫人说了。于是4个最大的孩便都跟了张五郎同去。何家众人又看了一会热闹，转身往里准备继续守岁。天将要明时，众人正要睡下，忽听得外头脚步声响，伴随着一阵欢笑声，却是4个男孩回来了。进了屋里，众人相寻，何红兴高采烈地道：真是不枉走了这遭，宫中各处锦绣沃章，明设灯烛，盛奏歌乐，庭中燃起火山数十，焰起数丈，明亮如白昼，香气四溢，绮丽无比。只可惜后来燎火暗了时，工人推入在了沉香木的车来添加，离我们最近的那座火山有一股怪味，分明是里面烧的沉香木不妥，也不知是怎么搞的。二郎不在意的道：总是有胆大的奴才，浑水摸鱼，换了好的，拿坏的去滥竽充数，赚钱呗，那就没有人过问吗？何红道：有人问啊，不过不影响大局，又加入了大量的假尖去掩盖而已。上面的人似乎也没闻到。五郎笑道：这是什么时候？就算是闻到了，也要装作没闻到，过后才去慢慢理会。何如不耐烦了，道：这事不说了，说点好玩的。紧接着其余几个男孩七嘴八舌地跟着说起自己的所见所闻来，听得其他几个没有去成的还艳羡不已，拉着他们东问西问，就是大人也感兴趣，不时插一句嘴。甩甩也起精神，跟着大声聒噪，众人都忘记了睡觉，一时之间好不热闹。岑夫人见气氛热烈，心情大好，便任由孩们去嚷嚷，只吩咐伺候的人招呼好了，厨房里招呼好了，便自去睡觉。牡丹回到房中，一觉睡到中午时分，方才起身梳洗打扮。到的外头，却是全家都起来了，正准备开饭，便又热热闹闹的准备吃饭，可还未举起筷，就听见门急匆匆的跑进来道：有客人到。这初一就出门访客的可少见，大家伙儿都是从初二方才开始访的客。岑夫人奇怪归奇怪，仍叫人快请。片刻后，一个穿鸦青色兜帽披风、水红色袄裙的年轻女疾步进来，先张望了一下席间，一眼看到了牡丹，忙扶了一扶，道：何娘，奴婢是阿慧，您还记得吗？牡丹在她一走进来的时候，便已经认出了她是秦娘身边的贴身丫鬟阿慧，之所以没有主动开口相询，是想看她要什么。此时听她点了自己的名，便一边叫人给阿慧安置座位，上热茶汤，一边笑道：记得，这是什么风把你吹来了？我是才还以为看错了呢。阿慧扫了众人一眼，压低声音道：奴婢是来传话的，不知何娘可否方便。牡丹心想，秦娘自那次之后便许久没了动静，单选这个时候突然派了个丫鬟来，说不得还是什么大事，忙请阿慧往后头去。阿慧却又瞧了岑夫人和二郎一眼，道：事关重大，还请夫人和二公一起听听。岑夫人与二郎俱是惊诧地对视了一眼，薛氏便立即起身领了其他人出去，只留岑夫人娘几个与阿慧在里面。见众人退下，阿慧不等何家人出声相询，便语气急促地道：我家娘让奴婢来告知，府上有祸。一句话听得众人皆是惊异万分，若是寻常人家，此时听到这种不吉利的话，只怕是要生气。只岑夫人见过的场面多，面不改色地道：祸从何来？还请惠姑娘细细分说。阿慧见她面色如常，应对自如，暗自赞了一声，道：府上之前是否曾向宫中交过40车沉香木并各色香料等车？二郎不知不觉绷紧了身，道：是有此事。阿慧叹了口气道：昨夜宫中燃燎火，只用沉香木与假尖，有一堆燎火，添入的沉香有问题，臭气难闻。当时许多人都闻到了，只不敢惊动贵人，勉强按了下去，但过后是一定要追查的。查来查去，有人说正是府上送去的40车沉香木中的10车，也不全都是不好的，而是里头掺杂了次假货，若是分开了往其余火山里烧，定然闻不出来，偏生全都凑到了一处。岑夫人等人顿时大惊失色，他们先前就听何红提过此事，不过谁也没想到会与自家有关。二郎断然道：不可能，我家送去的香料无一不是经过我们兄弟的手，仔细勘察确认无误之后才当面交割给简老的。若是有问题，在简老那里就被打回来了，哪里到得了宫中？阿慧也不言语，等他说完，方才缓缓道：何家是多年的声誉，自然没有人怀府上的诚信，可到底经不住小人作祟。
那车上还明明有府上的印记，如今简老已经推得干干净净，说是正因为你们是多年的交道，从未出过错，所以就没有仔细查看。可是他也暗示了，说本来是想多给府上一些份额的，但是府上的沉香木不够，所以才给了40车。又有人作证说府上前些日曾四处奔波，到处寻找沉香木，凑足那40车，甚至周围府县都跑过来了，也不曾凑齐，还差的11车。后来还不知怎地，突然间就凑齐了。我家主人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不过让奴婢先来与府上说一声，府上心里有个数，待得后面有人上门问讯之时也好有个准备。这意思就是说，何家为了做成这笔生意，想方设法，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不惜以次充好，甚至添入了假货。二郎愣了片刻，晓得中了圈套，且那简老也是被收买过的，又想到了六郎牵头弄回来的那11车香料，当下气得要死。牡丹和岑夫人也想起刘畅跑上门去闹的一回，都有些变色。阿慧见状，忙安慰道：黑的白不了，白的黑不了。府上果然没有做过这些事情，原也不怕他查。我家主人记着何娘的情分，已然外出奔走，希望能早日水落石出，还府上清白，但只是力量有限，只怕还是要吃些苦头。晓得不好久留，便起身告辞。岑夫人虽然急得手脚有些发抖，却还能撑得住，谢过阿慧，并请她向秦娘转达了谢意，又重重封赏，才叫牡丹送客。转身便吩咐薛氏等人赶紧地往夹墙里藏财物，以备不测。牡丹送了阿慧出去，走至无人处，阿慧望着牡丹行了一礼，轻言细语地道：好叫何娘得知，我们娘从来也不敢相忘您的援手救命之恩，只许多时候身不由己，可心中却从未系过报答之心，还望您莫要计较。牡丹扶住了他，叹道：我当日帮他，也不曾指望过他报答，只是随心所欲，见景生情而已。今日得他人情，便是抵过了，你让他不必放在心上。他觉着秦娘既然能在第一时间内知晓此事，并使人上门来报信，定然是从景王那里知道的。秦娘要怎么处理这事儿，早就有数，无论他与秦娘怎么攀人情，都不会改变最后的结局。姓大方些儿，不必再提。阿慧见他绝口不提上次卢五郎的事情，只说谢过今日之情，并不曾有半点打蛇随杆上携恩相报的意思，按道他知趣，微笑着低声道：何娘大方，可我家娘却不敢忘恩。他有句梯计话要奴婢单独传与您听，这事儿还在蒋将军身上。牡丹一愣，随即苦笑不语。果然景王是打的是先看笑话，等有人上门相求再卖人情的主意，若是要得他帮忙，便是要蒋长阳明确表态。可蒋长阳现下明明就是不肯表态，也不便表态。再说了，蒋长阳此刻在哪里他都不知道，怎么指望得上？少不得该承受的就先承受着，另寻他法，总有法可寻。阿慧见牡丹不语，了然的一笑，道：我家娘还说了，她体会您的难处，若是蒋将军不便，她也自当为您使力。只是他人微事单，要费些心血和时辰，府上要操心和耽搁的时间也会更久。牡丹听音变异，晓得秦娘的意思是绕开景王替他使力，当下虽不敢全部相信，也不相信秦娘能有这个本事，却也有些高兴，并不拒绝，行礼谢过，送了阿慧出去。阿慧才一出门，牡丹使跪去寻郭都尉，他自己骑着马奔去寻白夫人。紧接着二郎便使人去喊六郎，又把何红、何如几个喊去，细细详询当时的情景。六郎自然是抵死不认，直到那11车沉香木可是二郎、五郎一道检查过，确认没有任何问题的，这会儿可不能把责任全推到他一个人身上。正说着，门又被砸响，呼啦啦进来一个看铺的伙计，说是香料铺被查封了，从库房里头找出来1多斤假沉香木和劣质沉香。一时之间仿佛是坐实了何家果然有假货。二郎顿时一掌打在六郎脸上，怒道：怎么回事？之前还干干净净，就是最后这2天是你守的铺，你到底放了什么人进去过？之前五郎与牡丹老掌柜才对过账清过货，最后那2日因他与五郎都去收账，却是六郎去守的铺，要出问题就出在他身上。六郎心虚，冷汗浸透衣衫，只打死不认，推说不知。他接了方二的钱后，方二说想看看何家仓库里藏的明香好香，让他行个方便，库房重地，轻易不许外人进入。他因有了把柄在方二手里，不好推辞，便偷偷领了方二入内，事后还去方家喝了一回酒，醉到傍晚时分方才醒来。此时想来，说不得库房的问题就出在这里。他哪里敢与众人说实话，只一味咬死不认，还道：大祸临头，赶紧跑吧。五郎安抚地按了按张氏的肩头，冷笑道：跑到哪里去？
我们跑了一家老小怎么办？接着又是一阵喧嚣，呼啦啦进来一群官差，不由分说，也不要人送上的钱财，只将练往2郎、5郎、6郎脖上一套，绑了人还要往里翻箱倒柜的翻一气。岑夫人大叫一声：慢着，拿人便拿人，这是要抄家吗？先拿出宫牒批来。封大娘等人便纷纷将二门挡住，不许那些人入内，他家人园子来就好。周围的邻居见状，便纷纷出来劝说，围了里外好几层。为那官差冷笑：这是要逆造反礼，全都给我拿下。忽听得有人在门前道：哟，这是怎么了？这大初一的就闹得不得安生。却是刘畅穿得光鲜水滑的，施施然走将进来，含笑扫了岑夫人、2郎、5郎、薛氏等人一眼，不见牡丹，微微有些失望，转身对着那围的官差笑道：梦儿，你不在家里过节，跑出来乱什么？那叫梦儿的官差望着他眉花眼笑地道：原来是刘四成，弟兄们办差呢，您老人家怎会到了这里？刘畅笑道：这里住着我一个老熟人，这几日放假便过来闲逛，谁成想会正好到这事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梦儿如此这般说了一回，无非就是说何家间竟敢以次充好，把假货卖入宫中，犯了欺君之罪，要拿去问罪，岑夫人等人又抗旨谋逆之类的话。刘畅假惺惺地惊叹几回，道：这其中必然有误会的吧？何家可是出了名的讲诚信的生意人，与宫中送香也不是一回两回了，怎敢做这胆大包天的事情？那官差与他一唱一和，冷笑道：厉玉勋心见黑，谁说得清楚？如今好几个人指控他家，又从他家铺里出假货来，难道还有假？刘畅便上前去朝岑夫人行了个礼，假意问岑夫人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可有什么帮得上忙的地方不？岑夫人晓得与他脱不了干系，只是冷冷地撇过脸不语。刘畅便扶着额头叹道：我本想厚着脸皮做个人情，不叫女眷还们受到惊吓，既然伯母您不领情，我也没脸。言罢转过身，给梦儿使了个眼色。梦儿得到他暗示，立即狞笑一声，便叫人动手，将人全都绑起来，大言不惭地道：有事他担着。于是乱七八糟地闯进一群人去，胡乱了一气，却没着什么值钱的，只将正堂里摆着的香山、几个金银碗盘、一些绫罗锦缎、女士等当作赃物收了。刘畅出了门，就在外头袖手站着听热闹，心情说不出的好，眉眼飞扬。昔日里，他家以财压得他无还手之力，和离时，他家一家打上门去，将他好一顿胖揍。又在冬市、端午节时、斗宝会上，都叫他丢尽了脸面，吃了无数的哑巴亏，落到如今这个地步。且看着，立即就有人来求他了。想到牡丹会梨花带雨的哀求他，他拒绝，他又求，他再拒绝，直到他心情好了，他方才应了他。到那时，他忍不住微笑起来。不多时，官差除了大腹便便的张氏和吴姨娘、杨姨娘等人以外，将岑夫人、薛氏、白氏、甄氏、封大娘等几个女人，当头的几个何红、何如等几个大些的男孩绑了，一连串的牵了去，才出门没得多久，就见牡丹引着潘荣、桂引着个黑脸汉骑马奔来。一时瞧见这种惨样，牡丹脸色煞白地跳下马来，眼里含了泪，先就扑过去抱住了岑夫人。潘荣与那黑脸汉则上前与梦儿打交道，好说歹说，想要梦儿放了女人和孩们。梦儿只是沉着脸不答应，说得急了便大呼小叫起来。一时之间，潘荣与那黑脸汉也没什么法。刘畅远远看着，巍然不动。他知道牡丹认得的人多，也晓得必然会请动许多人来看看，连潘荣都请来了。但今次不同往日，他布局了许久，请了好些热心人帮忙，真凭实据拿在手里，不榨干了何家，不压死了何家，不会收手。看以后何家人还拿什么来狂。但见何家人被挤在街口处闹腾了一些，到底被牵着去了。那黑脸汉与潘荣劝了牡丹几句，都骑马跟上前去看着，只剩下牡丹带着桂孤零零地立在人群中，傻兮兮地看着何家人的背影，动也不动。突然捂着脸蹲了下去，久久不曾抬头。好几个女人上前去劝他，只是拼命摆着头不抬头。刘畅的心顿时仿佛狠狠抽搐了一下，随即又是一阵酣畅淋漓的快感。他握紧了手里的马鞭，就立在阴影里一直看着牡丹。约莫过了一盏茶的功夫，牡丹慢慢站了起来，望着周围的邻居，挤出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扶着他一个姨娘的手转身朝何家的大门走去。刘畅忍不住往前走了一步，正好挡在牡丹面前。他想告诉他，他可以帮他，他也不要他怎么求他，只要他开口，对他好言好语地说上一句话，如了他的愿，他便可以让他的母亲、嫂嫂、褶们毫发无伤地回来。可是牡丹只是停了一停，就默然从他面前走过去，甚至没有多看他一眼。刘畅忍不住跟了上去，在门口再次堵着了牡丹，重重地咳嗽了一声，道：
丹娘，我可以帮你。牡丹抬眼定定地看着他，并不言语。刘畅被他看得难受，正有些烦躁了，忽听他开口道：你能帮我到什么地步？能替我家洗净冤屈吗？刘畅一喜，忍住欢喜，缓缓道：你家哥哥们果然大胆，做下的事情是板板上钉钉的，人证物证俱全。这香料铺是断然无法再开的了。我现下能做的，便是先替你将你母亲、嫂嫂侄儿平平安安的保出来，再叫你哥哥他们少吃点苦头，定罪轻一些。不能做香料生意，还能做珠宝生意吗？牡丹眯了眯眼，你怎知他们人证物证俱全？刘畅道：我怎不知？我不瞒你，这事上面已经有了定论，如今过堂也果然只是走个过场而已。你要不信，过上几日你便知道结局。我只是可怜你母亲年纪一大把，还有你几个嫂嫂和侄儿，可从来都没有吃过这样的罪。女人家关在牢里头10天半月的，便什么都完了。你那几个侄儿前途也堪忧，还有你几个哥哥，少不得要皮开肉绽，吃尽苦头。刘畅见的脸色果然越发渐白，眼神却是若有所思的，不见得就有多害怕，便略停了一停，带了几分讽刺地道：你也别想着还有蒋长阳，他鞭长莫及，等他回来时可什么都晚了。不过你朋友多，你也可以去试试，看看他们能帮你到什么地步。白夫人不说了，她保胎要紧，潘荣的能力就是那样，你要找的什么郭都尉可是告假回了，你家的那几个亲戚黄将军等人，只怕一时半会儿手也伸不了这么长。至于其他几个你以往沾过光的贵人，此刻都在宫中，你找不上。你去试试看，真要是不行了，再来找我也不迟。牡丹胸中一阵翻江倒海，几乎想要吐出来，强忍着道：那你想要我怎样？刘畅的心一阵狂跳，盯着牡丹缓缓道：这里不是说话处。然后摆出一副牡丹不让他进去，他便不说的样来。牡丹只是沉默不语，半点相让的意思都没有。刘畅无奈，只得淡淡地道：少年夫妻老来伴，你我是结发夫妻，情分本来非同一般，我一直都不肯与你和，偏你气性大，非得与我和离，这才走到如今这个地步。你无情，我却不能无义。我实话与你说，这次的事情与闵王府还有萧尚书府都有莫大的关系，就是怨你惹上了蒋长阳，这才自取其祸。我呢，拜你所赐，与清华成了亲，日过得非常不如意，但我也不想与你计较了。牡丹皱眉道：莫与我说这些，只说你到底想如何？刘畅扫了他一眼，半提了心道：我在永阳坊买了个大宅，里头的东西家饰都是最贵最好的，只是差着个主人住在里头，空旷冷清得很。你若是肯去住着，我便不再与你计较从前的事情，我们还是一家人，我自然要使足力气去帮你家的。我晓得你会觉得委屈，可这样的日也只是暂时的，过得2年，咱们还和从前一样的。香料铺，我来想法，过些时候又重新开起来。再生个儿，比琪儿还要可爱伶俐倍的，他一定把他捧在手心里头疼，等他弄废了清华，便可以重新过上从前的日。不期然的，刘畅的脑海里就浮出了这个头。牡丹气反笑，简直找不到话可以和他说，也想不通他的脑到底是怎么构造的。刘畅见他只是冷笑不语，不由有些恼羞成，恶狠狠地道：你若是不肯，我也不勉强你，只是你莫要后悔。你该感谢我不计前嫌，给你这个机会。牡丹收了笑，静静地道：是不是我答应了你，你马上就可以想法先放我娘和嫂他们出来？刘畅道：那是自然。牡丹道：先放出来又再说，不然我怎知道你是不是记恨我们家的人，便招法来羞辱我的？答应不答应都在你，反正人已经进去了，我再等些时候也无所谓。果然是他动的手脚，果然他图的是这个，将岑夫人等人弄进去，就是要逼得他松口。既然如此，自是要先将岑夫人等人弄出来。刘畅的脸色瞬息万变，道：好，我先去办事，人一进门我就要看到你住到永阳坊去。他的脸色瞬间阴冷了下去，狠狠地道：如果你敢骗我，我叫你几个哥哥变成残废，再发配到南岭去，一辈都回不来。我说道：那不可能，我怎么也得看到我家里的事情告一段落，不然我宁可看着他们受罪，也丢人又丢财。再说了，刚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就不在家，未免也明显了吧？你是故意让清华来害我的呢？牡丹垂下眼眸，暗里手已经握成了拳头，指甲的手掌心生疼。你可以暂时不住永阳坊，但我要一个保证。刘畅又定定地看了他一回，方转身大步走了。他要的保证是什么？牡丹心里有数，只此刻没有任何时间给他害怕和厌恶。他深吸了一口气，就转身进了门，先命人清扫院，
又叫吴姨娘清理失去的财物有多少，他自己叫了贵、雨禾等人过来，布置了几件事。第一件，让贵拿了钱去找他相熟的、能靠得上的那位帮忙查真相，最好能从六郎那里问清楚关键环节。第二件，再替他背里去寻一下马眼儿，看是否会有意外收获。第件，雨禾赶紧回方圆去守着，小心有人知道和家出了事，趁机倒。第四件，让人去请张五郎过来，他有事相托。第五件，让树儿去坟王府外候着，若是看到坟王飞回家，就赶紧来报。不多时，张五郎来了，二话不说，便陪着牡丹去了东市找人，先去找的方二，吃了个闭门羹。一问才得知，方二今早就成为人证被带走了，说的是六郎为了赚那不义之财，请他做的中间人，买了假货。他事前并不知道六郎是拿这东西去的宫里头。张五郎看着牡丹，这下又去哪里？牡丹道：去寻简老。二人于是又急匆匆地赶去找人，同样不曾见着简老，只见着他家一个管家出来就气势汹汹地骂人，倒是何家狼心狗肺，害惨了他家主人。总之事也被弄将进去了。一时之间，仿佛是没有了其他办法，无计可寻。张五郎默不作声地看了牡丹疲累的脸一些，道：不然先回去等着吧，事发突然，急也急不来。过得2日自然会见分晓。牡丹点了点头。途经法寿寺时，突然想起刘畅说此事与萧尚书府也脱不了干系，明知他也许是胡乱周了吓唬他，仍然想往里头去走走，兴许和尚有办法联系上蒋长阳也不一定。张五郎见他蛇身往里，便也跟了他去。福源和尚在做晚课，不曾见着，却见着了他想见的人，不过不是萧雪溪，而是萧月溪。萧月溪今日不曾坐在棋盘前，而是静坐监察，见着牡丹进来，便主动与他招呼，请他坐下喝茶。牡丹沉默着坐到了他旁边，看他姿势优美地浴汤花，分茶汤，然后把一瓯茶随意地递到他面前。他马不停蹄地奔波了半日，着实也累了渴了，也不管里头是否有盐，举起茶瓯一饮而尽。萧月溪等他喝完了，又递上一瓯，牡丹又是一饮而尽，再递，牡丹摇了摇头，够了，谢您的茶。萧月溪也不再劝，自己端了一杯，慢慢着道：很累吧？牡丹沉默不语。萧月溪抬眼看向草堂外的残阳斜影，缓缓道：身为美人，却没有相称的家世和能力保护，再不认命便是悲剧，也容易给身边的人带来许多的麻烦。你认不认同我这个观点？牡丹抬眼看着他，沉声道：我认同你的观点，但我觉得容貌、出身都是无法选择的。我身边人的麻烦也许因我而起，但绝对不是我的错。我不认命，被命运折腾捉弄，也不是我的错。除非是我个人行为不妥，遭致灾祸，那才是我的错。萧月溪轻轻一笑，我第一眼看到你，就觉得你是个将烈性隐藏在温婉下的女。果不其然，你家里如今遭到这样的灾祸，的确不是你个人的错，可是却与你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当年你父母若是不贪你活命，千方计将你嫁与刘家，之后你若是不贪青春自由，不与刘畅和离，不与蒋大郎暧昧不清，便不会遭致今日之祸。他果然知道自家发生的事情。牡丹猛地坐直，你的意思是，我若是坐着等死，任人宰割，就对了。你不是明示吗？原来也不过尔尔。我还听刘畅说我家中此次遭了的灾难，还与府上有关，那我又是如何招惹到府上的呢？萧月溪收回目光，不急不躁，高高在上的看着牡丹。我提过了，你不认命，竟然是半点不隐瞒萧家也推波助澜的意思，赤裸裸的轻视。我就是欺负你了怎么样？你能怎么样？你敢把我怎么样？牡丹一时气得睁大了眼睛，前所未有的痛恨，痛恨自己没有用，痛恨这个万恶的旧社会。萧月溪看到他气得满脸通红的样，轻轻一笑。不过我和刘畅可不是一伙儿，我还瞧不上他的为人，我只是想给你一个机会罢了。牡丹咬着牙道：今日已然有2个人给我机会了，一个要收我做外室，还想侵占我家的产业，你又想给我什么机会？又是为了谁？萧月溪忍不住笑了，你倒是挺坦诚，挺爽快的。我家有娇妻制，前途一片光明，钱全都不缺，绝对不会想收你做外室，也不想侵占你家的产业。我只是想和你量件事情，其实也当得上是给你一个忠告。也不管牡丹想听或是不想听，淡淡地道：你和蒋长阳不配，你将来会很大的拖累他。牡丹被狠狠呲了一下，语气尖锐地道：你管得可真宽。我不配，谁配？这是替谁鸣不平呢？萧月溪淡淡地道：我妹配。夫妻不单只是情投意合就可以，还更需要能互相扶持。他们出身相近，共同的话题也会更多。
我妹能给他你所不能给的一切好处和帮助，而你不能。所以他们一定会比你们过得更幸福。你若是肯听我的忠言劝告，我来替你解了这个难题。一切只在你一念之间。他替他解难题，他先帮着人挖了个坑，把他推下去，然后再站在外头逼他把他想从他这里抢去的主动交给他。他答应就拉他上去，不答应就看着他死在坑里。他这忠言果然逆耳。忍住火道：你说的对，我们的出身不能比。可是有一点你弄错了，你妹能给他的，我不见得不能给他，而我能给他的，你妹却一定不能给他。萧月西笑了。你就这么自信？依我说来，应该是你能给的，我妹统统都能给，包括你拥有的美色，天底下不缺美色，用钱可以轻松买到。一个两个兴许不如你，不过8个10个加起来总能胜过你。而我妹能给的，却一定不能给。你若真是为了她好，也该放手，而不是自私地拖着她。牡丹也笑了。鸡同鸭讲，我懂你的意思，你却不懂我的意思。你听好了，我不会卖自己，也不会卖别人。你果然有自信，便该亲自去问他，而不是背里头来这样的龌龊事。蒋长阳如果真是需要女人给他一切的人，我也不需要你来同我做什么交易，我先就一脚踹了他，再把他赏给你妹。牡丹说完，也不看萧月溪的表情，起身要走。张五郎恶狠狠瞪了萧月溪一眼，萧月溪半点不在意，啪啪拍了2下手，慢吞吞地道：真有志气，也真勇敢。但你须知，我们平日里下棋都要布局，要纵观全局，有守有攻，不能只把目光着眼在某一处，否则必输无。这和做人一样，孤勇是最要不得的。我敬佩你的志气和勇气，但也同情你的无知与冲动。你这是典型的为了争一口气就往火坑里跳的傻行为。他笑看了牡丹一眼，心平气和地道：我来替你分析一下利弊。你不答应我的好意，出了这道门，你就只有2个选择，一个是眼睁睁看着你的家人吃苦受罪，置之不理，然后与蒋长阳双宿双栖，却始终心怀愧疚；另一个就是成为刘畅的近鸾，失人失财，这个你的初衷就更远了。可我知道，和娘这样的人，自是不会为了自己就舍弃了一家人的，也不愿意轻易就卖了自己。可是如今灾祸迫在眉睫，你没得旁的选择，只能选其中之一。你现在的态就是宁愿选刘畅，也不愿意选我的提议了，这又是为了争哪口不值钱的气。说你无知，说你冲动，你还不服气吗？牡丹望着萧月溪道，做人和下棋有关联，可还是不一样。下棋没有人情，做人会讲人情，下棋输了还可以重来，做人输了便是再不能回头。你下棋是把好手，那是因为棋没有生命，只听你一起落，做人你未必是把好手，你也不是神，不是你是做棋的人都肯听你指挥，一丝不苟地执行你的意念。你且收起你所谓的好意，我不认。害了人却还想扮好人，实在是比刘畅还恶心。萧月溪微微一笑，将手里茶汤一饮而尽。实话与你说，刘畅此番不但想得人，还想得财。他过些时日便要在东市开个大香料铺，你若信他，你家的香料生意永远也别想重新起来。我本可以做等现成的，可我没有这样做，你还嫌我不够良善。我自认我比许多人都好心，我替你算得最周到。要对付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女人，可以有上种法，但我不屑为之，只要你给我想要的，你便毫发无损。你家这案，若是上网时，总要待到大家都收了假后才动，怎么也得拖个10天半月。可是这一回不同，有人等着看结果的，10天之内必然会定下来。若是有人往里头添一点，说你家那香料有毒，心怀不轨什么的，你说会怎样？你气性大，一时半会儿的想不通也正常，我不逼你，我这些天都会在这里等你，你什么时候想通了再回来找我。那您可真是难得一见的高风亮节了。我遭遇恶人迫害，您见不平，帮了我大忙，我自惭形秽，害怕了，便主动退出，继而成就了一段佳话。原来您这名士的风与名声就是这样来的，受教了。牡丹大步向前，转瞬间就走得不见了影踪。萧雪溪从布帘后绕出来，气得七窍生烟，好不服人尊敬。他以为他是谁？他不要的再赏给我。枉自我一片好心，想替他解了这个难题，脱了刘畅的手段，各有各的好处。既然他那么愿意上赶着去给刘畅做外事，就去呗，倒还省了我许多心思了。原本他也没那么好心，只是不想要蒋长阳将他视作是刘畅的帮凶，只是为了表明他曾经多么好心，多么努力地帮过他的情人。至于他的情人最后为了何种原因放弃了他，那可与他无关。萧月溪不气不笑，垂眸望着面前渐冷的茶汤，淡淡地道：不必气急败坏，追究这些无关紧要的旁枝末节。
原计划中，这也只是第一步，不管他与刘畅走到何种地步，你都还按着我说的继续做旧事。萧雪溪脸上露出一丝微笑来，在他身边坐下，道：哥，你确定一定有作用？萧月溪非常肯定地道：我确定。不如此，他要总想着他，你这日也没意思。我们要办成此事，还要办得非常漂亮，总要叫他心甘情愿的才好。他不是说这不是下棋，不是他想怎样棋就怎样的吗？他倒是要让他瞧瞧看，绕了一个大圈之后，他是不是还是按着他的意思走。牡丹与张五郎出了后院，张五郎低声道：丹娘为何不答应他？虽然他也没安了好心，可先拖拖不是更好吗？你也别觉得这样就对不起蒋大郎，他若是真心疼你，便能体贴你的不易，只希望你好，绝不会生你的气。牡丹苦笑了一声，没有言语。理论上是这样，可当时他的自尊与现实发生了冲突，并且还占了上风，不想在情敌面前低头，不想在情敌面前失了面。他安慰自己，上天送他过来，不是专门让他来吃苦受罪的，一定会有其他办法的。和娘，我家师傅请您往养病所里头去。却是如满小和尚笑嘻嘻地跑过来，眨着两只眼睛看着牡丹，一边去瞧他和张五郎手里是否有盒之类的东西。牡丹察觉他的眼神，不由抱歉地道：今日来的匆忙，来不及准备。如满早已看到他和张五郎两手空空，便大地一摆手：没事儿，反正萧公带来的也不错，不吃白不吃，你的留着以后他们不来了再给我。牡丹没心思与他调笑，只嗯了一声，快步往养病所去。你师傅不是去做晚课了吗？怎地往养病所去了？如满道：我师傅做早课和晚课并不讲究时刻，什么时候想做什么时候做。他是防被人占了，没地方去，只好去养病所待着。不多时，几人转入养病所，七拐八弯进了一间小小的龛堂，里头光线昏暗得很。福源和尚正独自对着棋盘，见牡丹进来，亲切一笑，请牡丹往他跟前坐。牡丹一时看着他，仿佛见了亲人一般，眼圈就热了，别过脸去忍了，情绪平定，方才回过头来。他现在最需要的就是找人量一下，看看他的打算是否可行。福源和尚道了一声：我佛慈悲。和尚才知道这件事。先说说你如今是怎么打算的？牡丹勉强笑了一笑，轻轻道：我是这样想的，看似关键的人证物证都被人掌握了，可是只要事情发生过，总会有迹可循。福源和尚听得很认真。的确如此。那么你想好从什么地方下手了吗？牡丹抬起眼来，看着佛龛上那个笑得一团和气的佛，静静地道：不是有假货吗？那么假货是从哪里来的？是谁做的？谁买的？又是谁把它掺杂进我家的货里，弄进我家仓库里去的？这个总能弄清楚。弄清楚这个，顺藤摸瓜也就不怕了。只要能弄清楚其中的来龙去脉，我就有办法。他顿了顿，道：师傅，前不久您和我说程峰要过了元宵节才回来，可我前几日收到他的信，说他元宵节时会赶回来，您可知道他是否一定能回来？福源和尚双手合十，表情有些不确定。实不相瞒，时下消息是送出去了的，但是不曾收到回信。你莫要急，他只要能走，就一定会赶回来。张五郎在一旁听见，悄悄起身往外行至草堂处，站在门边定定地看着萧月溪道：你帮他的条件是什么？萧月溪淡淡地道：没有什么条件，就是不管他用什么办法，真的也好，假的也好，10日之内必须寻个门当户对的，不是京城人士的，马上嫁出去。日后就算是见着蒋长阳，也不能泄露半点，而且还要彻底断了他的念头。作为回报，我可以保证他哥哥们完好无损。当然，他如果心存侥幸，要骗我，便会付出10倍的代价，我不会对他有半点怜悯之心。你告诉他，蒋大郎虽然能干，别人也同样有这个能力，而且可不知道蒋大郎会不会为了他一个人，与许多人为难。我会劝他的。张五郎默默转身，迎着了牡丹，低声将萧月溪的话说了，道：丹娘，你好好考虑一下。牡丹沉声道：张五哥，你放心，我一定会好好考虑的。然后如此这般的与张五郎说了一回，二人赶在关闭坊门前回了宣平坊。牡丹与张五郎别过，还未进门，就见薛氏立在门鞘相待，一瞧见他，眼圈就红了，急急忙忙地赶上前去，一把握住他的手，道：总算是回来了，回家来不见你，真是急死人了。牡丹忍住泪意道：大家都还好吗？全都回来了吗？薛氏道：好，好，难为你请来的那2位一直跟着我们走，一直四处打点，也就是被全都关在一处，没多大会便放了我们回家，这会他们又去寻人了。只是你二哥他们还是没动静。
他略微停了一停，抹了一下泪，小声道：丹娘，我们才刚进门，姓刘的就跟来了，说是你要跟了他去。娘气的话都说不出来，这还躺着呢。牡丹急步往里，还未走到正堂前，就见刘畅背着手走了出来，带了几分嘲讽望着他道：怎样，出去忙这一圈，可找到什么人肯帮你了？你要找的人找到没有？汾王妃是不是还在宫里头没出来？你别叫人守着了，根据可靠消息，她被皇后留在宫中，怕是要赏了灯才会回来。晓得她不会死心，所以她由着她去。本是一刻都等不得，却不得不耐着性等，竟然像是她找过什么人都知道似的。牡丹垂着头沉默片刻，突然抬头看着他道：我还真找着人帮我了。萧月溪道是看不起你的为人，所以想给我一个机会做笔交易。刘畅的眉头挑了挑，淡淡地道：这交易肯定是没成了，不然以你现在的脾气，这会儿要么就是不与我说，要么就是张狂的赶我出去。他表面上装作毫不在意，心里头却有些打鼓，不知萧月溪到底提了什么建议，想做什么交易。按他想来，萧家希望促成萧雪溪与蒋长阳的亲事，更该巴不得他和牡丹做了一对，彻底断了蒋长阳的念头才好。这插手又是想干什么？牡丹也不装，道：我的确是没想好，因为他实在是过目中无人了，气得我肝疼，我忍不下这口气。我先去看看其他人。说完径自往里走了，随随便便一句话就让刘畅遐想无数。他不肯去忍旁人的气，可至少表面上还愿意忍他的气。是不是他心里还是知道，他其实对他还是比旁人好的，他也还更愿意接受他，更愿意相信他一点。他要去看谁，还和他说一声，他还是有点自觉的。他这样一想，心情就觉得舒坦了些，便叫在一旁沉着脸仇恨地瞪着他的甄氏道：烦老嫂引，我也去看看伯母。甄氏差点没呸一声出来，暗自嘟囔道：谁是你嫂？翻了个白眼道：后头女眷多，等我去问问。说着扬了扬怕扯脚就走，明显的就是一去不复返的样。牢都做过了，还怕丢脸？刘畅不耐烦，翻脸道：马上要关房门，谁有空等你？去把和牡丹叫出来。他想着想着又有些心慌了，觉得不踏实，必须得快刀斩乱麻。甄氏本想给他骂过去，却见白氏颠颠的过来，脸上带了点讨好的笑，道：您等着，我去替您叫丹娘。甄氏顿时翻了个白眼，暗自骂了一声没志气的，一肩膀撞了白氏一下，抢在前头大步往里走。岑夫人半躺半坐在榻上，只默然看着牡丹不说话，目光幽暗，突然之间却像是老了10岁的光景。牡丹被他看得难受，朝吴姨娘使了眼色，请她小心看顾着，自家撇了手走出去，叫人上来问话。贵却是还没回来，淑儿含着泪道：奴婢一直在门口候着，不见王妃归家，因见天色晚了，要闭房门，又怕娘担忧，不得不回来。明日一早奴婢再去候着。牡丹道声辛苦，叫她下去休息。就见真是一阵风似的走将进来，道：丹娘，有人要见你。我是不肯替他喊你，但有人担忧他在牢里的男人，巴巴的做了摇尾巴狗。紧接着白氏脸色微白的进来，道：丹娘，刘四成请你一定出去。他重重地道了那一定2个字。这怪的谁？小姑与丈夫谁更亲？说不定白氏心里头还在怨他给家里惹了祸事呢。牡丹沉默着点点头，扶着林妈妈的手往外头去了。才行到二门处，就见贵满头大汗，却面带喜事地快步过来，一见着牡丹就低声说了几句话。牡丹赶紧叫人给他拿钱，贵打个转，立刻又走了。牡丹这才往前头去见刘畅，刘畅有些急地看着天色，见他好容易才摸出来，也不管林妈妈在旁边，伸手就去扯牡丹往正堂里头拖。他突然在这里发蛮，却是没人想得到的。林妈妈和牡丹大吃一惊，牢牢抱成一团，忽听得外头发一声喊，却是何如、何红几个高高举着扫帚门栓等物冲将进来，劈头盖脸的往刘畅身上招呼。刘畅气急败坏，猛地将何如一脚踢开，大吼一声：小兔崽们，也不与你们计较，再不住手，打我一下，我便还你们父亲伯父叔父2下。白氏冲进来，叫几个男孩赶紧住手，牡丹也叫他们先住手。几个男孩红了眼圈停住手，却都立在门口不走。把我当成什么人了？他又不是没见过女人。刘畅哼了一声，从袖里头甩出一张纸来，丢在牡丹前头：你自己签个字画个押。牡丹看也不看，一把扯得稀烂，冷笑道：你当我是什么？签卖身契，卖身与你为奴为仆，我还不如答应萧月溪呢。好歹还能是个囫囵人，用不着一被低人一等，更是连累亲人都被人瞧不起。我不与他置那不管钱的嫌弃了，明日就去应了他。相比较而言，
与他做交易更划算。他前后变化可真大，分明是进去看见他的母亲嫂嫂婶们全都无语，这才突然翻了脸。刘畅气得发抖，咬着牙道：你这个反复无常、出尔反尔的小人，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我才把你母亲他们弄出来，你就翻脸不认人？我要把你哥哥们全都……牡丹凉凉地道：全都弄死是不是？萧月溪也是和我这样说的。他说我只要一答应你，我哥哥们就全都别想活着出来，我家的香料生意也别想再做起来。还说你要开一家比我家还大的香料铺，是不是？你开始时说的好听，这会儿却又这样侮辱我。我可不傻，你分明就是没安了好心，想叫我丢人又失财。是你先骗我，先算计我的，也别怪我生气。萧月溪的提议果然是不错的，他不就是叫我莫再与蒋长阳来往吗？其他一切都好说，我要傻了才不答应他，偏要上赶着被你糟蹋。刘畅看着牡丹一张一合、丽无比的粉嫩唇瓣，恨不得一把给他捏住了，使劲扯几下，叫他疼得哀声告饶。好容易死忍住了，冷笑道：你倒想得美，你以为他是什么好人？光凭一句白话就信了你？你若应了他，同样不会有什么好下场。会上你当的人只有我。一边说着，一边已是恨透了萧月溪，心里盘算着要怎么收拾萧月溪这个不知好歹的东西。牡丹斜睨着他道：我不做怎么知道？他要维持他的名士风，不屑做与你同样的小人事情。我倒是宁愿相信他，也不肯相信你的名士，不过是个可笑之的伪君罢了。既做表又想竖牌坊。刘畅咬紧牙齿，狠狠踩了那被牡丹撕碎那张纸几脚，冷笑道：敬酒不吃吃罚酒，你给我等着瞧，明日我便让人送你哥哥的牙齿来给你们好好瞧瞧。说完又狠狠砸了几个花瓶，气冲冲的去了。白氏眼泪连连的看着牡丹，失声道：丹娘，你这个时候得罪他做什么？好歹哄着点，先拖着又再说。牡丹看着白氏道：二嫂，我晓得你心里头怪我，我不怨你，无论如何我都会把哥哥们救出来的。白氏哭得一塌糊涂：你说到一定要做到，你二哥从来最疼你，你的婶们还小，张氏扶着肚出来的。二嫂，这不是丹娘的错，你与其在这里哭给丹娘看，不如明日跟着娘和大嫂四处跑跑，去寻往日与爹交好的人，讨要人情更有用。白氏抽泣着不说话。张氏去问牡丹：你明日打算怎么办？牡丹道：我去拜访一个人，他要去见杜夫人，他要把这潭水给搅浑了，给贵和张五郎他们争取时间和机会。天刚蒙蒙亮，何人便都静悄悄地起了床，包括以往赖床需要大人和服侍的下人们，左一遍右一遍地威逼利诱的孩们都按时起了身，规规矩矩地收拾妥当，坐到饭桌前去吃饭。岑夫人按时出现在饭桌前，虽然脸上露出了些苍老疲惫，可是她妆容得体，装扮也一如既往的整洁华丽，和从前的日没有什么不同之处。她威严地扫了家里人一眼，见白氏、张氏、杨姨娘的眼睛虽然是红肿着，神情也萎靡不振，可个个都还穿戴得很整齐，也是装扮得很精致，便满意地点了点头，道：这就对了，我们何家还没倒，不能失了精气神。又大致地通报了一下昨日吴姨娘统计出的失了的钱财有多少，语气故作欢快地说：多亏了早有准备，所以就算是以后再不生意，我们也还可以衣食富足。众人闻言都配合地笑了一笑，岑夫人便又安排：不能光坐着不动，也不能只靠丹娘一个人在外头忙，饭后我们出去找相熟的人家走动走动。何红率先道：让我陪着祖母一起出门。他才一开了头，何如他们几个便纷纷附和，表示愿意跟着大人出门。英娘、荣娘他们则表示愿意留在家里照看年纪更小的孩和处理家事。虽然说我们不是很懂，但可以让我们先熟悉一下，慢慢的。岑夫人的眼睛微微有些发红，随即含笑点头：好，好，没有枉自平日里那般悉心教导你们。见孩们懂事了，大家都觉得振奋了许多。饭吃到一半，李满娘并和家几个亲戚好友便都来了，众人急步进来，先量了一回，方放了些心。李满娘道：看到你们这样，我们就放了许多心。原本昨日听说就要过来看的，但是因为想先打听清楚消息，再一耽搁就到了今日早上。大过节的，给大伙儿添麻烦了。岑夫人赶紧请他们坐下，言良语转入正题，细细详述搓。牡丹过来行了礼问了好，便告罪要往外头去。丹娘，岑夫人忧虑地看着牡丹，忍了几忍，终是道：你小心，早点回家。牡丹心头一暖，点点头，默默出了门。李满娘见她去了，低声对岑夫人道：行之昨日才一听说，就和他父亲一起赶过去，赶过去时你们已经回家了，
便又去了其他地方。今早一大早，父俩都又出去了，能做的都会想法尽力去做，等到有确切消息的时候，会马上使人来说。让我先过来看看你们，看其他还有什么需要我们做的。他虽没明说，岑夫人却是晓得李姓大概是故意避开牡丹，李元约莫是不方便直接上门，便使了李满娘做代表，可是人妇背后也在做事相帮，实在是没什么可怨的，便谢道：目前没有什么要做的，心意我们领了。李满娘叹了口气：要出门吗？你去罢，这里我替你看着。岑夫人谢过，自收拾准备出门不提。却说牡丹走出门去，接过小厮地上的缰绳，跨上马背，立在街口处，抬眼看着灰蒙蒙的天空，再想到他即将要做的事情，全身都充满了斗志和力量。他一定要做到，一定要做好。清晨的朱国公府一片静寂，安静得很，不闻人语之声，只有蒋长中原来在家时养的2只鸟不时发出一两声清脆的叫声。杜夫人带着几分疲累，从上次病发之后身就一直不爽利的老夫人房里走出来，站在廊下神色晦暗的看着墙边那棵光秃秃的柿树，越发想被蒋仲扔在军营里的蒋长中。蒋仲倒是一甩手就回来了，扔他一人孤零零的在那里，也不知道他过得怎么样。年节下的，有没有新衣穿，有没有肉吃？那脾气不知与人相处得拢吗？会不会吃人背后算计吃大亏？正想得肝肠寸断，忽见蒋长义和蒋云清二人从远处慢慢走过来，兄妹二人边走边说话，低低的笑着。二人都穿着新衣，打扮得光鲜亮丽，男的看着清秀俊美，女的看着亭亭玉立，都出了人才。杜夫人的心里顿时一阵不舒服，他们倒是过得舒坦，却见那兄妹二人都看见了他，立时收了脸上的笑容，拘束地走过来，小心翼翼地给他行礼问好。杜夫人见状更是不爽，做出这种样来，他是老虎吗？他平日里可是少了他们的吃，还是少了他们的穿，一群养不乖的白眼狼。心里骂着，脸上仍做了十足的亲切样，和蔼的道：都吃过早饭了，来给你们祖母请安的。蒋长义脸上带了些讨好的笑容，道是的，今早的早饭做得很好吃。母亲有没有用过早饭？您连日里一直忙累，挺疲倦的，应该多休息一下，祖母也不会怪罪您。蒋云清也道：是呀，是呀，这里就有女儿来照料着，母亲去歇息歇息吧。您实在辛苦了。又惭愧地道：说来惭愧，女儿竟然没有母亲起得早，实在是不孝。杜夫人觉得要舒坦了些，叹了口气道：自上次你们祖母犯了病后，就一直不见好转，我实在是很担忧。一眼看见蒋仲背着手走过来，心里又来了气，把脸撇开，越发笑得灿烂亲切，对着两个还嘘寒问暖，又问蒋长中的夜。蒋仲在一旁听了会儿，道：夫人你受累了，去歇歇吧，这里交给我们。也不知是为何，自从蒋长中被送走之后，杜夫人突然就没了安全感。纵然到处都是她的耳目，可她还是不放心，这样热闹欢腾的场面，全家都在尽孝，怎能少得了她？她见蒋仲夫人都要进去陪老夫人尽孝言欢，突然又觉得身上的疲累都不见了，便要跟着一起进去。果然蒋仲感激地看着她，趁着儿女儿不注意，偷偷捏了捏她的手。忽见百香疾步进来，对着她眨了眨眼，道：夫人，外头账房里有点杂事，要请您出去看看。杜夫人疲累地望着蒋仲等人笑了笑：我去看看。蒋仲道：总什么事情都让你一个人操劳，你怎么忙得过来？让青儿和叶儿跟着分担一下吧。你歇着，让他们兄妹二人去。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蒋长义和蒋云清、杜夫人的脸色都有些古怪。杜夫人笑道：也好，让青儿跟着去。蒋云清哪里敢去，他是宁愿被骂懒惰没出息没孝心也不肯去的，便笑着撒娇道：母亲饶了女儿这遭，女儿改日再跟您，难得见着父亲哥哥都有空在家。杜夫人扬骂了他两句，跟着百香出去，走到外间方道：怎么说？百香左右瞅了瞅，方小声道：有客人来了，是何牡丹，带了好些礼物来的。杜夫人一愣，随即凉凉一笑：这可是羊从西边出来了，他来做什么？没说呢，不过看着神气似是不好。百香道：那夫人见是不见？杜夫人挑挑眉：见，怎么不见？我不是热情邀请过他上门做客吗？怎么人来了反而不见？没有这种道理，你马上去把他领到花厅里头，好茶好果伺候着，我这就来。百香领命而去。杜夫人回了房，慢吞吞地换了一身华贵的衣裳，弄得金碧辉煌的，方才慢吞吞地出去。此时百香来向他报信，已然过了将近半个多时辰。
到得花厅外头，他站住脚细听，只听屋里静悄悄一片，只有百香说笑的声音显得特别突兀。梁九芳听得牡丹低低的回答一声，显得有些有气无力的。杜夫人脸上堆了笑，声音爽利地道：稀客呀，稀客。今日吹的什么风，把贵客吹到家里来了。但见牡丹穿着套粉绿色的织锦襦裙，头上插着几根双股金钗，脂粉不施，一见着他眼圈变红了，一臂相起身给他行礼，一臂相抢笑道：承蒙夫人不弃，上门去瞧小妇人。早就想来回礼，却一直没机会，这回便趁着节下来拜会夫人，只怕是唐突了。杜夫人忙扶住他，笑道：说的什么傻话，我是诚心邀请你上门来做客的，只是你不来，我也不好意思强着你。便见牡丹欲言又止的，似是到什么为难事一般。杜夫人一边猜测，一边故意亲热的劝着牡丹吃这个拿那个，捡些无关紧要的事情来说，堵着牡丹的口。牡丹早有心理准备，晓得杜夫人这样的脾性最是会装，干脆起身要行礼，一口气将事情说出来。实不相瞒，我今日是无事不登宝殿，求夫人施以援手来的。杜夫人立时换了一副嘴脸，收起笑容，扶住牡丹，亲切而担忧地道：哎呀，这是做什么？有话好好说，说吧，只要能替你做主的，我一定不会推辞。牡丹感激地道：就知道夫人古道热肠，这一趟没有白来。随即将何家的祸事说了一遍，不提刘畅，只提萧月溪，红着脸颤抖着声音道：我不知道萧家怎会产生这样的错觉，认为我与大公有那样的暧昧之事。我如今是走投无，不得不厚着脸到府上来，还请夫人去替我分辨一二，别让我这么仓促的嫁到外地去，不胜感激。杜夫人不由一时火起，萧家可真是性急，这女儿是嫁不出去了，还是怎么地？上次他婉拒了萧尚书的夫人，接着蒋仲回来，萧尚书又请人上门保媒，是他劝了老夫人，说萧雪西行有待观察，又劝了蒋仲，说还是该和蒋长阳谈谈再说，省得蒋长阳又犯倔，越发影响感情，还得罪人，这便拖了下来。从此萧家便不曾上过门，他还以为但凡爱脸面的，便不会再来。谁知道人家现在这情形，大概是打算绕过诸国公府，怎么也要攀上了，想必是打算从王夫人那边走罢。做梦！杜夫人想到此，做义愤填膺状。他们怎能这样不懂事呢？这样的事情也做得出来，却不认真表态。牡丹小心地打量着他的神情，略带了迟和不安，低声试探道：我惹不起他们家，只怕因为我的事情给家里其他人招灾，怕他家不相信，越发下狠手，害了我哥哥们，不得已求到夫人这里。不知夫人。杜夫人似笑非笑地道：这种行为果然属实，我是看不惯。可是你也知道，这人情世故不是那么简单的。你要我帮你其实不难，但你要对我说实话，我才好做到心中有数。牡丹点头。您问。杜夫人抬眼，目光锐利地看着牡丹。无风不起浪，你和大郎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要不说实话，我是不好拿捏轻重。想为你做主，也怕失了分寸，反而不美。既然萧家这么忌惮和牡丹，要说这二人清白，他是怎么都不信了。牡丹沉默不语，直到杜夫人有些不耐烦了，方才低声道：我一个商人之女，又是和离过的，配不上他。这话的意思很分明，就是他果然看上了蒋长阳。杜夫人不露声色地道：配不配的，旁人说了不算，还得看大郎的意思。他是怎么想的？牡丹有些难过的黯然道：他前程正是锦绣一片。随即又不说了，只强笑道：大公是个好人，他救过我的命，我只愿他好的。说完心里暗念了一声对不住，将蒋长阳给描述成个贪图权势之人了。好人，野心勃勃的好人，看来真是看上了这世之味，美人权势两手抓，什么都不耽误，真是个好人。杜夫人沉默片刻，同情地看着牡丹道：真是可惜了。见牡丹眼圈又红了，才道：你先回去吧，等我消息，我会尽力而为，替你们消除误会。他的话说得很活泛，既没答应什么，也没拒绝什么。牡丹也不再多言，起身告辞。夫人果然就得我家，有事但凭吩咐。我呀，只希望大家都好。假如有需要，我便使人来唤你。杜夫人点点头，叫百香送牡丹出去，坐在原位上盘算起来。如果这事儿果然属实，怎么才能叫萧家竹篮打水一场空，彻底死了这心？一个萧家去了，还有另一个，他倒是要看看，倘若不能成全蒋长阳那两者全都占全了的心思，他到底是要和牡丹，还是要别的？这中间少不得还要撩拨一下何家这女，动心起意的，配合他行动才好。少卿，百香进来，他便低声吩咐百香：去，让人好生打听一下这是怎么回事，这案是谁管着？
休要叫府里其他人得知。牡丹从朱国公府出来，扯直去了丰乐坊，叫宽儿拿了钱上前去敲门，央求要见阿慧，自己远远地躲在一户人家墙根下不动。过了约有一炷香功夫，但见阿慧与宽儿边走边回头，急匆匆地赶过来。牡丹方才走出去见了，阿慧道：我家娘最近不好出门来见客，还请何娘这里体谅，要做什么，只与奴婢说也是一样的。牡丹便低声说了一席话，听得阿慧不住点头。别过阿慧，宽儿道：娘不去看看白夫人吗？兴许白夫人有其他办法找到坟王妃也不一定的。牡丹摇了摇头。白夫人要养胎，潘荣昨日开始就一直在帮忙，到此刻也该知道与刘畅有些关系了。两下里定有不方便尴尬的地方，能帮得上忙的地方不用他多说，他们自然会帮，他去了反而是为难他们，给白夫人心里添堵，就由着潘荣简好听的宽慰白夫人吧。宽儿见他摇头，脸上也是一阵黯然。主仆二人途径西市，便先往里头逛了一圈，但见往日里热热闹闹的何家铺紧紧关着门，上面贴着封条，好不冷清，不由心酸不已。宽儿骂道：明明出问题的是香料，怎地连这里都封了？牡丹放马回行，微微叹了口气，因为主人犯法了，所以全部存在都不合理。幸好因为要过节，要放好几天假，好多贵重的东西都没存在铺里，侥幸得秦娘报了信，岑夫人命收进夹墙里去了，否则岂是一个惨字了得。他的话宽儿似懂非懂，只皱眉道：不知夫人他们去走人家讨人情，情形如何了？牡丹摇头：不知道，我只盼着我爹爹和哥哥们平日里为人还算和气讲道理，不至于墙倒众人推。忽听得有人喊道：那不是何家的娘吗？牡丹回头一瞧，但见一个身材高大黑不溜秋的人笑嘻嘻地走过来，却是那次保会时见着的奥布。他穿着一身雪白的圆领窄袖衫，越发显得黑白分明。牡丹便跳下马来，朝着他一笑：原来是您。奥布指了指不远处几个穿得五花八门的胡商，同情地道：都听说了事情，不相信府上会做这样的事情。以往没少的和老爹照拂过，大家伙凑了点份，正想给府上送过去，兴许喂饱了，二郎兄弟几个就可以放出来了。现下您既然来了，便给您拿回去也是一样。要是需要作证，我们都可以去，老何家不是这样的人。见牡丹看过去，那几个胡商便都朝着牡丹行礼，脸上露出友好关切的表情来。牡丹再一次的眼圈热了，这次与在朱国公府时的不同，是发自内心的感动。他先还了礼，哽咽道：多谢各位的好意，我替家父、家母、家兄谢过了。我也相信案会有水落石出的时候，只是这些还请先收起，暂时用不着。一个白发苍苍的老波斯走过来，却是当初主持保会的那个老者，将个玉牌递到牡丹手里，道：我们都商量过了，东西送到你家里去，过打眼，就放在我的底店里头，到时候若是要用了，不论是谁，就凭这玉牌来便可来取用，将来若是用不着，再拿来退我也不迟。牡丹推辞不得，小心翼翼地贴身藏了，眼泪汪汪的含笑谢过众人，又马不停蹄地往东市去寻张五郎。本来节下许多铺都不营业，可是有许多人这个时候有空有闲钱，张五郎的斗鸡场生意简直火爆得很。张五郎并不如同往日一般在外头巡视招呼客人，只躲在房里低声与人商量事情。范丽儿穿身簇新的红绸棉袄裙，用帕兜了一帕瓜，翘着二郎腿坐在门口，眯了眼睛边嗑瓜边警惕地盯着大门。看见有人进来，便别无误了，便略让一让，看见不适合的人，便使劲咳嗽一声，起身去大声招呼。牡丹与宽儿将兜帽捂紧了脸，一头撞将进来。范丽儿见着，正要起身大声招呼，突然看见牡丹拉开兜帽朝他笑了笑，便开心地笑了，指了指里头，示意张五郎在里面，然后也不和里头的人通传，直接让牡丹进去。然后拉了宽儿一道，坐在门口分享官。牡丹打起连探头进去，喊了一声：张五哥，就听得里头一阵静寂。张五郎翘着脚坐在榻上，跪坐在一旁，另外还有好几个或是面生或是面熟的人望着他。不远处有个人背对着他坐在月牙凳上一动不动。贵帅先起身行礼，张五郎也出声招呼牡丹。那人方回过头来静静地看着牡丹，却是李信。一直没见着他，却没想到他会找到这里来，多半也是碰巧了吧。牡丹一时感慨万分，不自觉地抓了兜帽一把，笑道：大家都在。张五郎便招呼牡丹过去坐，李信立时站起身来，默然将自己的月牙凳让给牡丹。牡丹犹豫片刻，走过去坐了，月牙凳前燃得正旺的炭盆立即将一股暖气送了上来，再接过跪递过的热茶汤饮尽，他脸上身上的寒气顿时消去了大半。张五郎见他坐定了，便道：
我们适才将打听到的事情凑了一下，都按着你说的去做了，少不得2天里就有消息传过来。不单是查假货的来源，还查那2个关键人物的弱点。小看小人物，他们长期混在市井间，反而知道许多别人不知道的事情。牡丹看着贵点了点头，表示内卫那边也靠着蒋长阳的情面请动了人。牡丹舒了一口气，这个案由京兆尹亲自来管。李信轻轻道：你六哥被打断了一条腿，掉了几颗牙齿。顿时想起了昨日刘畅的，又想到刘畅大概是最恨六郎上次害的他失财，所以先拿六郎开刀的，一时便有些无语。李信见他目光黯然，便安慰他道：也紧，一直在想法的，实际上是过了好些法，但是插不进手去，刘畅这回是花了大本钱了。牡丹敏感地分辨出他的安慰之意，想想也是，刘畅那般张狂地找上门去，自然是心里有数得很。他低头笑了笑：辛苦表哥了，总给你添麻烦。李信也笑了一笑：我也不想这样辛苦，唯愿你过得顺顺当当的。牡丹低声道：我也是希望你过得顺顺当当的。李信目光复杂地看了他一眼，二人一时之间就又没了其他言语。半晌，张五郎道：丹娘回去吧，你得养足了精神才好呢。你放心，姓刘的让跟着你的人接一早已被我发了，明日你照常行动你的，不会有人来打扰你。我今日就察觉到了。牡丹应了，起身领了桂荷筐，有些犹豫地看向李信。李信微微撇过脸道：我还有事要和张五哥说，意思就是各走各的。牡丹点点头，辞过之后拉起兜帽，大步往外走去。桂边护着他和筐往外头走，边低声道：找到了马眼儿，他什么都没说，只说要亲自见您。明日早上他有空，让您明早来这外头等他，最好带点很值钱的东西来。牡丹翘了翘嘴角道：很值钱的东西要多值钱？桂抓抓头，拿不准，他那样有点开玩笑似的。牡丹默了默道：行，稍后从他门前过，就给他留个意思，爸你那边的情况怎样？刚才我不好细问你。桂沉声将昨夜有人从六郎嘴里逼问出的事情说了一遍。牡丹深呼吸了一口气，暗恨六郎实在不争气，心眼比针尖好小，又贪图小财，这才让刘畅有机可乘。他停下脚步，看着桂道：桂，你实在是帮了我大忙，我是不知该怎样才能谢你。你要什么，你和我说。桂一笑：小的为主人分忧，本是分内之事，娘何谈其他。他低头笑了笑道：若要说想求娘什么，到时候小的自会开口，给他自由，给他富足的生活，他能给的。牡丹认真地点了点头。行至米记楼下，老远就看见马眼的身影，桂举起手来远远比了个动作，马眼扫了一眼，便装作不曾看见。主仆人回了家，才一踏进家门，就听得里头呼天抢地的，杨姨娘的声音显得尖利，真是提着裙出来，大惊小怪地道：丹娘，你可回来了？是才刘畅那个小厮送了几颗牙齿来，说是你几个哥哥的。牡丹正想说不是其他人的，只是六郎的，就见白氏眼睛红肿的走出来，将手绢包着一颗还带着血迹的牙齿摊在他面前，道：丹娘，你二哥腿被打断了，还有这牙齿。牡丹忙安慰他，说不是二哥。紧接着杨姨娘又哭嚎着奔出来，扯住牡丹的裙，高高举起一颗牙齿来：丹娘回来了呀！丹娘，丹娘，你救命！你六哥的腿也被打断了，还有敲了一颗牙齿。这死刘畅，吃屎长大的搅屎棍刘畅，他要不听李姓说了，还真被他唬住了。牡丹硬着心肠道：我是才听确切消息说了，牙齿都是六哥的，腿被打断的也是六哥，因为假货就是他经手的，他吞了不该占的钱财，若要治罪，就是他当其冲。杨姨娘吃了一惊，随即脸色煞白，松了手，扶着柱摇摇欲坠，又羞又愧，嚎哭起来：我这是了什么孽？养了这孽障，害了全家人。孙氏在一旁面无表情地看着，也不劝杨姨娘，也不找牡丹，自回了房，已是下定了决心要与六郎和，只待事情依了，便要走人。牡丹扯直往里头走，一头看到李满娘立在一旁，苦笑着看着他。张氏也牵着小河纯站在那里，便停下来与李满娘打过招呼，又喊了声：五嫂，吓着你没有？张氏望着他一笑：我没事，我就是听说你回来了，来看看你好不好。随即握了握他的手：丹娘，别难过，和你没关系。又见英娘他们几个迎上来，纷纷问询：姑姑你饿了吗？渴了吗？给你做了好吃的。一边说着，又往他怀里塞热手炉。牡丹忍不住抿嘴笑了，压力很大，动力也很大。傍晚时分，岑夫人和薛氏、何红、何如几个面色疲惫的回来了，道：
有推脱的，也有答应帮忙的，就是不知道能帮上多少忙了。牡丹忙道：那当时爹爹提过的那位在御史台做忠诚的本家呢？岑夫人道：没见着，说是访亲去了。牡丹皱了皱眉头，怕是以为何家果然犯了事，是上门去讨要人情，故意避而不见的吧，便语气坚定地对着何红道：把名次给我。何红不敢不给，牡丹自收了放在怀里，只等隔日无论如何也要找到这何忠诚不提。第二日一大早，众人依旧各自行事。牡丹穿了深月白色的圆领窄袖袍，戴了幞头，将眉毛弄得粗了些，贴了小胡子，认真做了男装扮，径自往东市而去。寻了间茶寮坐了许久，方见马眼顶着个黑色的兜帽披风来了，笑吟吟地行了礼，道：七郎，奴家晓得好些事体，就看你拿来的东西值钱不值钱。牡丹从随身的荷包里头拿出约有2重的一对瑟瑟来放在他面前。这个如何？不够还有这个。又拿出一粒龙眼大小泛着孔雀绿的黑珍珠，这个可说是独一无二。马眼拿过去把玩了片刻，道：不要这个，给奴家一个安身之所。奴家便遂了你的意。他是当红歌姬，钱财不少，却不是那么容易摆得脱这记者身份的。要人赎出去倒也简单，可要看是什么人赎，他自己还满意或是不满意，日后又过什么样的日。牡丹自是晓得自家人这种身份，怕是不好顺利赎出这惯常招待贵客的马眼儿，就算是弄出去了，也是后患无穷，便道：怎会看上了我？马眼儿微微一笑，其实是想请你托个人情，请蒋大郎来赎我出去。见牡丹的脸色突然就变了，便痴痴笑起来，道：我只有意与他做个侍妾，什么都不占，奉你为长，你可容得我？牡丹一时口里发苦，道：我想救家人，却也不想骗你，我容不得你。你们认得吗？怎会不认得？他打听消息也会到我这里来1-2回。马眼儿眸色黯然地笑了一回，道：和你开个玩笑呢，就是想托你和他说，我累了，不想做这个了，想回老家。你答应我便好说，不答应便罢了。牡丹认真道：我可以尽力去做，但最后他会怎样，我不知道。你得有准备，先想好了。不过他如果不答应赎你，我也另外想法帮你就是了。你家在哪里？心里却忍不住嘀咕，这啥意思？就光找上他蒋大郎了。不期然马眼探身过来，在他脸上抹了一把，笑道：看你这认真的小样，就不会跟着人满口答应，等我帮了忙又再说吗？不过我还就喜欢你这认真的小样。好了，你且听好了，我家在秋瓷，与马眼别过。牡丹又去了何忠诚家里，亲自将门房给打发好了，递上名次，然后就坐着不动。那门房进去递了名次，出来道是主人一大早出门访友去了。牡丹笑道：不妨事，我反正没事，就在这里等。一等等到中午时分，他笑吟吟的叫柜出去买了糊饼来吃，还分门房几个。门房哭笑不得，找了个借口又往后头去，仍旧被拒，悄悄回来守着牡丹。眼看着天色将黑，暮鼓响起，门房开始赶人。小郎君要闭房门了，您赶早家去，我们要关门了。牡丹只是笑，就是不走。柜从外头马背上取了一床被来，就往长灯上铺。那门房慌了手脚，又拉不下脸，苦劝一回，又往后头去。少卿面带喜色的来道：原来主人回家了，因没从这道门进出，故而不知，请您过去一叙呢。牡丹不慌不忙地跟着他往后头去，一上半点也不多张望。少卿到了一间四面透风的亭外头，门房朝里头的人拱了拱手，自去了。那人满脸寒色的抬眼看着牡丹：你是何家的老妻？怎没被拿进去？却是那何忠诚了，比他官职更大，脸色更难看，更讨厌的人牡丹见了无数，怎会怕他？当下笑道：我是女。何忠诚吃了一惊，后悔不该放他进来，若他死赖着不走，可怎地好？牡丹缓缓道：何忠诚不用怕，我不是来为难您的，只是出使听家父说您为人光明磊落，不惧强权，想请您指点一二。您且听我说完，若是觉得我家罪有应得，小女便舍身走了；若是觉得其中有蹊跷，便指点一二，出了这道门，便与您无关了。何忠诚的脸色不见任何好转，但还是道：你赶紧说，马上要闭房门，你说不完，我便使人将你扔出去，不管你是男是女。牡丹便不提刘畅，不提萧月溪，大致说了一遍案情。何忠诚一听就知道其中有猫腻，脸色稍微松了松，道：若是有证据，便可呈来，否则难上加难。不是我不敢仗义直言，而是也怕误伤了人。牡丹也不管他怎么想的，先行谢过，快速退出，飞也似的直奔汾王府。就在那方里寻个底店住下，就想着兴许能赶上汾王妃回来捡个漏什么的。
他这里一切都在按部就班地走着，只苦了刘畅。将六郎打落牙齿，打断了腿，扔到何家去吓唬人，又操心萧月溪来到，四处上跳下窜的，只防着萧月溪，叫人盯紧了萧家那一头。紧接着又生怕牡丹要寻他寻不到，看着天要黑了，回到家先寻清华的，不是闹了一场，接着跑到永阳坊去高床软枕的靠着，等牡丹自动来求他，他正好把他给办了，把米给煮熟了再说。他香汤沐浴洗得干干净净，等得都有些迷糊了，谁知却迟迟不见人来，一问才知连派去跟着他的人都被人给拦了，甩得干干净净，竟然他白天去了哪里都不知晓。一想到他白日里定然是去寻萧月溪了，他就不由心中暗暗生恨，咬着牙想，这个恶毒狠心的东西。他留着二郎五郎不动，是还想着将来好见面，既然他无情，少不得他用点力气，要叫他一次就怕了他。还有萧月溪，他用个什么法收拾他呢？他萧月溪不是自诩天才吗？看不起他，还想把妹嫁给蒋长阳算了，反正都是嫁给蒋家做儿媳，蒋二郎隔得远靠不上，还不如便宜蒋呢。想必蒋得了萧雪溪，正是如虎添翼，去做事吧，叫蒋长阳啥都得不到。至于萧月溪，一定要他好好丢回脸，从此抬不起头来。想到这些人的下场，刘畅的心情顿时大好，在床榻上打了个滚，一眼瞧见账的颜色和款式在灯光下不是那么好瞧，便皱着眉头喊人：来人，来人，重新换床好账来。管事的被丫鬟从温暖的被窝里揪起来，打着呵欠进来道：公，这就是最好的。刘畅骂道：好个屁，没见识的笨货，你晓得什么叫好账吗？七宝账、紫霄账、九华账、玳瑁账、连珠账，听说过吗？不论哪种，明日就去西市寻了商户给我买来。还有这屏风，我曾瞧见有人有做银胶观鸟毛贴式的盛装仕女屏风，你去给我弄一架来，不拘多少钱。那管事的忙忙的应了，退下不提。刘畅盯着兀自晃动的水晶帘，思绪不期然的又飘到了那个午后。他当时也是隔着水晶帘，看着牡丹穿着豆青色的短襦，系着石榴红的罗裙，慵懒美丽的躺在窗下的软榻上，素白完扇盖在脸上，浓艳的紫色流苏从凝脂般美丽的脖上倾斜而下，胸前绣的金色花蕊反射着阳光，是那样的黄眼睛。当时他其实是觉得看不够的，可是他一点都不招人疼，忒般可恶，惹得他发作。可是如果那个时候他没有和清华在一起，他没有看见，会不会一切都不同？他第一次想到这个问题，一时心头有些酸软，又有些寒凉，彻底没了睡意，又发疯一般叫人把管事再次喊过来，亲自持着蜡烛，游魂一样的在院里游了一圈，看到不满意的便叫统统换了最好的来，折腾了大半夜，鸡叫时方才在葡萄酒的作用下睡着了。一大早他从噩梦中惊醒，先叫人去跟牡丹，将人给接到京兆府去看看热闹，随即他自己约见了蒋长义一回，又跑到京兆府去蹲着，想着是先拿二郎或者五郎来开刀好呢，还是继续拿六郎来折腾。他有些拿不定主意。等了小半日不见人来，接着又说没见着人，不知什么时候去了哪里。刘畅不由恶从心头起，向胆边生，先叫人狠狠抽了气息奄奄的六郎一顿鞭，又要叫人去抽二郎和五郎，不好打残了，先叫他们吃点苦头总好吧。反正又不是他打的，是别人打的，他只是不管而已，还是他和牡丹自己逼他的。正要动手呢，就被潘荣闲着脸给缠上了，硬拉了他要请他喝酒。刘畅晓得他打的什么主意，也不揭破他，照常叫人去使力，他自己跟了潘荣去。他才一去了，就有人拿了朱国公府的名帖找上了管事的，言道何家是蒋家的亲戚，案情未明之前暂且高抬贵手云云。刘畅弄得昏天黑地的，突然见秋实鬼鬼祟祟的摸进来，伏在他耳边低声说了几句，刘畅一时听得心神荡漾，酒都醒了大半，忍不住就暗笑了一声，死女人，不见棺材不掉泪。再一看天色都晚了，要关房门了，他要寻他，或是他要寻他，都来不及了似乎。立时踉跄着起身要走，不妨被潘荣与马眼儿一边一个，嗤笑着死死拽着不放，只急得他要死要活的，翻了脸才出去，可是四下里房门已然闭了，只好悻悻然又折了回去。马眼儿将袖半掩着脸，故意装气，只是不理他。刘畅委委屈屈的住下，一整夜梦里都是牡丹。清早阳光灿烂，清华郡主的脸上却半点都不灿烂。自成亲一衣时，刘畅便半点不在状态，虽然也还往他房里来，却总不肯与他亲热，每每被他逼急了，不拘早晚起身便走。下了一回药，倒被他收了他新近最宠信的一名婢女，然后倒骂那婢女狐媚不守规矩，让赶出去，气得他要死。他撒泼也好，
哭闹也好，他是自若淡定的很，而且立刻就请医来家给他诊脉，或是让人去魏王府寻人来看他。他嫂先时还来劝他说，反正姬妾都散了，他也经常在他房里，一不舒服就请医来家，待他足够好，还闹什么？他的自尊是不允许他说刘畅用对付和牡丹的办法来对付他，只能是忍了。再闹，家里便推有事没人来了。瞧瞧，这眼瞅着又是在大节下的连着2夜不归，把他当成什么人了？清华郡主想到此，先去上房寻着戚夫人借故发作了一回，摔了戚夫人最心爱的一个琉璃描金茶盏。戚夫人本来就心情严重不好，对他严重不满，无端吃气，怎能忍受得？不敢惹他，便去惹刘成彩，揪着刘成彩的胡，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说要绞了头发做姑去，弄得刘成彩也心火上升，一叠声叫人去寻刘畅归家，问刘畅死到哪里去了。这下合了清华的意，他便不闹了，笑眯眯的吃着酒等。刘畅本是瞒得紧得很，怎奈有人故意递了消息来，立时晓得刘畅在永阳坊置了一所大宅，设的连珠宝帐，安的羽毛屏风，金银碗盏，绫罗帐幔，奢华得很，里头还有好些个貌美的年轻女，怕是金屋藏娇。再一问，晓得他一夜宿在永阳坊里，一夜是宿在了马眼那里，又风闻有人要替马眼赎身，气得将一口银牙咬碎。又听说刘畅不肯归家，立时怒火攻心，多少天来积下的气全都喷将出来，气势汹汹的命人准备了车驾，不管不顾的奔将出去，一心要把刘畅这个窝给烧了才舒坦。刘成彩见清华面目狰狞的要出门，生怕出丑，忙叫人拦住，上前去劝说，反被他骂道：呸！老的养外事，小的也跟着，上梁不正下梁歪，还拦着我。刘成彩被他当众唾骂的老脸无光，怒气冲冲的往后头去了，发誓再也不管他两口的事情去了。后头又被戚夫人扯着哭，气得捶着胸跌着脚骂道：这家里待不得了。随即大发雄威，将戚夫人推在地上，拔腿往外头去，夜里也不耐烦回家。刘畅清早起来就叫人去何家通知牡丹，直接到永阳坊来，他自己急抓火燎的往永阳坊去，怎么哄牡丹，然后拖多久才把二郎他们放出来。永阳坊远，起码也得走许久，到了永阳坊，快到的自家宅附近，只听得一片喝骂之声，有许多人围着看热闹，还蒸腾着一股青烟，不由觉得大不妙，忙往上去看了。但见院门大开，清华身边的几个嬷嬷面目狰狞地守在门口，自己买了来准备伺候牡丹的几个貌美奴婢被捆成一串跪在院里头，满头青丝被剃成阴阳头，如花似玉的脸蛋上全是红掌印，差点打成了猪头，伏在地上只是哭。管事的被抽得躺在地上，只是咿呀咿呀的乱叫。清华高高立在台阶上，冷冷地看着他，脚底下还踩着撕碎了的连珠宝帐，踩得稀烂的羽毛屏风。他身后的朱漆阁扇门统统被砸了个稀烂，后院里头狐臭一片，青烟直冒，不用问也晓得发生了什么事。清华见了缩头缩脑的秋实，便又要叫人将秋实绑起来，好生教训一回这不长眼引着爷们坏的小厮。秋实吓得一把抱住刘畅的腿，鬼哭狼嚎，直喊救命。清华才管，亲自上前去扇秋实的耳光，边抽边含沙射影的骂刘畅，又骂小人狐狸精云。刘畅顿时气不打一出来，挖心挖肝的疼，新仇旧恨一起涌上心头，狠狠骂了一声：毒妇！我今日若是忍了这口恶气，我就不姓刘。握紧了手中的鞭便，想朝清华抽去。清华见着了，尖叫了一声，一瘸一拐地朝他扑过去，长长的指甲向着刘畅白嫩俊秀的脸蛋儿恶狠狠地挠上去。你做了丑事还敢打我？刘畅岂肯让他挠着，一把扯住了，就是一脚踢过去，二人顿时扭成一团，互扇耳光，又咬又踢，你来我往，谁也不让谁。几个嬷嬷见状，赶紧的将门给关死了，扑上前去拉架。只那二人死死抱在一处，谁也不饶谁。待到好容易分开，清华顶着个黑眼圈，发乱鬓散，钗横尾地，肿着半边脸，嘴唇上还流着血，躺在地上疼得起不来身，手里牢牢攥着从刘畅头上扯下来的一把头发，也不流泪，只睁大眼睛仇恨地瞪着刘畅，呼呼直喘气。刘畅则扶头被扔到一旁，发髻歪散着，衣带被扯断了，衣领被撕烂，软哒哒地落下来，垮在腰间，全身的尘土，脸上好几条深深的血痕，脖上老大一个血口，却是被清华咬的。也是吃人一般看着清华，凶狠无比。几个嬷嬷弄清楚清华嘴唇上的血是咬刘畅咬的，看似刘畅吃亏更大，便放了心，一人劝了一句，扶的扶刘畅，搀的搀清华。清华倔强不肯说，他肚吃刘畅踢了几脚，疼得抽筋，强忍着起了身，瞪着刘畅道：我与你没完。刘畅一手捂着脖上的伤口，歪着脖豁出去的吼道：你且去！
娶了你这毒妇，我就断绝孙了，全家老小日日受你阿扎气，自家弄个圆朵清净都不行，又烧又打又杀。走，我与你一同去见你父王。你守的什么妇德？尊的什么孝道？要打要杀，悉听尊便。心里头却有些打鼓，一闹闹大了，少不得拔出萝卜带出泥，扯出何家这事儿来，先吓唬吓唬，安置下来再说。清华憋着一口气，怒道：谁怕你来？你养外室，错先在你。刘畅冷笑：捉贼捉赃，人在哪里？清华指着下头一串变了烟的小美人道：他们不是吗？刘畅越发笑得阴险：是呀，是呀，就是呀，爷都还没来得及收用呢，要不收几个去伺候你。边说边上下扫了扫清华，冷笑道：让他们日日给你炖羊腿烤羊腿，好好补补。又去拖清华，将手上的血糊了他一脸。来来来，让人看看你的丑样儿，毒样儿。清华看他肆无忌惮的模样，晓得是抓不着他痛脚，想到自己这惨样落到昔日姐妹眼里，从此没脸见人，一时没忍住，一声哭了出来，拖着屁股死命赖着，只是不肯去。刘畅拖得累了，一把扔他在地上，气喘吁吁地道：说是谁撺掇你来的？没脑的蠢婆娘！边说边朝秋实使眼色，让他去拦牡丹，只怕牡丹会来撞上。179坟王妃回来了。秋实倒是想赶紧跑掉，拖这个是飞窝呢，可他刚挪动脚步，就被清华一大声喝住：站住！作死的奴才，这是要去给谁报信呢？刘畅和秋实的小心肝都颤了一下。刘畅道：我本与人约好今日要谈生意的，现下成了这样，怎么见人？少不得叫他去和人说一声。想想要叫清华不发声，就是要叫他不得闲，于是又发力去拖他。你只顾管他作甚？我问你的话你还不曾回答，你到底说不说？不说我们就去找你的人评评理，看你自进了我家的门兜了些什么。清华本已试了退堂鼓，见他又扯过来，实在躲不得，又实在害怕，只好虚张声势。他刘畅，你敢？你再敢动我一根头发丝试试，我一定去宫里头，我也这张脸了。刘畅呸了一声，骂道：我还不要命了呢，正经的公主娘娘也没你这么不知轻重的，到底是谁说的？你说不说？不说我定然休了你。确实没有再动手了，只暗自盘算，得弄件事，把清华的痛脚抓在手里才好。你敢？我才先出了你。清华只不说是谁说的，奋起反抗，他越不说，刘畅越怀与萧月溪脱不开干系。二人在那里纠缠不清，秋实趁机跑了出去，拐两拐，奔至半途中，远远看见一个像是的身影与个年轻男说话，随即跟着那男走了，立时跌起脚去追，没追上，打探无门，只好折回去报信。彼时刘畅与清华已经停止练武，只在修炼口才。刘畅见秋实回来了，心急火燎要将清华撇开，一问究竟，怎奈清华发现他心急，偏就不放，二人变成焦灼状态，谁也奈何不得谁。几个嬷嬷也不劝，只在一旁袖手看着，谁都晓得这二人是轻易离不掉的，看着不出大问题就好。闹到天降要黑，二人都腹中空空，没了精神，方才借着下人相劝，个个回去。刘畅听秋实报了，气得晚饭都吃不下去，心急火燎的一打听，这才得知二郎、五郎有人插手暂且保下了。保的人不是别的，又是朱国公府，立时便想到与杜夫人分不开，一时就有些烦躁，又是朱国公府，又是萧家，还答应了他，也不知那死女人到底背后答应了多少人的条件。果然好得很，正在咬牙切齿，想赶在天黑关闭坊门前施展下一步行动，又听说魏王府来了人，来的却是魏王是妃，到底是娘家人，拐弯抹角地将戚夫人和刘成才噎了一回，又训刘畅。清华得意得很，刘畅不得已，忍气吞声，一拖错过了最佳反应时机。且不说刘畅这边如何成了一团麻，牡丹天微微亮就在汾王府外头候着，守了1日不曾守到，倒是张五郎和秦娘都分别派人来会过了他。第2日一清早，他又在王府外守候，一边来回踱步御寒，一边低声与贵说话打发时间。不多时，忽见一个穿着褐色圆领袍的马脸汉骑马过来与贵打招呼，审视的看了牡丹一眼，贵忙跟了他立在墙边低声说话。二人说了一回，那马脸汉留在原处，贵过来叫牡丹娘，这位是金爷，这次的事情多得他相助，万事齐备，只欠东风。牡丹大喜，忙整了衣衫，上前去谢。金爷目光锐利地看着他，还了他的礼，将一叠纸递给他，道：某已将所托之事尽数办妥，适才已然到与贵知晓，郎君不用多谢，这本是某欠下的人情。然后扬长而去。牡丹津津有味地翻看着手里的纸张，戏谑道：
虽则得了张五哥他们的相助，但若非你请动了内卫，也不会如此顺利。你这样能干的人，怎会卖身为奴？你若是去跟随个王侯将相什么的，不说飞黄腾达，也比跟着我强。原本是想将雨禾配与他，但越看贵得力的表现，越是不敢开口了，说不定又是个装的。这些人看的不是小的脸面，还的是将军的情分。贵笑道：至于小的，出身本就卑，要说王侯将相，将军可不是将护得您周全，将来将军可不会较小的吃亏。他欠的可是蒋长阳条人命，说不得，说不得。牡丹微微一笑，越发想蒋长阳。忽听清脆的马蹄声从街口处传来，紧接着车轮铃铃声响，他立时振奋了精神，回过头去睁大眼睛看着，但见20多号人马簇拥着一张双马拉成的大车对着自己这边行了过来。牡丹愣了愣，随即狂喜，不假思地迎了上去，大声喊道：民女何为芳，求见焚王妃。看见有人拦道，便有侍卫上前凶神恶煞的驱赶，跪挡在牡丹面前。牡丹只是跳着脚大声喊，仗着跪掩护，身形灵活，左冲右突，一直往前头去。马车停了下来，少卿一个垂髫侍女走过来，审视地看着牡丹道：哪里来的浪荡，竟敢如此无礼，冲撞王府仪仗？王妃命打20鞭扔出去。浪荡！牡丹突然想起自己上唇处还贴着的小胡子，立时手忙脚乱地扯了一把，也不管扯干净没有，只厚着脸皮大声道：我不是浪荡，是王妃自己说我是她的小朋友，邀我来府里做客的。我姓何，上次是跟着白夫人去的浮云关，烦劳这位姐姐替我和王妃说一声。那侍女早得了吩咐，一边看着牡丹脸上残留的半边胡忍着笑，一边故作严肃。好大的胆！王妃说了不认得你。牡丹睁大眼睛，一边躲避来拿她的人，一边大声道：外面人都说王妃体恤下情，古道热肠，常救人于危难之中，我这才来的，如今看来却是假的，也只是沽名钓誉之辈。打了也好，叫我认清了才好。焚王妃在车架里听见，倒笑了，与身边的侍女道：还是一样的胆大妄为，婴儿你去领他进府。婴儿跳下车，喝住揪着牡丹的侍卫，掩嘴笑道：这位长着半边胡子，不知是男是女的小郎君，王妃问你，你认清楚了又怎样？牡丹听他这样问，心中大定，伸手将另外一撇小胡子撕下来，老老实实地道：不怎样，我就是想引起王妃的注意，听我一言。婴儿笑道：你倒是老实，王妃要见你，请随我来。牡丹看了贵一眼，将怀里的纸张尽数递与他拿着，转身随婴儿进去，在一间小小的花厅坐下来候着。约莫过了2盏茶的功夫，便有人来领牡丹入内，七拐八弯入了一间华屋，但见正中蜀锦七彩第一花团锦簇，上头压着兽头银鎏金香炉吐纳芬芳，四边帐幔低垂，一架素白屏风前设着张美人榻，榻上歪靠着的正是焚王妃本人。牡丹上前行了礼，焚王妃淡淡叫她起身，道：我原定要元宵节关灯才回，你怎知我今日回来？牡丹老老实实的回答道：实不相瞒，一直就守着的，昨夜里是歇在这附近的底店里，就想撞个好运。焚王妃也不问他到底为了什么事，只问为何不让白夫人领了你来，或是递上名次等我通传，何必去闯我的仪仗？就不怕被打了扔出去吗？阿欣她身体不好，在养胎，不敢劳动她，等您召见，又恐误事，让兄长受罪。敢大胆闯王妃的仪仗，一是久旱逢甘雨，喜而忘形；二是知道王妃心善，不会与我计较，后来大胆说那些话，也只是听说您忘了我，仗着您心善，故意想引您注意，希望您见着了就想起来了。呵，焚王妃沈笑了一声，道：小嘴挺会说的，我要是成你，倒是我不心善了。罢了，小朋友，你寻我何事？牡丹忙将当日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焚王妃道：你是说你家是冤枉的，被人陷害了？牡丹点了点头。焚王妃慢吞吞地道：可是据我所知，那事证据确凿，想要翻案那是万难，你是欺我不知实情，特意来引我替你去冲锋陷阵得罪人的。你心疼你朋友阿欣，心疼你的家人遭罪，为何就不感念我也曾帮过你忙？牡丹一时沉默下来，虽然她靠着秦娘、张五郎、内卫、李信等人相帮，已经将事情大致经过弄清楚了，关键地方有了充分的证据，可是还需要一个人城头将它揭出来。到底牵扯到这么多人，民告官就算是一时告到了，解了一时义气，也是后患无穷。之所以找上焚王妃，就是想找一条折中的，对何家最好的解决办法。焚王妃是蒋长阳信任的人，也是他能想到的最合适的人，既然不行，那便只有走另一条。想到此，牡丹抬头笑了一笑，强忍着想要继续苦求的欲望，朗声道：王妃说的是，谁都不容易。
谢谢您上次帮了我，这次又拨冗见了我，听我唠叨这半日，为难您了。说完望着冯王妃深深一礼，便要告退。冯王妃见他果然要走，道：慢着，你既然言之凿凿说你家兄长是被冤枉的，应该有证据吧？你苦守这几日，空跑这一趟，难道就甘心吗？不怨我。牡丹苦笑道：我会失望，但绝不会怨您。他从来不是那样的人，至于证据，没有十足的把握，他怎敢让他出现？冯王妃垂眸不语，挥手让他离开。见牡丹离开，婴儿便问冯王妃：王妃为了他匆忙赶回来，为何见了他又什么都不做，就叫他离开？冯王妃泰然饮茶：且是他一事，蒋大郎千里传书求我，我总得看看他的目光如何，看他配不配。你这样做，和大胆行到冯王府的大门处，想到此时不知外头有几双眼睛盯着自己，断然不能泄露了实情。就算是冯王妃不肯帮他，他也要把一切运用到至。便收拾心情，笑眯眯地与桂碰了头。桂看他神情好，还以为成了，便问牡丹：可是成了？牡丹只是点头，待到拐弯处，确定周围没有眼睛了，方收了笑容道：接下来按照我原来定下的计划走。回去后先将这个抄10份备用，然后送半份给何忠诚，就告诉他我有可能会去敲灯闻鼓。这是试探何忠诚的看法，同时也是利用他传点风声出去给人看。二人行到门口，一时就在附近瞅见好几个鬼鬼祟祟的脑袋，遂置之不理。门房看见牡丹，大喜，一边开门一边大声通知里面，说是牡丹回来了。牡丹只是笑，正要提步入内，忽听得有人喊了一声：何娘！牡丹回头，却是吕方领了小厮坎儿站在隔壁人家的门口，便引了进去奉茶。一说起来，吕方也是知道了这事情，上门来慰问探望的。牡丹并不敢与他深谈，只谢了他的好意。吕方也自知交浅言深，人家不可能与他说什么，便道：实不相瞒，我也认得几个人，我愿意替您去跑跑，想法先拖一拖，拖得越久越有利。只不过事成之后，你得答应我给我看你那。他也是与萧月溪闲谈游玩，偶然得知此事，萧月溪言谈之中又表示不平，愿意替何家伸张正义的意思，他才敢来讨这个人情。牡丹看他那样似是有些胸有成竹的，一边猜他到底和谁有关联，一边道：没得说，先谢石公的好意，我感激不尽。说到此处，顿了顿，其实我这几日东奔西走，寻了好些故交，现下也找到了一个万全之策，就是等着时机。不过能多得一把助力也是好的。左右到了现在，那群人也该知道诸国公府插了手，他也曾跑过汾王府，不管吕方去寻谁，他暗示一下，兴许会收到的效果。吕方见他应了，高高兴兴地起身告辞去寻萧月溪。萧月溪听说，暗忖道：万全之策，结合他这2日得到的消息，应该是和牡丹得了汾王妃的保证，或是受了景王或是何忠诚的撺掇，结合他那样的性格，很有可能会去敲灯闻鼓。灯闻鼓，他破釜沉舟，胡闹腾一回，一闹到蒋长阳回来，变数大，左右流畅，骑虎难下，无论如何都会到底，他便罢了，他只需做好下一步就行。想到此，萧月溪便挑了挑眉：这事简单，我一位友人得了2盆江南送来的冬牡丹，后天正好办个宴会，你让他着了男装来，我引荐几个人与他认识，一定促成此事。吕方便催他赶紧拿帖，萧月溪笑眯眯地取了递将与他，发他出了门，立时叫人进来，去告诉他们，立时把事情全都抹了，不许再管这事儿。自然会有人去做到底。却说吕方才一走，又来了访客，是百香。我们夫人说，这事儿果然是小人作祟，不过你也知晓，原来与萧家传过什么话，国公爷那里是通不过的，因此都是我们夫人私底下帮您，难大得多。他已是使尽了力气，却也只得这案暂且拖一拖，让令兄暂时不受罪。最后还是关键要看您。牡丹便做出感激虚心的样来，拉着百香说好话：姐姐告诉我该怎么办才好。百香道：夫人心善，自家也是过来人，见不得人吃苦受累，更见不得小人得志，有心想成全您，但只怕他尽了全力，到最后坏了有些人的好事，将谗言传到大公耳朵里头，2下里一挑拨，他里外不是人，他倒是可以忍了，最怕的就是大公也对您生了误会，可怎么好，那怎么办？牡丹担忧地道：我没什么见识，还凭夫人指点，有个好机会，一劳永逸。百香笑了笑，如此这般与牡丹说了一回，牡丹都赌咒发誓的一一应下不提，随即却又不在家中住了，换了身衣服，悄悄而出了门，躲得无影无踪。吕方才一拿了帖就直奔何家，说是要找牡丹，得知牡丹不在家，没人知道去了哪里，不由大急，一定面见岑夫人，
留下帖，再强调了这个宴会的重要意义，请牡丹一定要去赴宴云云。刘畅刚见了一个人，那人答应他会亲自和萧月溪说，不许萧月溪插手，也会暗自去管朱国公府的事，高高兴兴回来，卯足了劲儿准备大干一场。先是听说萧家的人全部偃旗息鼓了，正在想动作还真快呢，紧接着又听说焚王妃突然回来，牡丹闯了他的仪仗，被请进了焚王府，出来的时候笑容满面，又听说牡丹身边的小厮去偷偷找过御史台的何忠诚，出来以后神色轻松，他立时敏感地闻到了一股不同寻常的味道，马上叫人立即出去再探。牡丹并不知晓这一切，他藏身在张五郎的一个用的小院里头，听贵从何忠诚那里得到的回复。何忠诚说，赞成您去激灯文谷，只要您敢做原告，他就敢豁出去。牡丹沉吟不语，半份材料就鼓动他去敲灯文谷，纵然这也是他希望得到的结果，但有些事情的真相委实难猜。他皱着眉头，费尽心思地试图从这些信息中分析出对他最有利的办法来。他不过是个小人物，从前不曾到过这些事情，是摸着石头过河，很难。秦娘那边也来了2个人，一个是阿慧，另一个牡丹认不得，是个神情严肃的中年妇人。阿慧望着牡丹道，我家娘也说赞成您去敲灯文谷，到时候她自会想法帮您。口里说着，却一直在偷偷瞟那个中年妇人。牡丹心知有意，便应了。既然都这么说，我便去敲。阿慧深深望了牡丹一眼，退了出去，却将头上一支钗掉落在地上，砸在青砖上，叮当一声响。花儿忙拾了还与他，便笑道，幸好是银的，若是水晶或是玉的，岂不是粉身碎骨？那可是冤枉死了。那妇人抿着嘴看了他一眼，阿慧坦然自若地望着他微微一笑，又与牡丹别过一遭。牡丹长吁一口气，看来秦娘这边出了点问题，秦娘不赞成他敲灯文谷，可是他背后的人希望他敲，希望事情闹大一点才好。紧接着又有人送了吕方的帖过来，将原话传到。张五郎不由冷哼一声，这姓萧的可真是见风倒，脸皮天下第一厚，12个城墙转拐，还加10个对窝底。牡丹想起杜夫人通过百香传的话，不由微微一笑。第二日她穿了短衣，把脸抹得焦黄，装扮成一个小厮的样，由张五郎等人远远跟着，穿过延禧门，直达宫城正南的承天门外。他远远看着朝堂外东边立着的废石，西边立着的灯文谷，一时不胜感慨。他抬起头来，将脸上的妆容一一擦去，露出本来面目，直视着灯文谷，一步一步地走过去。张五郎立即扯开喉咙，大喊一声，有人要敲灯文谷了。一时之间，在场的眼睛都朝牡丹看了过来。继续有人喊道，是个女，还乔装打扮，大概是有奇冤。牡丹充耳不闻，一步一步地往前走，走到灯文谷前，他伸手去拿那2根鼓槌，忽然听到有人喊了一声，妹，你撕，没有证据怎么争？紧接着就有人跑过来，拉住他开始劝，要拉他回家。牡丹咬着牙从怀里掏出一张纸，抖着道，我有证据在手，今日就要拼了，谁都不许拦我。刘畅沉着脸远远站在一旁看着，朝着身边的人歪了歪下巴，示意人赶紧趁着机会去把人拦下。他才晓得了萧月溪给牡丹下了帖示好，才晓得有人早就知晓牡丹要来敲灯文谷，晓得牡丹掌握了证据，晓得牡丹有了靠山，人家都准备撇开了去，光丢了他一人撑着。理智告诉他，他应该和他谈判，他也正是打算这么做的。可是他觉得心里最深处有个地方非常非常的冰凉，心灰意冷。他宁愿死，宁愿拿全家冒风险，他也不肯遂了他的意。忽见有个内监到他跟前，神态倨傲地道，是刘思成吗？我家王妃要见你。刘畅望过去，但见不远处一张马车静静地停在墙角转弯处。他回头看了牡丹一眼，抬起脚来，缓慢地一步步地朝那张马车走过去。却说牡丹这边有人看不惯了，出来道，朝堂之外岂容如此喧哗？兀那女到底击鼓还是不击？不击就速速开，省得大板打下来不是耍处。牡丹一时有些茫然，原本他该按原计划被人拦住，然后回去等人和他谈判，可他不是女诸葛，做到这一步他已经费尽了全力，后面会不会按照他安排的来？他有种半疯狂的欲望，灯文谷就在他面前，只要他举起鼓槌击下去，他的状就可以直接送到皇帝面前，他一定能胜了这场官司。可是他也明白，足之虫死而不僵，将来和家人在京城中做生意和生活都会平白多了许多麻烦。忽然一双温热的手放在了他的手腕上，焚王妃含笑看着他道，你个何大胆，我倒小瞧了你。小小的茶楼隔间里，昏暗的光线，低矮的坐榻，陈旧的铺设，就是茶瓯也露出一种年深日久的陈色。
唯有隔间正中的铜火盆锃亮，里头的炭火燃得红中发白。隔着一张低矮的茶几，刘畅与面坐着，两个人都是静默无语。到了这一步，已然成仇，再无多话可讲。良久，隔扇门被人从外头轻轻敲了一下，那间特有的公鸭嗓响起来：“何娘来了。”牡丹忙应了一声，起身要走，不期然的袖被刘畅一把扯住。他停住脚步，看向刘畅，本待出言讽刺，可看到刘畅清白中还带着几道深深血痕的脸，寡白的唇，两条显得越发凌厉的眉毛，包着细白布的脖，不敢再刺激他，只是默默抽出了袖，却也没有马上走，道：“你该知道我的决心，我希望你遵守诺言，以后再来扰我和我的人。这样闹腾没有任何意思，对谁都没有好处。”刘畅颓然垂下手，目光复杂地看着脸上还残留着黄粉残痕的牡丹，盯着她浓密卷翘的睫毛，挺直小巧的鼻，娇嫩的唇瓣。他慢慢地转过脸，盯着忽明忽暗的炭火，机不可闻地道：“你走吧。”牡丹沉默片刻，道：“说好了的事情，我希望你紧着些办理，我没什么耐心。”刘畅不语，待到耳畔的脚步声渐行渐远，他猛然回头，却只看见两扇刚刚合拢的门。他使劲呼吸着周遭的空气，试图抓住一丝一缕曾经熟悉的芬芳，却什么都没有闻到。他举起那只刚抓过牡丹袖的手来，仿佛还能感觉到他冰凉中又带了点粗粝感觉的袖从那里刚刚划过，但也只是仿佛。他突然地握紧了空空如也的手。良久，忽听得外面传来一阵喊声：“下雪了，下雪了，好大的雪！”他方起身走到窗边，看着外面纷纷扬扬的大雪，空旷冷寂的街道，僵硬地站直了身，越站越直。他将窗全部打开，任由北风将雪花吹送进来，落得他满头满脸，又化作冰凉刺骨的雪水。他闭了闭眼，大声喊道：“秋实！”秋实蔫头蔫脑的进头来，小声地道：“公。”刘畅抓起旁边的披风，一阵风似的走出去：“牵马出来，走。”秋实赶紧跟上：“这大下雪的，公爷您要去哪里？回家吗？”刘畅淡淡地道：“去哪里？自然是去找人情关系。”这事儿最后牡丹虽是采用了折中的方式，但他心里头明白，要将和家人弄出来，将沉香木事件抹平，一定得有人撑着。他除去现在要赔何家的损失以外，必会被秋后算账，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突然获罪了。而另外那两人只会推得干干净净，说什么都是为了帮他，一时之气可以忍，但不能忍一世。既然人家看不上他，他便自去寻他的伯乐。秋实不知他在想些什么，只知道主要倒霉了，现在除了要保官职不受罚以外，肯定顾不得其他的，便咧着嘴道：“那明日的宴会不去了吧？他岂能让萧月熙如愿？”刘畅咬了咬牙，不假思地道：“去，已经到这一步，不差那半点。告诉他们，再出差错我灭了他们。”言罢将兜帽戴上，一头扎进风雪之中。傍晚时分，走得疲累不堪的他在丰乐坊的一座宅前停下来，转了好几圈后，最终紧紧扯着兜帽遮着半边脸，敲响了角门。牡丹从隔间里出来，快步穿过狭窄的通道，行到对面一间宽大些的隔间，轻轻扣了几下门，门很快打开，冯王妃缓步走出来。冯王妃不言不语的将手递给牡丹，牡丹愣了片刻，便拖住了扶她下楼。到的楼下，冯王妃示意牡丹跟她上车，牡丹看了看自己身上的粗布衣服，含笑道：“我这装扮。”冯王妃不语，只偏了偏头，因而笑道：“还推辞什么？”言罢推着牡丹上前。牡丹弯腰上车，突然觉得额头上一点冰凉，她伸手一摸，却是一点清亮的水。她抬起头来，但见严实的雪粒儿从天空飘落下来，慢慢的越下越密，因而欢喜地道：“下雪了，下雪了，王妃，下雪了呢。”冯王妃看着愣愣地立在马车外头的牡丹，道：“你准备在这里站一整天？我与你说完话还要进宫呢，除非你不想赶紧接你哥哥们出来。”牡丹露出一个发自内心的灿烂笑容来，立得钻进了马车。冯王妃的马车里头铺陈得很舒适，暖和得很。冯王妃拉牡丹坐在小炭炉前，盯着她看了两眼，道：“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牡丹笑道：“先回家通知家里人，然后准备接哥哥们回家，挨着上门谢人，挑个好日，准备重新开张。”冯王妃抿嘴笑了笑：“那蒋大郎呢？”牡丹不期他会突然提起蒋长阳来，便垂下眼睛道：“等他回来又再谢他。”他已经听婴儿说了，这次是蒋长阳千里传书，求冯王妃回来助他，他自己则在赶回来的上，不是今夜就是明早定然到京。虽然婴儿暗示，即便冯王妃昨日拒绝了他，但最后始终都会出手相助。可是牡丹很明白，冯王妃昨日的拒绝意味着什么，不认同、不相信，就是这6个字。
焚王妃目光锐利地看了他一眼，淡淡地道：你们之间恐怕用不着谢了吧。牡丹刚开了个头，焚王妃摆摆手，我喜欢上进敢拼重情义自重的人，愿你们心想事成。婴儿朝牡丹挤了挤眼，暗暗推了他一把。牡丹忙道：谢王妃成全。焚王妃笑起来：谢我作甚？我又不是他家长辈，充其量能替你们做个媒人罢了。这个媒人可不好请。牡丹忍不住微笑起来。焚王妃见他笑了，脸上便露出一个孩气的调皮笑容来。这也是蒋大郎求我的。你那阿新昨日才听说我来了，便拖着身来求我，也不枉你心疼他，他也是心疼你的。他顿了顿，有些骄傲地道：说起来，我做了10几桩媒，从来没有过得不好的。要我做媒，我是要先看过，认定了才肯答应，不能砸了我的金字招牌。这便是表示认同牡丹了。婴儿这丫头精贼精，立即又推牡丹：还不赶快谢过王妃吉言，将来您和蒋将军一定会过得很好。牡丹有些脸热，果真起身谢过。焚王妃见她虽然面红耳赤，却毫不扭捏，不由哈哈大笑：总有一日要吃你的谢美酒。宣平方宫城并不远，很快就到了何家大门处。何家早得了张五郎等人赶早送回来的信，岑夫人领着一群人立在门后着，俏以待。一见车马过来，一碧香上前行礼道谢，一碧香热情地邀请焚王妃入内奉茶奉饭。焚王妃含笑道：此案很快就会水落石出，你家蒙受的不白之冤自会昭雪，作祟的人迟早会受到惩罚，你可以准备压惊宴了。又拉过牡丹的手递给岑夫人：你养了个好女儿，真是有福气。岑夫人握紧牡丹的手，笑得合不拢嘴，牡丹也反过来握紧她的手，两母女依偎着，甜甜蜜蜜的笑。焚王妃看着这对母女，夸张地喊道：哎呦，我不能再看了，我没女儿，这是故意让我眼红的。走吧，走吧，进宫。要了何家损失的清单，马车转过，自去宫中收拾这事儿的虚伪不提。且不说何家众人欢欢喜喜地打扫房间，准备接2郎、5郎、6郎回家，又备下好酒好菜，宴请答谢一众亲朋好友，聚众欢腾不提。天降黑时，骑快马抢在城门落下之时飞奔入城，踩着木鼓，踏着茫茫大雪，朝永善坊飞奔而去。看见这骑入了城门，立即便有人分别往诸国公府、萧府而去。牡丹与岑夫人等送走张五郎、李满娘、李姓等一众亲朋好友后，回到房中软在睡榻上，闭着眼睛盘算明日的事情。杜夫人要利用他，又不知萧月熙打的什么主意。还有蒋长阳，他马上就要回来了。牡丹捂住有些发热的脸，翻身趴在锦背上闷笑起来，他也和个傻大姐似的了。忽然听得外头脚步声响，英娘和荣娘差不多是尖叫着跑进来：姑姑，姑姑，快出来，蒋叔来了。天黑屋暖，饭饱神虚，甩甩本是昏昏欲睡，乍听的这声尖叫，犹如被打了鸡血一般，猛地竖起翎毛来，怪叫一声：蒋叔，蒋叔！牡丹猛地翻身坐起来，一颗心咚咚只是跳，差点没冲出胸腔去。他一手捂住了，起身要往外走，随即又折回去，坐在镜前，手忙脚乱的梳头，又看自己身上的衣服怎样。英娘和荣娘进来，拉着他就往外头扯：好得很了，好得很了，快快！牡丹忙乱中蘸了点清水，抹了抹头发，低声骂道：臭丫头，你们急什么？英娘和荣娘只是笑，拉着她不2步走到外间正堂门口，大声道：姑姑来了。牡丹一眼就看到蒋长阳从座位上站起身来，死死地盯着他看，不由心跳加速，却假装很镇定地望着他笑：回来了。蒋长阳心疼地看着他：我回来了。烛火摇曳，暖香盈屋，蒋长阳一边吃饭，一边抬眼看着对面的只是笑。牡丹半垂着眼，借着睫毛遮挡，不时偷瞟一眼坐在不远处的岑夫人等人，又不时偷偷看蒋长阳一眼。2人目光对上，都是心领神会的微微一笑。岑夫人与薛氏、林妈妈、封大娘在一旁低声说话，不时偷窥这2人的表现，将他2人的神色看在眼里，全都装作不曾瞧见，只是说话的声音越发大了，笑容也越发灿烂。蒋长阳口2口将碗里剩下的水晶米饭下了肚，然后将碗递给牡丹，示意他再给他盛点。牡丹含笑接过，满盛一碗递过去：吃慢点，吃急了不好。也不知他是几天没吃好了，这样狼吞虎咽的，这都第4碗了。蒋长阳满不在乎地道：没事儿，我从前的时候一眨眼的功夫就可以吞掉一个蒸饼。牡丹不信：你都不嚼呢。怕是猫吃鱼，狗吃肉，正在说，脚就被勾了一下，接着某人的脚挨着他的小腿轻轻蹭了几下。牡丹的脸顿时滚烫发红，心跳慢了半拍，
缩了一下腿，却又被勾住不放，不由抬眼瞪着蒋长阳，只是不说话。蒋长阳没事似的笑着，声音还大得很，显得他多光明正大似的。你还不信？你要是这会儿有，弄个来我吃给你看。牡丹暗自呸了他一声，低声道：你别过分了，小心被我娘拿大棒赶出去。蒋长阳无辜地看着他，怎么了？我怎么了？牡丹抬起脚来，一脚踢过去，蒋长阳不避不让，生生受了，明明眼里满是笑意，还假意紧张地偷看着岑夫人等人，低声劝牡丹：别胡闹，小心让他们听见了，多不好意思。牡丹鄙视地看着他，小声道：你还知道不好意思？你个登徒！蒋长阳见他脸红扑扑的，眼睛水汪汪的，嘴唇娇艳的如同花瓣一般，害羞带笑，又加上薄嗔，端地是明艳娇媚不可方物，不由晕了晕，笑道：我怎么是登徒了？你给我说清楚。忽听得岑夫人站起身道：也不晓得乌他们在外头吃的可好，我去看看。薛氏也道：也不知道英娘和荣娘几个丫头收拾的房间怎样了，我去看看。然后都一本正经地吩咐牡丹，好生招呼好成风，若是饭菜不够，或是想吃什么，马上让厨房，我们稍后就过来。牡丹半垂着眼应了，起身静候岑夫人、薛氏出门。蒋长阳眉梢眼角都差点飞起来，忙忙地放下碗，起身客气道：给伯母和大嫂添麻烦了。恭敬地送了岑夫人和薛氏出了门，回头一瞧，但见牡丹斜瞅着他，鄙视地看着他：你惯会装。蒋长阳偷瞟了坐在灯下，看着有些昏昏欲睡的林妈妈一眼，对着牡丹比了个手势，欠。牡丹呸了一声，随手就抓了个菊朝他丢过去。你才欠的。蒋长阳灵巧地接住菊，比划着要扔去砸牡丹。牡丹侧着头，挑着下巴地瞅着他，蒋长阳却又猛地往前一跳，在半途截住，抄在了手里，盯着牡丹磨着牙道：磨人精。牡丹斜瞅着他，巧声道：我怎么磨人了？你给我说清楚，他怎么磨人了？难不成他告诉他，他一闲下来就总想着他，想了就恨不得两肋生翅，飞将回来。还有大伙闲无聊说起家里的女人或者相好的时候，他也满脑的想着他。蒋长阳的脸突然有些发红，沉默了老半天，方道：我一直很担心你，就怕自己回来晚了。他顿了顿，强调道：真的很怕。牡丹看着他身上还没来得及换的脏衣服，又想到他适才吃东西狼吞虎咽的样，不由心头一热，往前走了几步，他更近了些，道：我好好的。蒋长阳的眼睛亮了起来，跪不住口的和我夸你，随即却又有些黯然。如果不是我的缘故，不会这么复杂，你不会这么难。如果不是你的缘故，我也不会认得这么多人，也不会有这么多人帮我。牡丹一笑，弯腰拿起碗筷塞到他手里。好了，快吃饭，都冷了呢。赶紧吃完去洗洗，早点休息，明日一大早还要进宫呢。就算是铁打的身，连着几天吃不好睡不好，一直赶也熬不住。蒋长阳看了林妈妈一眼，林妈妈似是更瞌睡了，伏在桌上动也不动，遂将碗筷接过去放下，大胆地握住牡丹的手，捧到唇边轻轻一吻，低声喊了声丹娘。想到前几天所经历过的担忧害怕恐惧，牡丹眼眶顿时有些发热，一任他捧着她的手，垂下睫毛低声道：干嘛？蒋长阳不语，只是珍重的又连着吻了她的手好几下，牡丹的眼眶湿了，扭着手道：你干嘛？蒋长阳抬眼看着牡丹，只觉千言万语全都一起拥堵在心口，半句也说不出来，只道的一句我，然后又低头吻了牡丹的指尖一下。二人的心头尽是软软的，酸酸的，暖暖的。忽然听得林妈妈那边发出一声轻微的响动，二人都吓得一齐丢了手，一本正经地站好，呆着不动，也不敢回头去看林妈妈，脸全都红成了一片。半晌不见林妈妈有任何动静，蒋长阳大着胆瞅了一眼，望着牡丹做了个轻松的表情，二人忍不住都一声笑出来，重新往桌边坐了。蒋长阳满足地吃着饭，含笑看着牡丹，喊道：丹娘。牡丹应了，把盘里好吃的捡给他，却又听他喊了一声丹娘。牡丹又应了，他却又没了下。如此翻2次之后，牡丹偷偷了他的胳膊一把。你要干嘛？蒋长阳含笑低声道：不干嘛，就是想喊喊你，听你答应我。牡丹一时忍不住翘起唇角来：我给你做了点东西，我针线不好，就是一个荷包和2双袜，你可别嫌。就是一块破麻布，我也稀罕。蒋长阳的眼睛笑得眯成一条缝：我也有东西给你。牡丹期待地看着他：是什么？蒋长阳偏不告诉他，要拿瞧。你猜。男人喜欢送女人，认为女人喜欢的东西通常无非就是那几样，比如自家老爹和哥哥们，
就爱送家里的女人们珠宝、衣料、名香、稀罕的小玩意儿。可牡丹觉得蒋长阳会送她的东西一定不是这几样，便道：我猜不着。蒋长阳神秘兮兮地笑了笑：你过2天就知道了。牡丹心痒难耐，带了鼻音撒娇道：告诉我，快说。蒋长阳眼睛亮亮地看着他，突然低声道：发现你比从前更好看了。是我眼花了，还是你一天比一天更好看了？不好，嘴花花的。牡丹心花放，一时没忍住笑了出来，道：我倒是发现你比从前更老了。一边说，一边不由鄙视了自己一回，论真实年龄，他比蒋长阳还大那么2岁呢。蒋长阳闻言，不自然的一僵，随即笑道：我连着几天没洗脸，看上去自然老，等我好好睡一觉，用香皂豆细洗干净了，就不老了。他也怕人说他老。牡丹哈哈大笑起来，林妈妈明显的一惊，坐直了身体道：怎么了？蒋长阳微微不满地看着牡丹，急忙道：没事儿，丹娘听我说笑话呢。打量他不是过来人。林妈妈忍住笑，一本正经地道：还是该吃完饭再慢慢的说不迟。随即不再装睡，而是坐直了身体，在一旁看着二人，开始实行他的职责。二人闷闷的应了。蒋长阳暗怪牡丹：就是怪你，笑那么大声做什么？牡丹含笑道：我高兴，想笑还不成吗？莫非你要我笑才好？蒋长阳叹道：罢了，我说不过你。一时忍不住又笑了，又偷偷踢了踢牡丹，道：越来越凶了。顷刻之间吃完了饭，林妈妈换人进来收拾了碗筷，牡丹这才将第2日的赏以及这些天的事情慢慢说给蒋长阳听，先说了马眼的事情，然后盯着蒋长阳看。蒋长阳半点不自然的神情都没有，只认真点头道：这样说来，实在多得他相助。等过了这个风口，我使人将他赎出来，有人去安西都护府的时候，再将他送过去好了。牡丹有些轻松，又有些寒酸。他说他要给你做侍妾呢。蒋长阳诧异地道：有这回事？会有这种事？牡丹没好气地踢了他一脚。很激动吧？蒋长阳本是想笑，却晓得关键时刻笑不得，丝毫不敢笑，让了一让，叫屈道：最难消受美人恩，他是害我呢，你那么聪明，可别上当。牡丹白了他一眼：明日我还要去赴宴，看看你爹替你相看的那个门当户对的媳妇到底想出什么招。蒋长阳正色道：别拿他扯上我，我消受不起。随即低声笑道：我媳妇只有你才当得起，等我这边一松活了，我就来接你。听得蒋长阳说媳妇个字，不由瞟了他一眼：别叫，谁让你乱叫了？叫不叫都是一样。蒋长阳微微一笑，伸手讨要东西：不是与我了荷包和袜吗？还不拿来？稍后又忘了。牡丹便叫人去拿，道：难不成你明日就要穿？难不成做出来就是为了放着的？蒋长阳反问一回，道：再说说那个女人要你怎么做？牡丹便知他说的是杜夫人，还是不怎么相信我，不肯说详细的，只说算着你在元宵节时必然会回来，那1日让我去看灯，然后依照他的指示做。不过现在你既然提前回来了，也许他的计划会变，也不一定。只要有心，蒋长阳回来的消息是瞒不住的，只怕此刻许多人都知道他回来了。兴许是想让他当众出丑，坏他的名声，兴许是想坏了杜夫人自以为他所求的婚姻，总而言之，就是为了一个目的，诸国公府的事之位。蒋长阳沉吟片刻，道：不妨，任由他花样出，无非求的就是那一样。倒是明日这个宴会，你这紧些，我再派个人跟着你一道，若是发现不对劲，就赶紧走，不必与他们客套。牡丹应了，将宽儿送来的荷包与袜递与蒋长阳。岑夫人走进来道：时辰晚了，已然2更了，都歇了吧。二人方恋恋不舍地道了别，冒雪各自回房歇息不提。蒋长阳等人居住的是由何红、何如几兄弟腾出来的院，辞别送他过来的何红后，眼见着隔壁的灯还亮着，便轻轻叩了叩门，推门而入，见屋里只有乌一人，便道：顺侯呢？乌笑道：老毛病又犯了，不看清楚地形，睡不踏实。蒋长阳正色道：这是人内宅，叫他休得胡来，让他马上回来。都来我房里，我有事要交代。乌瞟了他手里拿着的小包袱一眼，应了一声，起身准备去寻人，才到的门口，就听一人声音清脆婉转如黄鹂：公当顺侯是什么人？我晓得轻重勿视，非礼勿听，断不会让咱们被赶出去。说话间，一个20来岁、五短身材、面皮白净无须、五官秀美如女，鬓边簪了一只还带着血水的红梅的年轻男笑嘻嘻地走进来，插手朝蒋长阳行了个礼。蒋长阳往榻上坐了，道：好你个顺侯，又去偷摘人家的花。顺侯掩嘴一笑，
娇滴滴地翘了兰花指道：“看奴家长得花容月貌，赏奴家一枝花带，又怎么了？”蒋长阳还没什么反应，乌已是狠狠了好几个寒战，捂着心口道：“我的娘喂，公爷有事快交代，受不住了。”蒋长阳淡淡扫了顺侯一眼，顺侯便摘了花，束手站好，一脸的严肃认真样。公请吩咐。蒋长阳指了指对面的月牙凳，道：“坐吧。”待他二人坐定，方道：“明日一大早我要进宫面圣，乌陪我去，顺侯留下来与何娘一道去赴宴。”他顿了顿，回来后要有问必答。牡丹一夜好梦，天明时分晨鼓才响便醒了，因见不曾点灯，屋里隐有亮光，便起身拉开屏风下床，推窗一瞧，但见四处银装素裹，房檐上垂下的冰钩映着廊下还未熄灭的红灯笼，反射出温馨柔美的淡淡红光，真是美丽了。淑儿听见声响，雨宽掌了灯，提了热水进来，见牡丹伏在窗前往外头瞧，便道：“宽是才去打热水，回来道是那雪积了约有8掌厚，却是今年最大的一场雪。适才还说，幸好蒋公是昨夜赶回来的，否则可不得被这场雪拦在上。”牡丹应了一声：“取谁洗面？夫人他们可起身了？”分明是拐着弯问蒋长阳可起身了。淑儿与宽对视一眼，都明了的笑起来。起了。蒋公早早便起了身，还是洪公陪着吃的早饭，才一听的晨鼓响了，便出门往皇城方向去了。这么早？牡丹一愣，随即又笑了，将怕拭了脸上的水渍，往镜台前坐了。替我梳男发饰，取前些日新做的那件豆青色的圆领小团花织锦窄袖袍来。少请。装扮完毕，淑儿忍不住拍手笑道：“好个俊俏的小郎君，若是不知情的女，少不得要看昏了头。”牡丹意是滋滋地对着镜照了又照，端正了帽，道：“淑儿也装扮了，随我一道去。”吃过早饭，贵又引了顺侯过来见牡丹。顺侯做的小厮装扮，言谈举止间却是娇柔美媚如女，肌肤凄霜赛雪，声音清脆如黄鹂，看着竟然是淑儿还要像个女扮男装的。牡丹昨日不曾见过顺侯，此时见了就有些发愣，总是盯着顺侯的喉结处看。“你叫什么？”顺侯将衣领往上扯了扯，笑道：“小的叫顺。”牡丹见他扯衣领，忙将目光收回了，顾左右而言他，待听的吕方来接人，方道：“走吧。”顺侯束手立着：“娘请。”牡丹从他身边经过，但闻得一股幽香，沁人心脾，与寻常男用的实在大不同，实在忍不住，又看了顺侯一眼。顺侯妩媚一笑，吓得牡丹干笑一声，忙折头往外去了。“我听说你家的事情已经有眉目了，还以为你不会去了呢。”吕方见牡丹果然着了男装，领了几个人出来，不由喜出望外。牡丹正色道：“虽说是那样，但有些关系总是要理才理得清，人也不是马上就能放出来的，能各方平衡好，早点把事情料理干净也是好的。再说了，我也想去瞧瞧江南来的东牡丹。”因见吕方看着自己的眼神有些不一样，便笑道：“看什么呢？”吕方认真道：“我听说你去敲灯闻鼓，实是没有想到，幸好有人替你出了头，若是没有，你便得硬着头皮撑到底。说句不怕你生气的话，我觉得你家这情况，那是万般无奈之下才走的，你心急冲动了些，已然接了我的帖，便该再等等看看才妥当。我是不知道，否则一定会拦着你。”吕方是局外人，又怎会知道这里面的弯弯绕绕？就连他自己，也不过是别人眼中的一枚棋罢了。牡丹黯然一笑：“我是心急了，因为家里头收到我哥哥们的牙齿。”“你哥哥们的牙齿？”吕方一时觉得牙齿酥了，错眼见了顺侯，又是一愣，只当是与淑儿一般丫鬟扮的小厮，便有些奇怪，牡丹怎会带了如此娇媚的一个丫鬟在身边？殊不知扮作男出门去参加这种宴会，只会更招麻烦，因此委婉劝道：“那里多的是男人，还是多带2个真的小厮在身边方便些。”“真的小厮？”牡丹瞟了笑嘻嘻没有任何感觉的顺侯一眼：“已然够了，走吧。”吕方不好再劝，只得暗想彼时多看顾着点，就是了萧月溪这位朋友设的赏，却是在居德方的一所宅里。小厮引了牡丹与吕方踏着才清扫出来不久的青石小径，直奔园中一座暖亭。二人入内，但见其中只有同样做了男装扮的萧雪溪一人。他正铺了熟纸，聚精会神地对着外头一株正在放的红梅挥毫。见二人进来，也不回头，只道：“我哥哥他们去那边赏雪景去了，还请稍后片刻。”吕方过去瞅了一眼，笑道：“墨梅，凌雪傲骨，好生精神。”萧雪溪也觉得这是自己画的最好的一幅画，仍假意谦虚了几句，微微错开身，特意让牡丹看清楚。这会儿最后可是要在蒋长阳那里出现的，好个琴棋书画俱精的大家闺秀。牡丹一笑，自寻地方坐了。
转眼却发现不见了顺猴。他是知晓顺猴是蒋长阳的人，来来去去总有章法，只是捏着一把汗，生恐被人发现而已。不多时，有人过来道：几位郎君在春晓湖那边赏雪赏得高兴了，便将宴席设在那边，这小人来接几位郎君过去，一同赏雪观景。萧雪溪忙将画上添了最后一笔，龙飞凤舞地写了一诗：万木冻欲折，孤根暖独回。前村深雪里，昨夜一枝开。风地幽香出，晴窥素燕来。明年如应履，先发望春台。随即落下墨款，将荷包里随身带着的小印盖了，叫小厮才守着，等他干了再收起来交与他。牡丹看了他那方小印，却是协方主人4个篆字。带着牡丹等人出去，彩儿认认真真在一旁坐了，静候画干。忽听的一声响，接着外头有人骂道：请人做客却不打扫干净园，什么道理？又有人低声温和劝道：小八休要无礼。那小八委屈道：公，您跌了跤，脏了衣裳，可怎么好？公温和地道：无妨，不是还带了一身吗？前面有个暖亭，且去借地方换了旧事。你去问问，看里头可有人，可方便。彩儿听见客人摔了跤，不敢怠慢，忙抢先打起连迎出去，问的是诸国公府的公，便殷勤引了入内。内里无人，唯有小的一人。蒋长义闻言，沮丧的紧。不是说萧雪溪一个人在这里吗？怎地就走了？一眼瞧见桌上的墨梅图，看到协方主人小印，顿时来了精神。蒋长义不动声色地坐下换衣，却又了个喷嚏，让小八拿了钱赏给彩儿，让帮自己去厨房要碗姜汤。他给的赏钱很是丰厚，言辞又温和。彩儿犹豫地看了那幅画一眼，心想堂堂诸国公府的公想来也不会动一幅画的心思，便绣了钱往前投去了。彩儿前脚一出门，蒋长义后脚就飞快地往桌前站了。小八替他研磨，他自己运笔如飞，也画了一幅大致差不多的墨梅图，也写了一诗，也留下随身小印，随即将萧雪溪的画作卷了，交给小八。小八鬼鬼祟祟地出去，很快就有个穿了白粗布衣长的年轻小厮上前来接，并与小八耳语了几句，小八听得连连点头，将画递给那年轻小厮，回身去禀蒋长义。那年轻小厮自将一块就不包了那画，往后头去了。顺猴从不远处的冬青树丛后出头来，大摇大摆地跟了上去。待到彩儿回来，蒋长义已经换好了衣服，坐等他的姜汤。小八略扫了一眼桌上的画，见还原封不动地放着，便不管他，送走蒋长义，便借着这由头缩在亭烤火取暖，不去其他地方领差。却说跟着吕方等人踩着琼碎玉往后头行去，但见天色碧蓝，趁着园中的皑皑白雪，梅花怪石，又有一汪碧水缓缓东向西流来，自有一段旖旎风光。吕方往牡丹身后看了又看，实在忍不住，低声问道：七郎，你那小厮呢？牡丹有些尴尬地道：他说他腹疼。吕方也有些脸红，低声道：去了这大会儿还不回来，难不成是迷了？我这就让人去帮你找找吧，怕冲撞了贵人，小心着紧些好。牡丹谢了：没事，我这小厮是稳妥得很，且再等等，若是再不回来，我再请你。萧雪溪回眸打量牡丹与吕方，他哥哥说的对，和牡丹这样的人，其实该配吕方，与吕方才是门当户对。一时想到昨夜收到的消息，倒是蒋长阳回来了，这么急着连夜赶回来，多半也是为了他爸。想到此，萧雪溪心里一酸，越看牡丹越讨厌，却故作亲热的笑道：你们在后面嘀咕些什么呢？说得这么高兴，也说与我听听。吕方道：没说什么，就是觉得这院中的雪景不错，不肯把你们的秘密说给我听就算了。萧雪溪沈笑一回，后退几步，与牡丹并肩走着，亲热地挽了牡丹的手，同情地道：适才我没来得及与你说，你里的事情实在是过可怕了，也真难为你年纪轻轻的，在外抛头露面的跑。压低了声音，关切无比。说句得罪人的话，你如今虽有贵人相助，可贵人也难理得周全，有些虚伪收拾不妥当，日后也难做人。微微拔高音量，显得欢快无比。不过你也不必担忧，有我哥哥替你设法，一定会顺利解决。又隐晦地提起刘畅，义愤填膺。怎会有那样的无耻之徒，趁火打劫？牡丹就不信萧雪溪完全不知道这件事，这副嘴脸与萧月溪实在是没得差。论装，他果然远远不是人家的对手。这处宴席却是设在湖边的水榭之上，将水榭四周的隔扇窗上齐了，只留一面正对着湖面雪景，四周架起大铜火盆，燃起银丝炭，再用银鎏金寿香炉焚起香来，暖香袭人，赏雪享受两不误。内里坐着4个年纪与萧月溪差不多的宽袍大袖的男，说笑间句都是引经据典，对着2盆牡丹吟诗作对，出口成章，显得个个都不是俗物，
果然与当初刘畅搞的那些重点吃喝玩乐的宴席档次不一样，只是与牡丹先前预想的稍微不一样，不许仆从入内，只能在外伺候。牡丹略一思，便也进了。萧月溪见了牡丹，起身微微一笑，只怕你不来，幸好你还给我这个薄面。言罢对着众人道，这是何七郎？又指着吕方，这个不用我说，你们都是认得的。身居主位的一个穿石青色袍的男立即起身，热情招待牡丹与吕方入席，笑道，七郎的家事我们已然知晓了，萧兄的朋友便是我们的朋友，无需担忧。吕方便与牡丹介绍，这位是袭兄，此间主人，又低声提醒了一声，京兆尹家的长工。萧月溪见他二人喁喁私语，便道，十郎，此间七郎不熟，还烦你多多照料他。吕方自然义不容辞，牡丹却瞧见萧雪溪望着自己微微一笑，那笑容实在是让人讨厌得很，遂将脸撇过，与吕方一道近前去赏冬牡丹。但见那两株从江南来的冬牡丹都是单瓣种，其老枝貌似干枯，见花不见叶，一株花瓣紫色，瓣基有紫黑斑，另一株花瓣粉红，花瓣基部略有紫斑。吕方看得津津有味，连声称奇，牡丹却是失望无比。他本以为古籍中记载的冬牡丹应该会与现代的不一样，可是现在看来却都是一样的。萧雪溪朗声道，听说二位都是个中翘楚，我们都不知这牡丹的名字，还请不吝教。然后看向牡丹，貌似替牡丹争抢露脸的机会。七郎你先说。牡丹轻轻道，因其老枝貌似干枯，却能抽枝开花，开花时节见花不见叶，似枯枝开花，故而叫做枯枝牡丹。原来你见过。吕方大为惊讶，随即很是折服，可又看出牡丹的失望之意，心想他连这样稀奇的种都看不上，不知还晓得和藏着些什么宝贝，一时心头痒得不行，恨不得与牡丹秉烛长谈，将牡丹所知所晓全都挖出来，便缠着牡丹只是讨论那牡丹花的事情。萧月溪与萧雪溪对视一眼，都是心领神会。不多时，外头又来了个身材瘦削，笑容看着很是亲切恬淡的少年，袭公便拿了大杯满装了酒，要罚那少年。蒋郎，你来得迟了，罚酒，罚酒。那少年也不推辞，接了杯就是一口饮尽。众人起哄，又叫他连饮杯，他也不推，俱都饮了。萧月溪便笑，果然不愧是诸国公府的地，豪爽大方。牡丹不由仔细打量了那少年一眼，猜着约莫是蒋家弟个蒋长义。果不其然，萧雪溪很快过来低声道，这是诸国公的地位公，叫蒋长义，你不认识吧？他料牡丹也不认识。牡丹摇头，却见蒋长义慢慢走过来，羞涩地对着萧雪溪行礼问好。萧雪溪自是摆出他在那次行猎时种地献殷勤时的模样，长袖善舞，哄得蒋长义眉开眼笑，感觉自己深受重视。便有人说用酒壶劝酒，牡丹见席间的杯统统都是大杯，又晓得此间饮酒俱是好饮，喜欢灌自己，也喜欢灌别人，便直言道，我不善饮酒，先行告退了。萧月溪道，不强求，只要有人愿替你喝即可。吕方生怕牡丹就此席，忙道，七郎你莫怕，我替你喝。听他说他要替人饮酒，便有人掩口要笑，却被萧月溪淡淡扫了一眼，便将笑声吞回去了。牡丹不肯，忽见顺喉而促将进来，假意递了块帕给他，小声道，只管应了就是。随即又去了，才一出去，就与其他人的随从一道，被人拉了劝酒。于是那酒壶转将起来，接着指了牡丹或是吕方好几次，不多时，吕方便灌了满满6大杯下去，喝得直摆头，看着就有些发晕了。萧雪溪便笑，七郎你看十郎不行了，你总得自己饮一杯吧。那是自然，下次我自己喝。牡丹应了，坐等那酒壶静止，哪成想接下来许多次都是指着旁人，其中又以蒋长义和萧雪溪居多。萧雪溪自己饮了杯，脸红红的抚着脸道，我不行了，我去后头吹吹风。遂起身离席，往后头去了。蒋长义又连饮了2杯，不胜酒力，只来得及告了声罪，就飞也似的往外头奔去。萧月溪并不放在心上，只让人继续。不多时，有人送酒进来，贴在他耳边轻声道，人出宫了，一请就答应，倒是马上就来。萧月溪点点头，示意那人还按原计划进行。他淡淡看了转酒壶的人一眼，那酒壶便又指了牡丹和吕方好几回。牡丹饮了2杯，吕方又饮了4大杯，他越喝越不正常，面如桃花，眼如寒星，笑容满面，就近抓了牡丹的袖，凑过去憨态可掬的笑道，哥哥，你教教我怎么种花认花，好吗？我也有些看家本领，愿意拿出来与你交换，定然不叫你吃亏。牡丹好气又好笑，扯出自家袖道，你醉了。
吕方却是笑嘻嘻地趴在席上，只顾爬着去扯他，也没其他动作，就是大声喊：好哥哥，好哥哥，你教我吗？这家伙越发没样了。席公一群人只是笑骂，假意上前去拉，却总也拉不住，他就是执着地朝着牡丹爬。萧月溪见事情没有朝自己预料的方向发展，幸收手，边喊快拉住他，边忍不住奇怪，按理牡丹应该喝了第2杯后就一定会醉，可他怎会不醉？牡丹狠狠踩了吕方的手一脚，又将一杯冷酒泼在半挡着他的席公脸上，起身往外，大声喊道：贵顺！进来的却不是贵，而是蒋长阳。蒋长阳含着脸过去，抓住还在大声喊好哥哥，你干什么踩我？好疼！给吹吹的吕方将他的手一抖一拧，将他狠狠摔在地上，然后望着萧月溪冷冰冰地道：好像令弟出了点儿，今日出了锦，还有元宵节呢。萧月溪看着蒋长阳含着的脸，笑嘻嘻地喊了一声：蒋兄，这都是误会，吕十郎喝醉了酒就是这样一副赤神态。突然听得蒋长阳后面那句话呆了呆，正想说蒋长阳和他开什么玩笑，忽见一个侍从脸色煞白的在门口了探头，不由心中一紧，勃然变了脸色，急步往外头去了。谁都清楚明白得很，萧月溪的这个兄弟到底是谁？席公等人面面相觑，一时拿不准该往外头去瞧瞧，到底是出了什么意外，还是该留在原地坐等萧月溪通知。毕竟个个都是明白人，晓得人生中总有些意外是不希望旁人知道的。便又偷眼看着蒋长阳，不明白他为何既然已经看到和知道萧雪溪出了意外，却不管不问，径自走到这里来，先揍了人，方慢吞吞地对着萧月溪说。蒋长阳才不管他们，只叫和他走。牡丹看着趴在地上半点动静都没有的吕方，总觉得蒋长阳刚才那狠狠一摔把吕方摔坏了，便戳戳蒋长阳，看看他怎样了。却见蒋长阳黑着脸看过来，不由唬地缩了缩脖，随即又想他有什么好怕的，便理直气壮地挺了挺胸，小声道：他跟他们不是一伙的，他不是坏人，就算是不想理他，好歹也叫他的仆从进来，你不喊我喊。他怎么就知道吕方和萧月溪不是一伙的？怎么就知道吕方不是坏人？这家伙刚才对着他那样，就像是见了财迷见了金银财宝一样，说不定也是个浑水摸鱼痴心妄想的。蒋长阳咬着牙忍了又忍，将脸色和生气缓缓放软了，闷闷地喊人进来帮忙。牡丹见他神色放软了，又低声补上一句：我以前放狗咬过他，刚才又狠狠踩了他的手，也不知道被我踩坏了没有，要是坏了手，以后不能接花了，就算是被废了。蒋长阳没说话，神色却又软了些，大方地走过去替吕方看了一回手，然后道：他没事。又叫贵帮着康儿送人回去，一回头撞见了牡丹赞赏高兴的目光，心里的别扭又去了大半，渐渐的有些高兴起来。牡丹感觉到他没有刚进来时那么生气了，便瞅着他微微一笑。蒋长阳使劲抿着嘴，唇角却控制不住地往上翘。忽听得外头闹僵起来，有人大声喊救命，还夹杂着哭声，众人再也坐不住，纷纷看向席公。身为主人，这个糊涂是怎么都装不下去了，左右他已经留给萧月溪一段时间处理了的，现在他该出场了。席公便道：我去瞧瞧看是怎么回事。失陪，意思是不要其他人跟着去。好奇之心人皆有之，大众的联想力想来都是丰富的，其他人心痒难耐，却也只得困在水榭内坐等消息，但这种情形可不是有些人想要的。先是一人飞奔而来，往蒋长阳面前跪了，捣蒜似的磕头，不住口的哀求：大公，大公，求求你救救公！当真不是他的错，他是被人陷害的。却是蒋长义的贴身小厮小八，原来是踩假山洞里头的那个男人是蒋长义。蒋长阳默然，彼时他前往水榭，途经一座湖石假山时，听见动静不对，便小心绕到假山后头，却见萧雪溪散着头发，脸色潮红，神态娇媚，双眼迷，衣冠不整的和个男人抱在假山洞里头，这是他绝对想不到的场景。而且外头还没人把风，他怕被牵扯上，便急急地退了出来，并不曾看清那男人是谁。现在听来竟是蒋长义。恭喜萧雪溪如愿以偿能嫁入朱国公府，恭喜朱国公添了个名门贵女的儿媳增长光彩，恭喜杜氏以后夜里睡不安稳。蒋长阳有些想笑，生生忍住了，沉声骂道：你这奴才胡嚷嚷什么？干他什么事？小八含泪道：萧家小公给公送了张纸条，约他在附近那假山后的藏春坞见面，公去了，然后就发生了后头的事情。说一半吞一半，又拼命磕头，来不及细说了，求您先去救救他。紧接着又见顺猴探进头来，含着两汪泪，一副被惊吓过惊恐万分的样，颤抖着嘴唇道：刚才出去的那位公要杀人呢，
好怕人。众人恍然大悟，什么事情会让一向从容优雅的萧月溪要杀人？杀的还是诸国公府的公，一男一女会有什么事？便都纷纷劝蒋长阳，说不定只是点小误会，说开就好，出了人命要不得，先去看看又再说。也不管蒋长阳肯不肯，只簇拥着他往外头去。蒋长阳看了牡丹一眼，示意他跟上，然后稳稳当当地跟着小八，沿着牡丹等人来时的，绕到一座巍峨高耸的湖石假山前，就被人拦了下来。喜公满头冷汗的团团作揖，一点小误会而已，已经处理好了，外面风寒，还请大家伙回去饮酒吃菜烤火。众人对视一眼，都看蒋长阳。蒋长阳微微冷笑一声，转身就走。小八又哭又跳，大公，您不能见死不救，救了公，小的给你牛做马。忽见一个小厮从假山后绕过来道，请蒋将军过来一下。反正该知道的他都知道了，萧家和蒋家这团乱麻扯不到他头上，蒋长阳本带不管，想想又停住脚，拉了牡丹往前去看热闹。那小厮皱着眉头想拦牡丹，被蒋长阳一眼瞪过去，便有些迟一见，蒋长阳和牡丹已经并肩走过去了。喜公便劝众人，都回去吧，都回去吧。众人沈然，暗想先前闹腾的那么大声，又是发生在这边，人来人往的，想瞒住怎能瞒得住？那些个下人一个个都如同猴似的精，想知道什么不能知道，用不着5日，只怕就要传遍的。罢了，不曾亲眼瞧着，便都装作不知道，心知肚明好了，便都纷纷离开。牡丹来时乃是从这假山的背后过来，不曾见得这假山前头是个什么样。这时后方看清，除了假山下有个大洞，上头写着藏春雾个字。萧月溪铁青着脸站在洞口，蒋长义衣冠不整的被人绑着按在雪地上，死气沉沉的，不知死活。现场不见萧雪溪，小八倒是忠心可嘉，猛地扑过去咬蒋长义，声音尖利得直插云霄。公，可怜的公，明明不是您的错，偏说是你的错，真是要命。幸好大公在，不然连个替你做主说话的人都没有，就这样被人欺辱，喊冤都不能。蒋长义痛苦地挣扎着抬起头来，你闭嘴。虽说，可我到底也，萧大哥有误会，不管怎样都是我的错，可是到了这个地步，你就成全我们吧。萧月溪眼里露出寒光，看了一眼身边的小厮，身边的小厮立即上前，一脚将小八踢倒在地，伸手去捂他的嘴。蒋长阳上前一步，拦住那小厮，淡淡的对着萧月溪道，先不忙喊杀，弄清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又在论罪，好吗？蒋家养的好，竟然用这种下作手段害人，从今后萧家与蒋家势不两立。萧月溪猛然看向蒋长阳，眼里充满了恨意，牙齿咬得咯咯作响。好个蒋长阳，他既然听到动静，看到了，竟然不管不顾，不闻不问的就走了，还好意思假装热心的和他说，好像令弟出了点问题。如果那个时候蒋长阳但凡肯管上一管，也不至于到现在不可收拾。他精心安排的棋局，莫名就被人搅了局。到底是谁？竟然这样对待萧雪溪？他要知道了是谁，一定把那人挫骨扬灰。他20多年的人生中，从来没有此刻这样痛苦和愤过。萧月溪的心头一阵抽痛，痛得他几乎无法呼吸。萧家和蒋家势不两立，关他什么事？他只知道现在他和萧月溪兄妹俩势不两立。蒋长阳毫不退缩地对上萧月溪凌厉的眼神，带了点鄙薄和轻视，沈笑道，以责人之心责己，不要总认为都是别人的错。势不两立什么的就不要说了吧，你若真心疼你妹，不如成全他们，何必棒打鸳鸯？以责人之心责己，棒打鸳鸯，狗屁鸳鸯。萧月溪想骂人，可是又想到适才来时看到的情景，就有些说不出话来。他是知道萧雪溪中了不知从哪里来的药，迷糊着不知人事，不知道他自己在做什么，可是旁人瞧见萧雪溪的样，却是没什么不情愿的。蒋长阳看见的情形大概也是如此。再说了，蒋长义适才竟对他说是萧雪溪约他来的，他问蒋长义要证据，蒋长义不给，说是要留着诸国公府的人来才肯拿出来。他变了蒋长义的全身，却什么都没到，他不是被哄大的孩儿，可蒋长义那样有恃无恐的样，却让他犹豫不决。他抬眼恶毒地看着小八，一定在这个狗奴才的身上。小八被他一扫，立即暴跳起来，躲在蒋长阳身后，尖叫：大公救命！蒋长阳不言，任由小八抓住他的袍子，巍然不动，只淡淡地看着萧月溪。他虽然不说话，但态度很明显，有他在，萧月溪别想飞起来。萧月溪不甘心地收回了目光，所有的计划统统被打断，前面所做的一切准备都付之流水，做了无用功。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不管真相如何，萧雪溪和蒋长阳也是没有任何可能的了。
可是要叫他咽下这口气，平白便宜了灰兔子一样的蒋长义，他不甘心，萧雪溪也不会愿意，但要怎么办？棘手得很。萧月溪在痛苦轮回挣扎良久，直到萧雪溪身边伺候的人从藏春雾里透出来，低声道：娘子清醒了。萧月溪方扫了蒋长阳兄弟俩一眼，转身入内。萧雪溪裹着箭球皮披风，怔怔地坐在冰凉的石榻上，双目失神无光，涣散没有焦距。他不明白这样可怕的事情怎会落到他身上，不该落到他身上的。就算是不幸，为什么刚才的那个人会是蒋长义，而不是蒋长阳，还被蒋长阳给看了去？他想死。萧月溪一阵心痛，上前轻轻按了按他的肩膀，叹了口气。萧雪溪猛地一缩，尖声道：那酒有问题，你……萧月溪吓得冷汗都出来，一把捂住他的嘴，低声道：姑奶奶，小声点儿，都在外头呢。萧雪溪疯狂地抠着他的手，使劲地挣扎，满脸满眼都是泪。萧月溪心头不好受，生生忍住了手上传来的剧痛，任由萧雪溪发泄。良久，萧雪溪没了力气，软了下来，他还不敢松开手，只低声道：阿西，事已至此，你再悲愤也无济于事。你放心，一旦查出是谁搞的鬼，我立刻就替你报仇雪恨。现在我放开手，你别嚷嚷。萧雪溪哭得喘不过气来，抽搐一回，良久方缓过来了，低声哭骂道：是谁害的我？不就是你吗？若不是他在那酒里头下药，又没本事让他误饮，他怎会落到这个地步？萧雪溪一时悲从来，又探手去掐萧月溪的脖子。你害我，哥哥，你害我，你赔我，你赔我呀！我不依，哥哥，我不依。萧月溪有苦说不出，只能使劲按住萧雪溪的手，小声抚慰。他自己最清楚，他要的效果是自然而然、干净利落的，又怎会用这种下三滥的药？给人一查就能查出真相来，剁了他的名声。原计划，他今日要做的是埋下怀疑的种子，让牡丹醉酒，利用吕方喝醉了酒就会发狂缠人的脾气，先弄点不愉快给蒋长阳看看，再利用那幅画让牡丹心生疑虑。重头戏还在元宵节那日。待过了元宵节，这二人间要不生戏也难。只要有了疑虑，有了误会，他再慢慢施展手段，神仙也难将这二人再重新捏合在一起。为了保护萧雪溪，所有不太合适的场面他都让萧雪溪提前避开，留给他来处理。可是今日萧雪溪却因这个提前商量好的退出，反而落入别人的圈套，而丝毫没有引起他的注意。该牡丹喝下的酒牡丹没喝下，不该出现的下三滥的药出现了，还被萧雪溪给喝下了。又被人把他和蒋长义凑在一处，而且就在这路边的假山洞里。蒋长义言之凿凿，是萧雪溪请他来的。这些不该出现的事情统统出现了，虽说一定是有人在背后捣鬼，但也说明自家的篱笆没有扎牢，还是得怨他自己。萧月溪心一阵烦躁，沉声道：别哭了，蒋三郎说是你请他来的，可有这回事？萧雪溪声嘶力竭地道：怎么可能？他毁了我，还敢污蔑我，我要他死，我要他死！蒋长义怎么配得上他？忽见一个小厮探头探脑的进来，低声道：朱国公来了。朱国公来了，蒋仲怎会突如其来的跑到这里来？绝对不会是凑巧。萧月溪猛地站起身来，可知他来做什么？他觉得背后有一双眼睛一直盯着他的一举一动，贴合着他的安排，一步紧逼一步，将他逼入墙角里，手段卑劣，狠毒无比。但他不知道对手是谁，这个人有可能是蒋家的任何一个利益关系人，也有可能是潜藏在他身边的，表面上是他朋友，实际上是萧家的敌人，还有可能是一些不愿意看到萧雪溪与蒋长阳成就好事的人，一切皆有可能。萧月溪越想越坐不住。那小厮摇头，不知道，蒋家兄弟还不知道。此时席公子正设法拖着他，想问您的意思，见或是不见？若是见了，萧雪溪和蒋长义的事情基本上就是对手所希望达成的结果；若是不见，以后萧雪溪这事儿还要折回头去寻蒋家，到底是女方吃亏的多。萧月溪又在痛苦轮回了一遍，最终做了艰难的决定，请他过来。萧雪溪含泪道：哥哥，我不要，我宁愿做女官去。萧月溪硬着心肠道：你好生歇着，我是你哥哥，能替你争取的我自然会替你争取，就是我不行，也还有爹爹言，爸不敢回头，大步往外头去了。蒋长义还在老地方趴着，蒋长阳立在一旁和牡丹喁喁私语，小八提心吊胆地立在离蒋长阳不到3步远的地方，警惕地盯着周围的人，随时准备跳到蒋长阳身边去求庇护。萧月溪咳嗽了一声：令尊来了。他看见蒋长阳的脸上露出一丝讶然来，牡丹有些不安，蒋长义的脸色则看不清楚，不过小八脸上却是露出害怕惊惶的样子来。猜不透。
不多时，紫衣玉带的朱国公蒋仲板着脸大步行来，先看见蒋长阳，再看到他身边明显是女子装扮的牡丹，想到他一出宫就急匆匆来见这个不知什么地方冒出来的女子，心便不喜。又见蒋长阳的表情淡淡的，丝毫没有半点儿子见了父亲后的尊重之意，心更怒，还未来得及问蒋长阳话，就瞧见了地上趴着的蒋长义，一旁站着仇人似的萧家人，不由大吃一惊，问蒋长阳这是怎么回事。蒋长阳瞟了萧月溪一眼，不语，意思是别问他，要问就问萧月溪。萧月溪也不和蒋仲行礼，淡淡地道：敢问国公是听说了令公子做下的好事才急匆匆赶来的吗？蒋仲不知蒋长义这个一向老实乖巧的孩子到底做了什么事，但他直觉这事不简单，便道：我是有事找我儿成风，听说他往这里来了，这才过来的。敢问萧大郎，我家三郎怎么得罪了你？真凑巧。萧月溪嘿嘿冷笑，使劲踢了蒋长义一脚，道：岂止是得罪，我要杀了这个没有廉耻的卑鄙小人。蒋长义吃痛，生生忍住了，没有叫出声来，只硬撑着抬起头看蒋仲。爹，儿子错了，儿子不该来赴这个宴会，生生害了家里的声誉，让您失望了。你这个孽障说，到底做了什么丑事？蒋仲心头一沉，上前去扯起蒋长义来，不由分说，一巴掌就要朝蒋长义脸上拍下去。蒋长义早猜到事发之时会挨这样一顿，便也不挣扎，只闭了眼准备承受。蒋长阳往前一步，抓住蒋仲的手腕，淡淡地道：先问清楚了再打也不迟。然后问蒋长义：你有什么话还不说清楚？过了这村没这店了。蒋长义一听这话有内容，仿佛是帮着他一般。按理说蒋长阳该恨他的，可是蒋长阳似乎愿意帮他，这样的机会怎能放过？他便叫小八拿那张纸条给国公爷看。小八这才背过身去，翻起几层衣襟来，在谢裤夹带里摸出一张纸递给蒋仲。蒋仲皱着眉头接过去，却是寥寥几个字，就是约蒋长义在这里见面。笔迹娟秀，看得出是女子手笔。蒋长义这才满脸羞愧地缓缓道：我因多饮了几杯，不胜酒力，怕失态丢丑，便往外头来，打算醒醒再回去。突然就有人用这纸包着一粒石子扔到我脚边，我拾起来，见是萧家娘子的笔迹，想到她在宴会上待我很是亲切，便壮着胆子往这里来。一来她果然在这里，她待我很好，我一时鬼迷心窍，没把持住。我们萧月溪听不下去，一声断喝：上面具名了吗？你怎知晓是他的笔迹？蒋长义犹豫很久，方道：我以前看到过他写的诗词，先前在暖亭里头也看到过一张画，印象很深，所以认的是他的。萧雪溪在里头听见，忍不住扶着墙壁站起身来，哭骂道：你胡说八道，我什么时候给你写过纸条？你也配？分明是你在我酒里下药，趁我昏迷，污了我的清白。蒋长义痛苦地道：明明你以前见着我待我就一直挺好，先前待我也那么好，大家都看见了的，刚才你也喊我蒋哥哥，我罢了，都是我的错。萧月溪脸红耳赤，狠狠瞪了身边小厮一眼，那小厮忙往里头去，低声相劝。萧雪溪低声抽泣起来，却不出声了。蒋仲一时心思百转，事到如今，萧家这亲必须结，不结以后便是仇人，便握着那张纸条板着脸对着萧月溪道：若是这孽障的错，我必然叫他偿命，只是他喊屈，是否先取那画来瞧瞧，我好叫他死的心服口服。萧月溪有心向蒋仲讨要那张纸条来一探究竟，却又觉得似乎反倒显得心虚了，沉默片刻，朝人使了个眼色，他手下会意，自去取画，在外头空转了一圈后回来道：那画不见了。奉命守着画的小厮道：是只有蒋三公子去过。众人皆是沉默。萧月溪目光锐利地看着蒋长义：还请三公子将那画拿出来。蒋长义暗自冷笑，不过区区一个仆从，怎就认得他留下的那幅画不是萧雪溪的？分明是故意不认，量定他拿不出来，日后好死死压着蒋家，压着他。幸亏他早有防备。但此刻与萧月溪谈条件的人是蒋仲，他要看看蒋仲的意思，便微微闭了眼睛，默然不语。蒋仲却是不肯就此罢休的，便道：抓贼的事情可以暂缓一步，不妨请萧娘子写几个字出来看。倘若真是萧雪溪的笔迹，蒋长义固然有错，萧家也脱不掉一个教女无方。原来老夫人和杜氏私底下议论萧雪溪的行为有些不端，有待进一步观察的话，已是落在了他耳朵里头。当初尚不以为然，觉得恐怕是他婆媳二人为了蒋长中的缘故有偏见，此时见了今日之事，却是深深怀疑了。再说以萧家的作风，必然会趁此机会提出很高很难的条件，替萧雪溪争取将来。别人不知道，他却是清楚蒋长义的真正身份是什么，有些东西他注定给不了蒋长义。
还有就是他辛苦维持多年的名誉，已经因为一个蒋长中失去许多，今日不能再失去更多。萧月溪不由心头火起，蒋老贼还真和他扛上了，一定要将这盆脏水泼在萧雪溪身上，证明他儿子无辜，他儿子才是受害人。便一挥袖子冷笑道：黑的白不了，白的黑不了，我人微言轻，不敢与诸国公相争，待家父过来，咱们又细谈。他态度太过强硬，蒋仲也有些拿不准，不由皱起眉头来，一时之间仿佛陷入了僵局。蒋长阳轻咳了一声，论理我不该管这事儿，不过既然见到了，便多两句嘴。现在争谁是谁非并无意义，关键是看怎么解决这事儿最妥当。萧家娘子年少貌美，系出名门，我三弟儒雅英俊，也是贵胄之后，正是才貌相当，门当户对，是一桩好姻缘，何必为了些莫小事伤了两家和气？竟然是撮合起来了。蒋仲惊讶地看着蒋长阳，萧月溪恨得咬牙，里头的萧雪溪哭得断了肠，牡丹抿嘴暗笑不语。蒋长义长叹一声，沉痛地缓缓道：其实话的确是我拿了，那暖亭里此刻留下的话是我的。见几双眼睛同时扫过来，他忙道：之所以如此大胆，非是我妄为，实是那图就是送我的，就是这幅图才让我有胆子赶来赴约。萧月溪简直是听到了天底下最好笑的笑话，那图怎会是送他的？怎会有这样不要脸的自作多情之人？蒋长义又道：小八，你领他们去将那图拿过来。小八得令，领了蒋仲身边的人和萧家的人一道，就在不远处一座亭子的石凳子下头取了图过来，打开一瞧，正是一幅墨梅图，上头的印正是斜方主人4个字。只那图与先前牡丹瞧见的有所不同，图上角落处多了几个字：赠三郎。笔调意态竟与那诗作一模一样，一看就是出自一个人之手。蒋仲展开手的纸条一笔，沉重地看了萧月溪一眼。萧月溪惊觉不妙，伸手去要，蒋仲轻飘飘一扔，他也顾不得此的轻慢之意，拾起来一看，纸条上的字与书画上的字一模一样，不由气得七窍生烟，目露凶光，恨不得杀了蒋长义。定然是这狗贼模仿萧雪溪的笔记添上去的。却说蒋长义见了这3个字，眼睛大放光彩，惊喜之极。纸条是早在计划之的，但他来之前并不知萧雪溪会留一幅画在暖亭里头，彼时取了也是临时起意。刚才也是准备胡乱攀扯，只求核对笔记，却没有想到刘畅会安排的这样妥当仔细，不但备下纸条，还连画上也添上去了，手脚真快，一时之间他对刘畅敬佩不已。他心笃定，假意长叹了一口气，怅然道：我早见过萧娘子许多诗画，很是仰慕她的才气，她待我向来也亲切得很，只我从来不敢痴心妄想。直到今日一进来就有人叫我去暖亭，我去了，见了此画，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狂喜之下壮着胆子取了此画，留下自己的画，谁知后来都是我的错，被人害了清白与主动勾引可是两回事。萧月溪咬着牙封着蒋长义的衣领道：狗贼是你添上去的，我妹妹自小端书，断不会做这种事，就算她要送你，敢那么明目张胆的吗？你这手段也太拙劣了些。我人笨，不会推论这些。蒋长义只是摇头：我只知道我没这本事，只知道这字就是他的笔记。萧雪溪也不哭了，忙忙使人出来道：我画画时和娘子和吕方都看见的，他们可以作证，众人都看牡丹，却听牡丹淡淡地道：我不懂琴棋诗画，也不感兴趣，没看清楚。也许吕氏公子知道。吕方一旦他酒醒之后，再被人说上几句，定然会明白他自己今日也吃了算计，恼恨尚且来不及，又怎会来替萧雪溪作证？这是越描越黑，萧月溪索性将那画给撕了，冷笑这年头什么都有假，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妹子今日被人暗算，认栽了我萧家还养得起她。蒋仲见萧家落了下风，方道：我是才是糊涂了，争这些做什么？看来是有人在背后捣乱，就是想要你我两家结仇。萧月溪挑了挑眉毛，没说话。蒋长阳见这二人明显是打算进入下一步，接下来便是谈条件说和，这亲事已然坐定，没有什么好戏看了，便叫牡丹走人。二人才刚走了没几步，忽听萧月溪凉凉地道：何娘子欲祝府上生意兴隆，你的方圆开张大吉。牡丹晓得他不怀好意，淡淡地道：只要小人不作祟，一定大吉大利。商女蒋仲已然明白了牡丹的身份，当下就把脸沉了下来，冷冷扫了牡丹一眼，又看蒋长阳：我稍后去曲江池找你。蒋长阳不置可否，只含笑看着牡丹道：不妨，有小人作祟也不妨，全都灭了就是。然后引了牡丹出去，丝毫不掩饰他的关切之意。
蒋仲气得七窍生烟，蒋长义却是若有所思。蒋长阳这般高调，莫非是果然有心娶这个女子？又或者是见木已沉舟，故意装给蒋崇看，表示不在意的？但看蒋仲的模样，怕是不会允许，老夫人也不会答应。那么杜夫人呢？她又怎么想？还有回去后还得过他那一关。蒋长义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丝毫不关心蒋仲和萧月溪怎么谈条件，反正人一定是要落到他手里的，他无法左右蒋仲，萧月溪却不会让萧雪溪吃亏，他操这种闲心做什么？等着就好。且不说蒋仲与萧月溪怎样商讨蒋长义与萧雪溪的事，牡丹与蒋长阳出了那园子，并辔而行。蒋长阳生怕牡丹因适才蒋仲的态度不高兴，便招法儿逗他欢喜，牡丹默不作声，只含笑享受他献殷勤。蒋长阳越发着急，低声道：你莫生气，也莫理他，有我在，断不会让你受委屈的。再过的几日，媒人定然要上门。牡丹见他说的绝对，心高兴，低笑道：我才没想这个，我是觉得你三弟真厉害，那字儿竟然写得一模一样，我是分辨不出真假的。他心思也真细腻，在萧月溪眼皮子地下做成这件事不容易。蒋长阳笑了一笑，就凭他一人，只怕做不到这个地步，有人帮他。忽听得后头有人轻笑一声，顺口讨好卖乖地道：公子您真是神机妙算，小的写的那赠三郎三个字写得如何？牡丹吃了一惊，顺侯此时方缓缓道来，把蒋长义怎么摔跤，怎么进暖亭，怎么画画，小八怎么把画交给旁人，那人又是如何叮嘱小八的，他又如何跟上去，看到那人藏好了画，又怎么交代人一定要做好今日的事情。然后府长笑道：小的就想，他们既然提前准备了纸条，又备下了药，啥都安排妥当，那小的再帮帮他们的忙，替痴情人完成心愿，也是一件积功德的事情，便添了那三个字，表示顺侯到此一游。然后自恋地看着自己那双手，感叹道：手啊手啊，你怎么就这要巧呢？蒋长阳轻轻抽了他一鞭子，低声骂道：德行你添那几个字实在是太过拙劣。顺侯尖叫了一声，娇滴滴往牡丹身后躲了，道：公子，萧大公子好威风，小的看他不顺眼，替小的出这口气吧。蒋长阳歪歪头，拽拽地道：允了。然后讨好的看着牡丹：丹娘，我们去看潘荣和白夫人吧。牡丹正有此意，故意道：你不等你父亲了吗？蒋长阳道：他找不到我，自会等我，我就想和你说说话。牡丹心受用，忍不住望着他甜甜一笑。而此时刘畅正听人细细描述今日发生的事情，听完之后哈哈大笑一回，一口气饮了半坛子酒，扶着额头只是笑。萧月溪，枉自你自认算无余策，却不知人心难测，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所谓中仆亦友，这世上能有几人钱，真是好东西啊。秋实小心翼翼地提醒他：公子，那画上的字不是我们的人添的，仿佛是凭空就出现了，怕是走漏了消息呢。刘畅摆摆手：不妨，肯添这字的必然也是与他家有仇的。随即阴阴一笑，收拾了小的，还有大的。他这官职铁定是要丢了，不找个垫背的他怎么能舒服？且不说牡丹见到白夫人，二人说不尽的欣喜和悄悄话，蒋长阳又是如何感谢潘荣。转眼间天色渐晚，不得不辞别了潘荣夫妇二人，回转宣平坊。到的宣平坊，巷道里已然有些幽暗，蒋长阳兀自拉着牡丹说话，不肯离去。牡丹便挥了鞭子，轻轻去抽他。好了，送到地头了，还不赶紧走要关坊门了。蒋长阳扫了一眼远处背对他们站着的乌三、顺侯、桂子等人，反手握住牡丹的鞭子，进而悄悄握住了他的手，低声道：我今晚还去你家吧。他的手温暖有力，带着一层薄茧，正好将他的整个手掌全都握住。牡丹非常喜欢这种感觉，他调皮的翘起指尖，在他的掌心里轻轻挠了几下，语气异常的坚定：不行，我娘不会答应的。蒋长阳原也没指望他会同意，也能想象得到他如果再赖在何家，岑夫人会是什么表情，一定是又为难又委婉的劝他回去，毕竟今日不同昨日那种情况。当下叹了口气，揪紧牡丹那几根不安分的手指，使劲捏了几下，低声道：算了，你说了算，知道吗？你做的袜子很暖和，穿着很舒服。牡丹扬了扬眉，开心的笑起来。真的？蒋长阳露出一排白牙来，无比诚恳地道：当然是真的，我什么时候骗过你？他挠了挠头，我其他袜子都破了，也没人补，简直没法穿，只有这2双换不过来。牡丹果然大包大揽。那我再给你做几双呀？蒋长阳心暗喜，偷偷瞟了远处的乌三一眼，神秘兮兮地道：最后和你说个笑话，乌三他娘子竟然给他在兜肚里头绪丝棉，逼着他穿。
他做贼似的，不给我们瞧见，偏偏被我看见了。我笑他，他还说我不懂。笨牡丹拍了他一巴掌。这也是笑话，人家那是怕他出门在外凉着肚子。哦，蒋长阳恍然大悟，原来是这样，真会装，明明想讨要东西，还偏偏要人主动说送他。牡丹好气又好笑，也有，只要你敢穿。行了吧，你可以走了吗？大红色绣老虎，他敢穿不敢穿？你敢做，我就敢穿。蒋长阳呵呵一笑，使劲捏了捏他的手，左右张望一番，确定安全无虞，果然无人，便做了件他昨夜刚回来时就想做的事，飞快地往牡丹脸上亲了一下，再飞快地逃开。后日我去接哥哥们，都叫上哥哥了，可真自觉。牡丹捂着被他偷袭过的地方，严肃地叫住他：你站住，你知不知道，我早就想和你说件事了。蒋长阳一愣，回头一瞧，见牡丹严肃地板着脸，捂着被他偷袭过的地方，皱着眉头看着他，似乎显得很生气。他有些莫名，又不是第一次，他也曾经亲过他的，值得这么生气吗？不过既然再生气，就应该赶快认错，便干笑道：丹娘，我错了，以后再不敢了，以后真的再不敢了。却见牡丹的眉头一点一点地松开，眼里的笑意越来越浓，他恍然大悟，他故意吓唬他，便指着牡丹道：你这个坏东西。牡丹轻轻握住他的手指，垂头笑了几声，低声道：我有没有告诉过你，我很喜欢和你在一起，我觉得自己很舒服，很放心，什么都不怕。蒋长阳一愣，随即觉得喉咙里被什么堵住，又酸又沉重，他什么都说不出来，只是望着牡丹一直笑，反手紧紧握住他的手，良久，方轻声道：丹娘，我想一辈子都对你好，你也要一辈子都对我好，不然我饶不了你。牡丹抬起头来，微笑看着他，目光里他们彼此看见对方的眼里有一个他，有一个他。鼓声响起，乌三轻轻咳嗽了一声，牡丹方将自己的手从蒋长阳手里轻轻抽出，对着他挥手，笑道：天黑路滑，小心些，明天好好歇歇，后天我在家里做好吃的等你们。蒋长阳恋恋不舍：那我走了。牡丹含笑目送蒋长阳离去，直到看不见他了，方才含笑转身往何家大门走去。今天是个好日子，阿欣过得很好，潘荣目前很体贴，潘景很可爱，他亲眼见着萧家兄妹被人涮了，沦为了蒋长义的棋子，又亲眼看到蒋长阳为了陪他，没有去赴那个看着他瞪眼睛的朱国公的约。倒也不是他喜欢看人家父子因他而不和，只是他喜欢这种被放在第一，非常受重视的感觉。想到朱国公，他的心头有些不舒服。他摆了摆头，再糟糕也不会比他前面遇到的事情更糟糕，于是他又笑了，使劲吸了几口空气传来的饭香菜香味儿，对着灯火辉煌的饭厅扬声喊道：我回来啦！血红残阳一点点地落下去，墙垣上的残雪反射着目光，寒凉的味道刺得蒋仲历年行军留下的风湿发作起来，各处关节酸痛阴冷不已，再加上先前费尽心力与萧家讨价还价，又恨蒋长义不争气，委实的心力交瘁。从与萧月溪分手，他已经等了蒋长阳近1个时辰，眼看天色渐黑，却仍不见蒋长阳归来，这令他非常不满意。他带了几分焦躁，对着廊下正在点灯笼的小厮喝道：蒋大郎到底哪里去了？那小厮唬了一跳，差点没把灯笼罩子给点着了，稳了稳神，方停下手，恭恭敬敬地道：国公爷，小的不知，公子自年前出去就从没回来过。蒋仲气得吹胡子瞪眼睛，几番想就此走了，可又想着绝对不能让蒋长阳就这样错下去，便又坐下来等。先前他才听的人委婉提起，晓得了何氏牡丹的一些事情。想那女子是什么人？商女，身份低微，和离过又病弱，还不能生孩子，这样子都能把人给迷了去，还不知是个什么狐妹子。说实话，他不知该怎么劝说蒋长阳，但他下定了决心，他不答应就是不答应。他到底是蒋长阳的爹，他说不许，他不承认，蒋长阳还能怎么办？父子，儿子怎能违逆老子？这样门不当户不对的婚事，圣上也不会同意。于是他的腰板又硬了起来，脸上的神情也越发威严。忽听得外头一阵喧嚣，有条女高音带了笑意，大声喊道：小兔崽子们，快出来磕头领赏。接着就听见一阵脚步声响起，好几个小厮欢天喜地的从廊下快步经过，低声议论：夫人来了，快去领赏时。哎呦，蒋仲如遭雷击，软瘫在椅子上半天不能动弹。他来了毫无预兆的，像风一样的，静悄悄的，轻轻的就来了。许多年未见，不知他是否还是当初的模样。许多年未见，不知他心里眼里是否还有他半分。他的心一时狂跳如肋骨，就这样坐着，他也能听见他不受控制的乱跳，跳得他几乎要喘不过气来。
耳听着那笑声带着热闹越来越近，蒋仲按住了被心脏累得咚咚作响的胸膛，慌慌张张地站起身来，不知该往哪里走。那时候他决绝地对着他把他送他定情玉簪砸成齑粉，说过此生永不相见的。他想避开他，但脚步委实挪不动，好像是被钉子钉在了地上。蒋仲就那样傻瓜似的直直站在正堂里头，看着那紫衣黄裙，发髻高耸，雍容华贵，美丽快乐，完全不像40多岁，只像30出头的女人，幸福骄傲，满脸是笑的被一群下人簇拥着走进来，正是蒋长阳的生母王夫人阿优。蒋仲忘记了呼吸，他不会不知道他在这里，他完全可以装不知道，避开去，但他竟然直接进来了，这不禁让他暗自猜想，阿优他是不是也想见他？不知道他还恨不恨他？假如他还恨他，他希望他别恨他，可是假如他不恨他了，他却又希望他还恨着他。蒋仲的头脑有些混乱，趁着王夫人没看清，忙忙地将手从胸前取下来，借着袖子遮挡，暗暗握紧了微微颤抖的手，然后竭力挺直了腰背，淡淡地看着王夫人，淡淡地道：你来啦。王夫人扫了他一眼，不在意的一笑，径自往主位上坐了，半句废话都没有，直接进入主题。本来还想着的让人去请你过来商量大郎的婚事，既然你恰好在，我便不另外费这个力气了。也不等他回答，又笑着吩咐小厮，还不赶紧给我煎茶做饭去，我累死了，饿死了。他的眼里没有丝毫没有当年临走时的恨意，但也没有任何多余的情绪，他平静自若，举止得当，言笑晏晏，看得出他的心情非常的好。反倒是他自己手脚颤抖的要靠全身绷紧，死命掐自己才能勉强不露出痕迹来。他也曾幻想过在见面时是什么场景，阿优应该会恨他，讽刺他，打击他，或者故意在他面前炫耀，或者忽视他，轻蔑他，可唯独没有想到过会是这样的云淡风轻。这样的重逢让蒋仲说不清楚是失望还是难过，他觉得他也应该表现得不在乎，于是他听见自己的语气僵硬无比，一个个字仿佛是从石头里头蹦出来似的，又冷又硬。你不用操心，他的婚事我早有计较。王夫人来啦，转圈求粉票哈。这样生硬的态，王夫人吃了一惊，然后抬眼仔细量着蒋仲。蒋仲被他看得越发不自在，简直不知该把手脚往哪里放。正觉得有些坚持不下去了，王夫人终于收回了他的目光，大方地放过了他，然后花齐放一般灿烂娇媚地笑了。你火气重得很呐，我招惹你了？蒋仲阴沉着脸不说话，他感觉有几千根细如牛毛的针都在刺他，刺得他想叫又想跳，想逃却不知道该怎么才能逃开去。这种感觉让他心烦意，就想爆发出来，随便找个什么人发泄。既然我没有招惹你，那就是你还在恨我。不会吧？王夫人笑得有些狡黠，看着却更迷人了。蒋仲此时最见不得他这样，冷哼一声，我恨你什么？其实他是恨的，他恨他当年半点不肯为他着想，半点不体谅他在孝道和忠义之间的痛苦为难，任性妄为。他痛恨他走的那般决绝，无情无义，一去就是那么多年，杳无音信，再见到就是另结新欢，还恨他把蒋长阳教成这个样，半点不尊重他这个父亲，丝毫不懂得孝道是什么。他还恨他，竟然再不恨他了，还能这样望着他笑，语气轻松地调侃他。那就好，咱们可以心平气和地说话。王夫人呵呵一笑，轻轻抚了抚白玉兰花一样的手，露出皓腕上一对镶嵌了蚕豆大小般的上好色做工精美的赤金镯来，慢条斯理地理着绣工精致的金线绣边，缓缓道：大郎和我说他相中了一个女，想娶那女为妻，他做事情向来妥当，我便允了。可我想着不管怎样，你到底也是他亲生父亲，还是要和你说一声的。蒋仲气了个倒仰，什么叫做不管怎样，到底也是亲生父亲，还是该和他说一声？只是说一声通知他，而不是征求他的意见。他们母二人已经先定下了，才通知他。况且蒋长阳到现在也没和他提过的事情，而是直接就找了阿优来对付他，他觉得他的尊严受到了严重的侵犯，当下冷硬的道：那女是不是姓何？王夫人笑起来，你也知道了，就是姓何，听说大名叫韦芳，小名叫牡丹，长得美丽端庄，还温柔可人，又善良又大，还聪明能干，实在是不错。父母双全，兄长侄众多，我非常满意。可他不满意。蒋仲道：我不同意。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你教的好。王夫人的眼里闪过一丝冷意，随即收了笑容。我当然知道他是什么人，你不同意，无非就是因为他不是名门贵女罢。当然，他那样的身份怎么配得上大郎？你糊涂了吧？你再恨我怨我，也不能拿孩的前途开玩笑。
他也是你的亲骨肉。蒋仲猛地站起来，声音都是抖的，这回是气的，不是激动的。我看你才糊涂了吧。王夫人还坐着，笑容一点点递起来，说的你们多亲似的，就你这个没养他的爹肯替他着想，我这个养大他的娘就是他的仇人，我为了恨你，所以我要害他，你可真重要。他笑眯眯地接过身边丫鬟送上的热茶汤，喝了一大口，满足地眯了眯眼睛。我就他一个儿，可比不得你，带着天血脉的，尊贵无比的就有2个整。哎呦，当年我蒋仲听他这话，似乎是在怨他，心里头的火气不知道为什么就降了温，像是那风中的残烛，随时都有可能被风吹灭。但王夫人显然不想替他吹灭这小火，反而想让他的小火变成大火。他微微一摆手，不提当年，大郎才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呢，你不是，所以你的想法远远比不得他的重要。其实我就是通知你一声，肯或者是不肯，那是你自己的事情，这事儿就这样定了，你可以走了。蒋仲心中已经在垂死挣扎的怒火一时又被撩得蹿起老高，他颤抖地指着王夫人，你别忘了当初你是怎样才能带着他一起走的，你别忘记了你当初答应过我什么，你以为你找到靠山了，他翅膀硬了就可以为所欲为了，我告诉你，他死也无法，他是我蒋家孙的事实，我不同意，你们就休想，如果你们非得这样，就永远也别想那个女人进蒋家的祠堂，你不如连着大郎一起逐出蒋家好了，皆大欢喜。王夫人轻笑一声，要说当初你好意思提，我答应你的事情还有什么没做到？他没有回京城，他没有叫你爹，他改姓了。要说我没教好他，你能比我教得更好？他会赌会嫖，他靠着别人养活，看看他骄傲无比，20岁正4下皆名将军，这次又立了大功，有几个人能做到？你教的儿现在在哪里？在做什么？还在吃奶吧？我这辈最后悔的事情就是不该心软，让你把他带走，教得他这样目无尊长的样，进了你这狂妄样。蒋仲愤怒地瞪着王夫人，咬紧了牙关。我这辈最后悔的事情就是你竟然是他爹，狂妄怎么了？可不是谁都能狂妄得起来的。王夫人往蒋仲眼前晃了晃手，别瞪，本来就已经很老很难看了，这样一瞪更像个无趣的老朽。他怎么能说出这样伤人的话？他最后悔的事情就是他是蒋长阳的爹，是可忍孰不可忍。蒋仲的眼睛瞪得更大，他感觉到自己所有的血液都在突突突突的往上冒，控制不住的冲向脑，他有些喘不过气来，也有些发晕，差点就想砸了这正堂中间那架屏风。但是他知道他不能，他强忍着让自己平静下来，不让自己过于失态。王夫人看到他目露凶光，脸红脖粗的样，笑道，瞧，当诸国公当的久了吧，胖了，这眼睛再使劲瞪也没从前大。别发脾气了，你不高兴在这儿待着就回去吧，回去后好好想想啊，别到时候又觉得都是别人对不起你，不肯为你考。蒋仲忍无可忍，差不多是暴跳如雷，你才要好好想想，那个女人不会生孩，这样的儿媳你也要。王夫人心中一凛，这事儿是怎么说的？她倒是从没听蒋长阳提起过。蒋仲见她突然不说话了，心中微微得意，总算是扳回一局了，便施施然坐下来，语重心长地道，这还心思重，我就猜到他一定没告诉你，他要实在是喜欢得很，可以收了做偏房，这是我能做到的最大让步。王夫人看不惯他那嘚瑟样，淡淡的看了他一眼，凉凉地道，你又错了，我们之间没秘密，他告诉我了，他说是居心不良的小人的传言，你一向自诩聪明，竟然也信这个，还帮着传，可笑。偏房，哼哼，真可笑，还非得你允许才行，实在可笑。你看，我又后悔你竟然是他爹了，你过分了。蒋仲听得他连这个可笑，又说了一遍那句难听到他不想再听第2遍的话，一时竟然无言以对，他沉默片刻，觉得自己实在无法再对着这个女人坐下去，便起身疲倦地道，随你便吧，反正我丑话说在前头，我是绝对不会答应你们乱来的，你要不信，咱们走着瞧。王夫人看也不看他，我有点累，就不送了。待到蒋仲前脚出了门，王夫人便沉着脸起身道，给我准备香汤沐浴，好酒好菜送上来，去街口候着，蒋大郎一回来就让他来见我。臭小要造反了，真是有了媳妇就忘了娘，还敢骗他，害得他差点丢脸。却说蒋长阳、乌等人踩着最后一声鼓点奔进方门，眼瞅着方门在身后沉重的关闭上，蒋长阳心情大好的回头看着乌，顺口而道，这时辰拿捏的真是好。乌不答，只望着他努努嘴，示意他看前头。蒋长阳回头一看，只见蒋仲面如锅底，沉着脸高坐在马上，阴沉沉地看着自己。
怎么还没走？不过人家是国公爷，大门朝着大街开的，进出不经方门，自然自由许多。蒋长阳便下马行了个礼，有事来得迟了，让您久等了。今日已晚，不如改日再谈如何？经过这么段时间的接触，蒋仲也隐约摸到他一些脾气。他今日分明就是故意避开，好让阿优来对付自己的。一想到适才阿优那可恶样，当下心头也拧上了劲儿，冷冷地道：若要和我谈你和何氏女的婚事，我便只有今日有空，谈不谈在你。蒋长阳沉默片刻，道：那便去我那里说罢。蒋仲倔强地道：跟我去国公府说。他还有很多事情要问蒋长阳，比如上次的扔玉之物事件，再比如杜夫人的赔礼宴，还有今日蒋长义和萧雪溪的事情，件件都和蒋长阳脱不开干系。我明日还要进宫，今夜须得再准备准备。蒋长阳此刻却不想和他说什么，明摆着就是要不欢而散的。他这时候还不想激怒蒋仲。蒋仲见蒋长阳拒绝，心中火更炽，正想出言狠狠训斥他几句，忽听得不远处有人脆生生的道：公夫人正在发脾气呢，倒是他远道而来，却不见你备下好酒好菜接他，还连影都不见，让您赶紧回去陪他吃饭，不然不饶您呢。却是王夫人身边的贴身侍女樱桃，原来已经到了。这么快？他还以为最快也要明日呢。蒋长阳不由喜上眉梢，扫了蒋仲一眼，心知他二人必然已经见过面，而且蒋重定然吃了瘪。当下呵呵一笑，朝蒋仲抱了抱拳：我娘远道而来，许久未见，甚是想，我得先去看看她。您慢走。蒋仲眼巴巴地看着蒋长阳绕过他，径自去了，与那来接他的侍女低声说笑起来，发出一阵欢快畅意的笑声，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明显就是非常欢喜他母亲的到来。不自觉的，他想到了阿优氏才和他说过的那些话，他们母间没有秘密，他们母间的感情好得不得了。可蒋长阳一看到他，就算不是黑脸，也是面无表情，更是从来没有半句闲话，来来去去，事无大小从来不和他说，他要知道其行踪，还得从旁人口里听，弄得所有人看他的眼神都怪怪的。皇帝还特别提醒他，让他偏心，只顾着小儿，这算什么父？甚至比不得一个外人。明明不是他的错，当年不是他不肯教养蒋长阳，他只是犟不过阿优的以死相拼，这才答应了阿优将他带出去。可他也还指望着阿优从来没有吃过苦，不知人间疾苦，放他去，等他四处碰了壁，知道了艰难，就还会回头，他们还可以和从前一样的过日。但他没有想到的是，阿优从来就没有回过头，还把他的儿娇成了这个样。难道父成仇他就满意了？这么多年，经过这么多事，就不见他的心胸开阔一点，还是一般的记仇。蒋仲越想越生气，待到门吏开了方门，就使劲甩了马儿一边，任由马儿带着他在空旷无人的街道上狂驰，任由汗湿重衣，仿佛只有这样，他才能将胸中的那口闷气散发出来。蒋长阳含笑听着樱桃叽叽呱呱，不住嘴地和他描述一上道的事情，又说本来方爷是要夫人别急，遇到雨雪天气就停下来好好整顿再走，可是夫人不听，就想早点来看宫，所以下着大雪也没停下。雪深，马车驶不动，夫人就弃车骑马，这才赶在日落前进了城。蒋长阳听得心头暖洋洋的，便随口插了一句：方爷什么时候来？樱桃一愣：不知道呢。来之前夫人才和他吵了一架，夫人把给方爷的鞋都搅烂了。不过第二天早上，方爷还是来送咱们上，一口气和夫人说了10句话，夫人都没理，马车启动时才和他说了一句：回去吧。方爷这才开开心心的回去了。蒋长阳想到自老娘那的理不饶人的脾气，忍不住轻笑着摇了摇头：你这丫头，你怎知晓方爷和夫人一口气说了10句话？樱桃认真道：奴婢数着的。他们一吵架，奴婢就害怕，不知该劝谁好，但总得找点事情做，便数他们一共吵了多少句。蒋长阳失笑：你这个死丫头，仔细夫人知晓，剥了你的皮。樱桃调皮的一笑：公，适才那国公爷和夫人说了未来少夫人的坏话，夫人这才生了气。你想不想知道？蒋长阳心头一跳，随即道：他说什么我都不怕。呜骂道：樱桃死丫头，越来越不知尊卑，有你这样和主说话的吗？还不赶紧招来。樱桃白了他一眼：熊嫂也来了的，昨夜我看见他在磨针，说是要看看你老人家的皮是不是又厚了。乌不敢惹他老婆熊嫂似的，眼看着蒋长阳和顺侯脸上的笑容暧昧起来，他脸上挂不住，便骂樱桃：死丫头，夫人宠得你不知天高地厚，赶迷让公给你配个大老粗，揍死你。樱桃吐了吐舌头，只怕不等我被揍死，你已然被熊嫂的大蛮针给戳死了。
随即回头看着蒋长阳，担忧的小声道：公，您听了别气，那国公爷说少夫人那个，他有些脸红，毕竟大姑娘家说这个事，还是有点那个啥。蒋长阳的脸色阴沉下来，他摆了摆手，示意樱桃不要再说了。是什么出身，他没有隐瞒王夫人，唯一隐瞒了的，就是关于牡丹不能生育那件事。要说有什么会让蒋仲拿着当众捶敲，让王夫人生气，也只有这个。樱桃见他脸色不好看，立即乖巧地闭了嘴。蒋长阳蓦然进了门，只见四处灯火辉煌，人来人往，仆役们欢天喜地的低声炫耀自己得的赏。与他之前一个人住的时候完全不同的两种感觉，到处都很热闹。他穿过武康石小径，站在一丛被雪压得弯了腰的竹旁，抬头看着不远处的那幢灯火辉煌的小楼。王夫人就在里面等着他去解释，等着他去说服他。他有些紧张，母亲平时很讲道理，很好说话，可一旦倔起来就像一头牛，万一他不答应怎么办？按他的打算，本是不想和他提起这件事的，等生米煮成熟饭又再说，他就不信他不会喜欢牡丹。可是这个计划明显被打了。牡丹他是必须娶的，可他也不想要母亲伤心，那他就必须得有充足的理由说服他。蒋长阳背着手，围着那丛竹来回绕了几圈，紧张地思着该怎样说服王夫人，迟迟也没跨出那一步。他想得过入神，甚至于王夫人蹑手蹑脚地摸到他附近，他都不知道。看着皱眉苦思的小样，是很喜欢那盒牡丹呐，是在考虑怎么说服他吧。王夫人撇撇嘴，就近抓住几根翠竹，使劲一摇，上面的雪扑簌簌地掉下来，洒得蒋长阳满头满身都是。王夫人还不解恨，团了一团雪，一把扯住对着他讨好的笑的蒋长阳，揭开他的衣领，尽数塞进他领里头去。蒋长阳被冷得打了个大大的哆嗦，他委屈地看着王夫人，又夸张地打了几个哆嗦，却不敢从领里头将雪拿出来，任由那雪化成了水，顺着他的背脊一直淌下去。王夫人冷哼一声，扔下他甩手进了楼。蒋长阳忙忙地跟了进去，闲着脸去拖他的手：娘，亲娘，我好想你，算着你再快也得明日才能到，正算着准备一大早就出城去接你呢，哪晓得你老人家小儿这么快就赶来了。刚才听见樱桃的声音，欢喜的我和什么似的。王夫人不看他，将他的手挥开。看不出来，我只看到有人不想见我，一直就在外头绕圈。蒋长阳呵呵一笑，毫不气馁的又拉起他的手：娘，儿知错了。王夫人不理他，往桌前坐了，镜子拿起筷准备吃饭，才看了一眼鸡，他最爱的鸡翅膀就到了他碗里，才看了一眼虾，虾就被剥了皮放到他面前，刚想喝口小酒，温得刚好合适的酒就送到了唇边。从小到大他都很懂事，不会让他操心，但是这样狗腿，只有求于他的时候才会做到这个地步。那个女人对他很重要。王夫人抬头犀利地看着蒋长阳，但见蒋长阳一手执筷，一手执杯，纯洁可爱，天真无辜地看着他眨眼睛。娘，你一来这房平白就热闹起来，你说奇怪不奇怪？20多岁的人都可以做爹的人了，还装出这副样来。王夫人有些想笑，拼命忍住了，淡淡地道：你的意思是我很吵？蒋长阳笑道：我就喜欢吵。王夫人撇撇嘴：得了吧，看在你这么有诚心的份上，暂且饶你不死。蒋长阳立时挨着他坐下来，甜滋滋地喊了一声：娘，单娘替你接了2株神样锦，那可是外头买不到的。王夫人拍了他一巴掌：臭小，这么大的事情你干嘛瞒我？害得我今天措手不及，差点没丢脸。虽然他是用这种方式说出来的，可他其实就是在委婉地问他这件事。蒋长阳沉默片刻，抬眼看着王夫人：娘，不告诉您，是因为儿怕您不肯答应。王夫人冷下脸来：你打算生米煮成熟饭，逼着我不得不答应？难道你不知道我最恨的就是这种事情？蒋长阳垂下眼，低声道：我知道。您记得小时候我有一把小笔吗？是他送我的，我一直很喜欢，睡觉都抱着睡。走的时候您什么都没拿，叫我也别拿，说咱们不稀罕。我舍不得，又怕您瞧见了伤心，就偷偷藏在怀里。一直走，一直走，您还是发现了。他的声音有些哽咽，我以为您会骂我打我，可是您没有，您说我是个傻孩，您已经够伤心了，怎么会舍得我也伤心？既然我喜欢，就留着。王夫人的眼圈突然红了，她定定地看着蒋长阳：他很重要。蒋长阳认真地看着他，坚定地道：对我来说，你们一样重要。我舍不得你们其中任何一个人不开心。而大不由娘，他有他自己的坚持和追求了。他曾经最讨厌的人就是那指手画脚，什么都想管，什么都想别人按照自己的意图来，否则就是忤逆不孝的老婆。
现在他总算是能体会到这种复杂的心情了，可是他自己也变成那种讨厌的人。王夫人闭了闭眼，你确定了？蒋长阳忧虑地看着他，但还是使劲点了点头。王夫人撑着额头，轻轻喟叹一口气。我想你知道这件事情不是1天2天了，想必也是想清楚了后果的。蒋长阳点点头。您说过，舍得，只有舍才能有得，不能十全十美，全都占全了。我想清楚了才给您送出去的信，我只是担心您。王夫人摆摆手，和我没什么关系，我马上就要再嫁，而且等你老了的时候，我已经成了一堆白骨，看不见你是什么样。说到这里，他的声音微微有些哽咽，把脸侧开。他是他唯一的骨血，他对他的未来充满了憧憬，可是有个甜美的梦还未开始便已经预示着结束，叫他怎么能不伤心？蒋长阳默然无语，只是站起身来对着王夫人重重地磕了几个头。王夫人含着泪仍然在笑。算了，我也曾听过有人成亲好多年一直没孩儿，分开后另娶另嫁便儿孙满堂的。他身不好，好好替他调养着，总有一日会好。再不济也还可以过继一个。蒋长阳感激地看着他。母亲，不说了。王夫人擦了擦泪，笑道，饭菜凉了，让厨房再热热，赶紧吃了去歇着吧。有什么明日又再说，我是真的累了。蒋长阳晓得他心里不好受，也不说话，就站在他身后，轻轻替他捏肩膀。王夫人微闭着眼，任由他轻轻捏揉，把一身的酸痛疲倦渐渐消去。很多年前，小小的他就是这样犒劳辛苦劳累了一天的他的。蒋长阳捏着捏着，发现王夫人的呼吸声渐渐加重了，垂头一瞧，但见他靠在椅背上早就睡得酣熟。他无奈地笑了笑，低声唤樱桃进来帮他把王夫人弄去睡好。待到安置妥当了，樱桃轻声道，公您别担忧，夫人只要还能睡得着，就说明没事儿。您等着看，明日她起来一定又活蹦跳的。但愿吧。蒋长阳苦笑了一下，蹑手蹑脚地退了出去。他才刚退出去，王夫人就睁开了眼睛，泪湿枕头。樱桃惊慌地低声道，夫人。王夫人仰面望着帐顶，低低地道，樱桃，我真是伤心。明日咱们去会会这位和，我倒要瞧瞧，大郎这般待他，他待大郎又是何种心思。同样的，今夜对于诸国公府来说，也是一个不眠之夜。蒋仲一纵马狂奔，直奔到国公府门前，才停下了马，将缰绳扔给闻声而出的门房，大踏步走进去，所过之处，人皆平声静气，半点杂音不闻，气氛不同寻常的沉闷阴冷。看来大都知道这桩丑事了，蒋仲越发气闷。他也不去看老夫人，径直去了书房，才到院门口，就看见一人跪仆在阶前的残雪上，对着他一动不动，正是脱掉了外衣，指着里衣的蒋长义。蒋长义见他过来，立即西行几步，双手捧起一根马鞭递在他面前，头也不敢抬地，低声道，儿犯了大错，辱没家门，请爹爹责罚。他被冻得脸乌嘴青，控制不住地微微颤抖，看上去说不出的可怜，想必是一直就在这雪地里跪着等自己归来。蒋仲的手已然抓住了那边，却又没有抽下去，而是抬脚狠狠踢了他一脚，沉声道，不争气的东西，看见女人就忘乎所以，能指望你什么？滚！蒋长义双目含了泪，趴在地上只是磕头，半句也不敢辩解。蒋仲玉提起马鞭道，你滚是不滚？小八见状忙去扶蒋长义，公别惹国公爷生气了，就是你这起不好的刁奴娇坏了公。蒋仲使劲一鞭抽在他脸上，抽得小八怪叫一声，丢了蒋长义跪在地上只是哭。蒋长义爬过去护住小八，哽声道，都是儿不争气，爹爹自管出气，没有小八儿已是什么都说不清了，全凭他萧家怎么说。公见蒋长义以身相护，小八感激无比，主仆二人抱着哭成一团。萧家想把萧雪溪嫁给蒋长阳，不是1天2天的事情，今日之事说不得还是他家起的头，只是恰好被人使了计，这才落到了蒋长义身上。谁晓得和蒋长阳有没有关系？蒋仲忍了几时忍，终是喝了一声滚，带得蒋长义主仆二人哭哭啼啼的去了。他方进了房坐着生闷气，等杜夫人过来嘘寒问暖。可他等了许久，只等到一盏热茶和几碟精致的小菜，不见杜夫人出现，反倒是看到一向病弱卧床的县姨娘气喘吁吁地扶着门框，想进又不敢进，直眼红红，可怜巴巴地看着他。蒋仲便叫县姨娘进来，在化雪呢，冷得紧，不是还病着吗？怎么就出来了？县姨娘红了眼，扶紧门框，摇着头不肯进。国公爷，奴婢说2句话就走。他自来是这样拘谨上不得台面的脾气，蒋仲也不勉强他。你是想说一儿的事情吧？县姨娘拼命点头。
正是。一儿不晓得轻重，犯下这样的大错，实在是让您和夫人失望了。可他是个老实孩，至情至性，还请国公爷您再给他一次机会。就算是他不给，萧家也会给。萧家不会容忍自己女婿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卒。从这一方面讲，其实这桩婚姻对蒋长义是有好处的。蒋仲沉着脸不容辩驳地道：这事儿你别管，自有夫人和我，回去歇着。县姨娘战兢兢地抖了一下，悄悄擦了擦泪，还想再说两句，就听见杜夫人在她身后道：这么冷的天气，怎么出来了？有什么事让丫头过来说一声不好吗？自个儿的身体自个儿都不爱惜。县姨娘犹如贼时被人抓住了现场，猛地一缩，惊慌失措地给杜夫人行礼。夫人，奴婢指示。杜夫人淡淡地扫了她一眼，似笑非笑地道：你放心，一儿是我的儿，我会薄待她吗？这么多年你还不知道。县姨娘本就煞白的脸色更加惨白，默然无语的轻轻一礼，幽灵一般飘了出去。杜夫人放下脸走进去，往蒋崇面前坐了，板着脸一句话都不说。蒋仲见他脸色不好看，也晓得他为何生气，便道：今日之事不是我故意不让你知晓，千防万防就没防着蒋长义把萧雪溪得了去，平白占了这个大便宜，有萧家提携，春天里这场科举考试无论如何他都是要出头了的。他先前跪在他面前痛哭流涕的解释说是意外，是吃人算计，可他宁愿相信他是居心不良，起意为之已经有了一个蒋长阳，又冒出一个蒋长义，这养不熟的白眼狼。杜夫人暗里恨得咬牙，却撅着嘴带了点鼻音道：我才不是气这个。蒋仲今日受了严重打击，心情非常不好，懒得和他玩这个调调，皱着眉头直截了当地道：那你气什么？发生了这种事情，难道你不气？杜夫人见他脸色不好看，便收了薄嗔之态，抱怨道：萧家这个女儿实在是妇德有差，还累了我们一儿。这也罢了，待她进门之后，我严加管教，不教她再出丑也就是了。如今我只是担忧长幼有序，一儿上头还有他大哥二哥，萧家要他们早日成亲，可怎么好？钟儿是我亲生的，倒也罢了，就怕外头说咱们苛待了大郎。本来前不久就因为那几桩事情闹得沸沸扬扬的，若是再闹僵起来，越发传得有鼻有眼的了。不提这个还好，一提这个，蒋仲心头的无名火就呼地一下蹿将起来，他重重地拍了一下桌，起身来回踱了2圈，断然道：明日开始，你就给我好生打听一下京中都有哪些人家的女儿合适，赶在半月内就把大郎的婚事给我定了。小兔崽和他叫板，他倒要看这小兔崽能跳多高。至于阿优，他马上就是方家的人，怎管得了他蒋家的事情？杜夫人吃了一惊，这是怎么了？匆忙之间哪里能寻得好亲？怎么这么急？到底出了什么事？只要用心，怎求不得好亲？蒋仲不想和他说王夫人的事情，也不想和他说蒋长阳母目中无他，根本就是为了一时之气，自毁前程。他们可以不管不顾的由着性乱来，他却不能做事这样荒唐的事情发生。他烦躁地道：叫你去做你就只管去做，管这么多做什么？他是他一家的牛马吗？想怎样使唤就怎样使唤。小的做下的丑事还未遮掩完毕，又要替大的来回奔波。倒是他自己的亲生骨肉，却被冷淋淋的扔在远方吃苦受罪，也没谁记着他些。杜夫人越想越冒火，生生忍着气耐着性道：不怕你怨我，我这个继母不好当。若是我寻来的他不满意，将来就会落下画饼，说是10天半月里打访来的，会好到哪里去？是故意害他，说不得还要连你也怨上。依我说，你也别急，不如先私底下打听着，让萧家那边缓缓。蒋仲哼了一声，重重地道：萧家那边缓缓不是不可以，但他这事儿必须要抓紧办，半点由不得他。说到这里，他本待与杜夫人说牡丹的事情，想想却又吞了回去。杜夫人看他的样，明显是知道了点什么，说不定就是晓得了牡丹的事情，却不和他说，这是防着他呢。不由暗自冷笑一声，就护着吧，护着吧，看你能护他到几时。这事儿可不是吃瓜，包了就吃了，先答应又何妨？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强踢。语气就异常温和。知道了，明日我就着手去办，有眉目了再和你说，最后还是要娘和你来定。那是自然。蒋仲疲倦地揉揉额头。还有一件事，萧家希望老成亲以后搬出去单住，你看一下哪里合适，给他们拨一处宅，让人好生整理一下，莫失了体面。眼看着杜夫人脸上的笑容一点点地淡下来，忙道：你为他多年辛苦，不差这一点。搬出去住，把他当成什么人了？他岂能容许他们不受控制的越飞越高，野了心思？萧家的小淫妇，
还没进门就和他叫板作对，休想！他要不把这小淫妇握在掌心里头拿捏，他就不姓杜。杜夫人冷冷地拒绝。这个休想！蒋仲元猜到他定会不高兴，但最终也不会拒绝，没想到他会这样坚决地拒绝，便皱了眉头道：为何？杜夫人不慌不忙，有条不紊地道：第一，我们没有分家，有高龄祖母要赡养，又有父母在堂，他搬出去住不能尽孝，违背人伦。第二，心腹刚进门就搬出去住，可是我容不得他，还是他容不下我们。第，萧雪溪生性不检点，老老实巴交的，被他迷昏了头，才做下这种鬼迷心窍之事。一改本性难移，老镇不住他，若你我不盯着点儿，日后再出大丑，丢的可是我们府里的脸，还要毁了老。他降低声音，无限痛惜，我辛苦了10几年，眼看着就要成才，差点就被他给毁了。若是杜夫人脸上露出害怕担忧的样来，无论如何，我绝对不答应老给他毁了。是我考虑的不周全，只想着他家世顾惜女儿脸皮薄。蒋仲听得连连点头，就说他祖母疼惜孙儿，坚决不同意，不能叫老人家寒了心。这事情你去和他们细说，钱财上小细节上就不要计较了，左右要做亲，闹僵了不好。你是男人，难免粗枝大叶，想不到也是有的。也别担心，他家翻不起浪来，又不是我家女儿不检点。杜夫人暗里又是一阵冷笑，她自己出尔反尔，不好意思去和人家说，就推他一个妇道人家出面。论起来，从前这种夫妇随的事情他们没少做，可是自蒋长阳回来，蒋长忠出事之后，他心里就窝了一团火，看他越来越不顺眼，更不要说又发生了蒋长义这件事。蒋仲哪里晓得他在想些什么，只暗自感叹，他与阿优比起来实在是温柔识大体的多。看到杜夫人微皱的双眉，这段时间以来突然变老了几岁的模样，他不禁暗想，这都是为了他和这个家操心操的呀。不像阿优没心没肺，自私自利，只顾自己快活，自然进得老。便轻轻叹了口气，这次的事情虽然不好看，但对老来说也未尝不是一次机会。如果他以后能成才，靠着他自己就能衣食无虞，不用我们替他多操心，你我也算对得起他了。言下之意是不会再给蒋长义别的。他的语气温和，言辞间似乎也是给了某种暗示，可杜夫人心里仍然是不好受。有这么一号不安分的人成了蒋长义的妻，他能放得下心吗？钟儿，他的傻儿哦，真是前有狼后有虎，想给他娶门好亲，多得一门助力，却是没那么容易。回到房中，他辗转反侧，难以入眠。百香听得动静，低声劝道：夫人，其实倒过来想，也是件好事。那萧家说不得是算计的大功，若是让他们得了手，此刻已是什么都晚了。公到底是在您身边长大的，您对他有养育之恩，他为人也老实憨厚，心软得多。适才国公爷发火要打小八，他还扑上去替小八求情呢。正是这个理，蒋长义可比蒋长阳好控制得多。一言惊醒梦中人，杜夫人豁然开朗。既然老如今也有了盼头，那萧家偷鸡不成蚀把米，想必也痛恨蒋长阳的紧，便挑着他们兄弟二人斗罢，他只在一旁扇扇风，点点火就好。目前最要紧的就是先把蒋长阳的亲事搞定。杜夫人想到此，低声对百香道：明日你再替我跑一趟何家，就和何牡丹说，国公爷要替大郎说亲，10天之内就要定下来，看看他的反应如何。他有意把半个月说成10天，就是要让牡丹好好急急。百香一一应下，见他心情似有所放松，应该能睡得着了，方替他吹灭了蜡烛，小心退出去不提。蒋长义趴在床上，任由小八往他身上推药酒。萧月溪下的好狠手，将他全身打得没一处好地方，特别是两肋之下，青紫乌黑一大片，摸也摸不得。小八这个擦药的人都看得直吸冷气，不忍地含了2泡泪，可是他却死死咬着牙，从头至尾半点声息都没有，更不要说眼里还有什么泪，哪里还有半点在白日里，在杜夫人，在蒋仲面前的可怜后悔样。小八心疼地替他查完了药，方长出一口气，低声道：公，他们怎么能这么……蒋长义挣扎着起身披衣。踩死一只小虫，谈得上狠心不狠心吗？多数人是踩死了都不知道，也不耐烦去知道的。但是很快他就会叫他们认的，他这只小虫也是有牙齿有毒刺的，有朝一日还会生出翅膀一飞冲天。萧雪溪喜欢的是蒋长阳，想嫁的蒋长阳，他清楚得很。可是没关系，他原本也没想过要和他怎样琴瑟和鸣，举案齐眉，只要他乖乖地坐在那里，做他蒋长义的妻就够了。清晨，湛蓝的天空一碧如洗，金红色的阳光照在墙头房瓦的残雪之上，
反射出迷的七彩微光，空气寒冷中又带了些清凉，沁人心脾，正是一个美好的清晨。何家的院里一片欢欣鼓舞，牡丹带着一群孩在花园里头你追我赶，捏了雪团你砸我，我扔你，你偷袭我，我明解你，打得血雾四散，鬼哭狼嚎，怪笑大喊的岑夫人与薛氏等人坐在帘下看得直摇头。多大的人呢，还和个孩似的，越来越爱闹腾了。忽听下人来告，外头来了一位衍生的夫人，说是姓方，有事要见咱们家娘。通身的气派，就是脸色不好看，怕是来巡视的。先请进来。岑夫人奇怪地回头对薛氏道：姓方的，我不记得丹娘和我提过这样一个人，莫非是丹娘不小心招惹了他？你听丹娘提过没有？薛氏摇头，不曾，便使身边的丫头去请牡丹过来。牡丹正被年幼的何纯和汉娘拉着往脖里头瑟雪，假意怪叫着求饶，逗得何纯、汉娘开心的咯咯直笑。忽听得有人上门来寻她，貌似还是来巡视的，不由一呆，也是莫名其妙。我不认得，兴许也不是来巡视的。岑夫人替他理了理衣服，赶快去换衣服，我先出去瞧瞧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牡丹飞快地准备妥当，飞奔出去，到的正堂外，但见英娘和荣娘满脸担忧地站在道旁朝他招手，便过去低声笑道：怎么了？荣娘小声道：姑姑你要倒霉了，这位夫人其实姓王，是蒋叔的母亲。牡丹一呆，随即掌心冒汗，王夫人竟然是王夫人，该死的蒋长阳，昨日也不提前和他说一声，害得他半点准备都没有。难道这就是他要送他的礼物？可真是惊喜。忽然听到一条女高音问道：何娘怎么还不出来？荣娘便将牡丹往前头一推：迟早都要见的，快去，生气了。牡丹紧张地扶了扶发髻上的簪钗，又理了理裙：我这样妥不妥？英娘只是捂着嘴笑：好得很了，快去，快去。牡丹硬着头皮将着脖往正堂里头去，才到了门口，就被客位上的那位穿着海蓝色小团花锦袄，系着黄色八幅金呢罗裙，下着高透五彩锦履，笑得不怀好意的中年美女吓了一小跳。这就是蒋长阳的娘，这笑容。王夫人仔细量着，长相就不说了，身材高高瘦瘦，不过还好，该丰满的地方还是丰满的。衣着嘛，桃红色小袄配樱草色小团花八幅罗裙，发髻没有作怪的跟上最流行的发饰梳得老高，也没有插得满头簪钗。看这表情似乎有点着慌，可也还能保持脚步呼吸步，目光也没有躲躲闪闪的，眼神安静温柔，又带了点羞怯，微笑着看着他，轻轻行下一个礼去，姿势优美端正，挑不出半点错。总而言之，整个人看着绝对不会让人生出不喜欢来。王夫人暗里叹了口气，起身扶牡丹起来：文不如一见，总算是见着你了。牡丹想说几句好听话，临了却发现自己实在嘴笨，竟然找不到什么可以说的，只好笑道：适才与侄们在院中玩雪，衣衫狼狈，听得有客至，便忙着去换衣见客，故而来迟了，还请夫人恕罪才说出口。就见林妈妈朝他挤眼睛，意思是生恐王夫人就是喜欢那端庄稳重的，听到他和孩们一起玩雪，会不会不喜欢？牡丹暗自叹息一声，已经说出口了，还能怎么办？不然怎么解释他来迟的事情？却听王夫人淡淡地道：这京中的雪确实没有安西都护府那边的大，不过倒是各有千秋，我是好多年不见这雪了。岑夫人忙插话道：夫人您约莫是才到京中没多久吧？这般天气赶上一定很是辛劳。王夫人笑了一笑，亲热地回答：是呢，我昨夜里天要黑时才赶着进的城，马车和好些行李都扔在上，只怕还要再过2日才能到。千里迢迢顶风冒雪的赶了来，第2日一大早就来见牡丹，可见是非常着紧这婚事的，多半是想单独和牡丹说几句话。岑夫人便笑道：难得您光临寒舍，就留下来一起吃午饭吧。王夫人欠身谢了，岑夫人便告失陪，起身去安排饭食，交代牡丹：丹娘你好生陪着夫人。王夫人见岑夫人等刚出去，就将脸色放了下来：丹娘你不介意陪我到园里走走吧？夫人请。牡丹从善如流。王夫人行至他身边，抬眼盯着他，淡淡地道：不瞒你说，我今日就是来相看你的。母亲的听到有了意中人，很是欢喜，却怕这个意中人与他不合适，所以要来替他把把关。他的目光锐利的紧，看上去似是非常不喜。牡丹一怔，有些无奈，原来自己还是逃不掉不讨婆婆喜欢的命运。即便是这位传奇女，不，她要试试，绝对不能到了这一步还错过。她微微垂了眼眸，低声道：那您看过了，觉得如何呢？王夫人也是一怔，
有多少女在未来婆婆已经放下脸来，明显不喜的情况下，连问一声婆婆的意见都不敢问，只会觉得对方莫名其妙，委屈的红了眼圈。和氏女倒是干脆利落，直截了当的就出声问了，便也直截了当地道：你看我的表情，应该能看得出我心情很不好。牡丹抬眼看着他，那是为什么？您不同意这桩亲事。他的脸上没有气，眼里有担忧，看上去有些忧愁，但是绝对没有懦弱和退缩。王夫人故意道：是，来之前我就非常不高兴。他指了指前面，示意牡丹引。牡丹沉默着往前行去，却也没有松开他的手，而是小心地扶着他往扫干净血的地方站定，方才松了手。王夫人继续道：之前我曾收到大郎的信，晓得你的一些事情，我当时还满意，也很相信大郎的眼光。可是昨夜有人告诉我，他犹豫了一下，拿不定主意是不是该提起这件事。毕竟不能生育，对于任何一个女来说都是悲剧，听人提起都会很不舒服，又是一场伤心。牡丹静静地立在一旁，但说无妨，您一定有您的理由说给我听听，若是误会，我能解释，我便解释，若是不能，也好知道问题出在哪里，看能不能解决。凭蒋长阳和白夫人的描述，他不相信王夫人会是为了身份地位的事情对他心生不满，那么必然是另有原因。太挺激的，也挺冷静。王夫人有些感慨，大郎待你的情谊，相信你心里是有数的。那么你呢？你待他是怎样一种心情？牡丹有些发怔，随即抬起头来看着王夫人，微微一笑。他很好，我愿意一直待他好，与他风雨同舟。没有什么花哨的言语，但王夫人知道，往往这样简单朴实的一句话，就代表了最真的情谊。可是他的儿愿意这样待他和牡丹，他和牡丹又能不能用同样的心情对待他？王夫人不确定。更何况何牡丹要是此刻听他这样提一提都忍受不了，将来无数的人当面或是背地里头的议论，岂不是要心碎心伤而死？王夫人硬着心肠道：我明白了，可是将来你们老了，他后续无人，连个扫墓祭祀的人都没有，你不可怜他吗？还有，你不怕他将来后悔？你不怕铺天盖地的？原来是为了这个传言。牡丹的心一时咚咚乱跳，一时又有些如释重负，还有点好笑。假如他真的不能生育，他就不能得到一个完全属于他自己的庭，得到一份真挚的爱情。这世间的感情有很多种，退让牺牲成全是一种，无论如何也要在一起，只求长相厮守的又是一种。牡丹不知道，假如自己确实不能生育，他会不会选择退让成全蒋长阳？毕竟事情没有发生，谁也猜不到。但依着他现在的想法，他是觉得只要蒋长阳敢，他就敢陪他起舞到最后。他不负他，他亦不负他。要是他中途或者后来后悔了，他便开，不会有任何犹豫。但上述一切都是假设，不曾发生。蒋长阳早已经做了决定，王夫人的想法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而且为人父母者，这样的心情也能理解。他实在没有必要让王夫人在这件事情上纠结。牡丹抿嘴一笑，低声道：事实上，我不想让您生气，但您既然问了，我若是不说实话，反而显得我不真诚了。王夫人倒想听听他要怎么说，便挑了挑眉：你说，我就要听真话。牡丹真字琢句，这世间人有样，想法更是多种多样，有人退让委屈，有人半步不让。我不是突然间就愿意跟着他的，我也曾仔仔细细思考过，分析过利弊。可他这般待我，我觉得实在是很难得，很珍贵，同时也更珍惜。我实在是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拒绝他的真情意。假如真的不幸，他中途后悔，要走便走，我没什么好怕的，因为不是我的错。至于流言，我真的没少听过，我还是一样的活得越来越好。半步不让，又倔强又大胆，也没和他玩哭哭啼啼、虚情假意的那一套。好吧，他一定要嫁他，他一定要娶她。王夫人自认再做不出别的，她只能是叹息着握住牡丹的手，把手腕上那对精致华贵的金镶瑟瑟镯往牡丹手腕上套。当然不是你的错，既然你们都这样坚定，那么你们好自为之，我希望你们能白头偕老。你的脾气其实我很喜欢，希望你别为了刚才的事情介意，这是我给你的见面礼。牡丹见自己的话还未说完，刚才还在咄咄逼人的王夫人已然软化了态，说不吃惊那是假的，可是心情真的很好，说不出的好。她忍不住仰头望着天空笑起来，然后垂头看着地下，用轻快的不能再轻快的声音说：我还有一句大实话没说，希望您听了以后愿我没有早说。您担忧的这些其实都不存在，的确是流言。我的身体很好。王夫人有些吃惊，随即半点不掩饰自己的快乐。可这种话当然不好到处去解释的。罢了，
罢了，我真是很高兴。原本已是做好决定，顺从儿的想法，接受一个无法生育的儿媳，可是无意之中却得了一个意料之外的惊喜。她使劲拍牡丹的手，做婆婆的多少都有些让人不喜欢的啦，更何况我这样直来直去的人。你可以讨厌我刚才的举动，可是最好不要讨厌酒，不然会影响感情，对咱们大家都不好，所以我觉得你还是不要讨厌我了。牡丹被他拍得生疼，却忍不住笑起来。我不讨厌您，也能理解您的心情。王夫人在不了解真相的情况下，刚才也表示愿意接纳自己，固然直接了些，可是没有任何小动作，也没有和他提任何条件，只是说希望他们能白头偕老。牡丹告诉自己应该满足了，珍惜别人的每一分善意。心头那块石头被搬开，王夫人在何家开开心心地吃过了午饭，方由岑夫人母女送出门去。她的话多，又在门口拉着岑夫人说了好一些，方才离去。百香立在何家大门不远处，好奇的抬眼看着王夫人从自己身边经过，微微沉吟，待到牡丹等人进了门，方才上前去敲门，笑眯眯地说了自己要求见牡丹，接着装作不经意地问门：大哥，刚才那位夫人是谁？好生美丽。门却是得过吩咐的，晓得面前这姑娘虽然出入自大门，却不是好相与的，当下憨憨一笑：我也不知道呢，主人家的事情哪里会告诉我们。百香立即解了个荷包塞到他手里，笑道：我经常麻烦大哥，心中很是过意不去，些微心意，请大哥吃酒。谢姑娘。些微小事不值一提。那门却是精乖，既不肯说也不肯收东西，弄得百香很是郁闷，越发对王夫人的身份好奇上心。因见淑儿出来接她，便又旁敲侧击地和淑儿听。淑儿只是笑，顾左右而言他，不过是家里一位亲戚。百香见所有人嘴巴都紧得很，遂也换了其他话题，与淑儿闲扯一气，待见着了，行礼之后，悠地把杜夫人的话传到10天之内就要把这件事成。也不知国公爷是怎么想的，这么大的事情说动就要动，弄得和儿戏一般，夫人很是担忧，确实拗不过国公爷。牡丹果然变了脸色，抿紧了唇，一言不发。10天之内还真急，这么急，约莫是与王夫人突然回来有关，想先下手为强。固然蒋长阳与王夫人定然不由得诸国公做主，可是如果没有对策也是麻烦的。便朝淑儿使了个眼色，淑儿得令，立刻悄悄往外头去寻柜，让他赶紧去送信。百香是道：听说大公回来了，您可曾见过他吗？牡丹低头吹了一口茶汤，淡淡地道：见过了。百香见他问一句说一句，太和之前很是不同，心中非常不喜，忍着气笑道：府上几位公明日就能归家，想必府上夫人娘们一定非常欢喜吧。牡丹晓得他这是提醒自己别忘了当初是怎么求杜夫人，又答应过杜夫人什么，便微微一笑：我一直都记得夫人帮了我的大忙，也记得答应过夫人什么，我只是听你说起这个，心里有些担忧罢了，你别介意。百香得到明确的答复，此行的目的算是达到，便安慰牡丹几句：您放心，我们夫人最是讲信用，答应过的事情就会尽力去做。上元节您还会去看灯的吧？牡丹点点头：自然要去。其实夫人的意思不一定非得等到上元节，大公这个人看着刻板，其实最是心软，有些话您要是这个时候不和他说，说不定过后就没机会了。他这样的人，说实在话，错过了以后可是打着灯笼也难找。百香热心地点拨了牡丹几句，暗示牡丹应该乘着这几日多与蒋长阳接触，就算是不能做的正头娘，也该讨个名分。见牡丹点了头，方心满意足的告辞，自回府去交差。他算着这个点儿，杜夫人通常都是在老夫人房里伺候，便径直去了老夫人房里寻杜夫人，却见老夫人板着一张脸，气哼哼的。杜夫人虽然面上看不出来，却有些心神不宁，不由有些奇怪，这片刻功夫，这府里头又发生什么事情了？便招手叫了红儿过来相问：这是怎么了？红儿左右张望一番，低声道：国公爷不是一大清早就出了门，也没说去哪里吗？恰好老夫人为了宫的事情要问国公爷话，找不到人，便问了昨夜跟着国公爷一起出门的小厮，这才得知先头那位回来了。昨日刚进城，就与国公爷在曲江池别院那里见了面，说了许久的话，国公爷这才拖到那时节回的府。难怪得。那么此刻杜夫人一定更生气，面上的淡定都是装出来的，说不得稍后一从这里出去，就要寻人晦气发脾气，自己可得小心些儿。百香便默默将自己要回的话重新整理了一遍，莫等红儿唤杜夫人出来片刻后，杜夫人果然寻了个借口出来，板着脸低声道：怎样？百香先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然后道：
也不知是不是错觉，总感觉这次和娘心不在焉的，仿佛是没从前那么热心了，还说很是担忧，怕是昨日见了大公，说过什么了。杜夫人哼了一声，她此刻不需要求我帮她从牢里头捞人，又觉得萧雪溪对她没了，再被人一哄骗，以为人家会真的对她好，不会辜负她，当然就不上心了。百香装模作样地道，夫人真厉害，奴婢一上就想不通她变化怎么就这么大呢？难道是不想跟大公在一起了？适才听您这样一说，这才算是茅塞顿开了。眼瞅着杜夫人的表情软了些，又小心翼翼地道，说起来有件事有些蹊跷，奴婢去的时候，在何家门口到一位貌美的夫人，与何家人很是亲热，看样不像是普通人家的女眷，可这京中这些夫人们，奴婢多少都有点数，瞧着她却是眼生的紧。当时也只是好奇，谁知一问他们家的奴仆，个个的嘴巴都和针缝上了似的，给钱也问不出半个字儿来。杜夫人突然来了精神，是个什么样的？百香忙仔细描述一遍给他听，看着像是10出头，个高高的，丰满，穿得很讲究，皮肤不是特别白，可是很细，眼睛很大，鼻梁又挺又直，爱笑，声音有点高。总之是个美人儿，和印象中的某人实在很像，不过论年龄，她比自己还要大，哪里有这么年轻？杜夫人心头一紧，沉声道：说重点，比如她脸上有没有痣什么的。百香忙道：是，夫人这样一说，奴婢就想起来了，她下巴上有米粒大小的一粒胭脂红痣，一眼就能看到。果然是她，真的年轻的如同10出头的样吗？难怪的把蒋仲勾的魂都不见了。巴巴的守在曲江池见了第一面，大清早的又不见了影，10天之内就要替蒋长阳搞定亲事，说不定也是这女人让他做的罢。怕的就是蒋长阳一时色迷心窍，走了蒋长义的老，坏了大事。这样还不放心，一大清早就去了何家，妄图想稳住何牡丹。何牡丹果然也是被他给哄住了，不然怎会这样一副道理不理的样？呵呵，过了这些年，手段倒是见长了，卷土重来是要再战一回，他才不怕。杜夫人猛地一抬头，眼尖的看见远处墙头上有根被雪埋了大半，仍然随风飘摇的狗尾巴草，不期然地就想起了蒋仲，便恨恨地道：这原是谁管的？怎地连墙头上都长了野草？也不等人回话，就直接下了命令，让他赶紧将所有墙头打扫一遍，然后去自领20棍，扣2个月月钱。百香一叠声的命人去传话，暗自抚着胸口感叹，总算是又逃过了一劫。杜夫人越想越气，干脆叫人马上套车，她去回禀老夫人，说自己要出去给蒋长阳相看亲事去。蒋仲不是把他当牛马使唤吗？何牡丹不是心生幻想吗？好，他便成全他们，四处招摇，四处打探，好叫所有人都认得他在替蒋长阳相看婚事。他看何牡丹倒是急不急。老夫人听说蒋仲要他半个月里头就替蒋长阳看定一门亲事，又看到他委委屈屈的样，便道：荒唐，他是鬼迷心窍了。说到这里，便看了杜夫人一眼，没把后头的话说出来，只是叫他：你甭理睬他，等他回来我会和他说。杜夫人微红了眼圈，低声道：大郎回京已是这许久，这般年龄还未有合适的亲事，萧家这事儿又成了这样，说来都是我没做好。既然他发了话，我还是先出去试试看。说着抹着眼泪固执的去了。他去娘家转了一圈，将要替蒋长阳相看亲事的消息请自家嫂嫂帮忙散布出去，喝了一回茶方才归家。回来听说蒋崇刚回家，正在老夫人房里说话，便有意叫人通传，悄悄去听他母二人说些什么。只听得老夫人道：你实在是过糊涂，难道你以为你用大郎的亲事来逼迫他，就能使得他转变主意，重新回头？我告诉你，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他要回头早就回了，用得着等到今天？他恨透了我们，这次回来一定会想法让我们出丑的。你不找紧些，还有闲心去算计他，真是叫老婆我没话说。原来还有这样的事，他弄得这样鸡飞狗跳，竟是为了逼迫那女人回头。这个忙可真是帮得心甘情愿的，还自以为得计呢。杜夫人一时气得肝疼，这女人的手段实在是见风长，不可同日而语。又听蒋仲道：母亲不是这样的，哎呦，他非得给大郎安排一桩亲事，那亲事对大郎的前程不好，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大郎的大好前程给毁了，所以我才还说不是这个，那是什么？哎呦，喊得多亲热呢。蒋长阳的大好前程是什么？不就是这个国公府吗？蒋仲，你怎么能这样对我？杜夫人再也听不下去，紧紧按住胸口，费力地转身开。
百香看着他，竟像是突然间憔悴了许多。杜夫人回到房里，昏沉沉的往榻上一倒，闭着眼一言不发。良久，又翻身坐起，对着镜慢慢梳妆，然后稳稳地往老夫人的房里去了，仍是言笑晏晏，说不尽的温柔小意。他绝对不会让他们如愿的，这些都是他的，谁也别想抢去。自14起到16止，整整日开放夜禁。彼时灯火耀地，亮如白昼，戏台夹道林立，脚底戏杂技竞相演出，鼓乐喧天，热闹非凡。人们和出动，贵同游，男女杂观，却正是一年中最热闹最狂欢的节日。何家这几日特别热闹，简老、方二并宫中几个没什么轻重的内奸被定了罪，担了责任，2郎、5郎、6郎尽都归家，发还被封了的铺，只彼时被去的财物只是回来大半，其余杳无音讯。岑夫人倒也不气，只当消财免灾。只2郎在狱中感染了寒，6郎缺牙断腿，又挨了鞭板，行动艰难，伤处溃烂。孙氏拒绝照料他，也拒绝家中人相劝，决绝地夹着包袱自回了娘家。不过1个时辰，孙家大舅舅前来要求和，要拿回孙氏的嫁妆。岑夫人见泼水难收，便劝6郎写离书，各得自由。6郎不肯，灌了黄汤下去，解酒装疯撒泼，杨姨娘又羞又气，哭闹了一场，弄得家中人都不高兴。为了这些琐事，过儿14这日就只有英娘、荣娘、何红、何如几个与一道出门去观灯。今年却又与往年不同，皇帝特命于安福门外了一座灯树，高20丈，锦绣绮罗，金玉装饰，上悬5万盏灯。又有渔宫女、数名妓，民间年少妇女1000余人，尽都衣锦罗，戴珠翠，施香粉，在灯下日夜踏歌，欢乐之至。牡丹因与蒋长阳早约了要在此处会面，便领着英娘等人直奔安福门。到的地头，放眼一看，尽都是黑压压的一片人头，不说是看灯，倒是人看人也不为过。何红几弟兄倒也罢了，仗着年轻灵活，由鱼而似的挤进去，远远朝着牡丹他们大声喊叫。牡丹与英娘、荣娘却只能是摇头，光凭他们几个，根本别想挤近前去细看那灯，若真是想看，还怕被灯徒给趁机占了便宜去。英娘、荣娘遗憾的要死，咬着指头只是叹气。忽见顺猴笑嘻嘻的走过来，行礼问过了好，便指着附近一处高台，倒是坟王妃、王夫人在那里关灯，请牡丹领了英娘他们一道过去登台观赏。牡丹便大大方方领了英娘等人前去，又叫贵去将何红等人领过来。到的台上，只见坟王妃、王夫人并坟王妃的几个儿媳、孙女坐在一处，却不见蒋长阳。牡丹领着英娘等上前行礼坐下，寒暄过后，便心不在焉的四处观望，到处找蒋长阳的影，却总是瞧不见，不由凭空多了几分懊恼。众人坐了一回，坟王妃的长媳四王妃爱氏笑道：“如此枯坐，实属无聊，不如趁着天早，往街上行去，四处逛游一回如何？”众人纷纷应了好，依次下台，后头有人使出2张大车来，请众人登车。牡丹看时，那车有讲究，不但高出地面许多，更是四面悬空，只以薄纱遮挡，前后左右视线统统无遮挡，坐在上头正好关灯。便笑眯眯地上了车，与英娘、荣娘他们挤在一处，却见坟王妃身边的丫头婴儿过来请她：“王妃，请您过去同坐。”牡丹只好下车，跟着婴儿去了前头，才刚上车，就被王夫人拉了，挨着她坐下，笑道：“我正和王妃说起前些日的事情呢，听贵说那女人约你明日夜里去关灯。”牡丹晓得她是指的杜夫人，便道：“说是崇圣寺的灯好看。”今日一大早，百香便来告诉她崇圣寺的灯好看，让她明日午必要约蒋长阳一道去崇圣寺看灯，还说成败在此一举。王夫人与坟王妃对视一眼，会心一笑，道：“既然说是崇圣寺的灯好看，那么我们便都去瞅瞅吧。”坟王妃笑道：“以己之心人之腹，说的就是这种人了。听说他这2日大张旗鼓的到处为你家大郎相亲，夸下海口说是要替他选一位德才兼备的名门贵女，弄得许多人心中不舒服，都道他是贤惠的过了头，却也有人动了心思，主动去攀谈的。我是不相信他如此好心的，依我看来，多半是和你叫板。看说话有分量的是他这个继母呢，还是你这个生母？这也是能跳几跳就能争得来的。”王夫人不屑地道：“理他作甚？咱们先看戏场，还按着咱们的来。明日且看他到底想做甚。”说话间，到了朱雀街，但见车水马龙，丝竹之声不绝，四处高悬各种彩灯、转花、黄龙吐水、金浮银焰、攒星阁、浮光洞，无数造型精致绝美的彩灯将整条大街照得形同白昼，喧嚣无。坟王妃突然来了兴致，倒是要从头走到尾，慢慢看将过去。王夫人自是没甚意见。
他二人下了车，其他人等自然不好意思再坐车，便都跟在后头，簇拥着二人一同叽叽喳喳地往前行去。看到好笑的、新奇的，便驻足观望点评一回，望见小摊上头有好吃的，也不忘买了尝上一尝，玩得个个眉花眼笑的。忽然有人拉了牡丹的袖一把，牡丹回头，正好对上樱桃的笑眼，樱桃朝他暗暗努努嘴，示意他看左后方。牡丹回头望去，但见蒋长阳穿了件石青色的袍，站在一盏大走马灯的灯影之下，望着他只是抿着嘴笑。牡丹想了想，上前去扯了扯王夫人的袖，示意他看那边。但见蒋长阳焦急地皱起眉头，又讨好地望着王夫人笑。王夫人轻轻一笑，低声道：早去早回，我只替你看顾你侄们一个时辰，过时不候。得了他的允许，牡丹便悄悄挪出人群，慢慢走到边缘，脱离了大部队。待王夫人等才走出不到2丈远，蒋长阳就大步奔过来，牵了他的手，拉着他一道，快步朝人多热闹处奔去。牡丹跟着他疯跑一气，笑道：人家都在看我们呢，就和2个疯似的。蒋长阳攥紧他的手，笑道：大家都差不多，谁管咱们。二人牵着手看了一回杂耍戏，手心里头全是细汗，尽都觉得台上的表演没有任何意思，看着挺无趣的。蒋长阳偷偷看了牡丹一眼，低声道：怪没意思的，咱们四处走走说说话。这还是那个秘密说出口之后，二人第一次单独会面。牡丹总觉得中间有一层纸被捅破，见着他就有些不自在，便不看他，只笑道：我觉得还不错啊。上次节时我就没机会看清楚，明日又要去崇圣寺，后日要陪我娘和嫂他们，眼看着是没机会看了，让我好好看看。蒋长阳闻言有些失望，忍了一回，又觉仿佛有找挠心，便厚着脸皮道：我有许多话要同你说，咱们那边去。牡丹回眸一瞧，却是不远处一条清静的街口，行人稀少，灯光也没这边亮，却是个约会的好地方，不由心口一紧，慢腾腾地摇头。就在这里说也挺好，我想看戏。这里不是说话处。蒋长阳见他死活不应，不由恨得咬牙，一转眼瞧见牡丹红了耳垂，假装镇定的样，不由心中一颤，不由分说就扯着他走。要看这个什么时候不能看？过了今年还有明年、后年、大后年，你专爱和我作对。牡丹的手被他握在掌心，被汗水浸湿，他却没有觉得不舒服，只是觉得又紧张又欢。他反手握住他，跟着他脚步轻快地转进了那条街。夜色静好，旁挂着的彩灯散发出温暖柔和的光，两两的行人嬉笑着从他们身边经过，空气中散发着兰桂的芬芳。二人低头牵手走着，反倒觉得找不到话可以说。良久，牡丹道：你娘只给我一个时辰，不然就不替我管我侄儿们呢。你不是要和我说什么吗？还不赶紧说，再不说我要去看戏了。蒋长阳微微红了脸，抬头看着他，眼里亮晶晶的，哼哧了一回，方低声道：那天我娘偷偷跑去找你，我不知道，过后听说，吓了我一大跳，冷汗都冒了出来。牡丹就晓得他要提这件事，便觉得脸上一热，将头侧开。那又如何？也没见你急着跑来看看，你就不怕我们吵起来，把事情给弄黄了？蒋长阳干笑：我那不是在宫中，也不知道吗？我想着他爱睡懒觉，又是长途跋涉，这样的冷天，怎么也得睡到中午时候才会起床，我回来正好守着他。谁知他会那么早就起了床，早饭都不吃就去找你，然后脸上带了几分柔情。正在担心呢，他就和我夸你，说你胆大，不怕吓唬。又说，牡丹见他突然住了声，不说话了，便道：还说什么了？一抬头就看见蒋长阳含笑的眼睛，他平白从中看出些不对劲来，又羞又恼，抬起脚就狠狠踩了他一脚。不许这样看我。蒋长阳吃痛，咧着嘴道：我看你怎么了？19那日，冯王妃就要上你家的门，待到写下通婚书，你就是我的人，我想怎么看就怎么看。牡丹一愣，挑眉看着他：你说19那日？蒋长阳兴奋地看着：是我娘才请人卜算过的，倒是那1日诸事大吉。他说既然旁人那么急，咱们就该体贴一下别人，早点定下来，免得让人白操心。牡丹愁道：可也只是你们这里，我怕我娘不肯。我爹当初说过的，当初和志忠给蒋长阳提的要求是，父母双方都同意，正式请媒人上门，没6聘一样也不能少，否则免谈线下蒋仲的反应这么大，明显就是不答应，闹到后头少不得一片混。蒋长阳见他发愁，微微一笑，引他转入崇德坊。我记得的，你放心，我不会让你受委屈，媒人一定是风风光光的上门，他定然无话可说。你记得我之前曾说过要送你一件礼物的吗？明日夜里我便送你。
牡丹见他领自己去崇德坊，想起崇业寺正是这里，便道：你引我来这里什么？蒋长阳领着他走入一条安静昏暗的小巷。他不是算明日在这里算计人吗？我先带你来熟悉一下，省得明日你迷去了不该去的地方。明日那寺里头会有什么地方是我不能去的？牡丹不想走，就在墙角里停下了。明日我不想来，我就想叫他白等一场，气他一回，叫他不管是什么阴诡计都没机会施展。彼时去寻杜夫人，那是没有办法，如今他还真不想再和杜夫人纠缠下去了，他们明显就不是一人。早间百香来见他，说的那些话实在是难听，就是挑拨他，叫他相信蒋长养母的话，信不得的，话里话外都在暗示，此番到处相亲，里头不乏蒋长养母的意思，叫他不要被骗了。说来说去，就是告诉牡丹，他只有相信杜夫人，按着杜夫人的意思来做，才会有前途，不然就是镜花水月一场空。百香这丫头不愧是杜夫人身边的红人，说起这些挑拨人的话来，头头是道，丝丝入扣，不时还能举例说明，摆事实讲道理，听得树儿都一惊一乍的。待到百香一走，林妈妈就呲着牙叹气，丫头都像这个样，主不知是个什么样。多亏的王夫人不像她，不然够馋。蒋长阳见牡丹不想往前走，便也跟着停下来，揉了揉她的头发，笑道：你当初把我描述成那可恶样的时候，可是对着他赌咒发誓，说过一定要听他安排的。你要不来，就不怕你发过的誓。牡丹沈笑，个个都说要是我不怎样怎样就天打五雷轰，特别是男人哄女人，发尽了多少事。实际上真的天打五雷轰了吗？天打五雷轰，那是杜杰才有的呆啊，他这个凡人明显就遇不上。真的要做的事情，用得着赌咒发誓吗？与其相信别人赌咒发誓，不如埋头多吃几口饭更实在。可蒋长阳明显不和他一般想得通，他紧张地道：别瞎说，举头持有神明，这些话乱说不得的。你既然发了誓，明日就一定要来，反正也只是看看戏而已，没什么损失。牡丹见他煞有其事的样，不由伸手捏捏他的脸，笑道：我突然想，你要真是如同杜夫人暗里描述猜想的那个人，我明日就是被你们两家给同时当枪使。他不会真心帮我，肯定是借我的手来害你，你怕被他害到，肯定又是借我来迷惑他，最后你们都胜利了，就我一人倒霉了。蒋长阳听得好笑，你在胡思乱想什么？牡丹也笑，就是胡思乱想。半明半暗中，他的脸莹白如玉，脸上的笑容甜美安静，眼睛亮得如同沙漠中夜里的星星。蒋长阳只觉得突然之间脑里头一片茫然，他伸手捧起牡丹的脸，低声道：丹娘，你笑得好好看。他的声音有些低哑，手指也有些粗糙，他的脸不到半尺远，他的眼神不对劲。牡丹紧张地眨了眨眼睛，故作轻松地推了他一把：你现在才发现我笑得好看，可够迟钝的。蒋长阳一笑：我以前怎么都不知道你脸皮其实也够厚的，哪有自己说自己好看的。牡丹捏住他胳膊下的嫩肉，使劲拧了一圈：你脸皮才厚，还惯会装，都是引得别人主动夸你。边说边理了理自己的头发，又拉了拉自己的裙，在他面前晃了晃，粗着嗓门道：我这身袍年前就做的，我并不怎么喜欢这个颜色，可是巫说还可以，我不怎么相信他的目光，正好穿来给你们评判一下。却是彼时他们还未明确心意时，蒋长阳特意打扮了跑去方圆找他，故意在他们面前比划的那一套。蒋长阳一愣，随即很是有些恼羞成，插着手上前去喝他：坏东西，你在哎呦，恼羞成怒了，可真难得。牡丹双臂环抱，紧紧护住自己，蹲在墙角下笑成一团。趁他不注意，又偷袭一回。蒋长阳眼看着牡丹近在咫尺的如花笑靥，鼻端缠绕着他身上传来的丝丝芬芳，不时又被他的发丝挠两下，不由得停下来，沉沉看向牡丹，低低喊了一声：丹娘。牡丹没注意到他的表情，还在笑：我以前就不知道你是这样一个人，还以为你严肃得很呢。却见一个黑影朝着他袭来，他的后半句话被迫吞了下去。牡丹的心不受控制地乱跳起来，全身僵硬，非常奇怪的感觉，约莫因为是天冷，蒋长阳的嘴唇也有些凉，鼻尖更是冰冰凉凉的，他有些急乱的呼吸吹得他的脸上痒痒的，青草味，这是属于他的味道。牡丹的脑并没有空白一片，他只是觉得有些紧张，几乎忘了呼吸，他性安静地系着他的初吻，安静地体会着他的味道。蒋长阳的唇贴着牡丹的唇，小心翼翼地辗转不去，他想有下一步的行动，又有些犹豫害怕，可是却又恋恋不舍。他不见牡丹有厌憎的表现，却也不见他有任何动静，他只是静静地靠着墙壁蹲着，微微闭着眼，一动不动。
他有点担忧，又有点欢喜，这是他想了无数次的事情，今日终于有机会做了，却又觉得有些怅然若失。他好像不是喜欢，不过他没有打他一个耳光，或是尖叫着跳开，仿佛也挺好。他又欢喜起来，扶住了牡丹肩膀，小心翼翼地咬了咬她的唇，他在试探她，这是牡丹被咬之后的第一个感觉。那么既然他不讨厌这种感觉，反正他也想试试这种感觉。听说被心爱的人吻，会被吻得翘起后脚，就像他无数次从电影中看到的那样。他为什么不试试呢？虽然两个人不是在花园里，不是在朦胧的月影下，没有华丽浪漫的背景，他们只是蹲在阴暗冰冷的墙角下，蹲着，很古怪的姿势。可是毕竟是在亲吻了。牡丹小心地伸出舌尖，轻轻舔了舔某人已经渐渐变得滚烫的唇一下，然后又大胆地碰了碰他的牙齿。他明显地感觉得到蒋长阳的身体僵硬了，然后他有大约1至2秒钟的呆愣，连呼吸都变得滚烫起来。牡丹有些想笑，甜蜜的想笑。他诱着他轻轻咬了咬他的唇。所谓的吐气如兰，所谓的甜得像蜜，就是这样的。蒋长阳也觉得自己大概不会呼吸了。他的掌心下是牡丹圆润小巧的尖头，他想把它们捏碎。他可爱芬芳的花瓣一样的唇是世上最甜美可口的食物。他有一种冲动，想把它们连着面前的人一起全部嚼碎了吃下去，就从面前的花瓣开始吃。他告诉自己，他会被他吓坏了跑掉的，所以要慢慢的吃，温柔的吃，细细的吃。牡丹有点点不舒服，有点不习惯这种感觉。可是怎么说呢？其实还是挺新奇，挺好的，也挺甜美的。他有些混乱，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这种感觉。但他最喜欢的是蒋长阳的温柔和体贴，他半点都没有弄疼他，也没有乱摸乱捏，他只是把他的肩膀捏得好痛。牡丹慢慢开始回应，偶尔也调皮的像小鱼一样游开去，引着他去追他。直到蒋长阳突然呼吸急促地推开他，转身对着墙壁不敢回头，动也不敢动。看着蒋长阳郁闷僵硬的背影，牡丹非常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还有什么事会让这个脸皮厚的家伙能对着墙壁都不敢回头？他有些发窘，也低着头对着地上画圈圈不说话。他突然又觉得有些想笑，他想忍住，偏偏就忍不住，于是他捂着嘴低声笑起来。蒋长阳愤恨地扔了一块碎石过来。你笑什么？不许笑！牡丹忍不住，越发笑得大声。蒋长阳无可奈何，咬牙切齿，想说几句的话，又实在是找不到可以说的。可被这样笑下去，实在不甘心。他想了想，虚张声势地笑了一声。丹娘，你老实说，先前你是不是吃糖了？我含了茶叶，你能猜得出是什么茶吗？牡丹一愣，握起拳头对着他宽厚的肩膀就是一顿猛捶。打死你这个登徒，臭死了！蒋长阳缩着脖人由他打，见他不打了，方起身握了他的手，心满意足地道：走吧，赶紧去瞅瞅。崇圣寺位于崇德坊西南隅，乃是前朝一位亲王舍宅而立。内里遍布亭台楼阁，假山碧水，乃是京中几座有名的大寺庙之一。杜夫人约来这里是有原因的，因为这里不但地方大，环境优雅清静，最主要的是这里的灯很有名，和尚们还得一手好斋饭，是京中名流贵人最爱来的地方。崇圣寺有一个大花园，和尚们精心制作出来的花灯基本都挂在这里。从花园正中那座高高的藏经阁上望下去，基本灯火通明的园里所有的情况都可以看在眼里。杜夫人藏在藏经阁顶层一个狭窄阴暗的房间里，紧紧裹了裘皮披风，静静立在那扇小小的窗前往下看。夜色浓重，把她遮挡得严严实实。她看见一群世人装扮的男顾做潇洒的从花园西北门走进来，站在彩灯下装模作样的吟诗，偷看一旁出游观灯的妇人。她也看见她的嫂嫂侄女和一群贵夫人在一起，花团锦簇地穿行在花园的各处，一边观灯一边低声交谈，偶尔发出一阵欢笑声，显得很是快活。杜夫人有些惆怅，她有很长时间没有参与这样的活动了，她有些羡慕她的嫂嫂，也很想下去和他们一起肆无忌惮，快快活活地过这天。可是她不能，至少她今晚不能。她知道今晚有个人会微服出行赏灯，最先去的一定是安福门，待欣赏完他花了大笔钱财建起的那盏旷古奇今的灯树后，就一定会来这里。他把目光投向不远处那座静悄悄的漆黑一片的2层阁楼昙花阁，他一定会到这里来，因为他知道这里留着他最深刻的记忆之一。幼时的他曾经和逝去的母亲陪还不是皇帝的他来过这里，他记得他什么都没做，就在那里静静地坐了整整半个时辰。临走的时候，他还记得亲手在门前挂上一盏莲花灯。等到大了以后，那一年节他陪母亲出游，又在这里到已经做了皇帝的他也遇到了蒋仲。
刚从边关回来的蒋仲并不像他所认识的那些贵胄帝，他的皮肤黑黑的，全身没有一丝赘肉，高大强壮，眼神锐利，站在他面前像一座沉稳可靠的大山。他从看到蒋仲的第一眼就挪不开眼睛，他故意上前去和蒋仲招呼，问他从哪里来。蒋仲的回答彬彬有礼，却并不像其他人那样刻意讨好他。可蒋仲越是这样，他越是不服气。他看到了，伸手将蒋仲打发开，笑问他：阿平可是觉得这蒋崇看着就讨人厌烦，脾气又臭又硬？他点头承认，的确如此。他笑了一笑，炼钢承绕指柔，你别看他这样，对他妻可是爱护依顺得很，对他母亲也是十分孝顺。原来蒋仲已经有了妻，他的芳心碎了一地。他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说：留着我们这样尊贵血统的人应该更勇敢，想要就去拿。他吃了一惊，随即觉得很高兴。先不谈他到底想不想要蒋仲，就说他对他的这种支持的态，就说明一件事，他很宠爱他。舅舅的宠爱很重要，如果这个舅舅还是天下第一人，就更重要了。和他的高兴不同，母亲似乎是很焦急不乐意的，但他只轻轻瞥了母亲一眼，母亲便只是叹了口气，没有再多余的话。他察觉了母亲的为难，他觉得自己应该做个乖乖女，更应该在皇帝舅舅的面前表现出温柔乖巧、端庄识大体的一面。于是他笑嘻嘻地给他行礼，谢过了他，说自己无意让他为难。母亲松了一口气，皇帝舅舅只是笑，意味深长的笑，其他什么都没说。但从那之后，他经常被皇后召入宫中，经常奉召参与各种宴会活动。他经常会遇到蒋仲，他看到他像大山一样沉稳，像雄鹰一样矫健，和他起来，那些围着他献殷勤、爱擦口脂、穿着绫罗绸缎的贵胄弟们，就像毛没长齐的小鸡子儿。在宫墙下、柳树旁，在狩猎场上，在马球场上，他不自觉地追逐着他的背影，直到有一天，他梦里出现了他。他抱着他，亲密怜爱，但他喊的是另外一个人的名字，阿优。当时只在梦里头，他就难过的哭了。醒来的第一件事，他就是对着镜子系的梳妆。他见过王夫人阿优的，一个被宠得不知天高地厚的女人，嫁人几年也只生了一个而已。他觉得他没哪里比不过王阿优，他比王阿优更年轻，出身更高贵，容貌更美丽。为什么蒋仲的心里眼里就没有他？因为难过，他失手摔他及笄时，父亲花了20万钱才琢成一根紫玉钗，捧着那根摔成2截的紫玉钗，他哭得肝肠寸断。侍女惊慌失措地禀告了母亲，母亲问他好半天，他只回答了一句：我恨王阿优。母亲听了一直没有说话。没有多久，蒋氏和蒋仲夹在中间左右为难。见他憔悴下来，他忍不住想，如果是他，一定舍不得蒋仲这样为难。王阿优这样不识大体、不懂得体贴人的女，怎么配得上蒋仲？于是他去问皇帝舅舅，要怎样才能得到他想要的。皇帝舅舅只回了他一句：给你一个炼化的机会，炼钢承绕指柔。机会，舅舅会给他。可是怎样才能算是炼钢承绕指柔？他坐在屋里想了几天，直到母亲从他发上取下一根水晶发簪，当着他的面重重一敲，咔嗒一声，发簪断成了2截。这是王阿优。母亲如是说，然后又取了一根丝线，反反复复的折，轻轻绕在他的指尖上。这是你。一阵寒风吹来，杜夫人打了一个寒战，越发裹紧了身上的披风。是的，炼钢承绕指柔，他如愿以偿做了他的妻，他终于把那个女人打败赶了出去。可是他终是忘不了那个女人，不管他做得多么好，做了多少，忍受了多少委屈，他还是想把最好的留给那个女人的。是的，他不得不承认他没把孩教好，可也不是他一个人的错。钟儿自小就被老女人抱去，他多管一句就不高兴，他经常一出去就是半年1年，回来也没见他有多关心，只会考笑，不满意就打，出了错就只会怪他没教好，怪他的母亲经常把孩接去宠坏了他，为什么不怪那老女人和他自己？难道他们就没有责任的？他一直都在很辛苦的忍受，到头来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枉为他人做嫁衣，就算是佛祖也会不甘心的吧。还有皇帝舅舅，他既然让她嫁给了蒋仲，为什么还要提拔蒋大郎？看看那小穿着官服配着金刀去他家里头横冲直闯的骄横模样，要是母亲还活着，他也不至于这个样。杜夫人的眼里含了泪，她双手合十，喃喃地道：佛祖，佛祖，信女每年供奉那么多钱财给您，您不会让信女愿望成空的吧？背后传来轻轻的脚步声，他立时闭了嘴，低喝一声：谁？却是百香立在门口，声音有些颤抖：是奴婢。夫人，大公和牡丹来了。杜夫人赶紧趴在窗口往外头看，果然看见东南角一株松树下，
有2个熟悉的身影站在灯影下喁喁私语，2人揭示着的男装，背对着众人，一副生恐被人瞧见的小心样。果然心里头有鬼，不然怎会这样鬼鬼祟祟的。杜夫人轻轻笑了一笑，将纸荷包递给百香，叮嘱道：去和何牡丹说，让他把大公引到昙花阁2楼去，就说那里清静，不会有人打扰，只是把人引到昙花阁去就行了。百香不明所以，以为还有下一步吩咐，便站着不动。杜夫人见他不动，没好气的道：还不赶紧去。百香小心翼翼地道：然后呢？杜夫人眼里闪过一丝狠戾，你跟他说，机会只有这一次，全在他手里，我到时候会引了康城长公主过去，为他做主，以后大公就算是恨，也只会恨我，和他没关系，永远也不会有长公主，这步棋里面赢家只有他。百香应了，走到门口，又听黑暗里传来杜夫人的声音：注意让其他人看见你。杜夫人倚在窗前，亲眼看见牡丹单独开了一会儿，然后又回来，和蒋长阳一前一后，慢慢朝那座夜色迷离中的昙花阁走去。一想到即将出现的情景，她激动得直眨眼睛。王阿优，我叫你狂，我叫你一来就给你儿收拾烂摊，想娶名门贵女，就看谁家的名门贵女还想跟着你儿滚回安西都护府去。不多时，百香上楼来复话：人进去了，是从后头您说的那道门进去的，奴婢亲自听着上了楼。杜夫人眨眨眼睛，他怎么说？表情是怎样的？百香道：他很犹豫，有点害怕。奴婢和他说，如果他不珍惜这次机会，以后就再也没有机会。又说不得以后还会有宵小觊觎，他的境况只会更糟。他好像是有点不相信您，反复问奴婢会不会出什么错，问您为什么肯帮他，还有康城长公主为什么就能肯替他做主。能够想到问这些问题，说明人不算笨可，也暴露了他一门心思就想嫁给蒋长阳的事实。他要什么都不问，那自己还偏有些不放心了。杜夫人挑挑眉：那你是怎么回答他的？百香犹豫了一下，轻声道：奴婢说，您是母亲，大公有军功在身，深得圣眷，国公爷也器重，还有一个位高权重的义父，可是二公什么都没有。长公主是您的亲姨母，她都不肯帮您，谁还肯帮您？又让她好生想想，国公爷如今是这么个场景，那条断然是走不通的。如果王夫人和大公待她真的是他们说的那般好，那么她这么不但帮了自己，也相当于是替他们解了一个难题。要知道王夫人可做不得蒋的主，而您能。她沉默了很久，就接过那个荷包，转身走了。杜夫人轻轻吁了一口气：你做得很好，回去后重赏。百香轻轻出了一口气，垂手在旁伺候。杜夫人沉默良久，低声道：正德还在那里守着的。百香点点头：是。杜夫人又陷入到沉默中，在黑暗里双手合十，默默了无数声佛，又许下无数的大愿。夜深，游人渐少，崇圣寺中终于来了一队人。他们人不多，就只是7、8个，中间一个穿着枣红色袍的，走之时总显得与众人有点那么不同。他们静悄悄地走在园里，偶尔停留看灯，那人还主动与人攀谈几句，显得格外亲切和蔼，就好像是个寻常富户一般。杜夫人忙道：赶紧去把正德叫回来，我们准备马上开。从后头绕过去。百香不明所以，飞也似的冲下楼去喊人。那群人在园里兜了一圈之后，那穿枣红色袍的人站着东张西望了一会儿，漫不经心地朝着昙花楼那边去了。杜夫人看得分明，轻轻出了一口气。他这位皇帝舅舅最是狡猾，经常定下来的线他都会临时，今晚他微服出行，知道的人少之又少，能猜到他会到什么地方去的人更是没有几个。他若不是仗着儿时的记忆，也猜不到他会到这里来。待得他到了昙花楼，想必第一件事情，侍卫就是要楼确认安全罢。不知道蒋长阳与何被人从里偷出来，醒过来以后会是什么样的表情。这还多亏了蒋长义的事情给了他灵感，只不过这可不是麻雀变凤凰，而是落难的凤凰不如鸡。杜夫人笑了一笑，将兜帽戴上，转身下楼准备离去。他下了楼，只见百香心急火燎的疾步走过来，他惊觉不妙。正德呢？百香只是摇头，奴婢没找到他。他没在老地方，奴婢便想着他会不会偷偷进了昙花楼，本来想进去看看的，可刚到门口，就听见有人来了。奴婢不敢久留，心想他大约是听到动静早回来了，便赶紧赶了回来。杜夫人的眼前一阵发黑，心惊胆寒。想到自己曾经吩咐过正德的话，倘若牡丹没有听他的话，给蒋长阳用药，倘若这二人没有按照他原定的计划走，就无论如何也要把这二人留在昙花楼2楼。难道正德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出了差错？
这可怎么好？他平生第一次感到了恐惧的滋味。百香见他突然白了脸，也跟着害怕起来，颤声道：夫人，怎么办？杜夫人的掌心里全是冷汗，强作镇定地道：赶紧走，兴许他在后门等着，咱们也不一定。说着已经是抬起脚大步往后头去了。百香赶紧一溜小跑跟上，主仆二人一前一后，捡着阴暗的地方走，很快就消失在众重树影里，仿佛身后有鬼追一般。杜夫人在即将走到园后角门的时候，猛然绊了一下，以狗啃屎的姿势猛地往下扑去。百香隔他尚有几步远，眼见是救不得，吓得低低的惊呼了一声。杜夫人也算着自己定然是要跌得够呛的，哪里知小斜刺里伸过来一双手，稳稳将他扶住了。接着那间特有的声音响起：夫人小心。却是个又白又胖，穿着件青灰色圆领缺胯袍，看着慈眉善目，年约50多岁的男。这一声简直如同晴天霹雳一般。杜夫人又惊又吓，甚至于有些不敢抬头去看面前站着的人，只扶了几步赶上来的百香的肩头，控制不住地微微颤抖。她不住地告诉自己，完了完了，她被何牡丹和蒋长阳这对人给合伙算计了。那人却在笑：元日时咱家才见过夫人，夫人这么快就忘了。杜夫人别不过，只好抖着嗓道：原来是邵公公，您怎会在这里？明明说过今晚只有几个人跟着出行的，这角门关了多年，怎会有人守着？邵公公笑道：夫人不知晓吗？正得莫名不见了，邵公公又专门在此等候自己，这意味着什么？圣上兴许不会计较他怎么算计蒋长阳和何牡丹，但一定会痛恨他竟然胆敢借他的手。杜夫人一时心似转，突然红了眼眶，一把抓住邵公公的手，就要往地下跪，哀声道：公公救我，请公公看在我母亲的情分上，让手。邵公公忙将杜夫人扶住了，笑道：哎呦，别，快别，咱家一个奴才怎么担得起夫人这般大礼？有话好说，有话好说。幸亏的这里只有咱家一人，没其他人瞧见，不然岂不是不好瞧？杜夫人一听说只有他一个人，心里大定，忙拭了泪，低声道：公公怎会在此？邵公公叹道：圣人要召见朱国公和您。杜夫人又是一阵紧张，怕得无以复加，连声音都是抖的。公公说着一阵哽咽，泪珠一滴一滴的滑落下去，滴到邵公公的手上。邵公公啧了一声，怜惜地握紧了杜夫人的手，轻轻摸了2下，低声道：夫人别怕，若是要降罪，就不会是咱家在这里候着了。您放心，圣人心里头清楚着呢，不是什么大事。那是什么？公公您不说给阿平听，阿平害怕。杜夫人又是一阵抽泣，娇艳的犹如梨花带，柔弱无依，站也站不稳地靠在邵公公身上，暗自盘算稍后该怎么解释才好。别怕，别怕。邵公公不露痕迹地扫了一眼杜夫人丰满挺拔的身姿和仍旧美丽的脸蛋，殷勤扶了她往后走，仿佛能猜到她在想什么似的道：待见了圣上，万事休要隐瞒，只管实说就好。意思是圣上全都知道了。杜夫人胆战心惊地被邵公公半拖半扶着，跌跌撞撞地往后头行去。牡丹紧张地坐在昙花楼后的一间小屋里头，有气无力地看着面前表情镇定，一边下棋一边吵个没完没了的王夫人和焚王妃。听到灯花爆了第5次，她开始担心去了许久都不见回来的蒋长阳。她坐立不安地起身往门前看了好几回，只看到外头一片朦胧的树影和在夜风中摇曳的彩灯。忽见乌急匆匆地往后头来，看见他就朝他露出一个笑脸来，然后与焚王妃和王夫人行过了礼，道：请何娘往前头去。牡丹紧张地看着王夫人，王夫人抿嘴一笑，起身过来替她整理了一下衣服，柔声道：别怕，就是走个过场，什么都准备好了的。牡丹将信将，却知道今日无论如何都得这一关。她深深吸了一口气，转身跟着屋往前面的昙花楼走去。先前他曾经和蒋长阳摸黑进过昙花楼一次，什么都没看清楚就又出来了。这会儿昙花楼前挂着一盏莲花灯，莲花灯柔和的光线让他的紧张的情绪得到了些许舒缓。乌只送他到门口，就将他交给一个年轻内监，然后低声道：小心。牡丹点点头，头也不敢抬地，跟着前面那双靴稳步入内，待得那双靴停了，他也就跟着停了下来。那内监低声道：拜。牡丹也就拜了下去。他拜了拜，听到有人淡淡地道：起来回话，他也就停了。他垂着头，只能看见不远处有双鹿和靴，上头的靴带朴素无华，他认得那是蒋长阳的脚，心头就安定了许多，僵硬的背脊也就自然而然地放松了。忽听得那人缓缓道：抬起头来。牡丹抬起头去，只见正中一张榻上坐着个年约60来岁的胖老者，
她穿着最寻常不过的枣红色圆领窄袖袍，眯着眼睛看着他，目光锐利无。牡丹被他一扫，只觉得一颗心猛地一跳，不由就连着眨了几下眼。那人脸一沉，冷冷地道：“你望着我眨眼做什么？”死一般的寂静，蒋长阳的脸有些发白，他紧张地看看牡丹，又看看那人，轻轻往前一步，准备开口说话，却听牡丹轻声答道：“民女害怕。”那人的眼神越发寒冷，声音越发冷厉：“你怕什么？你既然怕，还敢到这里来？”牡丹看了蒋长阳一眼，他正担忧地看着他，眼里却全是温柔和鼓励，他便略带了点笑容，低低地道：“是因为他。”又是一阵静寂，就在牡丹觉得就像有一个世纪那么漫长的时候，那人终于开了口：“蒋大郎，但愿你说到做到，谢圣上成全。”蒋长阳毫不犹豫地拜了下去，牡丹赶紧跟着他一起。那人有些兴致缺缺，随意摆了摆手：“起来吧，朱国公夫妇到了，你们一起见见。”虽然从始至终，皇帝表现出的都是一副对这件事虽不反对，但也绝对不赞成的样子，可到底这算是过关了。牡丹与蒋长阳控制不住地飞望了对方一眼，随即翘起唇角，露出微笑来。牡丹毫不怀疑，假如不是在这里，蒋长阳一定会把他抱起来抛几下。皇帝淡淡地扫了他们一眼，将目光投向门口。少公公从外头轻巧地走进来，清洁得如同一只猫，半点声息都没有出，就已经到了皇帝的面前。只是一个眼神交流，皇帝就明白他要说什么，然后直接吩咐他，让他们进来。少公公幼猫一般的退了下去。不多时，表情僵硬的蒋仲和白着脸的杜夫人一前一后走了进来。二人都没有看站在一旁的牡丹和蒋长阳，而是垂着头对皇帝行大礼。皇帝半闭着眼睛受了礼，待蒋仲与杜夫人站定，方淡淡地道：“何氏德性温厚，柔顺淑德。”这意思已经很明白了，不管他愿意或是不愿意，不管他肯是不肯，蒋长阳都非得娶这个不会生孩子的商女了。蒋仲的头嗡的一声响，他甚至都没听清楚皇帝后面又说了些什么，只知道机械的回答：“是，臣遵命。”杜夫人则是又惊又喜，欢喜到差点懵了，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叶子悠悠，她死死握着手，尽力想让自己显得平静些，不要将情绪太过外露。但大惊大惧之后的大喜，又岂能是那么容易就能掩盖下来的？虽然他没有说话，但他的唇角微微翘着，眉眼飞扬，屋里任是一个人都能看得出他的心情非常之好，对这桩婚事非常之满意。蒋仲悄悄看了他一眼，心里头突然窜上一股邪火来，他想他是明白为何他会早早就候在这里，蒋长阳、牡丹为何又会在这里出现，皇帝为何又突如其来的指了这么一桩莫名其妙、门不当户不对、注定不会有好结果的婚姻了，多半就是他向皇帝求来的。还有谁能比他更能从这桩婚姻中得到更多的好处呢？蒋仲由不得冷冷地看了杜夫人一眼。杜夫人惊觉，忙敛了神色，规规矩矩地束手站好。虽然皇帝最终成全了他，但他做的事情刚被皇帝抓了包，他弄不清楚皇帝到底是个什么心思。与其弄巧成拙，不如以不变应万变，故而他并不敢对着蒋仲做出委屈无辜的神态来，而是假装什么都不知道，只盯着自己的鞋尖看。皇帝并没有在这件事情上过多纠缠，说完要说的话，就表示自己累了，让蒋崇夫妇留下，蒋长阳和牡丹告退。蒋长阳和牡丹退出房门，转身刚行了几步，就见少公公笑嘻嘻的从后头追上来道：“哎呦，恭喜蒋将军了，二位大喜，多谢内侍监。”蒋长阳含笑握住那少公公白胖的手，暗里塞了件东西过去。少公公一笑，手指一握，就知道是块上好的羊脂玉把件，当下不动声色的将手肘往下微微一沉，那东西就滑入了他的袖中。他上上下下打量了牡丹一番，笑道：“果然德性温厚，柔顺淑德，何娘子，你可莫要辜负了圣意。”内侍监掌传达诏旨，守御宫门，洒扫内廷、内库出纳和照料皇帝的饮食起居等事务。此人相当于内廷中的一把手，皇帝最信任的人，最红的，离权力最近的人。牡丹一听蒋长阳的话，就已经明白了少公公是什么人，当下便微笑着应了，恭恭敬敬的谢过，婉转的说了几句客气话。何娘子一看就是知书达理的人。少公公含笑赞了牡丹两句，方才给蒋长阳传话：“朱国公让将军等等他，他有话要同你说。”朱国公既然让蒋长阳等他，说的自然不会是别的，一定会是这桩婚事。而适才皇帝已经表了态，朱国公不可能和皇帝对着干，但他心里肯定是非常不高兴的，一定会拿蒋长阳脾气，乃至于狠狠训斥一顿。牡丹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还是应该主动避开，避免他在一旁刺激的矛盾更加升级，便和蒋长阳道：“
那我到后面去等你。蒋长阳一把拉住他的手，不用，你和我一起等他，你迟早都要面对他，不如今夜一起解决。蒋仲的脾气少不得随时会跑过去对着牡丹横挑鼻子竖挑眼，他今夜就要让蒋仲认识到他的态度。你还是让我去后头好了。牡丹低声笑道，我怕他骂得你没面子，你下次见着我不好意思。我有心想帮你两句，实在不妥，若是不帮，我心里又难受。你若是反驳他呢，又怕他当着我的面下不来台，下次见了我更不喜欢。他虽然不需要蒋仲喜欢他，但说实在的，蒋长阳和蒋仲若是为了这种事情闹腾，的确也只是让旁人看得欢喜而已，对他们并没有什么好处。蒋长阳闻言轻轻一笑，松了牡丹的手，柔声道，你去吧，我稍后来接你。见捂着牡丹往后头去了，他方轻轻出了一口气，四处环顾，选了个相对安静却又显眼的地方静候蒋仲。才刚选定地方，就见蒋仲大踏步走出来，径直走过来，四处张望了一番，饱含怒气地道，你好大的胆子，真是鬼迷心窍了，东南西北都找不到了，你休想让我。蒋长阳抬眼看着远处那盏散出淡淡的粉色光芒，显得越迷离的莲花灯，淡淡一句话就打了他，这是旨意，是旨意，谁也不能抗旨。里头那个人要他们怎样，他们就只能怎样。一想到刚才那个人特意过问了蒋长中的事情，又单独将杜夫人留下来说话，一副就是要护着自家人的样子，蒋仲一时呆住，良久，方有些难过，又有些语重心长地说，你怎么就这么傻？事到如今，你就算是想反悔也来不及了。蒋长阳有些想笑，谁说我要反悔了？这样就挺好的，大家都放心。以后杜夫人也可以少操点心，多把心思放在我那两个弟弟身上。蒋仲听得他说这句话，更是坐实了这桩亲事就是杜夫人背着他一手促成的，一时之间竟然找不到话可以说，不由越暗恨杜夫人两面三刀，表面上热心的到处为蒋长阳张罗亲事，背地里却以这样快刀斩乱麻的方式让蒋长阳娶了个这样的妻子，感情他的温顺贤淑都是装出来的。忽听得蒋长阳认认真真地道，丹娘德性温厚，柔顺淑德，这是圣上都称赞了的。若是以后有什么不好看的事情闹出来，牵扯到他，那就一定是别人的错，不是他的错。什么都是别人的错，和牡丹没有半点错。这是什么话？那女人难道是狐狸精转世的？把她迷成这个样子，蒋仲一时之间更是气了个倒仰，指着蒋长阳只是说不出话来。蒋长阳并不看他的脸色，朝他做了个揖，沉声道，不知父亲何时有空，我好上门去商量一下这事。他今日喊这声父亲倒是喊得顺溜。蒋仲大怒，正想沉了脸拿瞧，说自己没空，又听蒋长阳道，要是父亲没空也没关系，等那集之后写一封通婚书，我过去拿就行了。他的作用仅限于写个通婚书。蒋仲气得抖，忽听杜夫人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大郎你莫担心，这事儿交给我，我一定给你们办得妥妥帖帖的。杜夫人此刻的样子与先前的担忧沮丧很是不同，显得容光焕的。虽不知皇帝是才与他说了些什么，但可以想象一定没有为难他，哪怕就是他刚刚做了这样的事情。蒋长阳半点不惊奇，不置可否地笑了一笑。19那日就是好日子，焚王妃会上门去提亲，其他事都不敢有劳夫人，就是明年当凉，不适宜娶亲，只怕是今年就要办了的。写通婚书之时要劳夫人替我父亲记着些，他若是忘了，提醒提醒他就行了。杜夫人点点头，你是我们诸国公府的长子，这事儿自然马虎不得。你放心，我会记着。蒋仲正兜着豆子找不到锅炒，听见他二人一唱一和，就把时间给定了，一时气得死死地瞪着杜夫人。杜夫人有些心虚，随即又挺直了腰杆，望着蒋长阳嫣然一笑，大郎，圣上适才说，你虽不是我亲生，却不能薄待于你，亲事还是在府里办吧。在府里办亲事，意味着以后就要住在府里。蒋长阳挑了挑眉，淡淡地道，不必了，我自小在边关长大，礼仪疏漏，丹娘她也是怕约束的性子，怕是会怠慢夫人，为长久计，就在曲江池别院好了，杜夫人也不勉强。有几处田产是原来就为你备下的，这自然是假的，但皇帝既然说不能薄待，他自是要做足姿态。不用，就当是我孝敬祖母和父亲了。蒋长阳半点不在意，丹娘还在后头等我，我先告退了。说完也不看蒋仲的意思，转身离去。蒋仲阴沉着脸看了杜夫人一眼，转身大踏步离去。杜夫人犹豫了一下，急步跟上。夫妻二人一前一后上了马车，杜夫人还未坐稳，就听见蒋仲怒道，你好大的胆子！杜夫人虽早有心理准备，但还是被蒋仲这一声吼唬了一跳，随即坐稳了，
轻言细语地劝道：“你别吼，又不是我的主。”他心里头此时是很欢喜，也很踏实的，什么都不能让他的好心情有半点。纵然蒋长阳和设计害他，皇帝刚才也果然骂了他一顿，可到底也没把他怎么样。从整件事来看，皇帝舅舅心里其实还是顾旧情，记挂着他的，不然也不会把蒋长阳和牡丹的亲事就这样给定了。窥一斑而知全豹，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某些动向，钟儿正在历练，总有一日会成才，又有了这样有力的支持，他的底气自然足了很多。他可真是感激皇帝舅舅，都到了这个份上，他还说和他没关系，还是这样淡然的态，最起码也该知道心虚，道声不是吧。蒋仲此时看着杜夫人是怎么看怎么不顺眼，以往看着是温顺柔和的表情，此时落到他眼里就是让人生气的虚伪和诡计得逞后的志得意满。他看着杜夫人冷笑，的确不是你做的主，但是你找人替你做的主，现在你可满意了？我竟从不知你是这样的人，好毒的心肠。虽然不知道刚才蒋长阳和他说了什么，但他父那样彼此不顺眼的态，想来他知道的并不详细。就算是知道了，他也没有真凭实据，同样可以理解为蒋长阳设计陷害他。杜夫人拧起眉头，抵死不认。我知道你心里不舒服，很不满意这桩婚事，可你也不能总拿我出气吧。是他自己去求的圣上，你不怪他，不怨王阿优，反而来怪我这个成日里到处为他相看亲事，操尽了心的人，实在是没道理。那和牡丹是什么人？蒋长阳又是什么人？圣上怎可能莫名就将这两个人拴在一处？不是为了杜夫人，又是为了谁？蒋仲此时一心只认是他在背后搞的鬼，哪里容得他辩驳，冷冷地道：都到了这一步，你还不认？当我是碎的小孩，好哄骗。我一直当你温良恭俭让，什么都相信你，谁知你也是个自私自利、心肠恶毒的。为了你的一己私利，你把他生生害成这个样。他自私自利，莫非他要把什么都拱手相让？这些年他为了他改变了自己那么多，日夜操劳，深居简出，忍气吞声，都不知道风光与享福是怎么回事了，得到的也不过是骨肉分，被他横加指责。他再忍也不过是被他当软柿捏，反倒是那女人越折腾他，他越捧着那女人，不戳他两下，他还真坐实了他好欺负。杜夫人恨了又恨，忍了又忍，终是忍不住，冷笑道：我害他，我能害得了他？他不害我，我就该烧高香了。你要对这桩婚事不满意，刚才就该和圣上直抒己见，当时只知唯唯诺诺，此时对着我发横又算什么？似你这样又蠢又懦弱的软蛋，难怪的你儿丝毫不把你放在眼里头，想怎么玩弄你就怎么玩弄你。一桩随时都可能甩掉摆脱的婚事，就换得你我夫妻失和，把我变成了容不下计的毒妇，真是好算计。蒋仲被他往心窝里头使劲戳了一下，疼得直哆嗦，一时睁圆了眼睛，举起蒲扇似的手来，欲对着杜夫人扇下去。这么多年了，他还是第一次有这种举动，又是为了那个女人的。杜夫人这么多年终于说了一通痛快话，正觉得解气，就见巴掌，不由一阵心寒，眼泪喷涌而出，一把揪住他的衣领，将一张小粉脸蛋往他面前凑，哽咽道：你打，你打！我知道王阿优回来了，你的魂又被他给勾走了，你现在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弄死我们母，好与他重温旧梦吧。什么脏水都往我身上泼，泼不成就打。到底是谁狠毒？你怎么对得起我？我在你讲20余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你放眼看这京中有我做得好的人有几个？你岂能过河拆桥？当年也不是我把他们赶出去的，我都说我愿意称她为姐姐，侍奉她，她还是不肯相让，生命难为，你要我怎样？什么都不用说了，我养的儿没人家养的争气，不会因诡计，只会被人陷害。我日夜操劳，年老色衰，不如人家万事不劳心，自有人奉承，保得青春常在。等我回去就亲自赶去把桌儿给杀了，成全你们。杜夫人哭得梨花带雨，肝肠寸断。街上的花灯光线穿透窗口的薄纱，把个车厢里照得亮如白昼。蒋崇看到她眼角的细纹，突然想起当年那个明媚温柔可人，视她为天，依顺的娇媚少女，前尘往事尽数涌上心头。他一时呆住，良久方重重叹了一口气，将杜夫人一推，低声唤车夫停车，随即不看杜夫人，转身下了车。不管是蒋长阳使计也好，杜夫人出招也好，这都是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个家将永无宁日了。操劳了一辈，他会得到什么？蒋仲站在街道上，目光沉沉地看着周遭的热闹，悲凉和孤独感油然而生。杜夫人见他不顾而去，立在街头望着来来往往的人群，只是发呆，心里一阵害怕，忙拭了眼泪，低声喊道：阿仲，阿仲，你怎么了？你上来。
上来我们慢慢说。然后又推百香和蒋仲的随身小厮，让他们去劝蒋仲。蒋仲只是站着不动。是的，他不敢对龙座之上的那个人说半个不字。年轻时不敢，老了更不敢。他没办法让阿优听他的，也没办法让蛋儿尊敬他。小儿不成器，曾经温厚大的妻，如今也突然换了张脸。蒋仲是什么人呀？他心里再难过也不会流泪的。他狠狠瞪了一眼百香和小厮，那二人被他凶残的目光一瞪，立时吓得缩了回去，再不敢发一言。杜夫人有些焦急，顾不得脸面，忘了自己刚才哭闹一回，早花了妆容，忙忙地下车，准备去劝蒋仲。刚走到蒋仲身边，才抓住他的手臂，轻轻喊了声阿仲，就听得身后马蹄得得，一条欢快的女高音响起来。夫妻二人一起来赏灯，贤伉俪真是情深。杜夫人还没反应过来，就发现蒋仲的手臂微微颤抖了一下。她回过头，但见灯火辉煌中，一个貌美妇人骑在紫黑色的高头大马之上，笑容满面，红衣似火，举手投足间风情万千，下巴上那一点胭脂红更是深深刺痛了她的眼睛。她紧紧着蒋仲的手臂，脸上绽放出一个灿烂到了点的笑容来。原来是王姐姐，你大喜啊，你大喜啊！这一句有万般含义，你儿想害我没害着，你儿终于如愿以偿地抱得美娇娘回家，你马上就要另嫁他人了，这个男人是我的，朱国公府也是我的，谁也夺不去。王夫人好笑地看着紧紧揪着蒋仲，便像宣布自己的所有权，妆容狼狈的杜夫人微微一笑，同喜同喜，大家都少操了许多心。然后对着蒋仲大声笑道，通婚书要好好的写哦，我是迫不及待了呢。蒋仲默默地看着王夫人，她的气色相比初到那一日更好，穿着这身大红衣裳，越发显得容光焕发，那笑容也是发自内心的，而不是装出来的。她是真的高兴，真不知道她到底是怎么想的，这样一桩婚事，她竟然高兴成这个样，真是疯了。她发现她果然是不能理解这对母的想法了，莫非是她老了？哼，假嘚瑟什么？真是会装，输了还装得这样云淡风轻的。好，你会装，我比你还会装。杜夫人忍下心头的酸意，笑容越发甜腻，上前与赶上来的焚王妃行了礼，看着不远处正在融融私语的蒋长阳和牡丹，娇声笑道，王妃您瞧，男才女貌，好一对天成佳偶呢，我可真是羡慕王姐姐得此佳儿佳妇。王夫人笑道，不用羡慕我，府上二公不是也到了婚配年龄吗？夫人赶紧为他寻一门好亲，马上就有佳儿佳妇了，也好叫朱国公后继有人。他的笑容大方得很，也没有夹枪带棒。可杜夫人宁愿他与自己针锋相对，也他这样没事似的和自己说笑，一时之间竟然接不上王夫人的话。王夫人见杜夫人没话说了，蒋仲的脸色也越发难看，便招呼了一声焚王妃，又笑骂蒋长阳夜深了，还不赶紧送丹娘回家，好不懂事。随即告辞离去，头都没有回一下，倒是蒋仲一直目送着他们的背影。杜夫人说不出的懊恼愤恨，恨不得使劲扇蒋仲一巴掌，把他打得醒过神来，到底掐住自己的掌心忍住了，小意笑道，阿仲，夜深风寒，我们回去吧。一回头瞧见百香望着自己欲言又止，便怒道，缩头缩脑的，想说什么？小家气。百香苦着脸，小心翼翼地道，夫人，您脸上的妆容。杜夫人这才想起自己刚才和蒋仲哭闹了一些，又急急忙忙地下车来劝他，哪里还顾得上什么妆容，只怕是狼狈不堪，早不成样，难怪的那女人笑得如此灿烂，原来是在嘲笑他。在这个女人面前出了如此大丑，简直就是奇耻大辱，他简直恨不得挖个地缝钻下去。回头又看见蒋仲没有跟自己一起走的意思，还在那里站着不动，不由一阵心凉，一言不发转身上了马车，低声吩咐车夫回府。谁也靠不住，还是只能靠自己。终儿一日不能坐实了这个位，他就一日不能放松。不管蒋仲怎么想的，与蒋长阳定亲一事有条不紊地进行，纳采问名那即一一顺利进行。蒋长阳果然说道，什么都他准备，只到了那征前一日，方去了朱国公府，问他要通婚书。蒋仲沉着脸道，你请的韩使、副韩使是谁？蒋长阳微笑道，是二堂伯的两位哥哥，那二人都有官职在身，仪表堂堂，正是担任韩使、副韩使的最佳人选。蒋仲想得到的也只有这二人，听到蒋长阳竟然不经他就请动了这二人，虽然生气，却也没话可讲，忍住气将早就写好的书递给蒋长阳，道，你好自为之。蒋长阳见他写好了通婚书，心情很好，小心收过了，又往后头去见老夫人，哪知老夫人还生气得很，不愿见他。蒋长阳一笑，转身就走。他的本意是不管如何
他到了这里，总得问候一声，省得有人说闲话，也是为了牡丹记。既然不肯见，那便罢了。他到的外头，忽见正开得灿烂的桃花树后闪出一人来，行礼笑道：“哥哥大。”却是已经高中了的蒋长义。虽然他已经中了明经科的第5名，又有萧家替他算，来日得个一官半职，简直不在话下。但他还是很低调的穿了件灰色的家常半旧袍，笑容谦和，言谈举止让人挑不出半点错来。蒋长阳饶有兴致地打量了他一回，道：“恭喜你了，我早听说了你高中，只是这段日都很忙，故而不得恭贺。”说着从腰间取下一个上好的羊脂玉挂件来，递给蒋长义：“这是贺礼，恭喜你双喜临门。”蒋长阳平日里不爱带这些东西，既然随身带着，那便是早就备下的。蒋长义一愣，随即微微红了眼圈，低声道：“哥哥，我正要送你贺礼，却先收了你的贺礼。我没什么好东西，就只有前些日与一众朋友打赌，得了件彩头，是前朝的翁重玉佩，玉质上好，你带着辟邪。”说着将只小锦盒塞入蒋长阳手中，不等蒋长阳说话，慌慌张张地走了，一副唯唯诺诺、小心谨慎到了点的样。这个兄弟可真是让人不好说。蒋长阳微微摇了摇头，大步走出朱国公府。回到家中，王夫人正在检视明日那蒸要用之物，见他进来，一一点给他瞧。楠木做的礼函，长1尺2寸，法12月，宽1寸2分，向12时，木板厚2分，向2宜，盖厚分，向裁，函内宽8分，向8节。又有扎付礼函用的5色线，封题。王夫人见蒋长阳笑了，微微得意的道：“我跟你说，明日送聘礼可有讲究。最前头的是压函细麻2匹，刺函鱼，然后是5色彩、树柏、钱鱼、猪羊、须面、野味、果、酥油盐、酱醋、椒姜葱蒜。次序半点不得的，也得统统放入鱼中，不能随意露在外头。”蒋长阳只是笑，轻轻磨砂着手里的礼函。过了明日，何家回了答婚书，牡丹便是他的啦，谁也抢不去。王夫人见他那样，有些眼红，忍不住拍了他的头一巴掌：“死小，娶了媳妇就忘了娘。”蒋长阳放下礼函，扶住他的手，低声道：“娘，以后我们一起孝敬您。”王夫人叹了口气，笑道：“你义父过2日就要到了，我呢，等到明日纳了征，就请人给你们占卜请期，把日定了，我才安心。他自己的婚期是定在4月，以后他就要住到别人家里去了。”蒋长阳不由一阵沉默，说不出心里的感受。王夫人假装没看见他难过，调笑道：“哎呀，你一个人住还害怕啊？为了你以后不孤单，我和术士量一下，给你往前头挑个好日，把媳妇娶回家呗。你看如何？是5月好呢，还是6月好？”蒋长阳倒被他逗得笑了：“哪有那么快？丹娘说把该准备的都准备好，成亲还是想等他爹爹大哥们回来，算这日最好定在8、9月，看看那个时候有没有好日。”王夫人有些发愁，依他这样说来，难道他爹和哥哥回来迟了，你们这亲就不？话音未落，就被蒋长阳将一枚栗色进嘴里去，恨道：“你不许乱说！”王夫人恶作剧地哈哈大笑：“我又不是金口玉言，说了就算，左右已是跑不掉的，你慌什么？”蒋长阳微微红了脸，埋头去挑聘礼的毛病，这才将王夫人的注意力转移开去。且不说他母2人在这里安排第2日的事宜，何家也在忙个不停，准备第2日要设的床、几案、香炉、水碗、银刀，要招待韩使的酒饭，要送给韩使的衣服和布匹绸缎等物。一应事务俱全，牡丹有些紧张的在小院里头来回走动，围着他那几株牡丹花折腾来折腾去。岑夫人看不惯：“你慌什么？还没到该慌的时候。”那牡丹只是笑，他们怎能理解他的心情？近来仿佛在做梦，一切都顺利甜蜜的不成样。过了明日，他和他就相当于登记了，有了法律保障，他的后半生就和他紧紧相连了，他怎能不紧张？岑夫人见他那样笑，轻轻叹气，一手拥过他：“别慌，别慌，都是这样过来的。他既然舍得下那些繁华，将来就一定会对你好。”牡丹一阵心热。蒋长阳虽然没有告诉他皇帝怎会同意了这桩亲事，但他从贵那里知道蒋长阳此番出去是立了大功劳的，按例该得奖赏，但他什么都没得到。事后皇帝也好长一段时间待他不冷不热的，他可以想象得到他为了这桩事付出了多少。岑夫人见他沉思不语，晓得他又魂飞天外了，与薛氏等人对视笑了一回，瞥了牡丹在院里，自去了。牡丹看着墙角的桃花发了一回呆，倏儿过来附在他耳边低声道：“娘，今日天气这般好，你不出门去走走吗？天色已然近晚，还走什么走？”牡丹见倏儿笑得鬼头鬼脑的，心中明白，给了他一个暴力，回屋取了个小包裹，
整了整衣衫，跟淑儿往角门去。远远就瞧见蒋长阳在那里头探脑，等都等不及的样，便含笑过去轻声道：你怎么又来了？叫我娘瞧见又是一顿好说。这人现在越来越黏糊，天两头不是往这里跑，就是去方圆的上等他，又撺掇他在方圆过夜，他好与他想说多久的话说多久，偏岑夫人和林妈妈如今盯得紧，根本不容许他与他单独待到半个时辰以上，更不要说让他留宿在方圆，宁肯他每日来回奔波，也要逼着他天天回家。蒋长阳见牡丹笑得眉眼弯弯的，小嘴红彤彤的，恨不得擒住了使劲咬上一口才过瘾。偏生此地此情不合适，无法下手，心急难耐，虚火上升，一边将牡丹扯过去，一边不满地道：什么叫我又来了？你是嫌我来多了？可真会抓重点，心眼也够小。牡丹忙笑道：你怎么才来啊？我等你好久了。蒋长阳一声笑出来：这就对了。然后盯着牡丹只是笑，夕阳下的牡丹肌肤如玉，半点瑕疵也不见，乌发成容，笑容甜美，实在是越看越爱。他左右张望了一番，伸手摩挲了牡丹的唇瓣一回，又满足地放在自己的唇上吻了吻，含笑道：我天天都想见到你，恨不得马上就是8月。牡丹被他孩气似的举动逗得心头软软的，将藏在身后的小包袱拿出来递给他：喏，说过给你做的。蒋长阳打开包袱，见是2双袜并一个大红色绣老虎的肚兜，一套亵衣，想到牡丹坐在灯下为他一针一线操劳的样，心里头一阵甜蜜，甜得发颤，笑眯眯地看了一回，柔声道：你辛苦了，都叫你少做点的，你偏不听，累吧？一时瞧见牡丹粉蓝色的春衫里头露出16红绣五彩鹦鹉的绫墨胸，雪白的肌肤闪耀着羊脂玉般细腻柔润的光彩，手里捏着那套亵衣，不由呆了去。牡丹认真道：不累，我针线不好，你别嫌。却见蒋长阳看看那套亵衣，又看看他，总往他领里瞟，目光幽暗难测，一时红了脸，呸了一声，骂道：再看，再看，把你眼珠挖下来。又去夺那套亵衣，不要脸的，别穿了，还我。蒋长阳死死抱住不放，牡丹无奈，只得去他的眼皮。你越来越不要脸了。蒋长阳被他身上的香气和热气轰得心跳如鼓，一时扔了手里的包袱，紧紧握住牡丹的2只手，半是央求半是命令的语气：丹娘，我问过了，6月26是今年最好的日，我们的婚期就定在那天，如何？牡丹一愣，笑道：还没那征你就忙着请期，我们说过要等我爹和哥哥们回来的。蒋长阳很不高兴：他们到时候一定会赶回来的。牡丹察觉到他的情绪变化，轻轻皱了皱眉：我娘说往年里回来最早也要7、8个月，多则年余，现在已是月，仍不见他们来信，可见是要多花些时候才能回来。再说了，马上我要参加牡丹花会，又要花去许多时候，有些忙不过来，等到8、9月份不是更好吗？蒋长阳见毫不犹豫就拒绝了自己的提议，有些生闷气，到底将不快忍住了，软语相求：现在一定到广州了，到了6月一定能赶回来的。牡丹只是笑而不语，他这辈一定要让此生的父母一起参加他的婚礼，看到他的幸福，礼的人一个也不能少。蒋长阳见他毫无退让的意思，只得央求道：丹娘，我娘4月里要成亲，然后就剩我孤苦伶仃一个人，你就不想早点和我在一起吗？他是早就等不得了，更怕夜长梦多。牡丹忍笑：你孤苦伶仃？却见蒋长阳肃了神色，声音低沉地道：是，以前我娘未曾嫁人，她在的地方就是我的家，虽然相隔千万里，我仍然觉得心里踏实，知道她在家里等着我。可现在她嫁了人，就只剩我一个人了，没有家。要你在，那房才算是家，她是一个没有家的人。牡丹明知他在同情台，仍一时笑不出来，心软地握住他的手，柔声道：不过就是多等1、2个月的事情，60天都不到，眨眼的功夫就过去了。他怎能体会他的心情？自王夫人无意之中说过那句话之后，他心里就一直不踏实，但他可以表现得自己很急，自己很可怜，就是不能把自己的担忧说出来。蒋长阳沉吟片刻，折中道：你看这样好不好？我人去问问，看看去年秋天与你爹差不多时期出海的人可有回来的，也去信托人在广州打听一下，然后再定如何。反正当初你爹也有过交代的。何志忠是说过他若是能父母双方都正式上门求亲，就可以让岑夫人答应婚事，可没说他不在就可以忙着把婚事办了，但好歹蒋长阳算是肯让步了。反正现在还未正式请妻，只为了这样的事情争执，弄得大家都不愉快，实在没意思。等他和岑夫人晾好了，由岑夫人去拒绝他，他也没办法的。想到此，牡丹也就不再坚持，点头应了。好。蒋长阳暗暗吁了一口气，
只要他肯松口，剩下的就由他来设法说动岑夫人。6月26日就是一个好日，他说过是那天就是那天，没得说。想到再过3个月不到，牡丹就会和他日夜厮守在一起，想怎么着就怎么着，他忍不住想望天狂笑声。这二人各怀心思，都想着要不伤感情的让对方按着自己的打算走，然后都笑了，甜甜蜜蜜的别过，各回个家。牡丹直接奔向岑夫人房里，歪缠了岑夫人好一些，直到岑夫人忍无可忍，数落他道：不是都没怎么恕着你吗？要见还不是见了，怎么还来歪缠我？牡丹听得他这话，就知道自己适才与蒋长阳见过面的事情瞒不住他，一时有些脸热，搂住岑夫人的肩膀，把头顶在岑夫人的腰上，顶着岑夫人往前走，小声道：提他还没那争呢，他倒提前就请妻了。慢点，老娘的腰都要被你顶闪了。岑夫人拍了牡丹的手一巴掌，回头看向他，他怎么说的？莫非是小两个等不及了，想提前成亲，让牡丹来是他的？牡丹扶他坐下，认真道：说是6月26是今年最好的日，可我想等爹和哥哥们回来再说。这样大的事情怎能得他们？娘你觉得呢？这么大的事情自然是要何志忠在家才好，既然牡丹是这样想的，那就更好。岑夫人便道：这事儿呀，自然是你爹在家才好，你们操心都不算，待我与王夫人商量又再说，一步一步的来，那争过了又再说请妻的话。虽说明年当良，腊月也不适宜婚嫁，早晚都是嫁，没什么特别的讲究，可6月里仓促了些，办酒席也不好办的。他说的是实话，6月里头正是最热的时候，食物容易变坏，除非是特殊情况，否则大家都不会选那个时候成亲。就是。牡丹见岑夫人赞同自己的话，心中安定，便不再提此话。第二日，蒋家果然如期来纳征，牡丹被英娘和荣娘揪着躲在屏风后头看，但见韩使按礼节取了李函，自何家被下的案上取了银刀，启封开函，当众朗读通婚书。二郎作为家中最年长的男性出面接了，又接受了蒋家送来的聘礼，也回了同样放在楠木礼函中的答婚书，又请韩使一行人用酒饭，送上上好的衣服和布匹绸缎作为谢礼。到此，牡丹与蒋长阳的婚约算是正式成立，受律法保护，谁也不能轻易反悔。接下来就该请期，因牡丹花会的日是定在月20，而此时方圆里枣花种已是从元桃期过渡到了平桃期，正是关键时期。牡丹成日里往方圆跑，早出晚归，每日傍晚都差不多是踩着鼓点冲进方门，根本顾不上过问请期的事情，只从宽儿口里得知汾王妃没上门。蒋长阳则来找过自己几次，可自己都没在。蒋长阳有自己的事情要，每日都是天不亮就要出门当差，申时才能回家，到有事的时候更是说不定，忙起来可能一连几天都不见。除非他在家中等他，不然二人几乎没相见的机会。牡丹遗憾了几回，本想特意抽一天空在家中候他，可又听说他好几日没来了，便想着他大概是有差事要办，忙不过来，也可能是请人去打听何志忠等人的归期，才好选定日上门来商量婚期。又因许多嫁妆家具都是现成的，被褥衣服等物更是岑夫人、薛氏等人在准备，没他什么事儿，更一心只扑在方圆里，下定决心非要在牡丹花会上拿个好名次，作为自己嫁妆的一部分，风光出嫁。于是在和李花匠商量过后，便安排李花匠别的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要管，专管那几株选出来的牡丹花。他自己也除了每日总体查看一下其他牡丹花，监管指导一下其他花匠以外，就是泡在种苗园里，与李花匠臭味相投，差不多没把那几株花给供降起来，睡觉都抱着睡才安心。日呼呼过去，转眼到了月16，牡丹算着今日那几株花就要进入透色期，花蕾即将破绽露色，辛苦了一年，成败差不多已经可以出现端倪。他实在是兴奋得很，便起了个大早，甚至等不及和家里人一起吃早饭，只抓了几个糊饼，和刚起床正在梳头的岑夫人说了一声，带了柜倏儿出门去。到的方门附近，只见2匹马早在那里候着的，一看到他就打马靠了过来，却是吕方和他的小厮康。吕方满脸都是笑，有些害羞，又有些小心翼翼的讨好。七郎，你来了。这还是自那次赏东牡丹之后，二人第一次见面。吕方当时出了大丑，根本不敢来找牡丹，销声匿迹了很长一段时间。牡丹几乎都以为他偷偷回洛阳去了，谁知道他今早又出现了。牡丹一瞧见他就猜到他要干什么，有心要戏弄他一回，便笑道：来了。然后便不多语，半点不停，还往前走。吕方见他不搭理自己，有些急，更有些心虚，厚着脸皮追上去。七郎，你要去哪里？城外。这要巧，我也要去哩，咱们正好同。
吕方脸上绽放出一个怎么这妖巧的笑容来，忙忙的打马跟上，与牡丹攀谈。这几日到处的枣花种差不多已经露色，不知你那里的如何了？牡丹道：我的吗？还不曾。心里却暗暗佩服吕方，实在是算得精确，实力果然非同一般。吕方好生奇怪，怎会如此？他算着就该是这几日，就想来抢个先，怎么会弄错当下倔劲儿上来？追问道：当真没有？牡丹认真道：当真没有。吕方狐的看了牡丹几眼，狡猾的假作热心，真是奇怪了，别不是出了什么岔，我去帮你看看，咱们一起找找问题，休要耽搁了花卉。忙活了一年，可就在这几日。牡丹忍笑：你不是有事吗？不敢耽搁你，迟早天把的事情，他总要露色。吕方忙道：没事儿，没事儿，什么事情都没你的事情重要。随即低了声音，小声道：七郎，对不起，上次的事情是我不察，误信他人，差点害了你。牡丹笑道：没事儿，我早有防备，倒是你，不知伤着你没有。吕方情不自禁地偷偷揉了揉手，笑道：没有，你当时应该再用力些的，最好让我痛上一回，让我好生记住教训，以后就再也不会犯这种错误了。语气中很是有些落寞。当初萧月溪刻意教好他还以为同是少年英才，彼此惺惺相惜，可惜自家的出身在人家的眼里一直都不值一，和一颗棋没有任何区别。他那样信任萧月溪，想必是把萧月溪当作好朋友的吧，被好朋友如此算计，定然很伤心。牡丹便笑道：你喝醉的样虽然有些难缠，可还不算让人讨厌。人吗，哪能不犯错，正常的很。这意思是不计较自己上次犯的错。吕方的心情有些飞扬，抿嘴一笑，道：七郎，让我看看你的花，成吗？牡丹心里其实早肯给他看了，便笑道：当然成。吕方呆呆地看着面前那几株神样锦，丹凤白做的真木之繁叶帽，长势喜人，两株接的照粉、白玉、洛阳红、二乔，两株接的大金粉、四合莲、红莲、黄花葵，寸余大小的花蕾饱满无比，尽都破绽露色，已然可以瞧见里头的嫩嫩的粉色，无瑕晶莹的白色，夺目的红色，娇艳的浅红，浓艳的深红，耀眼的黄色。可以想象得到花开之日是何等的美丽动人。他见过神样锦，也曾亲手接过，但从不曾做到过这样多的品种，长势这般喜人，接得浑然一体，还能同时开放的效果。吕方有些想哭，他几乎是含着泪看着牡丹，颤巍巍地指着旁边几株花蕾还小的牡丹花。这也是。牡丹点头，这些都是中晚花品种，一株是洛阳红做真木，接了湖红、蓝田玉、瑶黄的中花品种，一株接的昆山夜光、葛金紫、银粉金鳞，又一株接的豆绿、紫云仙、承丹炉，都是晚花品种。早花、中花、晚花，前前后后1个月的时间里都有花看。真是太绝妙了，我怎么就一直想不到呢？吕方激动的只是拍脑袋，围着那几株花来来回回转圈，弯过来弯过去的看，一时欢喜，一时沮丧，渐渐发起了痴。牡丹看得好笑，与李花匠一同退到树荫下去喝茶，由着吕方在那里发呆发傻。雨禾进来，小声道：外头有人说要包园子，看着那气势不是寻常人家。他没看到门口的牌子吗？牡丹疑惑不已，方圆虽然到现在还未正式开业，可在早春时节就有人来包过园子，却是从前在李满娘搬家时认得的几个女孩子，要在这里做春宴。他免费安排他们玩了一回，带着他们乘船顺着桃李林沿着溪流而下，看桃花流水，梨花纷飞。周八娘好厨艺，做的家常菜让一众贵族千金吃得赞不绝口。后来又有雪娘领了她几个亲厚的姐妹过来游了一回。待到桃花、李花谢了之后，园子里的其他花木都还未成气候，观赏价值不高，加上牡丹花也进入关键时期，牡丹防着有人来捣鬼，便不轻易答应人来，都是委婉拒绝，要留到牡丹花会一鸣惊人之后才正式开业。可是因为不好总拒绝人，他便在门口写了个牌子，表示园中花木未丰，不便待客。牌子挂出之后，果然清静了下来，不再有人来问。没想到今日又有人来，还气势不凡。雨禾皱眉道：看着倒像是什么贵人家里的管事，气势逼人的很，非要包园子不可，已是和贵子歪缠了好一些，这会嚷嚷着要您出去呢。牡丹皱了眉头：我去看看。忽见吕方回头笑道：我也去看看。牡丹挑了挑眉，他管的闲事越发多了。吕方笑得人畜无害：我家在洛阳也有这样的园子，更遇到许多这种客人，我有经验，让我去看看，若是侥幸将人给顺利打发走了，
就当是我将功折罪，也没有白白看了你的花。牡丹微微一沉吟，便做了一个请的姿势。吕方也不客气，竟然当先走在了前面。雨禾看不过，和牡丹咬耳朵。丹娘，他是怎么回事？这是反客为主了。不知道的，还以为这园子是他家的。牡丹悄声道，且看他到底要怎样。便急步跟上，再看吕方的神情，竟然是凝重无比。他的心头突地跳了一跳，不期然地想起了曹万荣，眼看着牡丹花会在即，曹万荣销声匿迹了这么久，也是该出来蹦跶的时候了。吕方今日出现，虽说有可能是一心想看他的神样锦，但也说不定是知道了什么，只是不好直接告诉自己，便采用了这种方式。到的正堂，果见椅子上坐着个穿青色暗纹锦缎春袍，戴黑纱幞头，着靴，留着两撇打理得非常漂亮的小胡子，养得油光水滑，神情倨傲的中年男人。那中年男人看见牡丹与吕方一前一后走进来，先看了吕方一眼，有些惊讶，随即直接问牡丹：小娘子，请问你可是此间主人？是我，敢问阁下是？牡丹含笑往主位上坐了，暗想道：按理说，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通常人们看见一男一女走进来，都会习惯性的认为走在前头的男人是主人，会主动先找男人打招呼。可这小胡子不是，而是直接掠过吕方，就找上了自己，可见是个知情的。只听那小胡子倨傲地道：鄙人姓邹，乃是闵王府的管事。牡丹的神色凝重起来，更是添了几分紧张。邹管事光临寒舍，真是蓬荜生辉，不知管事所为何来？邹管事听他言辞恭敬，略略有了一分笑容。是来报喜的。我家殿下听说方圆乃是福源和尚做的徒，又有从元十九那里买来的奇石万千，更有百种牡丹芍药名品，心中悠然神往之。眼看着牡丹即将盛放，便打算与一众好友前来赏花，你们若是招待好了，赏金不会少。言罢竟是一副笃定牡丹不会拒绝，也不敢拒绝的样子，直接就将一块金饼放在了几案上，这是定金。这么多。牡丹吸了一口凉气，金银虽不流通，却不影响它们的价值，这样一块金饼算来不会少于5两，那便不可能只是1天2天的价格。若只是1天2天，实在推脱不得之时，他尚可应付，但看这样子，只怕是没他想的那么简单。果见邹管事大笑，这金饼足足的6两，是要包10天，从3月19开始，一直到3月29。你也别嫌多，只要贵人高兴，还有后赏。那他还能参加什么牡丹花会？说不得是有人特意撺掇了这什么人，借着闵王府的名头来坏自己好事的。牡丹含笑将那金饼轻轻推回邹管事面前，抱歉地道：实在是对不住，想来管事适才进门时应该看到了那块牌子。方圆刚刚建起，草木凋敝，没得污了贵人的眼睛。话还未说完，邹管事就勃然变了色，正要发作，吕方已然往前一大步，紧紧搂住了他的肩头，笑道：邹管事，既然是你，我适才看着就像你，可是眼神不好，竟然不敢认看了，这大会儿才算是认出你来了。也不管邹管事愿不愿意理他，便死死拽着邹管事说闲话，又问牡丹要买酒菜招待邹管事。牡丹猜不透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便由着他去，只叫周八娘好生整治一桌酒菜上来。等他回来，也不知吕方与邹管事说了什么，竟然将邹管事说得眉开眼笑。牡丹越发认定这其中有猫腻在，敬了一杯酒，让贵子近前伺候，就躲了下去。吕方见他下去，便将柜子支开，与邹管事小声说：曹万荣的办法不好，太过明显，闵王此番也要去品评牡丹花的，哪里有空来这里游什么园子？届时他一看就知道是上了当。他可不是什么省油的灯，万一闹僵起来，岂不是功亏一篑？他特别信任我，我已是看到了那花，不如一切交于我来做，保管神不知鬼不觉，最后一切如意。您只管坐等拿钱就好。邹管事道：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我不能半途而废的。吕方皱起眉头：怎么还不信我？说的是要让我家的牡丹花当上花王，乃是实至名归，难道我还会坏事？邹管事见他一语道破，遂放了心，笑道：他们还说你迂腐，要瞒着你。如此看来，你倒是个通透之人，那我便沾兄弟的光了。忽听得外头脚步声响，二人心领神会地笑起来，推杯置盏，不再提此事。却说牡丹在后头等了约有半个时辰，才见贵子来了，道：吕氏公子问娘子要采帛10匹送邹管事。二人说话小声得很，听不见在说什么，只听见提了几次牡丹花。雨禾紧张地道：他们要干什么？会不会是合伙来算计你的？牡丹沉默片刻，沉声道：给他。过了小半个时辰，前面散了，牡丹去相送，
邹管事喝得半醉，一边看着方圆的下人往他车上搬东西，一边对着牡丹道：既然和娘子这里有事，我便禀明殿下，等牡丹花会过了又再说。牡丹谢了，还望着管事以后多多照顾方圆的生意。邹管事指着吕方道：有石公子替你把关，想来牡丹花会定然夺魁。然后打着酒嗝上了马车。吕方有些尴尬，张口解释：我不必说了。牡丹正色对他行了一礼：今日之事多谢你了。吕方一愣，神色突然间轻松下来，哈哈大笑道：知我者莫如七郎也。也就不解释所为何事，大步往园子里走去。我看看你其他的花长得如何。因见菖蒲长得茂盛，便从小花匠的手里要了剪刀。其实我还有另一个爱好，种菖蒲。一边说，一边飞快地运起剪刀修剪菖蒲。不多时，一只活灵活现的大象就出现在了牡丹面前。牡丹看得欢喜，赞叹道：你这手可真巧，太厉害了，幸亏没被踩坏了，不然我可看不到了。你还会剪什么？再剪几个来看。吕方只是笑：你喜欢什么我就能剪什么，你要什么？忽听有人在背后喊了一声：丹娘！却是好些天不见的蒋长阳。二人好些天不见，牡丹乍一见到蒋长阳很是欢喜，刚往他那边走了几步，又想到吕方在一旁看着的，便停住了，笑道：你来啦！边说边含笑打量了他一回，但见他穿了深簇新的石青色圆领缺胯袍，腰间垂着牡丹送他的荷包，未曾戴幞头，发髻上只插了一根玉簪，看着很是清爽利落，英俊中又添了几分儒雅，便忍不住又多看了他几眼。蒋长阳含情脉脉地看着他道：前几日我太忙，白日里没有空闲去寻你，只傍晚有空，可你又不在，今日总算是有了空，特意来看你。牡丹被他那眼神看得轻轻抖了一下，不由悄悄对着他呲了呲牙。蒋长阳没什么感觉地收回目光，看向吕方，笑赞道：吕石公子好手艺。吕方不认识蒋长阳，以前只是远远看到过一回，上次赏东牡丹宴上蒋长阳去时，他又是喝醉了的。人家认得他，他却认不得人家，便有些尴尬，忙放下剪刀和蒋长阳见礼，一闭香却朝牡丹使眼色，意思是要牡丹快介绍这是谁。蒋长阳将他的小动作看在眼里，不动声色地抢在牡丹开口之前笑道：在下姓蒋，名长阳，字成风。你不认得我，我却是听丹娘说过你好多次。没想到你种牡丹花厉害，种菖蒲也自有一手，果然不愧是名满洛阳的吕氏公子。吕方听蒋长阳这话，仿佛是与牡丹熟悉得很，又见蒋长阳说话的时候，牡丹只是笑吟吟地看着他，自然而然散发出一种温柔甜美来，心里略略有了些数，只不知道这二人到底到了什么地步。默了一默，笑道：原来是蒋兄，幸会。幸会好大的太阳。蒋长阳抬头看了一下天，状似无意地往牡丹身边走了几步，挨着牡丹站定了，亲热地道：丹娘，我们往草亭里去坐坐，煎点茶汤来吃。我从早上到现在一口水都不曾吃过。牡丹本来被他一来就电得麻了几下，此时听他这般说，心思便又转到了茶饭上，忙叫宽儿去厨房请周八娘准备饭食，又叫阿桃去打扫草亭，自己准备洗手去煎茶，又请吕方一道过去吃茶说话。吕方看看蒋长阳，又看看牡丹，笑道：恭敬不如从命，正有几个接花的问题想向你请教一下。又问牡丹：七郎，你刚才说喜欢什么样子的菖蒲，我替你剪。骆驼、猴子、兔儿、七郎。牡丹明明穿的女装，他还偏喊上七郎了，故意喊给自己瞧的不是，还会动剪刀，剪点小花样来讨好人。蒋长阳抽了抽眉角，越发笑得灿烂，望着牡丹道：是啊，是才我来打断了你们说话。丹娘，你喜欢什么就请石公子剪，别怕麻烦他，剪了我请他喝酒，叫我十郎就好。吕方笑道：不用麻烦蒋兄请我喝酒，是才七郎才请我喝过酒。又惊觉呀，我忘了，应该是称和娘子才对，总记着他乔装打扮称七郎了。没事没事。牡丹忙道：不用麻烦，都去吃茶。两个男人却都劝他喜欢就再剪一个，蒋长阳比出在他自己手上还要热心，吕方更是殷勤的不得了。虽然是春天的太阳，牡丹却觉得是三伏天，生生被劝得出了一身汗，干笑道：那就随便选一个吧。怎么能随便呢？吕方不满意，你要说了我才好动手。小兔子、骆驼或者豹子。蒋长阳这回却不说话了，只是无比温和地笑看着牡丹，眼神宠溺无比，一副任他做主的样子。牡丹扫了他一眼，无比恳切地望着吕方道：不急在一时，真的，日后有的是机会，到时候再剪也不迟。现在先喝茶，好热。说完忍不住抬眼看天，
抓着袖子扇了几下。吕方还要再劝，蒋长阳已然伸手将牡丹拉到阴凉处，笑道：是我疏忽了，这般热的天是不该这样麻烦十郎的。以后等我们成了亲，我再挑个好日子请十郎来喝酒做客，到时候十郎若是还想捡，趁着酒兴再捡也不迟。我那园子里栽的菖蒲也不少。吕方一时呆了呆，随即一笑。原来二位好事将近，恭喜了。蒋长阳摸了摸头，有些不好意思。正是呢，前些日子才刚纳征，今日请妻。丹娘性子好强，不喜欢人家替她做主，有些事情我得和她好生商量商量，故而便来了。风度翩翩的请吕方。十郎，请。今日请妻。他怎么不知道？牡丹眨了眨眼睛，看向蒋长阳，以目相寻。蒋长阳并不看他，只殷勤引着吕方往前走，言辞恳切地与吕方说话。我是才进来，听贵子说你刚才帮丹娘打发了麻烦，真是谢你了。吕方有些心不在焉。不用谢，原本就是应该的。我和娘子本就是朋友，朋友就该互相帮助的。蒋长阳认真道。丹娘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大家既是朋友，但凡有事，只要我能帮得上忙的地方，你只管开口。还是不看牡丹。牡丹见他始终不看自己，恨得咬牙，丢了他二人，到一旁去抓了枣豆，使劲搓手。蒋长阳却又大声喊上他了：丹娘，丹娘，好了吗？别让十郎久等，马上就来。牡丹闷闷地应了一声，是净了手，坐到亭子边去煎茶，侧耳细听蒋长阳都与吕方说些什么。只听得蒋长阳专挑了吕方感兴趣的话题来说，一会儿向吕方请教菖蒲是不是种在昆山石上长得最好，一会儿又与他讨论什么地方该种什么树，洛阳的牡丹比织京中的牡丹有些什么不同等等。初时吕方话有些少，渐渐也就与他高谈阔论起来，称兄道弟，二人仿佛一见如故。待到饭菜上桌，吕方彬彬有礼地谢绝了蒋长阳的热情邀请，含笑与牡丹别过，自回去了。牡丹见没了旁人，便问蒋长阳：你说今日请妻，我怎么不知道？蒋长阳埋着头吃饭，道理不理地嗯了一声。牡丹又问：那我爹他们的消息打听到了，定的日子是哪一天？蒋长阳又是嗯的一声，狠狠咬了胡饼一大口。牡丹觉着他仿佛是在咬他的手臂一般，便轻轻推了他一把。怎么不说话？什么叫嗯？蒋长阳停下筷子，抬头看着他，道笑不笑地道：你说什么？牡丹眨眨眼：请妻的事情呀，我刚才问了你几遍，你没听见？蒋长阳淡淡一笑：你这么忙，早出晚归的，人影子都不见，还记得请妻的事情？我怎么不记得？我又不是故意让你找不着，想等你来着，你又不来了，又晓得你白日是不在曲江池的。牡丹叫了一声，瞅着蒋长阳道：阴阳怪气的，什么意思？我哪里阴阳怪气的？我是太饿，顾不上说话，你想多了。蒋长阳收回目光，抓起一个胡饼，又使劲咬了一口，狠狠地嚼，狠狠地磨。他看到吕方那样百般讨好牡丹就不舒坦，可是这种不舒坦不能说出来，但还是不舒坦。他又不是傻子，这人明显就是生上嫌弃了。对待不讲理的人，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你比他还不讲理。牡丹一把抢了蒋长阳的胡饼，道：我问你，我爹他们的消息打听到没有？日子定的哪一天不说，不说就算了。随即将那半边胡饼往盘子里一扔，转身呼呼喝茶。他不说话，蒋长阳也不说话。一阵凉风吹过，蒋长阳使劲打了个喷嚏，然后偷偷看向牡丹。牡丹漫不经心地瞟了他一眼，正好对上蒋长阳的目光，他有些想笑，忍住了，哼了一声，把目光撇开。蒋长阳见他不理自己，便又响亮地打了个喷嚏，自己给自己找梯子下。我没带手帕，借我用一下。牡丹便扔了自己的帕子给他，蒋长阳接了帕子，顺理成章地搭上了前面的话头，闷闷地道：其他人没见着，从这里送信到广州再寻人，递回消息，少说也要个把月，没那么快。不过婚期倒是定下了。说到这里，他偷偷瞟了牡丹一眼。牡丹见他自己找梯子下了，也就顺着他。什么时候？蒋长阳道：还是说的6月26，你母亲和二哥都同意了。牡丹摇头只是笑：我才不信，你哄我。岑夫人那天还和他说的好好的，得等何志忠他们回来又再说。他不过半天时间不在家里，就突然定下了6月26，分明就是哄他。蒋长阳得意地道：我哄你做什么？是真的，冯王妃刚和你母亲商量定了的，不然你回去问。哼哼，他说过要做到的，他还不信。牡丹见他的表情不似作伪，便有些信了。一想到何志忠和大郎他们有可能看不到他出嫁，心里就有些难过。要是我爹他们那个时候还没回来怎么办？
你怎么哄我娘的？蒋长阳见他不高兴，心里也有些不舒坦。你怎么知道他们那个时候回不来？我用得着哄你母亲吗？占卜得来的结果就是那天最好，你母亲和哥哥们希望你一生安好，所以就选的那天。我希望你早点嫁过来，以后魑魅魍魉也少些，你可以多做些你喜欢的事情，怎么了？婚姻中的卜筮，没有人可以不重视，若是术士说他就是那天成亲最好，其他日子都不好，岑夫人一定会选择对他最有利的。相比较之下，何志忠等人彼时在场或是不在场，都成了次要的。想必蒋长阳就是利用岑夫人的这种以女儿终身幸福为要的心思，达成了他的心愿。蒋长阳渴望早点和他成亲，家人希望他能幸福，牡丹没话可讲，但他还是有点难过。蒋长阳不能体会他的心情，他在上辈子早就失去了妈妈，接着又失去了爸爸，还来不及经历恋爱和婚姻就失去了生命，死的时候没有亲人在场，孤孤单单的。少女时期幻想着的由父亲亲手将她交给另一个男人的场景，仅仅只是做梦，现在本来有机会实现完满，却被他给破坏了。牡丹的鼻子酸酸的，垂着眼看着斜肩，一言不发。莫名其妙跑上门来献殷勤的吕方，胆大妄为跑上门来找麻烦的小人，要出嫁了还天天在家里和人吵架发脾气，焦躁不安的娘，不想早点嫁给他的未婚妻蒋长阳，本来兜着一股邪火，想再说几句，可看到牡丹那蔫巴巴红了鼻头垂着眼一言不发的可怜样，心头又软了，便低低叹了口气，走过去挨着他坐了，揽住他的肩头柔声道：你为什么总是往不好的方向想？为什么不想着他们到时候一定能回来？不是我总往不好的方向想，这是事实。早说了这时候都没信来，到时候一定赶不回来，你就只顾着你自己。别以为我猜不着你在背后干了什么，反正你都全部定下了，还和我说什么？以后你要干嘛也自己定下就好，不必提前来和我说，左右我的意见都不重要。牡丹扭了两扭，甩开他的手，他就只顾着他自己，简直无理取闹，定个婚期也能扯到不尊重他意见，只顾他自己的程度，可真能掰。原来自家老娘和义父经常吵架就是这么来的。蒋长阳皱起眉头看着牡丹，他紧紧皱着眉头，嘴翘起老高，看都不看他一眼，满脸的不高兴。算了，高高兴兴的事情何必闹成这个样子？先道歉再说和。蒋长阳耐着性子道：好吧，是我不对，你别生气，我已经托人在广州码头上等着了，若是一看见他们就立即和他们说，让他们赶紧赶回来。牡丹不理他。蒋长阳爱先斩后奏，这脾气以前看来是优点，落到他自己头上就不是了。道歉下小失败，那就已经制动。阿弥陀佛。蒋长阳默念了2遍，便也坐在旁边不说话了，只是使劲吃饭。二人僵持着，谁也不说话。雨禾与淑儿送吃的过来，远远就瞧见他二人情形古怪。牡丹望着外头发呆，蒋长阳埋头大吃，面前堆了一堆空碗空盘子，怎么看都是生气闹别扭的样子。淑儿小声道：莫非是为了吕氏公子？蒋公子不高兴了？很有可能。雨禾想了想，咳嗽了一声，那亭子里的二人便都有了些动静，全都抬头看着他们，到底是都好面子，脸上的线条柔和了许多。雨禾走过去，假装没发现不对，没事似的笑嘻嘻地道：吕氏公子又回来了，说是有什么话要和丹娘说，是才忘了，这会儿在外头等着呢。蒋长阳忙道：还不快请他进来？牡丹淡淡道：我去看看。说着果然起身飞快地往前头去了。蒋长阳一口恶气冲上来，重重地将筷子一放，见淑儿和雨禾都朝自己看过来，忙又拿起筷子来夹菜，淡定自若地道：我这里不用伺候，你们跟着丹娘去。雨禾和淑儿对视了一眼，忍住笑，一本正经地行了礼退下。追上牡丹，才将事情经过说了，就忍不住笑成一团。牡丹又好气又好笑，追着他二人打。讨打，皮子痒痒了是不是？都敢戏弄我了。三人正笑闹成一团，忽听得蒋长阳在不远处轻咳了一声，三人停住回头去瞧，但见蒋长阳背着手立在树荫下，一本正经地道：吕十郎走了。我才想起我也有话没和他说完。小丫牡丹板着脸不说话，雨禾和淑儿却是忍不住一声笑将出来。吕氏公子突然又想起他家里有急事，等不得又走了。很明显这主仆三人联手戏弄他。蒋长阳突然翻了脸，黑着脸转身就走，边走边大声喊乌三和顺猴，杀气腾腾的。几人还从未见过他生这么大的气，雨禾和淑儿顿时慌了手脚，待要追上去赔礼道歉，又有些害怕，便都打着哭音推牡丹上前。这么小气？牡丹皱了皱眉，叫他二人退下，上前去追蒋长阳。
蒋长阳走得飞快，他一度几乎以为自己追不上他了，可到底他还是在假山后追上了他。他气喘吁吁，一把扯住他的袖子，先大大喘了几口粗气，才抚着胸口道：怎么了？蒋长阳淡淡看着他，嘴唇抿得紧紧的，一言不发。牡丹又喘了一口气，小声道：不过是丫头调皮开个玩笑，值得你生这么大的气吗？难道你还要我打他们一顿你才满意？蒋长阳气呼呼的道：我就生气了，怎么了？就是因为你不把我当回事，他们也不把我当回事，太严重了。牡丹一愣，兴许是觉得被下人戏弄伤了自尊，不管怎么说，也是雨禾和树儿调皮捣蛋，有错在先，便握住了蒋长阳的手，诚恳地道：绝对没有这回事，他们只是觉得你一向和蔼可亲，气量宽大，见我们闹别扭，故意调皮罢了，没有任何恶意的。若是旁人，他们哪里敢这样？根本就不敢。你莫生气了，我替他们给你道歉好吗？蒋长阳虽然还板着脸，但语气明显柔和得多。我和蔼可亲，气量宽大，这说的是我吗？我明显就是个只顾自己，不管别人，又霸道又阴险的。自家人被抓了小辫子，还能说什么？牡丹样样地道：不是，霸道小气的人其实是我。蒋长阳哼了一声：你要我别生气了，大人不计小人过，不和他计较。牡丹闷闷不乐地点点头。吼吼吼，反将一军，成功扮黑脸的效果不错。蒋长阳眼里闪过一丝得意，左右张望一番，见四周幽静无人，便挺直了胸膛站定了，指指自己的唇，淡淡地道：口头上的道歉没有实质意义。牡丹叹了口气，踮起脚尖凑上去亲他的嘴唇，才刚靠近了，就被他使劲搂住，抵在假山石上，有些粗鲁的一口擒住嘴唇，辗转吮吸，强取豪夺。牡丹被他弄得唇舌都有些发痛发麻，又被吻的气都喘不过来，只得使劲捶着他的肩头，含糊不清地道：傻蛋，你弄疼我了，好容易。蒋长阳松了口，牡丹撅着微微有些肿胀的嘴唇，小声抱怨道：你好大的胆子，青天白日的，被人看见怎么好？还未抱怨完，身子突然凌空而起，整个人都被抱起来，紧紧贴着他，紧密贴合在一起。没人会看见。蒋长阳眼睛亮亮地盯着牡丹，呼吸急促地低低喊道：丹娘，我想你，好想你。说着手臂越发收紧，唇也盖在了牡丹的脖颈上，恨不得把牡丹揉进体内。他不知道他有多渴望他，多想把自己的一切都给他。牡丹被他勒得一颗心差点没跳出胸腔来，脸热得不像是他自己的，隔着薄薄的春衫，他感觉得到他的心脏在他的胸前有力地跳动，血液在他强健的肌肉下汩汩流动，唱出一曲动人的欢歌。这就是爱情的滋味，这就是他要和他共度一生的人。他有些眩晕地依靠着他，心里甜蜜的如同吃了200斤蜜。突然脖颈上伴随着某人滚烫的呼吸传来一阵微微的刺痛，这衣服这么大的领子，要是给他留下痕迹，根本遮不住，他还要不要见人？牡丹大吃一惊，举起手去拼命推某人的头，低声骂道：你要死，你要死，快快松口。某人还未松口，他又敏感地发现了他的变化，但这一次他似乎是不知道害羞了，不似往常那般会羞涩地躲开去，等到正常以后才会转过头来和他说话，而是原来是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丝毫没有松手的打算。虽然没有出格的动作，但他毫不隐藏身体的变化，也相当于更进了一步。牡丹又羞又恼，掐他的耳垂，咬他的肩膀：不要脸的，快放开我，你再不放开我就生气了。蒋长阳皱着眉头，发出一声微弱的痛苦的呻吟：你这是故意惹我吧？呸，谁惹你？自作多情。牡丹恨得要死，趁着他松手，飞快地溜下去，转身要走。蒋长阳一把拉住他，红着脸看着他笑。牡丹红着脸瞪了他一回，也笑了。两个人傻兮兮地笑了一回。蒋长阳小声道：丹娘，别生我气了，我会想法子早点找到他们，接他们回来的。牡丹低不可闻地应了一声，歪着头让他看他的脖子，担忧地道：有没有留下印子？没有，我小心着的，不会让你被人笑话。蒋长阳只瞟了牡丹的脖子一眼，目光就又顺着他的衣领往下去。牡丹惊觉，轻轻跺了他的脚一下。京中遍布寺观，许多寺观都种植名贵花卉以吸引游人，久而久之变成了气候。比如玄都观的桃花，唐昌观的玉蕊花，洞庭观的冬青，金仙观的竹，大慈恩寺的牡丹，都是极有名的。既是牡丹花卉，与民同乐，大慈恩寺自然就是最好的比赛场所。这一日，牡丹早早就由岑夫人、薛氏、二郎陪了，带着4盆精选出来参赛的牡丹花，直奔进昌坊。才进坊门，街道上已是人来人往，车马如织。到的大慈恩寺附近，
更是无数人将大慈恩寺的门口挤得水泄不通。一看到有人抬了牡丹过来，便蜂拥而上，都想抢个先。还有那收了人钱、居心不良的地痞流氓，藏在看热闹的人群中，趁着机会就折损了人家的花枝，弄得花主苦不堪言，难以招架，引起纷争无数。这样的情形下，想把那几株用彩绸盖着的牡丹花平安顺当地运进寺里面去，实在是桩大难事。牡丹让马车停在街边角落处，根本不敢把花卸下车来，只叮嘱贵子道：“你去找找吕氏公子，和他说说这外头的情形，问他有没有办法让人来维持一下秩序，不然这花会不要开了。”贵子应了，才要去，就见蒋长阳与王夫人，还有一个穿松花色圆领窄袖衫、国字脸、美髯、双目有神、气质儒雅的中年男子骑着高头大马过来。王夫人边下马边笑道：“丹娘怎么躲在这里？幸亏大郎眼神好，不然我们巴巴的跑进寺庙里头去看你，可不扑了个空。”牡丹忙扶住了他，抱怨道：“我不敢进去，正要叫人去想法子呢。这花会也不知怎么搞的，竟然没人在外头维持秩序，那些个地痞流氓想怎么使坏就怎么使坏。眨眼的功夫，竟然就叫我看到被折了2株牡丹，打破了3盆。”那中年男子皱了皱眉，道：“简直滑稽。”然后对身边一个随从打扮的人道：“你进去问问，这里的房屋是谁管？”那随从行了个礼，便疾步往里去了。牡丹看他这表现，猜他应该是那位传说中的安西节度使方伯辉，虽然觉得他更像个读书人，但适才那样子还是挺威严的。偏王夫人不介绍，还装出一副和人家不认识的表情，只拉着岑夫人说话。牡丹便朝蒋长阳使眼色，蒋长阳点头表示他猜对了，随即笑道：“这是我义父。”岑夫人目光如电，飞快打量了方伯辉一回，又重新上前见礼。方伯辉笑眯眯地回了礼，不要蒋长阳介绍，竟然就指着和家人一一道出对方的姓名来。猜得这岑夫人、薛氏、二郎和牡丹不稀奇，稀奇的是他竟然还能点出风大娘、雨禾、李花匠等人来，还和李花匠打着手势交流了几句。他有长者之风，态度又和善，风趣幽默，一下子就征服了何家人的心。看到方伯辉受何家人欢迎，王夫人很是喜悦，不说话的时候就在一旁笑眯眯地看着他。可等方伯辉回过头来望着他笑，他却又做出十分高傲的样子来。方伯辉就像看个小孩似的，只是宠溺地微微一笑，然后亲自将张烫金帖子交到岑夫人手里，请他届时领了何家众人去参加2人的婚宴。王夫人竟然有些害羞，把脸转到另一边去假装看热闹。终于有人出来管事儿了，姨，你们看好大的牡丹树。牡丹回头去瞧，但见大慈恩寺门口列队出来一群带刀兵士，很快驱散了门口围着的人，又将几个妄图逃跑的泼皮无赖给抓了。原本乱糟糟的场面很快变得井然有序起来。几乎是在同时，远处有6个壮汉小心翼翼地抬着一株约有1丈高、直径5尺有余的牡丹花过来，那花正处在盛花期，枝头上的粉色、白色2种颜色的花开得密密匝匝，牡丹初步估算了一下，少说也有100-200朵。此花一亮相，就吸引了在场所有人的目光，接着就有人激动不已地喊花王。但在牡丹看来，也不过就是一株丹凤白做的真木，然后大面积接了赵粉和白玉2种花而已。也就是说，相当于神样锦的一种，只是所接品种太少。假使这花不占着身量高大，花朵数目繁多，基本不算什么贵子提醒牡丹。不是洛阳吕家的，就是曹万荣的。果然曹万荣、吕纯等人带着一众跟班，抬着7盆用彩绸盖住的牡丹，意气风发、衣带生风地走过来。按照花会的规定，每户可以选4株牡丹花参加比赛。这样看来，剩余这7盆牡丹就该是曹万荣等人参赛的另外几盆了。留在最后的，轻易不是人的，往往是杀手锏、保命符。相比较适才被人围观的那株花王，牡丹对后面这7株被彩绸遮住的花更感兴趣。他与李花匠对视了一眼，都从彼此眼里看到了兴奋。王夫人悠然道：“丹娘，你送了参会的是些什么？给我看看。”牡丹忙引王夫人到车边去瞧，除了那2株枣花品种的神样锦之外，他另外又选了经过催花处理的瑶黄和豆绿。本来这样的场合，他若是能拿出自己亲手培植出来的一品牡丹会更好，但一品牡丹是个长期活，他来的时日尚短，根本无法在1年内就培植出来，只得走的取巧和保险路线。且不说那2株神样锦，就说这品种名贵的瑶黄和豆绿。瑶黄是花王，但是中花品种，豆绿珍稀，却是晚花品种。此刻都还不到开放时节，有那早开的，也是稀稀拉拉开几朵，唯有它这2株，经过精心培育和催化处理后，此时正是成花期，每株这花都是27朵，花大如海碗，丰满璀璨，
比之同类的瑶黄与豆绿，才是当真无愧的花王。27朵花，39至尊，好巧的小心思。王夫人只看了一回，便轻笑了一声。好了，你今日若是不夺魁，我把王字倒过来写。方伯辉虚心地请教蒋长阳，王字倒过来写不知是个什么字？王字倒过来写不还是一个王字吗？众人都心领神会地微笑起来。王夫人有些恼羞成怒，道：那我把王字横着写，他自己不知道，他本来就是横着走的。方伯辉笑了一笑，不再言语。王夫人一看他那表情，就晓得他在想什么，便趁着众人不注意，狠狠瞪了他一眼，可随即自己也觉得好笑，便又笑了。我这王字发誓之时最占便宜，却不像那方字，一倒过来就两脚朝天了。方伯辉也不和他计较，微笑着命手下人帮着何家的家丁小心翼翼地将车上的牡丹卸了，与蒋长阳一左一右，亲自压阵，将那4盆花安全无虞地护送进了大慈恩寺。牡丹美吕纯和曹万荣那般出名，没人对他好奇，倒是有认得方伯辉和蒋长阳的人好奇无比，窃窃私语。待进的大慈恩寺，就有人上前问明花主的姓名，然后写了号牌，一半给牡丹拿着，一半插入花盆中，让他们将花抬到大雄宝殿前的空地上去集中，等待品评。蒋长阳一看那多达1000盆都被彩绸遮挡起来的牡丹，不由有些担忧地问牡丹：你有没有把握？山外有山，人外有人，牡丹其实也有些小紧张，轻轻呼了一口气，小声道：还好吧。蒋长阳道：要是那个啥，你别想不开啊，咱们不图那个虚名，还是照样种咱们的牡丹，不说方圆不会少客人，咱们也不缺钱用。牡丹鼓着腮看了他一眼，郑重道：不会想不开，但我还真是图这个虚名，既然他这般喜欢，便由着他高兴。蒋长阳便不再多话，借着袖子遮挡，悄悄握了握他的手，表示支持。人越来越多，不单有参会的花主，还有许多看热闹的达官显贵，一时之间，整个大慈恩寺吵嚷得像个菜市场。牡丹随意看了一圈，就看到了许多张熟面孔，有许久不见的戚夫人、清华郡主，也有窦夫人、雪娘母女，还有潘荣和白夫人。果然是能进来的人都来了。不多时，但见前头那一排专供品评之人坐的位子陆陆续续有人来坐了。吕方是毫无疑问的，可是其中竟然还有刘畅，另外则是2个和尚，2个文人装扮的，牡丹都认不得。雨禾便偷偷和牡丹道：刘畅竟然也能品评牡丹，难道是因为他从前爱办赏花宴，吃喝玩乐出名了，人家都以为他是行家里手，不过是借着您的名头罢了。牡丹一笑，奇怪道：说是圣上亲口让办的，怎么不见一个压阵的？那不是吗？蒋长阳让他看远处，只见一个身材中等，年约35、6，穿绯红小团花袍子，玉冠束发，白面微须的中年男人不疾不徐地走过来，往正中主位上坐了，和吕方等人一一打招呼，一说一个笑，看着实在是亲切之极。蒋长阳低声道：这就是景王。景王爱赏花，爱种花，养了许多例如李花匠之类的厉害花匠，论起来，满朝的宗室亲贵中，再也没有人比他更适合主持这样的花卉了。牡丹赶紧聚精会神地望过去，原来这就是景王，就是那个不动声色、默默无闻却无处不在的富贵闲人景王。景王说了几句开场白，宣布此番优胜者将会得到皇帝御笔亲书的国色天香匾额1块，谢了一回皇恩，便命人按着入场次序，一边唱名，一边将花上覆盖着的彩绸揭去，然后众人品评一回，将觉得不入眼的干脆利落的就直接淘汰出局，若是觉得好，便留下，也赐花主座位。那株巨大的丹凤柏果然是吕纯送选的。景王看了一眼，便笑道：此花虽名为10样锦，奈何算上真木本色，也只有3种颜色，难得树形高大，所接部位适宜，优美端庄，花朵更是繁华，在今日这些花中也算难得，留下待选。吕纯却不甚在意，轻轻接去他送选的另外3盆花。当先一盆为紫粉2色的二乔，有全紫色的花，全粉色的花，也有同朵2色相嵌的，花形硕大丰满。二乔不同颜色，叶片长相也不同，四者等出现复色的，最妙的就是同枝相应部位上长着叶片，叶色、叶形都不同，相当于是赏3种花，2种叶子花看得出平时刺弄得极好，奈何二乔是中花品种，此时不过开了4、5朵，其余还是孤朵，不曾到盛花期，便失了一筹，但也实在是难得了。另一盆是正在成花期的玉板白，清贵无双，又有一盆深红起篓子的飞燕红妆。吕纯最看重的是那盆正在成花期的飞燕红妆，这花约有30朵，细瓣修长，层层叠叠，颜色纯正娇艳，光彩动人，确实难得。众人见了，都小声讨论起来，那2个和尚更是亲自下来看了一回。
毫无疑问的，吕纯送选的4盆花全都留了下来。相比前面送选的花中，这算是第一份殊荣。吕纯微微有些得意，谢了景王，走到座位上，志得意满地坐了下来，默默盘算，若是得到那御笔亲书的匾额，他便是种植牡丹第一人。接下来是曹万荣。曹万荣送的花有春江飘锦、摇黄、倒晕檀心，品种虽优良，却没什么奇特出众之处，理所当然被淘汰。好在他主打的是一株经过催花处理，属中晚花品种的火炼金丹。火炼金丹最大的优势就是湖色特别艳丽，远看如同一团火一般，最大的缺点则是成花率低。但曹万荣这株花却开了8朵，算是火炼金丹中很难得的，加上他的催花技术，想不当选都难。于是曹万荣也得了一个座位。牡丹看得很清楚，曹万荣那株火炼金丹一出手，吕家父子都微微有些吃惊，可见之前他们都不知道曹万荣会送这株花参选，更想不到曹万荣竟然有这种催花技术。这催花技术，不要说吕家父子想不到，就是牡丹也想不到曹万荣竟然掌握了。曾经他以为他是独一份，如今看来却是个个都身怀绝技，没有省油的灯。随着彩绸纷纷落地，空地上的花越来越少。很快就到了牡丹，当唱出何为芳3个字的时候，许多人都打起精神来。曹万荣有些不安，又有些期待，吕纯一如既往的笃定，胸有成竹。景王是饶有兴致，刘畅是面无表情，吕方则是微微带笑。那几个和尚与文人却是好奇或不屑。牡丹将众人的神色看在眼里，先前的紧张不安在突然之间全都消失干净。他挺直腰背，含笑看着自己的4株花被一一掀去红绸，将真容露在众人面前。全场鸦雀无声，随即又如蚊蝇一般嗡嗡起来。景王肃了神色，目光如电，看向站在牡丹身边的李花将，李花将轻轻摇了摇头。景王一言不发，站起身来，直接走到那几株花前，细细看了一回，笑道：赵粉、白玉、洛阳红、二乔、大金粉、四合莲、红莲、黄花葵，花型不同，花期相近，花色艳丽协调，接头部位适宜，心思巧妙，技艺已达画境。其实比先前那株3色神样锦要好得多，摇黄、豆绿，看着没甚取巧之处。阿行丰满硕大，平时若是悉心照料，倒也做的。难得的是晚花早开，还开得这般整齐划一。景王又暗暗数了一回，注意到摇黄、豆绿都是27朵，39之数，便别有用意的看了方伯辉与蒋长阳一眼。那2人却全都同时做出一副茫然的样子来，那表情竟然似从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一般。景王无奈的微微摇了摇头，道：都留下待选。牡丹笑眯眯地踏着万种目光，稳稳走到曹万荣身边坐下。曹万荣目光阴鸷无比，半是寒酸，半是挑拨地道：何娘子，你真是女中豪杰，令我被男儿汗颜。看来今非夺魁不可了。曹原主你过谦了，你那盆火炼金丹实在是让人想不到，晚花早开，还一次开了这么多，实在是难得。说不得也是非夺魁不可。牡丹淡淡的回敬了曹万荣一句，顺便扫了吕纯一眼，但见吕纯的眉毛微微皱了皱，平视前方，好似一派的淡然，唯有平放在膝盖上的一双手有些不安地动了动。曹万荣虚伪的哈哈了2声，道：论到催花技术，还是何娘子你略胜一筹，我费尽心力只催出一株火炼金丹，你出手却是2株2个品种，一为中花，一为晚花，还有什么是你做不到的？更不要说那2株神样锦，当真是如同景王殿下所说的，技艺已达画境。此番若是夺魁，天下盛名我辈男儿，从此要屈居你之下了。他这话一出，周围好些人都看向牡丹，目光含义不明。人外有人，山外有山，天下未曾出山出手的艺人高士多的是。小女子不敢苟同曹原主这说法，更不敢如此轻狂。休要说这些，不如安心看花如何？牡丹觉得与他说这些没营养的口水话实在无聊，便果断结束了话题，抬眼看向场地中。此时已过午间，初选接近尾声，又淘汰了一批，看似没什么悬念了。前3甲将在牡丹、曹万荣、吕纯以及大慈恩寺送选的叶笛子、九蕊珍珠红中选出。可是最后又杀出了一匹黑马，一位名不见经传的牛姓少年带着2盆花参赛，一为绿珠坠玉楼，花白茸茸，阿瓣白如玉枝，又有颗颗绿点，犹如绿色珠子点缀其上，清新可爱；一为墨洒金，花瓣深紫发黑，雄蕊半化，花粉在上，好似墨上便撒金粉。2者都胜在颜色出众，奇特无双。这2株花一出现，一时之间炸了场。谁的最好，谁的不好，众人原本已经有了些数，此时却又像是拿不定主意了，胜负难料。场上的人紧张，场下的人也紧张，台上评审的人则是各执己见，吵得脸红脖子粗。
在台上评审的众人吵闹不休之际，曹万荣适时又装上了好人，热心的与那牛姓少年攀谈，先夸那少年必然夺魁，又撺掇牡丹与那少年敌对。吕纯仍然一样的装老成淡定，一言不发。牡丹自然是不会上曹万荣的当，那少年也奇怪，任由曹万荣说什么，一句不答，只是微笑。曹万荣自说自话许久，见没人理睬他，只得样样的住了口。此时台上诸人已是闹成一片。吕方认为牡丹的花丛品种技术综合下来是最好的，当之无愧该夺魁。两和尚与两文士则认为，若论催花技术，曹万荣的火炼金丹同样不错；若论名贵品种刺弄得好，吕纯的玉板白和飞燕红妆不比牡丹的豆绿和摇黄差；若是论花奇特，牛姓少年的绿珠坠玉楼和墨洒金远比牡丹所接的神样锦更来的自然瑰丽。也就是说，他们认为牡丹太贪，什么都看着出彩，实际上却没有一件最出彩的。吕方承认牛姓少年的花够奇特，但却认为是本来就有的品种，并不是他自己培育出来的，那么就还是要看花型、花色以及技术，根本比不过牡丹的神样锦。曹万荣的火炼金丹虽然同样做到晚花早开，却只有一个品种，不比牡丹同时催开了中花与晚花两个品种，技术上明显差了一筹。至于他老爹吕纯的玉板白和飞燕红妆，刺弄的好是好，却又比曹万荣和牡丹差了催花技术，所以还是牡丹最好。他们吵得热闹，互不相让。刘畅确实不曾参与，只盯着台下娇艳的牡丹花，默默回忆去年牡丹花盛开之时，他办赏花宴、尚书府中的热闹场景。再看今年，尚书府中的各样名品牡丹花，属于牡丹的都被抬走，剩下的由他重金买入的花则因为没有人关注，花降不得力，今年开得远不如从前，看着大的大，小的小，叶片黄样样的，实在是没什么看头。再看容光焕发的蒋长阳与笑得甜蜜灿烂的牡丹，远处坐在树荫下，满脸怨毒仇恨的清华和同样愤恨不乐的戚夫人，以及满脸讨好的围着白夫人打转的潘荣。他微微闭了闭眼，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景王含笑听了吕方等人吵闹了一回，扫了一眼明显心不在焉的刘畅，笑道：他们吵得热闹，子书你是怎么看的？刘畅赶紧收回神思，打起精神道：各有所长。景王听他这明显就是都不得罪的意思，便轻轻扣了扣桌面，语重心长地道：子书你这样不好。刘畅一时无言，低声叹了口气。景王也就体贴的不再逼他，转而出声制止吕方等人：请听本王一言。景王才是最后定夺的那个人，他说有话要讲，谁敢不听？吕方等人俱都噤了声，听他细说。景王缓缓扫了场中众人一眼，含笑道：今日刘选的花都世家，本王觉得个个都当得天香4个字，可惜第一只能有一个，无奈是要优中选优了。依本王看，若论技术，最出色的当属何为芳；若论花，最出色的却该是绿珠坠玉楼与墨洒金。他发了言，似乎是尘埃落定了。众人现在只议论最后到底是胜出还是牛姓少年胜出，牡丹控制不住的紧张，竖起耳朵静听景王下一步分晓。只那牛姓少年笃定得很，仿佛一切都与他无关，又仿佛一切尽在掌握中。最难过的人却是被一句话就被淘汰了的吕纯和曹万荣。吕纯一双眼睛黯然无光，双手控制不住的颤抖着，满脸挫败之色。曹万荣恨得磨牙，看了看牡丹，又看那牛姓少年，满脸的不甘之色。却听景王顿了顿，又道：可今日要看的不光是技术，更要看花型花色与技术的巧妙结合，最后还要看整体的观赏效果，谁最赏心悦目就是谁最好。其实也就是说，谁最合他心意就是谁。牡丹的心头咯噔一下，觉得有些不妙，他抬起眼来，正好看到景王淡笑着朝他这个方向看过来，目光意味不明。到了这一步，实在是他不能控制的。牡丹轻轻叹了口气，错开眼不看景王，看向远处的蒋长阳等人。蒋长阳担忧地看着他，朝他握了握拳头。景王淡淡一笑，继续道：绿珠坠玉楼、墨洒金本就是真，今日送选的花中，这二者独一无二，因此本王认为这两株花里该胜出。可是适才说了，第一只有一个，绿珠坠玉楼虽然清新鲜艳，然不够大气雍容，还是墨洒金要胜出一筹。吕方一愣，随即据理力争，倒是要论雍容大气，还是牡丹那盆摇黄更大气，绿珠坠玉楼不过是绿牡丹的一种，哪里又当得豆绿这样绿的纯粹。景王却只是含笑不语，也不生气他的失态冒犯。刘畅听着吕方激动地对着景王鬼喊鬼叫，把目光投向下面的牡丹，但见牡丹面无表情地垂着眼，端端正正地坐在那里一言不发，明显就是不服气，很受激的样。
他非常清楚这些牡丹花对于牡丹来说意味着什么。按理说，看到牡丹伤心失望了，他应该很高兴才是，他终于也有吃瘪倒霉的一天。可是他没有觉得高兴，他只是觉得景王的不妥，这么有名的种花赏花之人，怎能凭一己之好就妄下定论呢？这是不对的。他轻轻咳了一声，道：斗绿也就罢了，可姚皇是花王，雍容大气，这是众所周知的，这株姚皇挑不出任何毛病。景王似笑非笑地看了他一眼，道：叔，你的意见和吕十郎是一样的喽？刘畅的心情非常复杂，他似是而非地晃了晃头，景王却只是笑。畅所欲言罢，又不是本王一人说了算，不然拿你们这些评审做什么用？忽见后头来了个穿身蓝色圆领袍，操着公鸭嗓的小尖，照景王往后头去。景王立即起身往后头去了，众人一时惊不定，暗猜这后头还藏着什么贵人，能将景王召了去。看来这第一还是不曾定下，会再次反复。牡丹环视一遍，看到后头有一座高楼，先前还空无一人，此时却影影绰绰，似是有人在等待的过程中。吕纯一直沉默不语，曹万荣却是身上有几个虫在爬一般，死活缠着向那牛姓少年打听他的出身来历，住哪里。那少年仍然只笑不语。千方计防着的，最后倒是落了空，反倒是斜刺里杀出来的占了大便宜。曹万荣心中极恨不已，便又同牡丹道：何娘，你真是可惜了，被这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小毛给阴了一把，功亏一篑，好不可惜。又小声道：今日这瓶实属不公，小人作祟。牡丹一言不发的冷冷瞥了他一眼，曹万荣深感无趣，总算闭上了嘴。忽见两个宫监恭恭敬敬的扛着一块盖了赤黄色锦缎的匾额出来，景王满脸是笑的紧随其后。想来这便是传说中的那块国色天香的匾额了，众人一时激动起来，纷纷起身站好了，静待景王宣布最后的结果。谁也想不到，景王宣布的结果与他适才所说的那个完全不同。姚皇是当之无愧的花王，第二，斗绿、莫洒金、飞燕红妆、火炼金丹并列地，绿珠坠玉楼则完全被踢了出去，原因不详。牡丹大获全胜，牡丹如坠梦里，不知怎会突然间就翻天覆地了。景王脸上也没有任何因半差不利、被人颠覆了的沮丧或是不高兴的神色，只叫牡丹上前去领匾额，接受褒奖。见牡丹上前对着匾额磕头谢恩，曹万荣妒恨交加，伏在吕纯耳边轻声道：我早就说过，你还不信？是不是他种出的都还不一定，他家的花匠原本就是景王给的呀，不让他赢还让谁赢？适才这不过是障眼法而已，先抑后扬，好叫人家同情他，然后再定下是他，就没话说了。还有时工，哎，叫我说什么好？他口口声声都是为他说话，是没见过美人还是什么的？也不想想吕家的花都成了这个样，他下次还有什么资格做评审？以后若是再办牡丹花会，上头坐着的人就该是何牡丹了。曹万荣毫不留情批评吕方的话，大地打击了吕纯。他控制不住地颤抖着嘴唇，直直地看着景王，又看吕方，然后又看牡丹。果然是鬼迷心窍了。吕纯轻轻闭了闭眼，他想要这个称号，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而是一辈的梦想，为此他付出多少辛劳，常人万万想不到。他原本认为非他莫属，不屑于去搞小动作，可经不住曹万荣在撺掇，告诉他牡丹背景雄厚，也在背后搞小动作，他应该防患于未然。他信了，任由曹万荣去做，结果一切都败在自家手里头。而血气方刚，尚未娶妻，被这样的妖女迷惑，倒也情有可原。最可恨的就是这个妖女，欺世盗名，无耻下作。吕纯看向牡丹的眼里充满了恨意。曹万荣得意无比，吕纯苦心经营几十年，在行内的号召力非同一般，只要他不承认牡丹，封杀牡丹，还有哪个花农敢同牡丹做生意游园赏花？可也得有个好名声才是，若是主人没去的人还会多吗？不会。这边牡丹恭恭敬敬地接了匾额，谢过了恩。景王笑道：不知何娘这4盆花所值几何？言下之意竟然是要向牡丹购买这花。牡丹暗想，转眼间翻天覆地，必然是有原因。按理这姚皇得了第一，本在他意料之中，但也说明得了某人的眼缘。他犹豫了一下，道：民女其实一直有个心愿，愿这几盆花能到得御前，为御花园增添几分光彩。景王哈哈大笑，大声道：难得你有这份孝心。那牛姓少年也表示愿意将那盆墨洒金进献入内，曹万荣不甘落后，也表示要献花。吕纯本已是兴趣缺缺，被他几人这样一逼着，少不得强打起精神，也要献花。景王褒扬了几人几句，随即命人入后禀告，不多时就有赏出来。牡丹的是珍珠5壶，彩缎20匹，金盘1对，银杯2双，还有彩绳系着的钱6民。
倒是珍珠、彩缎、金盘是皇帝赐的，银杯与钱却是皇后赐的。牛姓少年、曹万荣、吕纯的都是金盘一对，银杯两双。众人本来早有猜测，此时方确定帝后都在后头，顿时山呼万岁、千岁，声震寰宇，恭送銮驾。接下来众人都上前去恭贺牡丹，牡丹还未高兴完，那边景王又说是要宴请今日前名的得主以及评审等人。牡丹晓得推辞不得，便说自己一介女流，多有不便，要请自己的兄长相陪。景王微微汗，允了。宴席上自不必细说，众人都以景王为中心，吹捧阿谀，景王却是谦虚谨慎的很，笑道：其实我是浪得虚名，只是爱花，其实不懂赏花。今日若不是圣人在上头看着，要闹笑话了。一句话坐实了今日真正的主评之人是皇帝。牡丹是因论者，便暗忖景王不是不懂得欣赏，而是故意把这出头露脸的机会留给那一位。又有人问那绿珠坠玉楼为何会落到那般地步，景王笑道：这个名字不详。想这绿珠坠玉楼名字之由来，乃是西晋石崇与绿珠的典故，抄家灭门，死无葬身之地，人倒是感其哀婉，贵人却是忌讳其不详，自然不能入选。众人替那牛姓少年唏嘘一回，景王领头敬牡丹的酒，众人跟着起哄，似是不把他灌醉不罢休。牡丹喝了一些，其余都由二郎一一替他喝了。二郎不知，牡丹扶了二郎告罪要走，曹万荣喝得半醉，嚷嚷着不许走，说是牡丹看不起其他人也就罢了，难道连景王也看不起吗？二郎听说，便推开牡丹，捧了酒坛要一饮而尽。这一坛酒喝下去，还不知会成什么样。牡丹大急，景王却只是含笑不语。吕方不忍，却被吕纯紧紧拉着无法。流畅淡淡看着，只管喝酒。其他人更是纷纷言语相讥，都想逼他看他的笑话是不是？好，牡丹哽着一口气，一手接过二郎手里的酒坛，道：要喝酒是不是？也不必一杯一杯的来，大家都上酒坛，敢不敢喝？眼看着牡丹操起一坛子酒来，众人交换了一下眼色，全都笑了。想他一个身子如此瘦弱，赴宴都要带着兄长一道的女流之辈，还敢和人拼酒，简直就是自不量力。曹万荣笑道：何娘子，你莫要逞强，你一个女流之辈，喝醉了不是耍处，若是弄出点什么来，我们也不好交代，还是让令兄替你喝罢，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承担，不要你交代。牡丹对着景王行了个礼，给他斟满一杯酒，笑道：各位同行这么尊敬我，非得敬我酒，但小女子以为今日之事其实多累了殿下，请殿下容许小女子舔颜领着他们一道，敬殿下此酒，我们干了，您随意。景王微微一笑，随意举了举手，表示他随意，然后施施然往椅子背上一靠，低不可闻地问刘畅：你不为他求情，是恨他呢，还是晓得他本来就会喝酒？刘畅淡淡地道：他又不是我什么人，喝死也和我没关系，他是真不担心。若非是当初他起过歪心，嫌牡丹缠他缠得太烦，他也不会知道病歪歪的牡丹喝酒比他还厉害。当初他怎么又想到了当初？他半是痛苦半是厌弃地抚了抚额头。景王不置可否地挑了挑眉，回头饶有兴致地看戏。得到了景王的首肯，牡丹便挑衅地将一坛子酒砸在曹万荣面前，直呼其名：曹万荣，你敢不敢来？二郎还有些意识，要阻止牡丹，牡丹示意贵子拉他坐了，让他别管，然后指着曹万荣：曹万荣，你不敢吗？我一个女流之辈都敢，你一个大男人不敢。枪打出头鸟，他惹不起一群人，他就专挑着曹万荣来，只要把曹万荣给灭了，看其他人还敢不敢和他叫板。反正适才这些人已经喝了不少，他确实没喝多少。再说了，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谁会想得到病歪歪的原装和牡丹天生好酒量？被一个女人当众呛着喝酒，曹万荣丢不起这个脸，冷笑道：笑话，我怎么不敢？随即提起酒坛子来。牡丹微带轻蔑地扫了刚才起哄的那群人一眼，抬了抬下巴：各位呢？不和我们一起，想单独敬殿下，还是不敢喝，喝不下？那牛姓少年闻言，不声不响地提起面前的酒坛子来。吕纯的心情严重不好，是最不愿意搞这些的，更不屑于被牡丹这样牵着鼻子走，当下将手里的酒杯重重一放，道：我身体不适，就不和你们年轻人一起了。牡丹也不强迫他，笑道：您是老前辈，身体不适，理该休息。吕纯又扫了吕方一眼，意思是不许他丢丑。吕方恍若未见，也笑着提起坛子来。其他人见状，只得也跟上。牡丹微微一笑，对着景王示意之后，对着坛子口就开喝，喝到1/3，咕咚，吕方先倒了，开始傻笑，被吕纯给拖了下去。
再喝，牛姓少年和另一个文士跟着倒了。曹万荣还在苦苦支撑，景王将牡丹斟给他的酒一饮而尽，淡淡地道：行了，到此为止。纵然原本就天生好酒量，但谁会没事想喝酒？牡丹早就巴不得这一句，立即放了手里的酒。曹万荣却是早有些模糊了，嚷嚷道：不行，和牡丹，你还没干。牡丹见景王垂着眼不语，流畅面无表情地看着曹万荣，晓得他们不会干涉自己，遂大着胆子道：那你先干，干了我再干。曹万荣果然干了，干完的同时也倒了。牡丹长出一口气，向景王行礼致歉。景王淡淡地道：你不是说曹万荣喝完你也喝吗？牡丹正色道：他喝醉了没看见我喝，醒来一定不认账，不如下次我再见他时又喝好了。倒也是，这曹万荣输不起，忒有些让人讨厌了。景王示意牡丹起来，半是认真半是玩笑地道：你这个女娘忒好强，女人太过柔弱或是太好强了都不好。牡丹拿不准他什么意思，便只是微笑道：量力而行。景王点了点头。听说你和蒋大郎好事将近了，不知好日子是在哪一日？牡丹笑道：是6月26。景王扫了一眼面无表情的刘畅，笑道：那是双喜临门了，蒋大郎大约就在下头候着吧。难得今日机缘巧合，让他上来，孤敬你二人一杯。牡丹一边道不敢，一边让桂子下去喊蒋长阳。闹这么久，其实不过就是要逼蒋长阳上来，先前不曾逼的蒋长阳出现，此刻这样明明白白的说了，蒋长阳还真不好推辞了。桂子才出门，就在附近撞到了早就一直候着的蒋长阳。蒋长阳沉着脸大步入内，与景王行了礼入座后，也不见脸色好转多少。景王并不以为意，笑道：成风，昔日你也是孤的座上客，近来却不见你上门走动了，若非今日机缘巧合，还真是难得见你一面。蒋长阳道：其实是一直太忙，有闲之时殿下已然休息，不敢扰了殿下的清静。这明摆着就是假话。景王淡淡一笑：既然遇上了，那便喝一杯，何如？随即命人把曹万荣等人收拾出去，重新摆席，一副要与蒋长阳、刘畅开怀畅饮的样子。这一天迟早要面对。蒋长阳沉默片刻，和牡丹道：马车在外头，让顺侯送你们回去。牡丹便告了退，扶着二郎往下，才走到楼梯口，迎面就遇到阿慧。阿慧笑道：我家三娘子就在隔壁，二公子大醉，不如让他先在这殿中歇息片刻，娘子与我家三娘子说说闲话，等着蒋将军一道走如何？虽然知道这次见面定然是景王的授意，但上次被刘畅设计陷害之事其实多得秦三娘援手，何况自秦三娘不辞而别后，二人还从未正式见过面，牡丹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拒绝这个提议。牡丹当下将二郎交与顺侯照料，自带了桂子，跟着阿慧一道去见秦三娘。阿慧一边引路一边笑道：我们就在隔壁，是才亲眼瞧见娘子与人斗酒，娘子真是真人不露相，好酒量。哪里，其实我马上就不行了，多亏殿下及时制止，才侥幸逃过。牡丹注意到阿慧说是的瞧见，而非听见，不由有些狐疑，他们是怎么看见的？转眼到的门口，只见秦三娘有两位衣饰整洁的嬷嬷陪着坐在雅间里，看见他进去，便由那二人扶着起来迎接他。牡丹忙抢前几步扶住秦三娘：你身子不便，莫要这般客气。秦三娘笑道：这是别后第一次见到恩人，这些礼节是一定要的，待到日后大家熟了，便不会与你如此生分了。他此时虽是大腹便便，丰腴笨拙了许多，可他极会保养，不但没有影响容颜，看着反而比原来多了几分妩媚温柔，衣饰精美，容颜俏丽，极其有女人味。日后又是充满暗示意味的语言。牡丹猜得好累，笑赞秦三娘越来越美，又说自家五嫂刚生了个儿子，刚褪去胎毛，可爱的不得了。秦三娘却抚着肚子低笑道：我是想要个女儿，女儿多贴心啊，稳当。那两位嬷嬷其中之一忙笑道：只怕是要让夫人失望了，夫人这肚子又尖又紧实，定然是个儿子。牡丹一时无言，她是坚决不信秦三娘想生女儿的，身处这样的环境，没儿子想方设法也要生出个儿子来傍身的。可是身处这样的环境，只怕秦三娘也是不敢说真话的，明明想生儿子，偏要说想生女儿。秦三娘见牡丹不说话，便笑道：咱们不说这些和娘子不感兴趣的。然后执了牡丹的手往墙边走，低声笑道：让你瞧个热闹新鲜的。说着将墙上挂着的一幅画给掀开了，露出一个洞来，示意牡丹往那里看。牡丹下意识的就想拒绝，秦三娘推了她一把，温和却不容拒绝地道：我是才在这里看了你许久，独木难支，以后会越来越累。独木难支，
还有什么话比这样更直白？景王不好，直接对蒋长阳说的话都由秦三娘对自己说出来了。牡丹做了一个深呼吸，一眼贴近那个洞看过去，正好看到景王将刘畅和蒋长阳的手抓了放在一起。他猛地转过头来看着秦三娘，秦三娘凑过去看了一眼，半点不奇怪地道：丹娘，这是大势所趋。大势所趋，多么有自信的话，他凭什么这么自信？牡丹皱起眉毛看着秦三娘，不管你信不信，你与我一般都是没有根基的，虽然很努力，可是更多身不由己。你若是不幸些，便是我；我若幸运些，便是你。秦三娘直视着牡丹柔声道：愿不愿意接受这份好意，随你们的便。牡丹低声道：我喜欢过安稳的日子。秦三娘理解的一笑：我也喜欢，但总要有选择，安稳不是凭空来的。好啦，这是他们男人的事情，我们女人还是说些知心话好啦。你大喜，我替你准备了一份厚礼。从酒楼出来后，蒋长阳见牡丹有些闷闷的，便安慰牡丹道：没事儿，都有我，从明日开始，你安心备嫁就是。该来的迟早都回来。牡丹对着蒋长阳绽放出一个灿烂的笑容。自牡丹花会之后，方圆瞬间成了京中赏牡丹花的圣地之一，各处慕名而来，赏名品牡丹，看御赐，国色天香匾额的人络绎不绝。在接待了几天散客之后，处在盛花期的方圆迎来好几波包园子办赏花宴的客人，先有汾王妃，后有康城长公主，又有安康郡主、白夫人，还有好些跟着汾王妃、康城长公主来了以后，觉得方圆好，便又包了园子，请亲朋好友来游玩观花的女眷们。从牡丹初开到牡丹花谢的20多天里，方圆就没有哪一日是空闲的，日日都是人满为患。包园子的收入，卖花的钱，让雨禾等几个丫鬟每日数钱数，到手抽筋，一个个都笑得合不拢嘴。只让牡丹很不过意的是，园子被包之日，总有那慕名远道而来的游客乘兴而来，败兴而归。他想了好几个法子，奈何花期短暂，今年已是来不及，只能等待明年再实施。4月初，王夫人与方伯辉成亲，牡丹精挑细选，送了20盆正处在成花期的名贵品种去做贺礼。王夫人骄傲地将它们摆放在最显眼的地方，是夜灯火辉煌下盛开的牡丹，引得宾客留步，竞相称赞，达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这个简单却不失隆重、别有新意的婚礼一时传为美谈。令牡丹想不到的是，有好几户同期嫁女娶妇的人家见了之后，也来竞相购买或是租赁。当年的花崖街头更是早早就被预定出去许多。事业上取得的初步成功让牡丹兴奋不已，她兴致勃勃地计划着明年要做的事情，日子就在繁忙与充实中静悄悄地从指缝间划过，一切都顺利美好，只是迟迟等不到何志忠等人的消息，令人颇为惆怅。蒋长阳派去广州接人的人迟迟不曾传回消息，而与何志忠父子同期出海的人已经回来大半，倒是在海峡就和何志忠父子分开，他们去了北边的罗越国，何志忠父子去了南边的佛氏国，各自买卖，并不知其下落。这个消息虽然让何家人颇为忧虑，但又想着何志忠是最后一次出海，定然会走得更远一些，多淘些宝贝，比旁人回来的晚也是有的。只有岑夫人又想起当日做的那个梦，心中不安之极，又不好当着大家的面表现出来，只是夜里跪坐在佛像前念经祈愿的时候更久而已。他不求他们能赶得上牡丹的婚事，只求他们平安归来。他以为大家都不知道，其实大家都看在眼里，但年轻人比老年人更乐观，认为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牡丹委婉劝了几回，又亲手替岑夫人做消暑保养的汤水，悉心照料，只怕她会因此病倒了。幸好岑夫人身体不错，虽然担忧，却还很精神，每日还能里里外外的操办牡丹的婚事。6月初，好消息和坏消息同时传来。好消息是蒋长阳请托在广州等候何志忠父子的人传回了消息，何志忠父子终于带着大批货物平安现身。坏消息是时间仓促，他们一定赶不上婚礼了。何志忠带回一封信来，表示很开心，让牡丹安安心心的嫁，又认真严肃的教育了他一回，说了一堆要他谦恭礼让、贤淑顺和之类的话，末了却添了一句，如果有委屈就要说出来，他和大郎他们一定会为他做主。牡丹虽然失望，却又觉得庆幸，笑了一回，又靠在岑夫人怀里幸福地掉了几滴泪。看到岑夫人和薛氏等人都在佛像前诵经跪拜，他也跑去跟着拜了一回，只是他感谢的对象不是佛祖，而是老天爷，感谢老天爷让他重生在这样一个家庭中，遇到这么多的好人，感谢老天爷让何志忠和大郎他们平安归来，又默默祈祷保佑他和蒋长阳幸福美满。转眼到了婚礼的前1日，按风俗女方家要派人去男方家中铺房，只这个房却不是真正的房，而是称为白子帐的毡帐。
请去铺房的铺母是李满娘和薛氏，原本该有崔夫人的一席之地，奈何两家经过那件事之后，是怎么也不可能请她了。正如当初李姓成亲之日，何家也只是把礼送到，人到了进了礼数就回了家，没有多余的表情和动作。崔夫人心里也有数，并不曾出现，反倒是吴十九娘热心的跟着李满娘一起来，先去蒋家，后又回到何家，里里外外的忙，看见哪里需要人手就往哪里上。她的温柔大方和热心肠得到了和家人的交口称赞。晚饭过后，吴十九娘拉着牡丹说悄悄话：我去了那边，看见四处都整饰一新，人来人往的，好不热闹。百子帐安置在一个很大的花园里，四周都挂上了彩灯，摆上了时令鲜花，蝉都叫人给粘干净了的，半点嘈杂都不见。还有一个池塘，种台连开的正好，里面养的肥肥的锦鲤游过来游过去。听说因为气候热，怕新娘子热坏了，新郎官想尽了办法，到处借兵买兵。牡丹听得好笑，笑道：哪里是怕我热坏了，分明是怕待客的饭菜坏了。吴十九娘促狭一笑：哟，原来新娘子是你呀！新娘子，敢问新郎官是哪位呀？于是一边追着要牡丹回答他的问题，又摩拳擦掌地表示第二日下戌之时，非得要好好为难一番蒋长阳，要得他不为难蒋长阳，除非牡丹现在求他，表现得很是活泼。牡丹没有想到吴十九娘会这样亲热地和自己开玩笑，她不知道吴十九娘晓不晓得从前的那些事情，但吴十九娘看着挺快乐的，笑容也是发自内心，不似强装出来的，便想着若非李姓与她过得不好，只怕吴十九娘是笑不出来的。为李姓高兴的同时，也打心里接受了这位表嫂重亲有效，闹了一回，渐渐散去。岑夫人见牡丹还坐着，便赶她去睡。还不赶紧去睡，明日够得你累，不到半夜你休想上床。牡丹红了脸不语，薛氏看着笑了：娘，丹娘这是舍不得你呢，依我看，今夜你便留丹娘与你一道歇了才好，有什么悄悄话才好和她说。岑夫人闻言，意味深长的一笑：是该好好和她说说话。薛氏等妯娌几个都是晓得牡丹事情的，便都纷纷掩了口偷笑，笑得牡丹一个大红脸，起身去赶他们。甄氏笑道：哎呦，现在就嫌我们碍眼了，不过我们还是要和小姑说道，这嫁过去之后可不能任由男人全做了主的。来，喊声三嫂来听，三嫂我便教你好手段。薛氏、白氏等人也纷纷起哄，要他喊嫂子来听，每人传授他一条经验。岑夫人只是笑，并不管他们怎么闹腾。牡丹有心要听几个嫂嫂的夫妻相处之道，便一言一行礼喊了过来，众人偏要为难他，一会儿说他喊得不亲，一会儿说他心不成。岑夫人笑道：人家弄妇的还未动手呢，你们这些亲嫂子们倒先为难上了。丹娘脸皮薄，快别为难她了。薛氏等人这才正色传授牡丹经验。薛氏道：关怀体贴是个宝。白氏道：说话委婉，多加思量是一定的。甄氏嚷嚷道：不该让步的时候一定不能让，不然下一次可就蹬鼻子上脸了。李氏含笑道：互敬互爱很重要。张氏抱着个嗷嗷大哭的婴儿边哄边道：关键时刻人口气，吃亏便是占便宜。牡丹一一记在心中，又听岑夫人咳了一声，道：我也说一句，明日下戌你们悠着点，省着轻重。我可是听人说有人家户把新郎放进香柜里头去，活活闷死了的。众人哄堂大笑，接道：这还没成女婿，就先心疼上了，明日偏要可劲儿的捶。这个说他准备了洗衣锤，那个说他准备了鸡毛掸，又撞撞牡丹的肩头。丹娘，难得的机会，不趁此机会捉弄他一回，以后可没机会了。想那时牡丹与刘畅成亲，牡丹就是个半死人，刘畅就是个黑煞神，哪里比得今日这般热闹风光？真是有感而发。以前那次就没机会弄续，此番确实要好好动一回手。话音刚落，就被张氏拉了一把，说他哪壶不开提哪壶，好好的又提起从前的不愉快来。甄氏笑了一回，把头靠到薛氏肩膀上，笑道：难道你们就不想好好为难他一回？牡丹晓得他们是戏谑，却忍不住担忧其他来热闹的亲戚朋友中有那莽撞的会不知轻重。毕竟此时盛行的下戌风俗中，从盘结戏谑到棍棒相加，戏弄为难新郎，人人都认为是天经地义的担忧完蒋长阳，又开始担心自己在弄心腹这一关时被捉弄。白氏仔细一眼就看穿了牡丹脸上的忧色，少不得扯着牡丹一顿调笑。还是岑夫人见天色着实不早了，方才将几个儿媳赶出去，细心交代了牡丹几句，母女二人方背靠着被亲亲热热的睡了。牡丹却又睡不着，翻来覆去直到鸡叫了2遍才沉沉睡去。第二日清早，牡丹还在梦中，就被英娘和雪娘等伴娘捏着鼻子弄醒，都道大喜。
雪娘把一朵大红绢纱牡丹花轻轻插在牡丹的高髻之上，替她扶了扶那只铜制鎏金镶嵌金、银、琉璃、砗磲、玛瑙、水晶、琥珀的同心七宝钗，看着容光焕发的牡丹微红了眼。何姐姐，恭喜你了！牡丹晓得她前段时间订了一户姓陆的人家，后年出嫁。对方是个武将，从六品飞骑尉，不在京中，住安北都护府，听说也是武将世家，人品能力各方面都不错。但牡丹从未在雪娘脸上看出任何期待或是高兴的神色来，便猜她约莫是不太满意这门亲事，这是触景生情了，却也不好劝她，只得故意调笑道：怎么，舍不得我？英娘便将块帕子塞到雪娘手里，笑道：莫伤心，以后又不是见不着。雪娘也觉得自己失态，匆忙按了按眼角，打起精神笑道：我这都是替何姐姐高兴的。她是真羡慕牡丹，果然和蒋长阳终成眷属了，还离家这么近，又不用伺候公婆。无使九娘忙在一旁笑道：咱们来商量商量，看看今日怎么为难新郎官。一句话就将众人的注意力全都吸引了过去。雪娘转眼之间忘了自己的不欢喜，兴致勃勃地出了好几个主意。无使九娘有意不要她悲伤搅局，故意夸她出的主意新颖，听得雪娘高兴不已，越发的近。牡丹在一旁含笑听着，看着自己这间住了1年多的小屋，想起那个乱七八糟的清晨，她被突然闯入的岑夫人、薛氏等人轰轰烈烈地带回家来时的情形，不胜感慨。一时感觉过去的1年很快，不过眨眼功夫，一时细想起所经历过的艰难来，却又觉得好慢。他回来后，家里专为他修建的新房此刻还空着。当时岑夫人说要等新建的屋子寒气重，要晾上半年才能住人，谁知道还没等到那屋子完全晾干，他就已经出嫁。大概当时谁也没有想到他和离归家后会这么快就出嫁，果然是世事难料。牡丹情不自禁地轻轻摇摇头，起身走到往日甩甩栖息的地方，轻轻摸了摸那架已经空了的旧鹦鹉架，不由暗猜已经被先送过去，登上了蒋长阳专门打制的银鹦鹉架的甩甩此刻在做什么？是不熟悉环境而凶悍地对着周围的人鬼吼鬼叫，还是人来疯地表演他的拿手绝技，讨好亲近他的？他自认为是靠山的人。牡丹翘着唇角，正想得出神，忽然听见外头一阵嘈杂，瑞娘气喘吁吁地跑进来，一头撞到了甄氏骂道：小鬼头，没事跑这么快做什么？瑞娘根本顾不上管他，双眼发亮地扯着牡丹的袖子喊道：姑姑，姑姑，你猜谁来了？牡丹点点他的鼻子，我猜不着，就听有人在门口喊了一声。丹娘，却是满脸含笑的何志忠与三郎二人。牡丹猛地捂住了嘴，真是看到三郎，欢喜的和什么似的，一叠声地问：天爷，不是说赶不及了吗？怎么会突然就冒出来了？大哥和四郎呢？怎么不见？何志忠满心欢喜地看着突然间似变了个人的牡丹，小心翼翼地替他正了正钗环，轻描淡写地道：听说我的小丹娘要成亲，可急死我了，头发胡子都急白了。大郎见了便说：哎呀，爹爹您既然这么急，不妨先回去啊，等我押着货物慢慢的回去。只是到了要和丹娘说，不是我不想来，是实在赶不及。四郎听了便也说他哥哥一个人管那么多货物他不放心，他和他哥哥从后面慢慢的来，让三郎伺候着，我骑马先赶回来。本来我想着赶不及了的，结果竟然会遇到段大娘的快船，硬生生为我节省了10天。所以说呢，好心总会有好报。他说得轻巧，牡丹却知道大郎和四郎一定是为了不叫朱姨娘和甄氏有想法，这才特意让三郎跟着何志忠先回家来的。为了这个家大家都不容易，他紧紧拉着何志忠的手，只是不放，低低喊了一声爹爹。何志忠见他红了眼圈，怕他哭出来，忙道：别花了就不好看了。又小声道：其实差点赶不回来了，多亏了蒋大郎徇私替我们找的一马，你今夜见了他，要替我谢谢他。牡丹忍不住翘起唇角来，正想与何志忠说上几句话，就见二郎急匆匆地从外头赶过来，倒是客人多得很，请何志忠和三郎赶紧去洗浴更衣，准备祭祖。何志忠只来得及将个匣子塞到牡丹手里，望着他安慰的一笑，就忙忙地出去了。真是忙撺掇牡丹打开那只匣子来看是什么。牡丹打开来瞧，却是一层银白色的海沙，上放着几个漂亮的小贝壳和一只海螺，不由再次红了眼圈，眼泪只在眼睛里打转，强忍着没有流下来。他只是在何志忠走前感叹了一句，此生只怕是不能见到海了。何志忠却放在了心上，这么大老远的给他带回这样一件难得的礼物。众人不知缘由，都有些失望，以为何志忠这一趟出去，怎么也会为牡丹带回一些难得一见的奇珍异宝作为新婚贺礼，谁知道却是一捧沙和几个贝壳。
闻声而来的何纯见大人表情古怪，扯着牡丹的手点着脚看了，又见牡丹红了眼圈，眼泪汪汪的，忙劝道：姑姑你别哭，虽说祖父小气，只肯送你沙子和贝壳，但是我还有几个金元宝，一起送给你。牡丹忍不住含泪笑了起来，将何纯紧紧搂在怀里，小声道：祖父半点都不小气，祖父给姑姑的这个宝贝多少钱都买不着。何纯吃惊地眨了眨眼，真的吗？难道里头有宝珠？说着就要问牡丹要那贝壳和海螺去撬开来看个究竟。牡丹扑哧一声笑出来，阿纯原来是个小财迷，不是这里头有宝珠，只是这是祖父从老远的地方带回来给姑姑的，里面有祖父的心意，所以才说花多少钱都买不来。何纯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牵着牡丹的手出去祭祖。祭拜完毕，牡丹坐在房中静等蒋长阳上门，突然想起蒋长阳今日也要祭祖，不知他是回朱国公府祭，还是在自家的小院子里头祭。如果是在自家的小院子里头祭倒也罢了，若是去了朱国公府祭祖，不知蒋家其他人又是什么感觉，会不会为难他？但愿他的心情不会因此受到影响。却说蒋仲和老夫人虽然严重不满这桩婚事，却不敢公然表示不满，更何况中间还有一个贤惠的杜夫人。杜夫人是提前1日就命人将祠堂打开清扫干净，把族里该请的人都请了来，忙里忙外，把祭祖所需的一切都准备妥当，一大清早就静候蒋长阳的到来。待到蒋长阳人一到，杜夫人立刻就去请老夫人和蒋仲。老夫人根本就没起来床，只推说自己心悸不舒服。她不肯出席这样重要的仪式，不愿意承认牡丹原本就在杜夫人的意料之中。杜夫人心中暗喜，却仍然立在一旁劝了一回。老夫人听得烦了，随手将个银质荷叶枕灰落床下，硬邦邦地道：你爱操这份心你就自去操，莫要拉着我一道。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老夫人本来是心中烦躁，不喜乱发脾气，杜夫人却以为是蒋仲把上次上元节的事情同老夫人说了，老夫人这才大清早的就拿她发脾气。当下心里就梗了老大一个包，出去见了蒋仲，便有些不冷不热的。蒋仲问他几句话，他才回答一句，蒋仲也不高兴，淡淡地道：既然要装贤惠，就要一直装到底，这种关键时刻做给谁看？杜夫人前后受不完的气，一时气得发抖，情不自禁的，她就想起那日王阿优成亲，蒋仲虽然没说什么，还让人送了一份贺礼过去，却把她自己关在书房里整整1天1夜。如果他不是舍不得那个女人，心疼那个女人的儿子，又是什么？他这20多年又算得什么？钟儿一个人被丢在那么远的地方，人生地不熟，怎么就不见他多关心？想到此，杜夫人的嘴唇控制不住地颤抖起来，死死盯着蒋仲，恨不得跳起脚来将他那张脸给抠个稀巴烂才解气。蒋仲丝毫未觉，见他不答话，也就自顾自地往前去了。还是蒋云清见势头不好，赶紧扶住了杜夫人，低声道：爹爹是因为心情不好，他过后一定会后悔来与母亲赔礼道歉的。杜夫人扶住蒋云清的手，咬紧牙关，抬起眼来看着廊下被风吹得急转的灯笼，唇边浮出一个温柔至极的微笑来。蒋云清被他这笑给笑起一阵鸡皮疙瘩，还未定神，杜夫人已然稳稳地往前去了。走，今日你哥哥娶亲要做的事情还多呢，等到祭祖之后，他去迎娶新妇，咱们还得往曲江池那边去候着，总不能叫方家去替蒋家行使职责吧？我倒是无所谓，就怕有些人丢不起这个脸。他倒要看看这样的场合中，他以蒋长阳继母的身份出现，主持婚礼，王阿优又以什么样的身份出现？他的话传入前面急行的蒋仲耳中，蒋仲忍不住皱了皱眉头，脚步却慢了下来。杜夫人见蒋仲的脚步慢了下来，不易察觉地翘了翘唇角，是时候让他认得，他其实离不得他了。夫妻2人各怀心思，穿过国公府一重又一重的院子，总算是到了祠堂。蒋仲淡淡的看了焕然一新，面色也不怎么好看地站在祠堂外头等他的蒋长阳一眼，朝和他打招呼的几个族老点点头，随即昂首挺胸走入祠堂中。待到祭祖完毕，蒋仲冷淡地唤住蒋长阳：你祖母心悸，不能参加你的婚礼，稍后你去迎娶新妇，我们会去曲江池那里等着，知道你们礼成为止。这会儿那边招呼的人是谁，你让人先去说一声。蒋长阳冷冷地看着蒋仲，一言不发。他晓得蒋仲是什么意思，此时在那边招呼的人除了王夫人和方伯辉还能是谁？蒋仲其实就是要他提前通知王夫人和方伯辉，蒋家才是正主儿，不该方家插手的就不要乱插手。依着他是巴不得连这个族也莫要记，更不需要蒋仲和杜夫人这个时候跑去充当那角色。
可是其他人不依他这么想，他这一辈子人家都只会认为他是蒋仲的儿子，他结婚是蒋家的事情，与已经成了方家人的王夫人没有关系。一想到他和牡丹今日成亲，另一个女人占了主位，王夫人却是看客，他就不由一阵难过。蒋仲毫不退让地瞪着蒋长阳，这关系到他的尊严和诸国公府的尊严，他是绝对不会退让的。蒋长阳姓蒋，不是姓方。杜夫人饶有兴致地看着这父子俩大眼瞪小眼，好心地提醒道：天色已近黄昏，莫要误了吉时。蒋长阳垂下眼眸，微不可见地点了点头，转身往外走，低声吩咐顺猴：你回去和家里说，他们全都要过去。顺猴见他脸色不好看，忙道：公子爷您莫难过，夫人早就猜到了。他让小的告诉您，他们要过去就过去，他会留在那里一直等着您礼成。他说他才不在乎这些虚的。蒋长阳的心头一暖，到底是自己的母亲，早就一切都替他打算好了，宁肯自己委屈，也不要他为难。可是他不在乎，他在乎，遂打定主意，坚决不要王夫人受委屈。带出了诸国公府后，在外头等着的潘荣和他在军中的好友等一群人一拥而上，将他推上马去，一群人笑嘻嘻地朝着宣平坊赶去。才到街口，就见一群小孩子齐声大笑：来了，来了！随即一窝蜂喊着笑着飞奔进去，将大门给关了个严丝合缝。一群人嘻嘻哈哈地笑着行到何家门口，潘荣上前使劲砸门，扬声喊道：贼来须打，客来须看，报到姑嫂，出来相看。就听得里头一阵脆笑，有条女音带着笑意高声道：本是何方君子，何处英才，精神磊朗，因何到来？潘荣大声道：本是京中君子，公卿世家，选的将军，故置高门。又听里头道：既是高门君子，贵胜应留，不审来意，有何所求？蒋长阳大声道：闻君高语，故来相投。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众人一阵哄堂大笑，纷纷上前使劲捶门。开门，开门！里头笑道：开了，开了！你们小心这些，别一不注意摔个大跟头。众人只当不会这么快就开门，纷纷使劲去撞门。蒋长阳多留了个心眼，见他们都往前头挤，就往后头让了一让。果然里头是说到做到，门哗啦一声就敞开了，一群人稀里哗啦扑将进去，果然尽数摔个大跟头。里面一群女人笑成一团，真是手持竹杖轻点战果，因见许多人都摔了，唯独最想摔的那个没摔着，此时正撩起袍子稳稳地走将进来，便发一声喊，笑骂道：打那个最不老实的！言罢挽起袖子就往前扑，其余妇人见状，纷纷上前嘻嘻哈哈地扬起手中的擀面杖、竹杖等物朝蒋长阳招呼去。蒋长阳微笑着护住头脸人，由他们去打。潘荣从地上爬起来喊了一声：想我潘二郎做宾相，怎能叫新郎官给人打了去？说着领了一群身强力壮的齐齐往蒋长阳身上压，笑闹着抢的抢擀面杖，夺的夺竹杖，告饶的告饶，说好话的说好话。白氏先住了手，笑道：罢了罢了，今日就暂且打到这里，要过这道门，先涌来。潘荣笑道：百世南山柏，将来做门额。门额常时在，女士暂来客。这一关算是过了，到得中门处，不等白氏等人开口，潘荣先就道：团金做门扇，魔玉做门环，撤却金锁钩，拨却紫檀关。从外入内，几乎逢门必涌。一直到了正堂前，潘荣又以一手制堂户涌唤开了堂门。蒋长阳向何志忠与岑夫人行过礼后入正堂，一眼瞧见屋中设着的刑杖，想到牡丹在内坐着静候着他，不由心跳如鼓。潘荣推了他一把，将一对用红罗裹好、五色丝棉覆口的大雁递给他，笑道：还等什么？快扔呀！蒋长阳微微一笑，将大雁隔着刑杖掷将过去。却说牡丹被雪娘等人簇拥着坐在马鞍上，将把团扇遮着脸，周围又用锦缎刑杖围起来，层层叠叠的，并看不见外头，只能听见众人的嬉笑声和潘荣咏诗。接着听见门锁被打开，又听见蒋长阳与何志忠、岑夫人行礼说话，然后脚步声响起来，潘荣喊蒋长阳快扔。牡丹的手心顿时沁出汗来，轻轻扯了薛氏一把，薛氏晓得他紧张，偏故意开玩笑道：别急，电焰了。正说着，就见红光一闪，薛氏忙上前接住了，笑着将两只大雁递给牡丹，低声同周围的女眷道：是火焰呢。牡丹含笑摸了一回，又交给薛氏，只等礼成后放生。电焰礼完成，牡丹已经做得腰酸背痛，然而还不算完，还要做催妆诗。虽然来前早有准备，可潘荣却是因为一日里咏了太多诗，有些糊涂转不过弯来，摸了摸脑袋，张着口就是不出声。
何家已经有人偷偷笑出声来，蒋长阳大急，恨不得掐他一把，小声地提醒了2句。潘荣红了脸，大声道：传闻竹下调红粉，明镜台前别做春，不须满面浑妆却，留着双眉带画人。待他咏完，众人方大笑起来。薛氏将碧溪给牡丹遮住脸面，扶着她出了刑帐，辞别了何志忠与岑夫人，送她出门登车。牡丹半是欢喜半是忧伤地上了车，蒋长阳骑马绕车行了3圈，2郎、3郎也翻身上马预备送亲，众人方才笑道：走喽。车马行至半途，又听得一阵喧哗之声，马车重重的一顿，停了下来。牡丹被唬了一跳，正有些茫然不知所措，忽听得蒋长阳在车外低声道：莫怕，是仗车的来了。果然一阵嬉笑声响起，先恭喜，然后有索要酒食的，有索要凌断财物的，不给就不让过。蒋长阳早有准备，命人取出酒食并2筐子散钱100匹绢来，请众人酒食，抛钱送绢，热热闹闹的哄闹了一些，拦车的众人方才放了迎亲车马过去。待到的曲江池别院之时，牡丹已经热得喘不过气来。蒋长阳一时汗流浃背，少不得挨着车窗低声道：丹娘，你且再忍忍。这话被众人听见，又是一阵狂笑奚落。蒋长阳脸皮厚，对着一群还未成亲的族弟及同僚好友笑道：你们莫急，你们总有这一日的。众人大笑。蒋大郎，你莫威胁我，等到哪步又说哪步的话。说笑声中，牡丹下了车，踏着地沾脚不沾地而入。蒋仲与杜夫人领着蒋长义和蒋云清立在院子里头，眼看着牡丹入内了，却一个看着一个不动弹。按理他们应当从角门出去，然后再沿着牡丹走过的地方从大门走进来，意为沾沾新娘的喜气。只是蒋崇看不上牡丹，怎会认为有喜？自是不屑去沾这样的喜气，更恨立在一旁看着郎情妾意的王夫人与方伯辉，便因沉着一张脸，哽着一口气不想动。而杜夫人本就是来给王夫人添堵看笑话的，蒋仲不带头走，他自然乐得不走，反正将来蒋长阳恨的是蒋仲，越恨越好。蒋长义与蒋云清则是一切看他2人眼色行事，他2人不动，自也不敢动。只一瞬的停顿，众人立刻看出名堂来，有要劝的，还不好立刻就上前，便纷纷看向站在一旁的王夫人和方伯辉，还有刚走进门来的何家2郎与3郎，又看蒋长阳，且看怎么收场。冯王妃看不惯，待要上前，却见王夫人已然一句话不说，独自挺直腰背往角门处走，竟是要独自完成这套礼节。方伯辉笑了一笑，喊了一声：哎呦，你等等我。说着果然前行了几步，就有人低声笑起来。亲生父亲不管，却要让外人来管。蒋仲又恨又悔又气，铁青了脸急步上前，心里面把争强好胜弄不清自己身份的王阿优杀了2个透明窟窿，又把那不要脸故意挑衅他的方伯辉剁成了肉泥。杜夫人心中暗笑，大步跟上前去，与蒋仲并肩前行，往角门处行去。又含笑看了看王夫人，却见王夫人拉着方伯辉就地站住了，毫不以为意的淡淡一笑，并不见任何气愤怨恨，仿佛一切早在意料之中。王阿优还真是什么都不怕，还有一个方伯辉容许他胡闹也就罢了，还陪着他。杜夫人突然觉得脸上的肌肉酸起来，笑得很艰难。后头有个实力超群的替补，虎视眈眈的随时等着上场，容不得蒋仲有任何行差踏错。他窝着一口恶气，阴沉着脸配合着剩下的仪式。杜夫人也沉默着，该怎样就怎样，只等着关键时刻才出那口气。眼瞅着心腹先拜完灶台，被领至正堂拜天地，拜舅姑。蒋仲除了心情万分复杂之外，倒也罢了，杜夫人却是激动万分。她强压着兴奋之情，端庄温和地端坐在椅子上，等候蒋长阳与牡丹来拜。蒋长阳母子恨他是必然的，蒋长阳不愿意拜他也是必然的，可是宗法在这里，只要蒋仲在，他就和他是一体的。不拜他也是可以的，除非连着蒋仲一起不拜。真要不拜，蒋仲是必然不依的，这婚礼也就不算完满了，闹出点什么来才好。拜与不拜，他都是赢家。杜夫人越想越开心。但是蒋长阳与牡丹拜完天地后，转过身按着司仪的要求，坦然就拜了温姑。眼看着这2人拜了下去，杜夫人情不自禁地翘起唇角笑，看向王夫人。王夫人根本没看他，只是慈爱地看着一对新人，满脸都是甜蜜的笑容。在这一刻里，什么都比不过孩子们的婚礼完满来得更重要。他要的是孩子们幸福，又怎会在意这些旁枝末节和旁人的阴暗心理？他可顾不上这些。呵呵，也只有这样装的云淡风轻，才能勉强过得去了。杜夫人飞扬着眉眼，淡淡的掸了掸裙子上并不存在的灰尘，只等蒋长阳与牡丹夫妻对拜，送入青炉礼成。他好归家纤纤玉指弹出去，尚未收回来，
就听本该夫妻对拜的蒋长阳站直了身子，朗声道：“再端2把椅子上来。”没人知道他这个时候不夫妻对拜，反而要端2把椅子来做什么。牡丹却是想到了一个可能，蒋长阳要拜王夫人和方伯辉。其实这样的事情在现代并不少见，有许多父母离了婚又重新组建家庭的，就是这样的。可这是在古代，蒋长阳这样的行为算得上是离经叛道，不但蒋仲不会同意，只怕外面的舆论对他也不利。但是他拜的生父继母，怎么就拜不得生母继父？更何况这生母给了他生命，独立将他抚养大，这继父在他人生成长的阶段给了他有力的支撑，他怎么就拜不得？他自然拜得。牡丹稳稳地站在蒋长阳的身边，不曾有任何语言，但蒋长阳就是明白了他的意思，他与他共进退，无论他做什么，他就支持什么。蒋长阳默默看了牡丹一眼，从吴三手里接过那2把椅子，认真谨慎地放在了大堂正中，然后去扶王夫人，接着又去扶方伯辉。轰地一声响，众人低声议论开来，有道是不合理智，有道是今日来的是哪一处，有道是蒋长阳离经叛道，也有道王夫人和方伯辉不自觉，甚至有蒋家的本家亲戚上前劝阻的，却有以焚王妃为首一群女人不胜感慨，都道王夫人养了个好儿子，不枉她辛苦怀胎10月，为她耗费了青春和心血。蒋仲白了脸，不敢相信地看着蒋长阳与含泪坐在椅子上的王夫人，又看看稳如泰山的方伯辉，再看已经准备与蒋长阳一道向王夫人和方伯辉行礼的牡丹，还有垂着眼，唇角噙着一丝冷笑的杜夫人。他耳边满是宾客们嗡嗡嗡的议论声，他觉得无数道轻蔑的、鄙视的、讥讽的目光犹如利剑一般，全都戳在了他的身上。他从未受过如此侮辱，从未如此愤怒。他猛地站起身来，怒斥道：“这是要干什么？”他想问蒋长阳到底姓什么，眼里还有没有宗族，可是话到口边，他问不出来。他竟然害怕蒋长阳说出更让他难堪的话来。全场鸦雀无声。杜夫人唇边的冷笑越炽，王夫人眼皮子都没掀一下，方伯辉淡笑不语。蒋长阳不慌不忙地朝4周宾客抱拳行礼，朗声道：“诸位至亲好友，想来不明白我今日闹的是哪一处？其实无他，但孝心和感恩耳。我母亲怀胎10月，历经生死，我才能存活于这世上。她独自抚育我10多年，亲自为我操持1粥1饭，一针一线，教我识字习文，做人处事含辛茹苦，历尽艰险，我才能成人。我最该拜的就是她，不拜就和畜生无异。”说着又指着方伯辉，情真意切地道：“我义父当年从盗匪手下救了我母子2人的命，又教我武艺兵法。君子之道，先是救命恩人，后是恩师，不是父子，更胜父子。他完全当得起我这一拜。”他说的入情入理，纵有人不赞同，却也找不到任何可以反驳的。方伯辉更是收了脸上的笑容，端正严肃地坐好，与含着泪的王夫人一道，坦然受了蒋长阳与牡丹这一拜。不是父子，更胜父子。蒋长阳的话犹如一把尖刀，狠狠插入蒋仲的胸中，然后弯了几弯。他狂怒地站起身来，带翻了椅子，一言不发就往外走。他恨透了王夫人，恨透了方伯辉，更恨蒋长阳，但他不能用其他的方式表示自己的愤怒，只能选择离场表示自己的愤怒。可就是这样的发泄方式，也没能顺利发泄出去。他才不过走了2、3步，外头就来了赐封赏的太监。他不但不能走，还必须主持着接旨谢恩。他灰败着脸，竭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领头重重地拜了下去。杜夫人在他身后看到他灰败的脸，颤抖的嘴唇，到底生出些不忍和难过来，可更多的却是蒋长阳与蒋仲父子彻底失和给他带来的快感和期待。东西不多，就是2饼玉如意，还有就是提前把牡丹该有的身份郡君给了牡丹，没等到后面蒋长阳再上折子去请封。来宣旨的人也不是什么很有体面的，可到底代表了皇帝的态度，他承认了牡丹这个平民女子做蒋长阳的明媒正娶的妻子。不得不说，这一刻的蒋长阳的确是很感激的。除了他自己努力支持保护牡丹以外，他还需要借助这样的外力，给牡丹更多的支撑，让他在日后的生活中过得更加轻松愉快。被公使这一打岔，拜堂风波不了了之，除了蒋仲，大家都得到了他们想要的。蒋长阳达成了不叫母亲受委屈的心愿，收到新婚妻子对自己支持，王夫人更深层次地体会到儿子对自己的敬爱，方伯辉收到继子的敬重，杜夫人看到蒋仲的伤心失落，父子失和，蒋长义看到最有前途的长兄和父亲嫡母之间的暗潮汹涌，互不相让，皆大欢喜。只有蒋仲，他满心悲愤，却无力疏解，只能默默埋在心头，感叹命运对他的不公，怎么让他摊上这样的事情。
他愤恨王夫人不知轻重，愤恨方伯辉的欺人太甚，愤恨蒋长阳的忤逆不孝。送走宫使，冯王妃觉着这婚事由谁主持都不合适了，干脆挺身出来，让蒋长阳和牡丹完成夫妻对拜。待牡丹拜客毕，众人嬉笑着按风俗戏弄了一回心腹，笑够了闹够了，才总算是将脸红的滴血的牡丹和只知傻笑的蒋长阳一起送入了青炉。烛光下，刘金龙凤银杯闪闪发亮，里头的美酒馥郁芬芳。合卺，合卺，双方敬爱，合体为一。牡丹带着虔诚的态度，小心端起面前的酒杯，与同样满脸认真的蒋长阳一起饮尽了这杯甜到心里的酒。放下酒杯，二人又在阴席上认真对拜了一次，众人方将他二人簇拥着坐上铺陈衣心的床。男右女左旁边早就等候已久的女眷们发出一声笑，喊道：撒账钱喽！又念咒愿文：今夜吉辰，何氏女与蒋氏儿结亲，福愿成纳之后，千秋万岁，保守吉昌。五男二女，奴婢成行。男愿总为卿相，女妓尽聘公王。从自咒愿以后，夫妻寿命延长，无数金银制成的五铢钱和果子鲜花洒落账上，打得牡丹直眨眼睛。她默想着，如果不疼，那就更好了。袖子下面伸过来，一只手轻轻握住她的手，温暖干燥，宽厚踏实。这就是她的良人。牡丹翘起唇角，垂下眼眸，看着礼服上的簇金凤凰，静待下礼。待到撒账完毕，蒋家家族中一位年长的女眷面带微笑，神情端木地上前，认真小心地替蒋长阳除去了新郎礼服，又去头花、帽子，然后将五彩丝线把二人的脚趾拴在一处，解开二人的头发，各剪下一缕，打结，装入锦囊。礼成，众人依次退出青炉，各自准备归家。杜夫人扫了一眼周围，唤住不远处的王夫人，似笑非笑地道：王姐姐，其实你还是该劝劝大郎，这样闹下去对谁都没有好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莫要为争一时之气得不偿失。她的声音不大不小，刚好让周围的人能听见。王夫人停住脚步，回头看着她，微微一笑：谢谢你的关心。身为母亲，再没有能得到儿子这样的敬爱更让人满足的了。我觉得大郎的个人修养很好，将来也一定能将他的家管好，绝对不会出任何问题。然后点点头，转身上了马车。杜夫人沈笑一声，转身上了马车，对着蒋仲道：大郎这孩子心中到底是有怨气呀，他年轻，原也怪不得他。可方伯辉那庶子实在是欺人太甚。蒋仲咬紧了牙，猛地把脸转到一边。黑暗中，牡丹摸索着去解脚趾上的丝绳，她清楚地记得当时是简简单单的拴了个活结的，为的就是方便新婚夫妇在去竹下帘后的黑暗环境里轻松就能解开这个活结。可是这个活结似乎成了死结，他摸到了线头，却没法子顺利解开，不由暗自抱怨这古代的夜里可真黑，没有星星和月亮的夜晚，黑就是黑，半点光都看不到。对面的蒋长阳半点声息都没有，也没有其他动作，只是伸着脚任由牡丹解，但牡丹就是知道他在看着他，隔着黑暗在看他。说来真是奇怪，走到这一步，反而越发觉得对方有些陌生和紧张，还不如平时那么轻松自在。紧张和不安让他把线头越扯越紧，他开始冒细汗，干笑一声道：真是黑啊。蒋长阳赞同地嗯了一声，摸了摸他的头：别急，慢慢来。他的声音有些低沉沙哑，仿佛在酝酿着什么。牡丹听得心口一跳，不自觉的也跟着压低了声音：我记得是个活结的，怎么越解越紧？你力气大，要不你把它扯开不行？娘特意交代过，不能扯断，这个要收起来好好保存一辈子的。那怎么办？牡丹有些泄气，总不能就这样记着睡一夜吧，只怕半夜时候脚趾就会疼。这还真是好笑了，竟然一根丝线难倒两个人。蒋长阳轻声道：我来。随即将手附在牡丹的手上，轻轻捧起她的手，放到她的膝盖上，然后找到了线头，小心地摸索起来。他的指尖温暖柔和，犹如羽毛轻轻划过牡丹的脚趾，又痒又舒服。牡丹心里升起一种异样的感觉来，微微动了动脚趾，低笑道：论到解线头，你不可能比我更厉害，我都做不到的，我倒要看你怎么办。咦，好像越来越紧了，别乱动。蒋长阳握住牡丹的脚趾，轻柔地磨砂了一回。他记得当时两人的脚趾被并在一起时的感觉，牡丹的脚趾又白又嫩，小而圆的指甲就像是粉红色的半透明贝壳，端端正正地镶嵌在上头，让人看着就想咬一口。他小心地扯住丝线，将自己脚趾上的线紧紧拉过去，尽量让牡丹脚趾上的丝线松一些。摸着好像是差不多了，他方叫牡丹往后收脚。黑暗里，牡丹并不知道他在做什么，只一眼往后退了一下，
丝线刮过脚趾的地方有些微疼痛，可是束缚感瞬间消失了。他惊喜地摸着自己解放了的脚趾，笑道：你可真厉害，怎么做到的？我会天竺人的缩骨神功。蒋长阳一边笑，一边将丝线从自己的脚趾上取下来，小心地团成一团，摸索着仔细收在了枕匣里。你还会油嘴滑舌功？牡丹握住他的脚趾，摸到一圈小小的勒痕，便猜到了他的法子。蒋长阳不自在地缩了缩脚，别把你的手给摸臭了，却又忍不住往前伸了伸，渴望着牡丹能再细细抚摸他一回。牡丹不觉，只将他的脚扯住，使劲摸了几下。我就要摸，若是被臭死，以后人家就说我是蒋大郎的臭脚给熏死的，你就出名了，就叫蒋臭脚。蒋长阳飞快捂住牡丹的口，嗔怪道：别乱说，什么死啊活的，不许说。牡丹一边去扯他的手，一边呜呜道：就是随便那么一说，又不会真的，也不许说。蒋长阳的手指轻轻划过他的唇瓣，顺着他的脸颊一点一点地滑下去，捧起他的脸来，轻轻吻下，堵住了牡丹剩下的话。纵使什么都看不见，牡丹还是闭上了眼睛，小心翼翼地将手放在了蒋长阳的腰上，仰着头贴近了他。空气闷热到让人喘不过气来，周围出离的安静，仿佛这世界只有他二人。牡丹不但能听见蒋长阳有些急促的呼吸声，甚至能听见他和他的心跳声。牡丹感觉到自己的脸和身上的皮肤滚烫的吓人，一颗心紧紧揪着，舌尖传来的是熟悉的青草味，可是鼻端萦绕的却是有些陌生的沉香味，熟悉而陌生，令人喜悦期待却又紧张害怕。他有些窒息，猛地推了他一把，把脸侧开，无声而大口的呼吸。蒋长阳轻轻扶住牡丹的肩头，把他的头轻轻按在他的胸前，轻柔地抚摸他的胳膊和背脊，等待他平静下来。这个时候他反倒不着急了，他要给牡丹一个美好难忘的新婚之夜，让他忘了从前的不美好。牡丹靠着他静静坐了片刻，低声道：我有话要和你说。蒋长阳觉得他的态度有些严肃，他虽不知道他要和他说什么，但总归不过是要对他提要求，这种事情原也常见，便微微一笑：是不是你嫂嫂们教你要和我约法三章什么的？你不用咬牙切齿的，我一定会牢牢记着的。谁咬牙切齿来着？牡丹的勇气瞬间化作了笑气，笑了一回，刚才那种陌生的拘束感消失了许多，他微微有些不自在的低声道：我从前一直都是一个人，从不曾会疼，所以你不能粗鲁。蒋长阳不傻，听牡丹这样一提，再联系王夫人和他说过的牡丹身体很健康，他就彻底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只是从前他也只是猜测牡丹是特别不讨刘畅的喜欢，所以被轻视冷落，却没有想到竟被冷落到如此地步。他一时说不出心中的感受，作为男性本能，听到自己将是心爱的妻子唯一一人，自然是欢喜的。可是从牡丹这一边看过去，牡丹当初却是多么的可怜，被这样的羞辱，想到这里，他的心中充满了怜惜。他抱紧了牡丹，将脸贴着牡丹的脸，低声道：丹娘，我不知该怎么说才好。虽然你知道相比你本人，这个并不重要，可这的确是个想不到的惊喜。他有眼不识金镶玉。他顿了顿，怜惜地吻了一下他的额头。我要和你说个故事。从前有个人，他定了一门好亲，可当他见到新娘子的时候，却被吓得仓皇逃跑，说那女子奇丑无比，堪比鬼怪，怎么也不肯和那个女子成亲。女家很生气，当场就将女子另外改嫁他人，而那女子在她后来丈夫的眼中，却是天姿国色，温柔无双，而且也果然是天姿国色，温柔无双。所以说，这世间的姻缘不但讲究缘分，还得有一双识宝的慧眼。没有慧眼的人不配得到宝贝，我才是你命中注定的那个识宝惜宝的人。他再告诉他，刘畅没有眼光，不识珍宝，他没有错，错过他是刘畅的损失。纵然他不是原装牡丹，对悲惨的过去没那么深的感触，可是他想到的，没想到的，眼前这个男人都替他感受到了，还有什么能比这样的体贴温柔更温暖人心？牡丹的喉头犹如被塞了一大团湿棉花，他什么都说不出来，只是紧紧搂住他的脖子，主动吻住了他，他应该得到他全部的热情。蒋长阳只被动了片刻，就立刻反攻，占了主动。他几乎是虔诚地解开牡丹的衣带，微微站立着，欣喜若狂地仔细探索她的每一寸肌肤，温柔而热情地吻过她的头发、指头、身体，甚至脚趾。她的温柔和热情就像春天里的暖风，轻轻吹过寒了一冬的面庞一样舒服，一样动人心弦。牡丹微闭着眼眸，摸索着将她的发簪抽出，将双手插入她倾泻而下的长发中。她想象着，若是在灯光下，此刻的她会是什么模样？怎么想都是好看的，怎么想都是迷人而充满魅力的。
他鼓足勇气，趁着黑夜的遮挡，轻轻替他解了衣带，学着他一般，温柔勇敢地探索他的身体。当牡丹羞怯而闪躲，试探着碰触到他的那一刻，蒋长阳低低地叹息了一声，随即有些粗鲁地按住他有些惊慌想逃走的手掌，教他仔细认识他。他极力控制着自己的迫不及待，低低喊着牡丹的名字，一遍又一遍，仿佛那样能让他更轻松一些。直到他全身都出了一层细汗，再也忍受不住，紧紧扣住他的食指，翻身合上，从头开始探索他的身体时，牡丹方轻轻合上了眼，静静地等待。当彼此的肌肤完全相触的那一刻，他和他都忘了周围的一切，眼里心里只有彼此，耳中只有彼此的呼吸声和心跳声，鼻端只有淡淡的牡丹香和彼此的体香。他的心跳贴着他的心跳，他想要他快乐幸福，他想要他幸福快乐。小小的青炉内，暗香浮动，气息缠绵。绽放的牡丹，热情的牡丹，美好无双的牡丹，是他的妻子，他要给他最深的快乐，最好的一切。蒋长阳轻轻含住那挺立的红珠，吮吸怜爱，紧紧拖着牡丹纤细的腰肢，将自己最大限度地贴紧了牡丹，喘息着低低喊了一声丹娘。牡丹已经做好了准备，她默默搂住她紧实的腰，告诉自己要放松，没什么可怕的。其实刚开始是很快乐的，只是一瞬，过后也很美好快乐。可是当那一瞬到来的时候，他还是忍不住疼得发出一声低吟。他掐紧他的胳膊，紧紧咬着嘴唇，睁大眼睛，动也不敢动。察觉到他的痛苦，蒋长阳立即停下来，把手伸到他的嘴里，咬着我，忍忍就好了。牡丹轻轻摇头，做深呼吸。蒋长阳不敢有任何动作，忍得满头大汗。他小心地吻着牡丹的眉毛、眼睛、脸颊、嘴唇，一遍又一遍地说：丹娘，好丹娘，我的好丹娘，你忍忍。牡丹有些朦胧地任由他安慰着，渐渐放松下来，最初的疼痛过去，新的渴望又从心底最深处复苏过来。他尝试着轻轻动了动，还好。耳边传来蒋长阳骤然变得急促起来的呼吸声，他的热气呼到他的肌肤上，无数个毛孔尽数打开，除了热还是热。他鼓励地扭了扭腰，他低低地喘息了一声，长驱直入，然后就再也停不下来，也不想停下来。这是怎样的感受啊？全身所有的血液都被点燃，每一个毛孔都在叫嚣着欢乐。牡丹忘了该怎么呼吸，该怎么动作，完全是凭直觉在随他起舞。可是他突然间又感觉到疼了，他紧紧扣住他的肩头。疼，轻点。蒋长阳咬着牙克制着停了下来。他的汗滴落在他的脸上，他像一头困兽，找不到突围的方向。他把他多余的力气都用在了其他地方，他的吻滚烫如火，在他的全身留下一串火红的印记，他恨不得把他揉进体内，成为他的肉中骨，骨中血，就这样永不分开。也许可以由他来。牡丹轻轻推了他一把，蒋长阳一愣，随即万般不情愿地松开他，沙哑着嗓子道：疼得厉害吗？我记得好像准备的有药。牡丹摇摇头，小声道：听说在上面会不疼一点。真的？蒋长阳欣喜若狂，立刻抱着他翻了个身，殷勤地替他做好一切准备工作，期待无比，却又持怀疑态度。你要是就别勉强。他没做过，可是他可以学。牡丹不语，只是轻轻吻了吻他的唇，然后包容了他的全部。他是如此的美好，如此的令人喜欢。蒋长阳犹如置身在云端，忽上忽下，忽下忽上。丹娘，他骤然发出一声低喊，猛地撑起，紧紧搂住牡丹，将头紧紧顶在他的胸前，释放出他的热情和快乐。其实也没那么难，牡丹带了几分羞怯，又带了几分快乐，捧着他的头，轻轻吻了他的头顶一下。蒋长阳抬起头来，温柔地回吻了他一下，却不退出，只搂着他躺下，将他牢牢锁在怀里，霸道地压着他的腿，不许他动。牡丹热得全身是汗，很不舒服，便轻轻推他。好热！蒋长阳固执的不放，抱着他往里，在枕匣里取了帕子替他收拾，小声问道：还疼吗？牡丹微闭着眼，有些疲倦的小声道：好像不疼了。蒋长阳的手顿时慢了下来，他俯身吻住牡丹，小声道：丹娘，你没有，我还想这次我来。成吗？牡丹觉得自己犹如大海里的一叶孤舟，被海浪推上去，又送了下来，来回颠簸着。他拼命想抓住点什么，却总是抓不到，哪怕他的手紧紧攀附着蒋长阳的胳膊和肩膀，紧紧掐着他的腰，他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仿佛又是知道的。他彷徨着，期待着，终于有一道白光从大海上空划过，他得到了他想要的。他微微张着口，发出一声压抑不住的低喊。牡丹觉得全身都仿佛散了架，他躺在床上一动也不想动，一时想到自己刚才的那声喊叫，又羞得不得了。蒋长阳在一旁摸索着收拾，突然低低笑了一声。
牡丹挥手打了他一下，闷声道：“你笑什么？不许笑。”蒋长阳忍住笑：“我没笑你，我这是高兴的。”忍了忍，却又道：“丹娘，以后咱们房里不留人，一到晚上就把人全都赶出去老远。我喜欢听你喊。”牡丹大恨，坐起身来掐他的脖子：“你再说，我叫你再说。”蒋长阳将他圈入怀中，一起躺下，低声笑道：“别怕，咱们是夫妻，在我面前，你想怎样就怎样，不用压制自己。”牡丹搂住他腰，轻轻点了点头：“你也是。”蒋长阳的心中充满了喜悦，牡丹娇小的身子静静地依偎在他的怀里，一如梦里的情形，散发着暖香，温暖而甜蜜，美好而梦幻，简直有些不真实。他轻轻捧起牡丹的脸，温柔地吻了吻她的唇，低声道：“丹娘，你不知道，我好生欢喜。”“我知道，我也很欢喜。”牡丹回了他一个吻，然后沉沉睡去。天色大亮，牡丹从睡梦中惊醒过来，见帐内空无一人，蒋长阳早就不知去了哪里，唯见枕边放了一套干净的里衣，想起今早王夫人要过来看他吃蜀货的，不由吓得出了一身冷汗。再看看自己身上的斑斑红痕，不由暗自嗔怪了一声，慌忙将里衣穿上了。正想喊人，又想起这不是在家里，外头也不知道站着些什么人，便试探着咳嗽了一声。帐外传来雨荷低低的声音：“娘子，你醒了。”牡丹听见是他，心中安定，忙应了一声。雨荷立刻领了宽儿和顺儿提了热水进来，先恭喜过了，然后伺候牡丹梳洗穿衣。牡丹接过宽儿递过的16红压金鹧鸪的襦裙，对着镜子看了看，还好，布料还厚，透不出身上的红痕。“什么时辰了？夫人来了没有？”雨荷笑道：“还早呢，不过40。”“夫人还没来。”“40哪里还早？她原本想第一日起早一点的，现在可好，她只怕是这府里起的最迟的一个。”牡丹见雨荷要去收拾床铺，顿时红了脸，顾不得正在梳头，急抓抓的起身喊了一声：“我来。”雨荷脸一红，垂了手退到一旁去。她虽然是牡丹的陪嫁丫头，却从未经历过如此场面，被她感染，顺儿和宽儿都只是红着脸抿着嘴笑。牡丹忙忙地上前背对着3个丫头收拾床铺，先将那床单给裹了，小心藏过，然后热着脸问蒋长阳的下落。“郎君呢？”雨荷正要回答，就见蒋长阳掀起帘子走进来，含笑道：“起来了，睡够没有？”牡丹看到他，瞬间红了脸，只将头发垂下盖住半张脸，嗔怪道：“怎地也不叫我一声？若是娘过来见我还睡着，成什么样子？”蒋长阳也有些害羞，坐到牡丹旁边，抓起装盒里的金矿宝电象牙梳子把玩：“我是起早成了习惯的，见你睡得那般熟，舍不得叫你起来陪我受罪。你放心，娘爱睡懒觉，她猜着你也爱睡，会踩着点过来。”牡丹一笑：“再没有比你娘更体贴的婆婆了。”蒋长阳自豪地道：“那是自然。”笑了一回，道：“新房那边已经收拾好了的，厨下的蜀货也熬好了，你赶紧收拾好，我们一起过去。乌三好叫人来拆帐子。”牡丹朝他使了使眼色，示意他看床头那包东西，小声道：“那东西你拿去收好。”蒋长阳的脸一红，悄悄扫了装聋作哑的几个丫头一眼，低声道：“怕什么？”口里说着，到底还是起身演了一圈，半遮半掩的将那床单拿了出去，自寻了个小匣子，仔细收起来不提。却说牡丹这里刚收拾妥当，还未来得及去往真正的新房看上一眼，王夫人就踩着点来了。王夫人看着牡丹吃了心腹必吃用熟米和肉末熬成的蜀货，低声询问了牡丹几句，晓得一切都好，欢欢喜喜的陪她2人用了午饭，笑道：“我先回去了，昨日累坏了，你们好好休息。明日你们庙见之后，我再过来吃丹娘做的饭。”提起明日2人要一起去朱国公府宗祠里庙见，蒋长阳的脸便有些阴沉。王夫人含笑看了他一眼，笑道：“不管怎样，该完成的礼数一定要完成。你们只管大张旗鼓的去，然后把该尽到的礼节尽到。他们若还是想不通，那便是自己和自己过不去。”却又拉了牡丹在一旁低声嘱咐：“见了老夫人该怎么办？虽然你们以后不住在一起，但她总是祖母，48节还必须把礼数尽到，并不是要她说你们好，而是不能给他们留下话柄。她彼时一定会给你难堪，你不要和她对着干，但也不要怕她，只要你站着一个礼字，就什么都不怕。”牡丹点点头：“小事儿我自是碍不着和谁生气，大事儿我也不怕谁凶。再说了，不是还有大郎在吗？他晓得分寸，您就放心吧。”王夫人拍拍他的手：“你们2个我都放心。”送走王夫人，蒋长阳牵了牡丹的手往新房里去：“我带你去看看我们的家。”这是相当美好轻松的一天。6月末的天气本来最炎热，却恰逢气候宜人的一天，天空半阴半阳，
偶尔有凉风吹过，把荷香送遍绿树茵茵的小园，把所有的浮躁和喧嚣都带远。牡丹与蒋长阳携手穿过碎石铺就的花间小径，听着林梢清脆婉转的鸟鸣，嗅着荷香。他突然想起去年端午节后，他和何志忠大郎来这里寻访蒋长阳时的情形，阴笑道：“你还记得去年我第一次来这里时的情形吗？”蒋长阳笑道：“自然记得。其实我第一次见你，印象就挺深刻的。”牡丹想起刘畅和清华的活春宫，忍不住笑了。你当时是不是以为我是悲愤欲绝了？蒋长阳侧脸看着他。没有，我只是记得你的腰好细，细得几乎风一吹就要断的样子。我就想，这女子只怕骑马都会被颠断。他停顿了一下，坏笑道：“幸好，事实证明很柔韧，很有力，果然是人不可貌相。”牡丹咬住嘴唇，使劲掐了他一把，低声道：“你说的对极，我骑马最在行。”蒋长阳低声向询：“今晚还能骑得动否？”牡丹不屑地道：“今晚我要休息，谁耐烦骑什么马？”随即高高昂着头，摇着腰肢扔下他，自往前头去。新房在哪里？蒋长阳望着他窈窕的背影，款款摆动的腰肢，故意仰得高高的头，发髻上随风招展的结条钗子，忍不住微笑着快步跟上去。你且看看有什么地方不满意的，我再让人重新摆过。穿过花园，又过了一重被竹林包围的小楼，方到了正寝。正寝外头套着个小花园，花园里摆着好些牡丹花，紫薇珠锦更是开得正好。还未到廊下，便已经看见甩甩在鹦鹉架子上扑腾着翅膀，兴奋之极的聒噪：“牡丹，牡丹，蒋叔，蒋叔！”牡丹快步朝他走过去，笑话蒋长阳：“听见没？叫你叔呢。可知你有多老？”蒋长阳瞪了他一眼：“再老也是你的夫，你且等着，我马上教他换个叫法。”我等着。牡丹歪坐在廊下，笑看蒋长阳到底怎样调教这贪嘴的鸟。蒋长阳命宽儿端了一小碟子瓜子来，当着甩甩的面细细剥了，将人儿对着甩甩晃了晃，甩甩歪着头，黑豆似的眼睛随着他的手上下转动，讨好的喊：“蒋叔好，蒋叔好，甩甩真可爱。”蒋长阳却将瓜子人儿收回去，对着他摇摇头。甩甩不明白，今早还在给他喂食的人怎么突然就不给他了？难道当着他的面这样剥瓜子，不是给他吃的吗？他瞪大了眼睛，焦躁不安地大叫：“蒋叔好！”蒋长阳不理，只将那瓜子人当着他的面一颗颗地丢入口中，闭目细嚼，仿佛很香的样子。甩甩大急，来回踱步，偏着头死死盯着他，眼看还剩最后一颗，蒋长阳还没有给他的意思，而是继续往他嘴里喂，情急地发出一声震耳欲聋，听不出是什么的怪叫。蒋长阳方停住了，对着他字正腔圆地道：“蒋郎。”甩甩只是望着他眨眼睛。蒋长阳又继续先前的动作，他干脆懒得说话，只继续怪叫：“还讲狼呢，换一个，他不会说狼，叫得吵死人。”牡丹恶寒，走将过去，劈手将蒋长阳手里的瓜子人儿夺了，扔给甩甩，甩甩敏捷地接住，一口下肚，再不理蒋长阳，理了理羽毛，转而讨好地对着牡丹大拍马屁，颇有些亮亮蒋长阳的意思。这扁毛畜生和小孩子一样精。蒋长阳笑叹了一回，跟着牡丹一起进了屋。但见门口水晶帘子半卷，又见银交关六曲鹿草木夹斜屏风静静伫立，当窗放了张1丈长、宽3尺的贴纹牙床，上面铺了水葱夹贴绿锦园白平绸被席，又有几个绣草墩子散放在周围。牡丹看了一圈，满意的回头看着蒋长阳一笑：“很好。”蒋长阳见他满意，心中大喜，执了他手，牵着他往屏风后头去：“你再看这里。”龙潭木绿衣竹奴捧着5色香蜡烛，鎏金香狮子将蜀锦第一压得平平整整，银屏托花鸟屏障后放着一张长1丈、宽6尺的檀香木大床，上头垂着紫霄帐，上面铺放着红瑞锦褥、水晶枕头、金压香炉，富丽奢华，大到一笼帐子，小到一个烛台，都用尽了心思，比之他当初在刘家那间屋子好上许多倍。牡丹回头望着蒋长阳，甜甜一笑，轻轻握住他的手：“太过奢华了。”“这不算什么。”蒋长阳示意他再看墙角，牡丹看过去，但见靠墙一个檀木书架，上头整整齐齐码放着许多书。他疾步走过去，却见全是游记杂书，传奇志怪。牡丹忍不住扶额轻笑：“我还有什么喜好是你不知道的？”蒋长阳从后面轻轻搂住他，把下颌放在他的肩头上，低声道：“那么我呢？你对我所知有多少？”牡丹一愣，随即面红耳赤。他知道他爱花，不吃放了盐和橘皮这些东西的茶，爱吃新鲜果子和蔬菜，还知道他爱看杂书，喜好舒适漂亮的家具，喜欢打扮，喜欢甩甩。
可是他却只知道他心气高，讲义气，尊敬他的父母兄长，爱护他和王夫人，真心关心朋友和下属，不喜欢诸国公府的人，片生鱼片片的极好，马术极佳，不挑食，不挑衣物，每次都能把他端给他的食物全都吃得干干净净，还夸好吃，把他做的蹩脚针线活当成宝贝。可是他自己私底下的喜好呢？他不知道。对不起。牡丹惭愧地回手抱着他的头，歪头贴着他的脸，小声道：我只知道你一些外面的，你私底下的爱好我不是很清楚，但这是从前，以后不会了。你和我说说，你爱什么？不爱什么？蒋长阳低声道：我爱吃肉，不喜欢吃素。我怕饿肚子，饿肚子我会发慌发火。还有我特别讨厌吃甜食，可是又怕浪费食物，无论多难吃都会忍着吃下去。所以以后你若看见别人劝我吃甜食，你要记得替我吃掉。如果不上朝，我每天很早就会起床打拳，我想回来的时候能喝到你亲手煎的热茶汤，还想要你经常吹捧我。见牡丹要回头看他，他将头死死顶住了，不许他回头，继续道：我喜欢你做的袜子和荷包，我不喜欢你和吕方说笑，不喜欢刘畅看你那眼神，这就是过日子的感觉。牡丹的心头酸酸胀胀的，她一本正经地道：除了替你吃甜食一条我坚决不能执行以外，其他都可以酌情考虑。比如每天的菜里一定会有好吃的肉，不会叫你饿肚子，我不生病的时候你也一定有热茶汤喝，吹捧丈夫也是天经地义的，荷包和袜子以后都有。至于吕方，我不可能不和他说话，但我一定会尽量少对着他笑，还有刘畅，我一定鄙视他。他再看我，我就恶狠狠地瞪他，表示我和他有仇，你看如何？他还没笑出来，蒋长阳已经笑了出来。算了，咱又不和谁比眼睛大，你也不用装严肃，该怎样就怎样。牡丹也笑，小声道：你知道吗？我特别讨厌萧雪溪提到你时的表情。那天我听见他在里头哭，我幸灾乐祸了来着。其实我觉得他配你三弟实在是离你太近了。蒋长阳一愣，随即闷笑起来。那我以后见了他也鄙视他，离他1丈远，如何？牡丹认真严肃地点头。那是，必须要保持距离，不然擀面杖伺候。微风吹过，水晶帘子发出清脆悦耳的撞击声，火红的朱锦和粉紫色的紫薇花随风摇曳，偶尔飘落一片花瓣，刚落到地上，便又被风吹得打着旋儿，欢快地四处飞荡。屋里的香狮子上盘旋着淡淡的香烟，把灵犀香的味道熏了满屋。这边诸国公府却是气氛沉闷得很，杜夫人站在老夫人榻前，端着一碗汤药，小声劝道：您老莫生气，身体要紧。外面也没说什么，人家都是说大郎孝义。老夫人冷笑了一声：欺我老婆子耳朵聋了，什么都没听见呢。现在诸国公府只怕成了外头流传的大笑话。儿子成亲，竟然将方家的请到蒋家的堂上来相拜，这种事情也只有那个女人教出的儿子才做得出。你说我当初怎么就那么糊涂，竟然答应把他交给那女人带着去。早知道会这样，我是宁可死了也不答应。杜夫人一言不发地听他发完牢骚，劝道：不是说是救命恩人，又是授业恩师，左右事情已经发生了，多说无益，只会将大郎越推越远，碎了旁人的意。明日心腹要过来见庙，我们和他好好说说，让他劝劝大郎。听说大郎极爱他，说不定会听他的话。老夫人顿时大怒，重重地将拐杖一顿，怒道：他算什么？也配拜祭宗庙？一样的小家子，懂得什么？不是说不会生孩子吗？明日就让他领一个回去。我倒是要看看他到底什么地方值得那孽障那么喜欢，当得起当不起这个四品郡君。杜夫人大乐，拼命忍住了才没笑出声来。杜夫人忍住笑，皱起眉毛，忧心忡忡地道：母亲，这样不太好吧？他们刚成亲，正是蜜里加糖的时候，要不等上几个月又再说。这桩亲事无论如何也是圣上同意的，这样人家说起来也站得住脚，您看如何？老夫人阴沉着脸哼了一声：就你好心，长者赐不敢辞，圣上也是讲孝道的，难不成要那个孽障无后不成？杜夫人提醒的几句话都算是犯了他的大忌讳了。他平生最恨的就是诸如王阿优之类的事都想随心所欲，总想压着男人一头，还把男人迷得神魂颠倒的女人。另外，和牡丹这样的人不过是机缘巧合才得了这桩婚事，他不感激涕零，低头服小，难道还想仗着这样一个名头作威作福吗？怎么可能？杜夫人听他已然坚定了信心，无论如何都是要给蒋长阳这个人的，便也不再说话，伺候他用了汤药就退了出去，并不过问他要派谁跟着蒋长阳和牡丹回去。老夫人静坐了一会儿，命活儿，你去长春阁那边把老汤接过来。想着老汤，
本是他当年的心腹爱将，深得信任。只是这些年身子一直不好，便不在前头来伺候了。但如此关键时刻，他郁闷已久，就算是不能和老汤商量，也要说点悄悄话散散心才是。不多时，头发稀疏、牙齿稀辣的老汤由红儿扶了过来，颤巍巍地行了礼，在老夫人赏赐的锦墩上头坐了，笑道：“老夫人可是有什么烦心事？说给老奴听听，老奴为您解忧一二。”老夫人扫了红儿一眼，红儿晓得这是要说私密话，忙倒退着出去，将门掩上，将其他丫鬟支走，自己正想躲在门下偷听，又听老夫人高声喊道：“红儿，把门打开，太过气闷。”这明摆着就是要防所有人，红儿却也只得依言而行，自己走到远处坐下，替他二人把风。斜刺里见杜夫人房里的丫鬟松香探了个头，晓得松香是奉命来打听消息的，便朝松香努嘴，示意他看里头。松香心领神会，立即躲了开去，自去向杜夫人禀告不提。杜夫人吩咐百香：“听说老汤最近风湿严重的很，晚上你把我匣子里头收着的那瓶药酒给他送过去。这老汤这些年可没少拿他的东西，有道是拿人手软，吃人嘴软，他就不信老汤不一五一十的将老夫人的话说出来。”到的晚间，百香果然取了药酒，也不提灯笼，独自前往长春阁。到的长春阁，老汤已然躺下，听说是他来了，忙忙的起身披了件老夫人赏赐的半旧素罗披袍，扶着小丫鬟出来，笑道：“姐姐怎么有空过来？”百香将红绸包着的酒瓶子递到他手里，笑道：“夫人听说妈妈最近风湿有些严重，特意给您寻了让这瓶药酒来。听说是御医配的，里头的白花蛇可是最好的。本来白日就要送来的，只是听说妈妈不得闲，所以就拖到了夜里，倒是打扰妈妈休息了。”老夫人虽然也时常有次，可怎比得杜夫人出手大方，每次给的都是绝佳上品好料。老汤多年混迹大宅子的人，自是知晓什么人得罪不得，什么事可以适当放水当下，便感激涕零地道：“这真是及时雨，老奴这件躯怎当的夫人如此挂怀？”便要对着那药酒行礼，请百香烦劳姐姐替我将这里带回去给夫人知道。百香冷眼看他对着一个酒瓶子坐，掩口笑道：“妈妈真是实诚人儿。”老汤行了礼，把小丫鬟打发出去给百香监察，自己拉着百香坐下来，笑眯眯地打量了百香一回，笑道：“姐姐好人才，依老奴说，就是配个公卿也不为过的。”百香心口莫名一跳，嗔道：“你个老妈妈，没事儿拿我开什么玩笑？我一个小丫鬟贱婢，怎能配得上公卿？”老汤笑道：“这可不一定，得看个人造化。红儿那丫头可不就是马上就要交好运，拖了急，过的1-2年，若是肚子争气，生个一男半女的，不是坐等着享福。竟然是红儿。”百香心里一时升起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受，杜夫人许诺她的前程什么都看不见，反倒是这丫头平白就捡了漏。明面上是老夫人的人，杯里头又是杜夫人的人，脚踩2只船，端得好手段。老夫人要她去大公子那里，不可能不给她知晓，她倒好，一直就不来与杜夫人说，是怕坏了她的好事，还是怎么地？老汤见百香那表情，一猜就知道她发酸了，当下笑道：“老奴当时也说，夫人身边的姐姐们人才也不错，1只羊是放，2只羊也是放，不如多选一个，也好有伴。”可是老夫人说到这里笑了一回，轻声道：“老夫人说怕夫人舍不得。说起来，再有老夫人这样体贴儿媳的婆婆真是不多。百香姐姐呀，你真是可惜了，这样的机会可不多见，那位又是不会生的。”百香听出了些不一样的意思来，其实老汤就是告诉他，老夫人不信任杜夫人了。当下匆匆辞别了老汤，埋着头就往前走。走到花园子里头，突然撞着个什么东西，避让不及，踩着裙子一个趔趄就扑了下去，本以为要跌一大跤，谁知那东西也闷哼一声跌下去，他恰巧的摔在那东西上头，紧接着脚踝处就是一阵钻心的疼。百香忍着疼，伸手去摸那东西，却是个人，黑灯瞎火的，他也瞧不清是谁，只道是个什么丫鬟或者小厮，一边从那人身上爬起来，一边破口大骂：“天杀的，黑灯瞎火的，你蹲在这路中间做什么？要死了！”却是把适才听到红儿前途光明，自家前途黯然无光的委屈全都发泄到这人身上了。那人闷声不响地扶着他起身，低声道：“百香姐姐得罪了。”却是蒋长义。百香呆了片刻，匆忙行礼下去：“三公子，奴婢眼瞎了，冲撞了您，还请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别和奴婢计较。”蒋长义柔声道：“都是我的不是，怨我挡了路。”又体贴地问百香：“姐姐摔疼了，哪里没有？”见他皱着眉头，当下便道：“定然是伤着了，
前边有个亭子，我扶你过去，让人取灯笼来看。百香平时里看不上这个唯唯诺诺、没什么存在感的三公子，就是他定了萧家那门好亲事以后，也只是觉得他是吃屎的运气。此刻他却觉得蒋长义的好性子实在是太难得了，若是换了这府里其他任何一个主子，此刻他就没这么好运了。当下带了几分感激，道：奴婢适才冲撞公子，已是该死，怎敢再有劳公子？奴婢就在这路边坐着，请公子回去叫个婆子去寻到松香，让他来接奴婢。奴婢感激不尽。蒋长义点点头，转身要走。百香想想又喊住他：公子，您适才在找什么？他倒是聪明，这会儿一会想，当时蒋长义可不就是弯着腰在找东西，只是不知他为何连灯笼也不打一个。蒋长义犹豫片刻，低声道：大公子送了我一个玉佩，掉了。我不敢惊动其他人，三公子日子不好过，只怕就是大公子送了他东西，也怕夫人知道不高兴的。这样的东西掉了，自然是要偷偷的寻。百香想了想，便道：是个什么样子的？蒋长义笑道：是个羊脂白玉锦云纹，大概有这么大。言罢也不多说，自去了。百香不过等了盏茶，就见远处有灯笼过来，却是松香带了人来接她，掀起裙子，退了鞋袜一瞧，左脚脚踝处一大块乌青，看着不像是扭的，倒像是磕在石头上头，或是被石头砸的一般。便打着灯笼找了一回，却见路上干净得很，休要说石头，就是草棍儿也不见一根。当下暗暗称奇，却也没往心头去，到底是摔了一跤，兴许是刚好撞上蒋长义的骨头，也不一定。想到此，百香便猜蒋长义大概也被他撞得不轻，旁敲侧击的一问，就连松香都不知道是蒋长义使人去换的，只说是守园子的婆子去叫的。当下心头就有了点意思，觉得蒋长义这个人心真是善良难得，想得周到。不然若是叫人晓得他和蒋长义有这瓜葛，杜夫人那多疑的性子只怕是不会让他轻松。便暗里吩咐人下去，说是自己掉了东西，悄悄儿替蒋长义寻那块玉佩不提。带回了院子，百香顾不上脚疼，先就去见杜夫人，添油加醋地说红儿是早就知情的，却故意瞒着不来说，言下之意是说红儿见有高枝可攀，生了旁的心思，又恨老夫人不肯让杜夫人这边出人，不然就凭杜夫人对他的信任倚重，怎么也该是他。于是又将老汤的话撩拨了杜夫人一回，自家添了一句，说老夫人嫌红儿身份低微，以后还想从娘家选个贵妾来，听得杜夫人面沉如水，到上床都没说话，只把蒋长中托人送来诉苦的信看了一遍又一遍。次日清早，杜夫人照例在晨鼓才响起第一声就起了床，梳洗完毕，天才蒙蒙亮。待到了老夫人房外，恰好看到红儿端着热水过来，便问红儿昨夜是谁上夜。红儿笑道：是奴婢。杜夫人双目如刀，仔细地打量红儿。红儿今日穿的是柳绿罗襦，系着6幅鹅黄色罗裙，垂条上簪了一串细碎珠花，皮肤粉嫩，柳眉细目，樱桃小口，一笑露出一排碎米牙，看着倒是挺讨喜，挺无害的，也难怪老夫人会选她。杜夫人由不得暗叹老夫人挑的人合适，打得好算盘。须知要论容颜，这府里也选不出个能超过和氏牡丹的，压是压不过的，还不如选个身份地位容颜都不如她，让人以为好压制，看着也挺讨喜的这种，还要容易被接受一点。这个都接受了，等过段时间再弄个他娘家的远房亲戚去做贵妾，那更是顺理成章了。可是竟然防着他，这个是杜夫人不能容忍的。他的肉不是白吃的，他付出的汗水和辛劳不是白给的。想到此，他唇边噙了一丝笑，看着红儿，老夫人昨夜睡得可好？红儿犹豫了一下，绯红了脸道：睡得好，但奴婢随即红了眼圈，小声急诉地道：奴婢只怕以后是没福气伺候老夫人和夫人了。杜夫人淡淡一笑，并不搭腔，扔下有些不安的红儿，仰着头入内，持金奉旨，殷勤伺候老夫人梳洗。老夫人一头长近4尺的银发被打开来，铺在妆床上，银光闪闪。杜夫人赞道：母亲这头发真好，虽是白了，仍然丰盈得很。老夫人笑道：我年轻的时候梳膏剂根本不用一剂。想起年轻时候，她不由得叹了口气，看着镜子里低眉顺眼的杜夫人道：我想和你商量一下。杜夫人浑不在意地道：母亲有事吩咐就是了，何谈商量不商量。这话算是说到老夫人心里去了，她笑着赞了杜夫人一回，低声道：我打算让红儿跟着过去。本来你身边几个丫头都不错，可是我仔细想了一下，觉得不妥。你不是她亲娘，她有怨气，没事儿都会多想些事情出来。我给的就不一样，他们找不到话可说，有什么不满意的，也只是冲着我来。杜夫人感激涕零地道：母亲真是想得太周到了。红儿这丫头挺好的，
说得冠冕堂皇的，好似挺关心自己似的，实际上还不是想把一切都捏在自己的手心里头。老夫人笑了，心腹妙见，该准备的都准备好了吗？厚德呢？怎么不见他？杜夫人的脸色有些不好看，她最近好像正事繁忙，一直都住在书房里，听说夜里也睡得不好。我让安姨娘去伺候，她也不要，给打发回来了。前儿夜里又摔了杯子，说是茶汤是冷的，打了伺候的小厮一顿板子。自从上元节之后，蒋仲几乎就没去过他的房里，就算是他不说，老夫人也是有数的，还不如直截了当的说出来。老夫人的脸顿时阴沉下来，淡淡地道：他是鬼迷了心窍。随即又问杜夫人：我听说一儿说钟儿立了功，看来是蒋长义的另外一封信起了作用。杜夫人谦虚地道：是，但不过是个小功，微不足道。老夫人却心情很好，不愧是我蒋家的子孙。看吧，我就说他到了军中练几年就会有大出息的。顺带又安慰了杜夫人几句，你可以替他相看亲事了。杜夫人勉强一笑，蒋长忠这功劳他再清楚不过是怎么来的，若是要等着蒋长忠似蒋长阳那般，只怕看10年以后都未必。但只是他已经没了退路，少不得由着娘家哥哥去替蒋长义谋算一回。急什么？再过年把也不迟。蒋忠大步走进来，心情要比平日里看着好了许多，先给老夫人行了礼，坐下道：他现在不过刚刚起步，那件事好多人还记着的，相不到什么好亲事，不如再过年吧，只要他继续如此上进，那便不一样了。老夫人想了想，道：言之有理，不过是该打听着了。任由他母子二人说什么，杜夫人都只是应好，表示照办。待到老夫人起身去里头烧早香，她方淡淡的对蒋仲道：我是才听说母亲要把红儿给大郎带回去，他要是不提前和蒋仲说，过后闹僵起来，蒋仲定然又要怪他在一旁冷眼看笑话。先把话说到前头，就是他母子二人的事情，和他可没关系。蒋仲皱了皱眉，现在不合适吧？你就没有劝他？杜夫人微微冷笑，我怎会不劝？从昨夜劝到今早，反被骂了一顿，说给你知道，省得你过后又说我起心不良，想要害人。蒋仲默了默，起身去寻老夫人，母子二人在里面低声说了好一些，方才神色平静的出来。眼看着是商量妥当了，却没人告诉杜夫人是个什么样的结果，是怎么打算的。杜夫人不由暗暗咬紧了牙关。方用过早饭，就听说蒋长阳与心腹到了，此时在外头候着，要拜老夫人。老夫人淡淡的挑了挑眉，这个时候不早不晚的，拜我做什么？要拜也等庙见以后又再说。却是给了个下马威。杜夫人想了想，亲自出去招待蒋长阳和牡丹。老夫人这会儿正在诵经呢，眼瞅着就要到吉时了，先庙见，然后再拜也不迟。这情形虽早在蒋长阳与牡丹的意料之中，但蒋长阳还是生恐牡丹因此不快，安慰地看了牡丹一眼。牡丹笑笑，直奔主题。那这会儿是先过宗祠去？是，我先送你们过去，你祖母和父亲稍后过来。杜夫人亲昵地去拉牡丹的手，赞道：2天不见，却似变了个人似的，容光照人不说，这通身的气派也非常人可比。这大红色谁都在穿，可是能压得住的却不多。牡丹微微一笑，谢他称赞。其实牡丹挺佩服杜夫人的，上次上元节事件，她明显没听杜夫人的安排，还与蒋长阳联手算计了杜夫人一回。可杜夫人后来见了他，竟从不曾给过脸色看，或是提过那件事，自然而然的亲热示好，实在难得。杜夫人毫不见外地亲亲热热的引着牡丹往前走，边走边介绍周围的景致给牡丹听，遇到下人便叫人过来给牡丹行礼，又介绍家里的情况给牡丹知道，比亲婆婆还要周到温和。待走到宗祠外头，方小声道：丹娘，我和你提个醒，今日老夫人要赏个人给你们。我是劝过了，劝不住。她年纪大了，行事未免有些义气，你们稍后可别和她计较，和气第一。赏个人？赏个什么人？牡丹与蒋长阳对视一眼，约莫都有点数。牡丹看不惯杜夫人那两面三刀的样子，便故意问杜夫人：请问夫人，老夫人要赏什么人给我们？我们怎会和她计较生气呢？杜夫人一愣，她没曾想牡丹会这样明白地问出来，这和他们平日里说话只是点到为止的习惯大不相同。要叫她清楚明白地告诉牡丹和蒋长阳给的是个什么人，她怎么知道蒋仲最后和老夫人到底是怎么打算的？当下便不肯细说，只是意味深长地笑：你们稍后就知道了。不多时，人到齐了，蒋仲和蒋长阳父子二人都是装着没见到彼此，板着一张脸各行其事，庙见很顺利地过去。至此，婚礼算是完全完成，
牡丹这才算是宗族正式承认的蒋家妇。从宗祠出来，蒋仲板着脸道：你祖母等着你们，今天在这里吃午饭，见见家里其他人。言毕转身就往前走。蒋长阳正想和牡丹说稍后什么都不要管，万事都有他，却见牡丹对着他调皮地挑了挑眉，半点郁闷的意思都没有，遂微微一笑，心情也好了起来。老夫人冷冷地看着面前的蒋长阳和牡丹，美人如玉，果然是名不虚传的，但她看着牡丹怎么都不顺眼。若是依着她的性子，半句话都不想和牡丹说，只是有事要办，也不能随意了，便板着脸道：这桩亲事我原本是不满意的，但你既然以奉圣命嫁了进来，便是我蒋家妇，我也不会薄待你。只是有一条，你日后打交道的都是贵人，可不是寻常商贾平头百姓，我看你礼仪有些生疏，怕是不小心就会丢脸。我身边有个丫头，是从小就在我面前长大的，礼仪谙熟，进退得当，对京中这些贵人也是极熟悉的。你带在身边最好，有个什么的，正好提醒你一下。这话说的实在是欺人太甚，牡丹原本说过不为这家人的任何事情生气的，可此时听了这老钱婆的话，也由不得她不生气，特别是看到红儿被装扮一心地推出来，她实在是怒火中烧，瞬间便已有了对策。她正想开口，蒋长阳已然将手里的茶杯平的一下砸在地上，霍的一下站起身来，黑着脸一脚踢翻了凳子，似是要杀人一般。老夫人骤然吓白了脸，捂着胸口指着蒋长阳，只是喘粗气。周围乱成一团，杜夫人最先反应过来，立即就扑上去给老夫人抹胸捶背。老夫人一把推开她，尖叫道：我还死不了！随即指着蒋长阳骂道：你这个孽障想怎样？打我！你来！怕的就是你没生够胆子。又捶着坐榻哭骂蒋仲：你这个国公爷当得真好，养个儿子就是专用来打杀祖母的，这是谁家的道理？这是天理不容，你管不了。好，给我准备衣裳，我要进宫去见圣上，问问他能不能管。他说要进宫去见皇帝，那是骗人的，他不过是要逼着蒋仲教训蒋长阳一番，好叫人晓得谁才是这家里说一不二的老大。蒋仲却阴沉着脸不说话。从前日拜堂风波之后，他总是不期然地想起王夫人刚回来那日和他说的话，后悔他是蒋长阳的亲爹，巴不得他把蒋长阳赶出去才好。蒋长阳这态度，其实也就是明摆着不把他放在眼里。他猜假如不是因为想要牡丹名正言顺，蒋长阳一定不会回来这一趟。老夫人说话的确不好听，但她说的却是事实，并且也听了他的劝，没提牡丹不能生孩子的事情，也没说是屋里人，只不过是说给个丫头，值得生这么大的气吗？现在看来，蒋长阳这气其实冲着他来的才对。事到如今，这个儿子的心算是不会回来了，那么他该怎么办？放弃太难，不放弃也难。杜夫人见蒋仲不说话不动弹，拿不准他到底是什么想法，便上前去劝老夫人。母亲息怒，家丑不可外扬，大郎不过是脾气不好而已，闹到宫里头去又有什么好？不过叫人家看我们的笑话罢了。蒋长义则去劝蒋长阳，祖母年纪大了，受不得惊吓，大哥你有话好好说，就没有解决不了的事情。又压低了声音，关切地道：闹到最后还不是嫂嫂受累。蒋云清也去劝牡丹，嫂嫂，闹到圣上面前不是耍处，快劝劝大哥，到底是一家人，让他给祖母赔个礼就过去了。牡丹也没有想到蒋长阳会突然发作，虽然惊异，却也知道他是个稳妥的性子，不会盲目冲动，便以目示意，问他到底想干什么。蒋长阳给他一个少安无躁的眼神，将蒋长义推开，往前走了几步，正要开口说话，蒋仲已然铁青着脸沉声道：得罪你们母子的人是我，你有气冲着我来？你祖母年纪大了，经不得惊吓，你若还当自己是蒋家的子孙，就不该不尊敬你的祖母，若是觉得蒋家留不住你，你就去和圣上说，你不做我蒋仲的儿子，省得委屈了你。他才给蒋长阳10个胆子，蒋长阳也不敢去对皇帝说这话，毕竟皇帝也是讲孝道的，不忠不孝之人能有什么大出息？他这话说的已经是很重了，一家子都平生静气，听蒋长阳怎么回答。特别是杜夫人紧紧攥紧了帕子，就巴不得蒋长阳真的一口气憋不住，彻底与蒋仲决裂才好。可他又想，蒋长阳这样的人怎会真去见皇帝说这个话？蒋仲这话也不过是吓唬蒋长阳的而已，其实是威逼恐吓，到底还是舍不得这个儿子。蒋长阳瞥了蒋仲一眼，淡淡地道：我只是砸了个杯子，踢翻一个凳子，什么都没说，一家子就像是出了人命一样，又哭又闹，要死要活的，先是说我不敬祖母，然后又说我不敬父亲宗族，又要进宫面圣，又要我认罪，都不饶我。他冷笑了一声，
那么有人当着我的面侮辱我的新婚妻子，说她不如一个贱婢，需要贱婢来教导，那我算什么？这礼法可不是我定的，谁家的贱婢可以爬到主子头上去？我今日可真是开了眼界，上梁不正下梁歪，我扔个杯子算什么？老夫人怒道：我可没那么说，我是为了他好。蒋长阳不理他，猛地一伸手，将一旁面红耳赤不知该怎么办才好的红儿一把揪过来，冷笑道：就是你礼仪安熟，进退得当，要来教导我妻子的行动举止。红儿觉得他的身上有股冷飕飕的煞气，怕极了他，双腿软的站都站不稳，心想就是跟着这样的人回去，只怕过不得3、2日变得魂飞魄散，便颤抖着手捂着脸哭道：奴婢不敢，奴婢不敢，谅你也不敢。蒋长阳毫不怜香惜玉地将红儿狠狠一推，面无表情的道：圣上金口玉言，我妻子德性温厚，柔顺淑德，我家里不缺教导她礼仪的人，就缺专替她到马桶涮马桶的。我看这个贱婢就不错，还有谁想来的？正好一起，2个人有伴。红儿连滚带爬的往老夫人脚边爬，哭得鼻涕连着口，却只敢嘤嘤的哭，并不敢出声求饶。百香在一旁看着，忍笑忍得脸抽筋，还真以为自己是跟葱了，妄想麻雀登上枝头变凤凰，看看在人家眼里也不过就是个涮马桶的料。自己面前的大丫鬟去给何牡丹到马桶涮马桶，自己还颜面何存？说出去都得被一群老姐妹给笑死。老夫人一阵发苦，指着蒋长阳只是一叠声的道：孽障，你给我滚出去，你给我滚出去。蒋长阳朝他行了个能气的死人，却又无懈可击的礼，淡淡地道：祖母但有吩咐，敢不从命？随即望着牡丹笑道：丹娘，祖母心情不好，赶紧行礼告退吧。牡丹脸长行礼，垂眸跟在蒋长阳身后转身往外。只听得身后老夫人一连串的叫唤：反了，反了，我要进宫，我要进宫。杜夫人一叠声的劝：母亲息怒，母亲息怒。还有蒋长义、蒋云清的劝解声，好不热闹。牡丹觉得自己就像是在看一场闹剧，每个人都在很投入地扮演自己的角色，却不知道看戏的人根本没看戏，所以也不过就是一场闹剧，不由轻轻摇了摇头。蒋长阳看在眼里，笑道：挺热闹的吧？牡丹叹了口气，真不知道当初娘是怎么熬过来的。蒋长阳摸着下巴想了想，道：其实当初家里人口少，虽然也经常会生气，但还真没这么乱，现下变化挺大的。牡丹道：我觉得他们过得好累。蒋长阳毫不忌讳地牵了他的手，慢慢往外头走。他们就喜欢过这样的日子，一日不争，一日不斗，就好比我没打拳，全身痒痒。牡丹被他的形容逗得发笑，忽听有人从后头快步跟上来，喊道：大哥大嫂，你们且等等。却是蒋长义满脸焦急地追了上来。蒋长阳停住脚，笑道：三弟，你有什么事？蒋长义皱着眉头担忧地道：大哥，你还是和祖母和爹爹认个错吧，他们是长辈，得罪了他们对你们也没什么好处。蒋长阳举起手来止住他：我没错，认什么错？男子汉大丈夫，连自己的妻子都不能保护，任由人欺辱，还娶她做什么？然后意味深长地看着蒋长义，一字一顿地道：三弟，无欲则刚，我不怕。无欲则刚。蒋长义反复咀嚼着这话，眼睛一亮，道：虽然如此，但到底是一家人，闹得太僵也不好。祖母要告你不孝呢，若是不小心让御史台知道，到底不好。蒋长阳淡淡一笑，拍拍他的肩膀：谢谢你提醒，我有数。听说你最近已经去门下省任录事了，好好干。蒋长义红了脸道：不过是个七品小官而已，哪里能和大哥比？而且他这个七品小官，若是没有萧家用力，他还不能。就算是做了这个七品小官，在这家里仍然是无声无息，还得夜里偷守在园子里，专等着算计一个丫鬟。想那蒋长忠真是不可貌相，竟然还真给他混出点名堂来了。蒋长阳笑道：可是在门下省呢，前途不可限量就是了。蒋长义越发谦虚，蒋长阳却不想听他谦虚了，他还记挂着王夫人和方伯会在家里等着他和牡丹，要等牡丹下厨做心腹必做的第一顿饭食来吃，如果来得及，还要往何家去一趟。于是匆匆与蒋长义别过，领了牡丹扬长而去。蒋长义目送他二人走远，转身回去。他埋着头只管走，走至一处花木繁茂处，忽见百香独自走了过来，笑道：三公子，夫人寻你呢。蒋长义呀了一声，有些惊慌地道：我是去劝大哥和大嫂来与祖母和父亲赔礼的，但他们不肯。却见百香从袖子里摸出个黑红两色丝线结子系着的羊脂玉佩来，对着他一笑：三公子，你要寻的不知可是这个？
你从哪里找到的？果然有意思。蒋长义惊喜的一笑，伸手去接那玉佩，半途却又缩回了手。这上头的结子不是我的。百香寒嗔扫了他一眼，道：原来那个已经断了，不能用了。您若是嫌奴婢打的这个如意结不好，奴婢拆了就是。说着果然要拆。别！蒋长义满脸通红，忙忙的去抢，一不小心碰着了百香的手，顿时闹了个大红脸，匆忙缩回去了，低声道：从来没人为我打过如意结，从来没人为我打过如意结。蒋长义的脸很红，表情很正经，可是百香却硬生生从中听出些酸楚的滋味来，他的心底最深处突如其来的柔软了一下，他的喉头干了一下，抬眼望着蒋长义笑道：您前途远大，以后为您打劫的人会越来越多的，等到少夫人过了门，您会越来越……不要提这个。蒋长义苦笑一声，打断了他的话。她是名门贵女，我怎配得上她？她年轻清秀的面容看上去竟是那般的愁苦，百香的母性空前发作，觉得她好可怜，便安慰道：您是国公府的公子，年纪轻轻就已经是官僚呀，是青年才俊。蒋长义抬眼看着天空，无喜无悲，静静地道：他说我是灰兔子，他倒了8辈子血霉才会撞上我，我若是能，我也不想让他难过。他欲言又止，叹了口气，轻轻摆了摆头，转身步履沉重的去了。走了约有10来步，他停在一树开得正灿烂的紫薇树下，回过头来对着百香真诚的一笑：百香，你是个好人，真的谢谢你。微风吹过，几瓣紫薇飘落他的肩头，清瘦的少年郎越发显得有些单薄，可是也那么的好看。蒋长义已经走了老远，百香还站在原地呆呆地看着那棵紫薇树。天很蓝很高，风很轻很柔，枝头上的紫薇花开得正好，她却已经年纪不小了，前途犹自渺茫。百香姐姐，百香姐姐。有个踩总脚的小丫头一蹦一跳地跑过来，将个白玉似的小瓷瓶递给她。你的东西掉了。百香正想说自己没掉过这东西，小丫头已经跑远了。她打开小瓷瓶，一股淡淡的清香扑鼻而来，她凑近了一闻，认的是茶瘀伤的好药，价值不菲。她垂着眼眸看了那瓶子一回，微微笑了，宝贝似的将它收起来，并舍不得茶。她知道这一定是蒋长义给她的，多么体贴善良的好人呀。一朵紫薇花静静地开在了百香的心里。蒋长义躲在远处偷偷看着她，充满了兴奋。一根叫野心的草挣扎着，发狂一般的在他心里疯长，他控制不住，也不想控制。老夫人哭闹了一回，终于消停下来，在汤药的作用下，总算是睡下了。蒋仲疲倦地揉着额头，累得动也不想动。杜夫人倚在窗边，沉默许久，轻轻道：我听人说，方伯辉与吐蕃一位王子特别交好，他也爱经常与突厥和诸城邦国的王公显贵们一起彻夜喝酒，他胆子倒是挺大的。蒋仲一怔，抬眼瞪了他一眼，道听途说，瞎说什么？随即挥袖起身离去。杜夫人面无表情地看着他的背影，他清楚得很，蒋仲现在最恨的人不是王阿优，不是蒋长阳，而是方伯辉。私底下的那些事情呢，让蒋仲大为丢脸，却无法在明面上表现出来，甚至不能提。若是想要报复方伯辉，抽了蒋长阳的靠山，就只有另辟蹊径。蒋仲会不会去做，他不知道，他只知道老夫人的病应该加重了，御史台好像也挺闲的，不能白领俸禄，得活动活动才好。牡丹做心腹必做的第一顿饭，他把新鲜羊肉和虾仁、冬笋一起剁细了，加入蛋清、香油和盐拌馅，准备包3鲜饺子。蒋长阳对他的厨艺很怀疑，哄着王夫人和方伯挥去斗甩甩完，偷偷跑到厨房里去看牡丹在做什么，唯恐他这顿饭会搞砸。牡丹看见他探头，笑指着竹匾上那几10个白生生的饺子自夸道：3鲜的，好吃得很。我还说你打算做什么，原来是偃月形馄饨，包得挺周正的。蒋长阳捏捏那饺子，又探头去看拌的什么馅，这样的馅料倒是没见过。牡丹快乐地晃头：你当然没见过，一定很好吃。蒋长阳像个孩子，手在旁边不出去，扯了一块面团在手里捏：你多包点，我能吃4、5碗，义父也能吃3、4碗。当众表演刀技，片片语也就罢了，一个大男人在厨房里守着媳妇不出去，还拿着面团捏来捏去，落到下人眼里算什么？再喜欢守着媳妇也不能这样。林妈妈相当看不惯，便委婉地撵蒋长阳：郎君没有其他事情吗？这里头灰大，烟也怪熏人的。蒋长阳装作听不懂：我这几日没什么事情，也没那么娇贵，不怕灰和烟。林妈妈无奈，只好去对着牡丹轻声道：人家知道他一个大男人往厨房里钻，尽守在媳妇身边，会笑话的。虽然他不以为然，
但这就是事情，不得不替他考虑着。牡丹找事情给蒋长阳做，你去陪娘吧。不是说他们过2个月又要回秋瓷去了，还有马眼儿的事情，你要抓紧时间办，咱不能说话不算数。如果时机凑巧，正好让他跟着娘一起回去。蒋长阳笑笑，不再坚持，洗了手乖乖往外头去了。林妈妈笑起来，多好的人呢，丹娘您这是苦尽甘来了。牡丹笑道，人家要说我是康罗跳米罗了。适才我听夫人说，过几天冯王妃要包我的园子，办个宴会，请的人有些多，想必到时候很多人就会这样说的。不过我也无所谓。林妈妈皱起眉头看向他，包园子，丹娘您还打算收钱啊？牡丹摇头，冯王妃不是旁人，自然不收她的钱。就算是当初冯王妃第1次领头包方圆，她领了冯王妃的情，收了钱，但过后也送了一株神样锦给冯王妃表示谢意，最后是皆大欢喜，互相都领情。林妈妈却是另一种想法，那若是其他人呢？那得看是什么人了。毕竟我这园子本来就是修了来赚钱的。牡丹话音未落就被林妈妈反对，您今非昔比，如果还靠着这个园子赚钱，人家会怎么看您？怎么看郎君？若是有人想去那园子里头玩耍，借给他们就是了。嫁了个当官的，他再做生意就是丢人了，不但丢他自己的脸，还丢蒋长阳的脸。牡丹心里犹如堵了老大一个包，不由皱起眉头来。那依你所说，我这1年多来都是白辛苦了。我里面的名品牡丹谁想要，和我说一声，我也白给。收钱也是丢脸。就算是我不靠这个赚钱，郑师傅他们一大群人还靠着这个多赚点钱养家呢。想买牡丹花那又是另一说。林妈妈见他不高兴，忙放软了语气，情真意切地道，丹娘不是这么说，你得为郎君想想，总不能叫人说他闲话吧。牡丹叹了口气，妈妈你不是不知道的，这京中谁家没做点生意？庄子就不必说了，那许多铺子的主人还是公主王爷们的呢，也没见谁去买东西是说借的，或者说是不好意思收钱，怕人嚼舌头就送了的。就是郎君光靠那点俸禄也不够他给他朋友们送花销的。林妈妈急道，那不一样的，人家的出身和您本来就不一样，没人能说得起，而且他们都没放在明面上，不像您一开始就所有人都知道是您的，您靠着这个赚钱，想想看，本来想借您的园子开宴会是件多么风雅的事情，您风雅没钱怎么风雅得起来？蒋长阳赏赐虽多，许多金银器都是不能变卖的，他当初拿钱替袁19想法子也是几个朋友凑起来的，并不是一口气就能拿出这么多现钱。就算是王夫人也还趁着来回秋瓷和京中范西喊货来卖呢。林妈妈以前也没提过这些，现在突如其来的这样说，这想法也不知是怎么就得来的。牡丹认真地看着林妈妈，我没忘记我的出身，可也没觉得什么地方就不如人，打肿脸充胖子，我做不来，这件事我自己会拿主意，你莫要再管了。林妈妈见牡丹虽然这样说，表情却是淡淡的，晓得牡丹根本没把自己的话听进去，还想再劝几句，就被雨禾轻轻拉了拉袖子，示意她不能再说了，再说牡丹就要翻脸了。林妈妈便抿紧了嘴，不再说话。她也生气，她是一心一意为牡丹打算，巴不得牡丹什么都最好，但是牡丹却不听她，还不要她管了，到底是长大了，她老了，没什么用了。想到这里，她又有些伤心，一时厨房里的气氛就有些僵硬。牡丹埋着头又包了几10个饺子，见林妈妈站在角落里擦眼睛，又心软起来，想了想，便去接锅盖，准备下饺子。饺子欢快地下了锅，她骤然惊叫了一声，烫死我了！雨禾赶紧过来看，牡丹偷瞅着林妈妈，继续道，烫死了。林妈妈抹了一把眼泪，快步过来，抓着她的手，果见上头有个小红点，便叫拿鹅油来查，又道，自己不会就别添乱，现在可好？牡丹趁机抓住她的手，低声道，妈妈，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但也得切合实际，你也别生气了，我会仔细考虑，和郎君好好商量一下，寻一条万全之策的。见林妈妈的表情好看些了，方道，妈妈怎会突然有了这个想法的？林妈妈犹豫片刻，道，不是老奴突然有了这个想法，这是实情，成亲那日就听人问起您以后还要不要卖牡丹花，包园子赚钱，有些话不说也罢，前些日子牡丹来回奔波，专为建设方圆，种牡丹，那时候前途未明，有钱财傍身总比没有的好，那他也想得通。可现在还用得着去受那些气，操那些心吗？别理睬他们。牡丹理解地拍了拍林妈妈的肩头，她想得到那些话肯定不好听，所以个性同样好强，从刘家开始就一直憋着气，专等着自己翻身好，扬眉吐气的林妈妈就忍受不住了。
林妈妈想要自己还过从前那种规规矩矩待在家里的生活，做个迎风弄月，没事儿参加个花宴，打打马球，泛舟湖上，和闺中姐妹们谈谈心，弄弄香的高雅的夫人。但她已经忙惯了，无法想象自己一天没事儿就专门坐在这家里发呆。林妈妈红了眼睛道：可以不理睬他们，但是不能不心疼您。假如又有牡丹花会，难道您还和那群臭男人一起去喝酒？您不顾惜自己，也要为郎君考虑一下。提起上次的事情，牡丹看着锅里沉沉浮浮的饺子，有些黯然地想，是的，这世道从古至今都如此，无论是做什么的都爱喝点酒，更不要说是做生意的。只不过一个男人应酬喝酒，喝得大醉，人家也只是说他好辛苦，可以理解。可女人呢，喝得稍微多点就是不端正，更不要说与人拼酒。她本不是个喜欢喝酒，也不喜欢那种场合的人，但总有无奈的时候。不过想来，他与蒋长阳成了夫妻，那种事情也不可能再出现了。他便道：那是以前，现在不一样了，那种事情不会再出现。林妈妈毫不客气地道：曹万荣现在肯定不敢再逼您喝酒了，可若又是个什么权贵来包园子，您是主人，能不现身吗？若是有不怀好意的要逼您又怎么办？不喝得罪人，喝了丢人。牡丹一时皱了眉头不语，这倒是个问题。雨荷见气氛僵了，忙叫了一声：哎呀，饺子快煮破了。牡丹忙上前去舀，看看熟了没。几人都不是做惯厨活的人，一时还有些手忙脚乱。待将饺子捞了上来，蒋长阳已经诱使淑儿过来看了。牡丹忙洗了手，脱了围裙，整理了衣服鬓发，亲手提着食盒送过去。一路上谁都没再提这件事情，林妈妈却是暗自盘算，以现在这情形看来，牡丹定然不会轻易改变主意，只要她和蒋长阳一说，蒋长阳肯定将就她。自己必须和蒋长阳私底下说说，让他劝劝牡丹，别纵着牡丹。年轻人不知事，光顾着当时快活，非得事到临头懊悔迟。牡丹也想叫他从此不做这桩生意，完全丢开手，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但还是得探探蒋长阳和王夫人的口风。这事儿现在他们没有谁和他提过，他暂且可以装晕，但总有装不住的那一日，不如先问清楚的好，万一他们的看法和林妈妈类似，也好早日寻个妥当的办法解决。二人各怀心思，行至王夫人原来住的小楼前，老远就看见王夫人靠在樱桃身上笑成一团，甩甩趾高气扬地站在方伯辉的手臂上，拽着脖子操着他那条粗哑古怪的声音，使劲地喊：哟哟哟！牡丹堆起笑容走过去，道：他叫什么？呦呦呦的，怪难听点。方伯辉只是笑，王夫人笑得更欢快了。连你不知道他在喊什么吧？蒋长阳直朝牡丹眨眼睛，牡丹恍然明白过来，想必是在叫悠悠呢，能这样叫人的除了方伯辉还有谁，便抿嘴笑起来。方伯辉有点点不好意思，放开甩甩耸着鼻子道：好香，是什么好吃的？听大郎说你弄了很久。牡丹笑道：也没多久，只是我技艺不熟，耽搁的久了些。是什么三鲜的？王夫人不等众人不好碗筷，先就迫不及待地夹了一个喂进嘴里。牡丹紧张地看着他，等他品评。王夫人晓得牡丹着急，偏生就故意不马上说好，只忍着笑慢吞吞地嚼，慢慢地吃，一口气吃了2、3个。见方伯辉瞪他了，方才放下筷子笑道：真好吃。牡丹微微松了一口气，蒋长阳从桌子底下偷偷握住他的手，表示夸奖。王夫人夹了一个放到牡丹的碗里，笑道：别怨我，我是一辈子只有一次在心腹面前摆婆婆威风的机会，所以不能白白就放过了。方伯辉瞥了他一眼，道：原来你是想做恶婆婆。王夫人只是笑：你说对了，我还真饿了，怎么也得多吃点。然后将一大盘饺子塞到方伯辉面前：快吃快吃，话真多，我儿媳妇都没说什么，就你操心。蒋长阳含笑看着他二人，又回头看看身边的牡丹，心里的喜悦装都装不下。他便想着，若是以后他和牡丹的中间再坐着几个叽叽喳喳的小东西，那得有多好。想到这里，他忍不住又抬眼看着牡丹笑了一回。待吃完饭，牡丹提起焚王妃的这次宴会：我不打算收他老人家的钱，上一次是刚开张，情况不同，这次再收就不好了。更何况也请了他和王夫人，他到时候是作为方圆主人出来招待贵客呢，还是作为焚王妃的客人现身？王夫人毫不在意地道：好，包园子就算了，就直接说借吧。蒋长阳也是这个意思，但我只担心一条，焚王妃这样的人本来也不是喜欢占人便宜的，他要请客哪里不能请？他家的园子也不少，这是故意为你撑面子。可你不收他的钱，明年春天牡丹花开，他只怕是不好意思来了。
倒像是堵人家一般。牡丹借机试探道：那我怎么办？收了感觉没人情味儿，不收呢，先是担心你说的这种情况出现，又还担心若是不收他的钱，却收别个的钱，有人便要有闲话说，左右都为难。方伯辉沉吟片刻，敏锐地道：丹娘，你这园子以后还打算继续包园收钱的吧？牡丹便坦白地道：林妈妈是才说我以后不太合适再收钱，毕竟都是同僚，好些人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不好丢家里的脸。王夫人扑哧一声笑出来，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是钱，又冷笑了一声。同僚也分3、6、9等，也有穷人和富人呢，我倒是宁可人家笑我贪，也不要人家欺我穷。我又没从谁手里抢钱偷钱，我这钱来的光明正大的，谁也说不起。牡丹听得心头舒服之极，又听方伯辉道：世人都有至亲好友，亲疏远近，理他们做什么？这样好了，冯王妃这里就是借，但让他家自带酒水食物和服饰的人是他请客呢，可不是你请客。日后若有同样你觉得不好收钱的也如此行事，你若觉得想宴请他们了，又再另外请他们也不迟。时间一长，自然而然就形成了规矩，不然有那不自觉的总去打秋风，你经得住折腾吗？蒋长阳表示赞同，他们的态度看着挺鲜明的，都支持他继续赚钱，很务实。牡丹欢喜地扫了林妈妈一眼，林妈妈无奈地看着她，半是欢喜半是忧虑。现在只是说着轻松，真遇到那些事情的时候，看他们还能这么轻松吗？饭后，牡丹与蒋长阳一起回何家去，牡丹不要他骑马，让他跟着自己一起乘车。一上了车，牡丹就靠在他肩头上，低声道：今天林妈妈和我说，我以后若是继续做生意，靠方圆赚钱，会丢你的脸面，让我以后凡是有人包园子，都说借。蒋长阳替他理了理碎发，道：刚才不是说过了，该怎么还怎么吗？不过你不用太辛苦，倒是真的，我能养得起你，能叫你过上好日子。你别看着我花销大，我有分寸。牡丹抬眼看着他，可是我喜欢，我每卖出一株我亲手培植出的牡丹花，我就觉得特别满足。蒋长阳微微一笑：那你还继续做？牡丹皱起眉头。可是林妈妈说怕再发生上次被人逼着我喝酒的事情，她把林妈妈的原话说了一遍。上一次的情形犹如还在眼前，蒋长阳的脸色果然不好看起来。他沉默了好一些，方道：没事，上一次我是名不正言不顺，不能跟你一起去，以后有我陪着你，再不怕人欺负你了。牡丹苦笑着道：那若是你不在呢？蒋长阳这回没吭气，毕竟牡丹这个生意和开铺子做生意完全不同，想寻个管事去专管这生意，出面应酬都不妥当，人家老早就晓得这方圆是牡丹的，包园子更是给那故意去寻衅生事的增加许多机会。最好的解决办法是不要再包园子，只卖牡丹花，再就是在牡丹盛开的时节按人头收点钱就好，这样才好控制。可想到牡丹先前还兴致勃勃地和王夫人他们说这事儿，他实在不忍心在新婚第3天就和牡丹说这个。他思量再三，还是道：丹娘，我喜欢做有把握的事情。牡丹心头一紧，睁大眼睛看着他，